大郎，喝药了。一道温婉又带着哭腔的女声在林默耳边响起。他睁开眼，视线重新聚焦，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美艳绝伦的脸，肤若凝脂，眉如远黛，一双桃花眼此刻蓄满了泪水，雾气氤氲，我见犹怜。她身段丰腴饱满，一袭素色布裙也难掩其傲人曲线，宛如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桃，轻轻一捏就能掐出水来。此刻她端着一个小瓷碗，小心翼翼地将黑乎乎的药汁往一个男人嘴里送。林默大脑一片空白，我是谁？我在哪？林默环顾四周，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傻眼了。这是一间破败不堪的房屋，四面漏风，墙皮剥落。屋里一张简陋的大通铺上躺着10个奄奄一息的男人，除了眼前这位美艳女子，屋角还挤着8位，个个绫罗蒙尘，钗环不整，却难掩天生丽质。他们或高挑冷艳，或娇小可人，或英气飒爽，或温婉娴静，此刻都梨花带雨，低声啜泣，组成了一道令人心碎的绝美风景线。这什么情况？拍古装悲情剧吗？林默有些发懵。突然一股庞大的记忆洪流涌入他的脑海。大夏国忠烈世家林家，他林默，一个21世纪的美少年，打游戏猝死后竟然穿越了，穿成了林家最小的儿子，排行老10，一个自幼体弱，被9个哥哥和一个老爹宠上天的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林啸天是镇国将军，9位兄长更是勇冠3军的战神级猛人。林家世代为大夏抛洒热血，功勋盖世。然而半个月前，9位兄长在沙场上遭人暗算，身中奇毒，被清兵拼死抬回了京都。紧接着一个谣言四散开来，林家9子通敌叛国，临阵脱逃，致使前线大军溃败。皇帝大怒，一道圣旨降入林家，抄家，将林家逐出京都，发配边城。一夜之间，偌大的林家树倒猢狲散，父亲气急攻心，一口老血喷出，就此重病不起。如今10个男人全都躺在这间破屋里，吊着最后一口气。我靠！林默心中爆了句粗口，别人穿越都是王爷皇子，再不济也是个富家少爷，我这一来就是全家团灭，还附赠9个貌美如花的嫂嫂，这剧本太逆天了。小石，病床上被叫做大朗的男人，也就是林默的大哥林大朗，艰难地转过头，朝他伸出枯瘦的手。林默下意识地凑过去，被大哥一把抓住。小石，嘿嘿。林大郎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看着旁边哭成泪人的妻子苏清月，眼中满是不舍。大嫂苏清月，京都第一美人，以温婉贤淑著称，此刻眼角凝泪，更添几分楚楚动人。小石，林大郎喘着粗气，死死盯着林默，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我死后你不许碰你大嫂，她是个好女人，让她另寻良配。说完头一歪，没了气息。夫君。苏清月发出一声悲鸣，扑在床边，哭得肝肠寸断。林默，不是哥们，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咱家产都被抄光了，嫂嫂一个弱女子，无依无靠，我不照顾谁照顾？还另寻良配？在这混乱的黑风城，一个被贬的罪臣之妻能有什么好下场？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大哥的死仿佛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小石，过来。不远处，二哥林二郎也朝他招手。林默木然地走过去，林二郎身旁是二嫂秦如雪，她生得明艳动人，身材更是火辣，此刻一双杏眼噙着泪水，紧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二哥抓着林默的衣襟，眼睛瞪得像铜铃。小石，我林二郎这辈子没求过人，我只求你一件事，我死后你不许对我媳妇儿有半点非分之想，不然我话没说完，脖子一梗也去了。夫君。二嫂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林默眼角抽搐。小石。一旁的林三郎也朝他招手。三哥，我懂了，我发誓绝不碰三嫂。林默抢答道。林三郎闻言一愣，似乎没听懂他说的话。我婆娘天生媚骨，你把握不住，别自讨苦吃。说完也随哥哥们而去。林默已经麻木了。接下来4个、5个、6个，9位曾经威名赫赫的战神哥哥，在他面前上演了一场整齐划一的临终托妻防狼版大戏。9位嫂嫂接二连三的哭倒在地，悲鸣声响成一片。林默站在屋子中央，彻底麻了。他感觉自己在进行一场庄严的嫂嫂交接仪式。这帮哥哥脑子是不是都被毒坏了？林默内心的小人已经掀了桌子，一个个都快死了，不想着怎么查明真相，报仇雪恨，光惦记着自家老婆的贞洁问题，还把我当成假想敌。我看起来就那么像个禽兽吗？林默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副身体，瘦得像根豆芽菜，风一吹就倒。别说碰9个嫂嫂了，
就是多走2步路都喘。噗！正当林默怀疑人生时，主位病床上的老父亲林啸天猛地喷出一口逆血。爹！林默和9位嫂嫂同时惊呼，连忙围了过去。林啸天，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镇国大将军，此刻已是油尽灯枯。默！林啸天双目圆瞪，血丝遍布。他扫了一眼哭倒在地的9个儿媳，浑浊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决绝。别听你那些混账哥哥的，你那9个哥哥大婚当日就临危受命，还没来得及拜堂，就赶往战场杀敌。他们和你那9个嫂嫂无名无实，我林家满门忠烈，不能就此断了香火。林默一愣，预感不妙。果然，老爹接下来的话直接把他雷得外焦里嫩。这9个都是我林家的好媳。林啸天指着9个儿媳，一字一顿地对林默说：“这9个以后就都是你媳妇了，你要好好照顾他们，为我们林家开枝散叶，传宗接代。”嗨，老将军一口气没上来，剧烈的咳嗽着，却依旧死死抓着林默。记住，一个都不能少，越多越好。说完，老将军双眼一闭，溘然长逝。整个房间陷入死寂。9位嫂嫂也停止了哭泣，用一种复杂、震惊、羞愤、茫然的眼神看着林默。他们听得清清楚楚，以后林默就是他们的夫君了。难道日后要9女共侍一夫？一想到那羞人的画面，他们瞬间羞红了耳根。林默也懵了，哥哥们，不许碰，那是我的。老爹，都是你的，还要多生9个临终嘱托禁止事项，1个临终嘱托多生指标，你们倒是商量好了再走啊！9个哥哥，1个老爹，不到半个时辰，就在林默面前团灭了。现在整间破屋里只剩下弱不禁风的他和9个风华绝代的嫂嫂。林默彻底崩溃了，内心疯狂咆哮：这叫什么事？老天爷，你让我穿越过来，就是为了让我收拾这堆烂摊子吗？没钱，没权，没实力，外面还有个想让他们全家死光的皇帝，我太难了。林默万念俱灰，感觉人生一片黑暗，甚至考虑要不要跟9个哥哥一起去黄泉路上做个伴。就在这时，叮！检测到宿主为林家最后血脉，家族存续受到致命威胁，家族兴旺多子多福系统已绑定，只要拿下美女，让她同意做你的女人，就能获得系统奖励。为了家族的兴旺，请宿主加油努力，好好干。家族兴旺多子多福，只要拿下美女，让她同意做自己的女人，就能变强。林默的心脏狂跳起来，这系统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虽然听起来有点费腰子，但能者多劳嘛。叮！新手大礼包已发放，请注意查收。机械音再次响起，林默的意识里出现一个虚拟空间，空间不大，里面悬浮着一枚小巧精致的丹药。体魄强化丹 X1， 功效：洗精伐髓，永久增强宿主的力量、速度与耐力。林默意念一动，体魄强化丹瞬间出现在他手中。丹药入手温润，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有了它，这副破败的身子就有救了。身体好了，才能和9个，嗨嗨，才能让家族兴旺。林默正盘算着，突然一道无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小叔，眼下我们该怎么办？说话的是大嫂苏清月。她一身素衣，本就绝美的容颜却因悲伤更添了几分凄艳动人，但眼神里却强撑着一丝镇定。苏清月一开口，其余8位嫂嫂的目光也齐刷刷落在林默身上。林默看了一眼屋内的破败，又看了看外面灰蒙蒙的天，家里如今这光景，连一副像样的棺材都置办不起，更别提听林守孝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很清晰：直接送爹和哥哥们入土为安吧。9位嫂嫂闻言皆是娇躯一颤，眼眶泛红，却没人反对。他们都明白，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就这样，一个病秧子带着9个绝美寡妇，用几块破门板当担架，将10具遗体运出了黑风城。城外的山脚下，10座新坟孤零零地立着，太阳快要落山，纸钱的灰烬随风飘散着。林默跪在坟前，磕了3个响头：爹，哥哥们，这小坟包你们先将就着住，等有钱了，我再给你们换大别野。还有林家的仇，我尽量报。我最讨厌那些躲在草丛里放冷枪的老六，还有那个傻波义皇帝，我早晚把他从龙椅上踹下来，让他跪在你们坟前磕头认错。林默在坟前絮絮叨叨的，身后跪着的9位嫂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嫂，小叔子他不会是伤心过度，脑子出问题了吧？是啊，什么大别野，什么老六，我怎么听不懂啊？咱们林家现在就剩他一个男人了，他可千万不能有事啊！大嫂，你快去劝劝他吧，你说话他兴许还能听进去点。苏清月听着妹妹们的催促，又看看跪在坟前，嘴里还在嘀咕等我发育起来，一定带他们飞得林默。他的心里一沉，完了，
这个家怕是真的要完了。男人们都死了，顶梁柱一根不剩，如今家里就剩他们9个女子，外加一个看起来已经神志不清的小叔子，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苏清月心里一片迷茫，她甚至不敢去想未来。可她知道自己是大姐，是妹妹们的依靠，她不能先垮了。她强忍着心头的酸楚，莲步轻移，缓缓走到林默身边，也跟着跪了下来。一阵微风吹过，卷起她素白的衣角，也带来了一缕若有若无的幽香。香风。林默正吹牛吹得起劲，鼻子下意识地动了动。小叔，你别吓我们，有什么事跟嫂嫂们说，我们一起扛。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往前看。苏清月伸出纤纤玉手，轻轻碰了碰林默的胳膊，声音又轻又柔，还带着一丝哭过后的沙哑。嫂嫂，我没事。林默扭头朝苏清月笑了笑，我好得很，嘎嘎好。有系统傍身，他感觉前途一片光明。苏清月，其他嫂嫂，嘎嘎又是什么意思？完了，看样子疯得更厉害了。嫂嫂们心中一片惆怅。就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哟，这不是林家的俏寡妇们吗？在这哭老公呢。众人循声望去，只见7、8个流里流气的地痞无赖，手里拎着棍棒，吊儿郎当的走了过来。为首的是个刀疤脸，一脸横肉，他叫王二爸，是这黑风城里有名的地痞无赖，平日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苏清月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帮人渣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地痞们很快围了上来，王二爸的目光更是肆无忌惮的在9位嫂嫂身上来回游荡，心里乐开了花。妙啊，真是妙啊！林家这几个儿媳妇他早就惦记上了，只不过以前有林啸天和他那几个能打的儿子在，虽说中了毒，但他也不敢动歪心思。可现在林家的男人都死绝了，就剩一个病秧子和9个水灵灵的美人，这不是老天爷把肉往嘴里送吗？今天必须全部打包带走。王二爸兴奋不已，视线先是落在最前面的大嫂苏清月身上。这娘们一身雪白的孝衣也挡不住那熟透了的风韵，身段丰腴饱满，前凸后翘的曲线简直要撑破那单薄的布料，尤其是那张脸温婉素净，还带着一丝悲戚，反而更添了几分让人想要蹂躏的破碎感。王二爸狠狠咽了口唾沫，绝了，这种极品人妻玩起来肯定带劲。接着他又看向旁边的二嫂秦如雪，卧槽，这个更顶。秦如雪常年习武，身材高挑紧致，一双大长腿在校裙下若隐若现，虽然穿着素服，但那股子英姿飒爽的劲儿，配上那张冷若冰霜的俏脸，简直是冰与火的极致诱惑。征服这种带刺的玫瑰才最有成就感。还有那个看起来最娇小的白悠悠，一张娃娃脸，清纯可爱，眼睛水汪汪的，可那身材完全是童颜巨那啥，简直是又纯又玉的天花板。其他几个也各有千秋，或温婉，或清冷，或妩媚，9个，整整9个。王二爸感觉自己快要幸福的昏过去，嘿嘿嘿，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阵猪叫声。几位小娘子，你们的男人都嗝屁了，守着活寡多难受啊，不如跟了我王二爸，保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天天有肉吃。说到肉字，王二爸更是故意拖长了音调，脸上的意味加邪恶。他一旁的狗腿子们也跟着起哄，就是跟了我们大哥，可比守着那几个死鬼强多了，大哥保证会让你们快活的。嫂嫂们气得浑身发抖，俏脸煞白。苏清月强忍着愤怒，将林默护在身后。王二爸，我们林家与你无冤无仇，你不要欺人太甚。欺人太甚。王二爸笑得更猖狂了，老子今天就是欺负你们了，怎么着？你们男人都死光了，就凭你们几个娘们，还有一个风一吹就倒的小白脸，能把我怎么样？说罢，他伸出油腻的爪子，就想去摸苏清月的脸。滚开！二嫂秦如雪厉喝一声，挡在苏清月身前。他的手下意识探向腰间，可那里的佩剑早就当掉了。秦如烟眼中燃着火，浑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他已经盘算好了，今天就算是拼了命，也绝不能让这群畜生得逞。他要先踹断王二爸的3条腿，再打烂那帮狗腿子的脸。哟呵，还是个辣妹子。王二爸看着秦如烟，非但不怕，反而更加兴奋了。我喜欢，够劲儿。他舔了舔嘴唇，淫笑着就要扑上去。老子今天就要尝尝你这小辣椒是什么味儿。秦如雪眼神一凝，右腿已然蓄满了力。可就在他准备出腿的瞬间，一个黑影嗖的一下从他身边掠过。好快！秦如雪心中一惊，她甚至没看清那是什么，只感觉到一阵风，那个一直被他们护在身后弱不禁风的小叔子林默已经冲了出去。
小说，嫂嫂们齐声惊呼。林默的内心早已疯狂刷屏。操！这帮小逼崽子，当着我的面羞辱我的女人，这踏马能忍？他压根不懂什么招式，全凭一股邪火，对着王二爸的裤裆就是一记撩阴腿。砰！一声闷响，鸡蛋破碎的声音。王二爸的笑声戛然而止，眼珠子瞬间凸起，整张脸扭曲成了酱紫色。你他妈！他张着嘴憋了半天，刚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林默的拳头又到了，没有花里胡哨的动作，就是一记简简单单的直拳，结结实实轰在王二爸脸上。轰！王二爸180斤的身子，双脚离地，直挺挺向后飞出。砰！一声巨响，人砸在10几米外的地上，再也没了动静。全场死寂。王二爸那7、8个跟班，一个个张着嘴，手里的棍棒都快握不住了。所有地痞脑子里一片空白。啥情况？大哥呢？一拳就飞了。不是说林家没男人了吗？不是说就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秧子了吗？气氛变得有些凝重。痞子们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林默，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打肯定是打不过的，这辈子都打不过的。跑又太丢人，以后还怎么在黑风城里混？突然一个痞子脑子一转，连滚带爬地扑到王二爸身边。爸哥，爸哥，你怎么样？挺住啊，我这就带你去医馆。其他痞子瞬间反应过来，对，快跑啊，不是，快走，给爸哥治病要紧。对对对，治病要紧，治病要紧。痞子们一窝蜂地冲过去，抬起半死不活的王二爸，转眼就消失在了山野尽头。世界瞬间清静了。林默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拳头。卧槽，我这么猛的吗？他的内心早已惊涛骇浪系统送的那颗体魄强化丹，在痞子们围上来时，他就悄悄服下了。可当时只感觉体内升起一股热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身体没有任何变化，力气也没感觉变大，甚至连个屁都。他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可看着王二爸那嚣张的嘴脸，一股莫名的邪火直接让他冲了上去。没想到效果这么炸裂，洗精法髓，这踏马是直接给我换了个高达发动机吧？一拳把人打飞10几米，这力量，这爆发简直离谱。9位嫂嫂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他们看着林默的背影，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这还是那个需要他们照顾，风一吹就倒的小叔子吗？这还是那个连杀鸡都不敢看的文弱小叔子吗？这爆发出的战力，恐怕比他们战死的丈夫们也差不了多少。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无数的疑问在嫂嫂们心头盘旋。林默也反应了过来，完犊子，装逼装过头了。这下怎么解释？说我开了个卦，叫家族兴旺，多子多福，说我只要跟你们嘿嘿嘿就能越来越强。他们不立马把我当蛇精病给绑起来？不行，得想个办法圆过去。林默脑筋飞速旋转，突然一个绝妙的主意冒了出来。只见他身形一晃，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捂着胸口，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林默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刚刚情急之下用力过猛，我不行了。说完，眼睛一翻，身体软软的朝后倒去。演就硬演，奥斯卡影帝附体。小说，嫂嫂们果然上当，吓得花容失色。离他最近的大嫂苏清月和二嫂秦如雪，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左一右扶住了他，温软如玉，瞬间入怀。林默的头顺势就靠在了苏清月那惊心动魄的胸怀里。真软，还很香。小叔，你怎么样了？快！小叔晕过去了，快把他抬回去。苏清月焦急地指挥着，嫂嫂们7手8脚围了上来，有的掐人中，有的探鼻息，乱作一团。看着9个美人为自己担惊受怕，林默心里偷着乐。搞定！哥哥们，你们看到了，不是弟弟我想占便宜，实在是情况所迫。原有暗敌虎视眈眈，竟有恶霸垂涎美色。为了这个家，我逼不得已。林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美人们的搀扶，被簇拥着往家走。只是他没看到，在他昏迷之后，扶着他的二嫂秦如雪眼中闪过一丝狐疑。刚才那一拳力道刚猛，气息绵长，哪有半点力竭的样子？这小叔子不对劲。众人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这一路上鸡飞狗跳，9个嫂嫂跟搬运国宝似的，把昏迷不醒的林默抬回了家。又是生火，又是烧水，又是熬粥，还有几个围在床边，一会儿给林默盖被子，一会儿给他擦汗，忙得团团转。不怪他们如此紧张，毕竟林默是林家最后的男人了，他要是再出事，他们就彻底完了。在这混乱的黑风城，一个罪臣之妻如果没了名正言顺的归宿，那后果可想而知。
所有人都沉浸在担忧中，只有二嫂秦如雪在忙乱中时不时会多瞥林默一眼，一直折腾到半夜。嫂嫂们终于精疲力尽，纷纷睡下。破败的房间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只有一张用木板和稻草搭起来的超长大通铺。9个嫂嫂和林默就这么挤挤挨挨地躺在上面，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好闻的香气，搞得林默心猿意马。他被安排在最边上，紧挨着大嫂苏清月。系统，林默心中默念了一声，一个蓝色光幕出现在他意识之中。宿主林默，寿元22、65，境界淬体七翼虫，天赋5，功法5。界面很简单，没有任务列表，也没有幸运转盘。淬体七一重，这是要让我休闲还是武道？林默搜寻了下脑海中的记忆，这应该就是个普通的历史架空世界，没有修仙，也没有武道，况且连本入门的功法都没有，这要怎么修？林默研究了半天也没搞明白。这个家族兴旺多子多福系统功能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女人结合，开枝散叶，孕育子嗣，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奖励。既然如此，林默的目光落在身旁那具温软馨香的娇躯上。今夜月色很美，一缕月光透过屋顶的破洞，不偏不倚地洒在苏清月身上。此刻的她已褪去素白的笑衣，只穿着一件淡黑色的薄纱，轻软的料子贴着她的肌肤，将那道从玉颈延伸至腰臀的曼妙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月光下，她的肌肤仿佛上好的羊脂白玉，泛着温润的光泽，饱满的弧度伴随着均匀的呼吸轻轻地起伏着。连日来的惊吓与疲惫在此刻正渐渐褪去，她即将坠入沉沉的梦乡。然而就在她意识将散未散之际，一只有力的手臂突然毫无征兆地从背后探来，带着滚烫的温度，一把将她揽入怀中。苏清月浑身猛地一僵，一股属于男人的带着强烈侵略性的气息如一张大网将她笼罩。那手臂紧紧环着她的纤腰，不容她有分毫的挣扎。她的大脑出现了刹那的空白。小说，你醒了。小说，你快放开我。她的声音细弱文锐，却又带着无法抑制的惊惧与羞耻。她不是历劫昏迷了吗？怎么突然这么有劲儿？林默没有理会，只是将脸埋进苏清月那散发着淡淡馨香的秀发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是一种混杂着女儿家的体香与皂角清香的味道，那味道像是醉人的酒，让她紧绷的神经得到了片刻的安宁。别叫我小叔。林默的声音压得很低，温热的气息吹拂在苏清月最敏感的耳廓上，叫夫君。苏清月的脸颊瞬间涨红，热气一直蔓延到耳根。你别这样，快放开我。苏清月压低声音，生怕吵醒其他姐妹。她试图用手推开林默的手臂，可那手臂反而收得更紧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耻与慌乱席卷了她。她能清晰地感受到隔着薄薄的衣料，身后那具蠢蠢欲动的炙热身体。怎么办？要叫吗？可如果把其他姐妹吵醒，岂不是被她们看到自己和林默衣衫凌乱的样子？况且名义上他现在确实是自己的夫君。这个念头一冒出来，苏清月浑身最后一点力气也泄了下去，她的挣扎变得软弱无力。林默也早已迫不及待，近在咫尺的清香让他无法控制地将身体压了下去。苏清月呼吸一滞，双手下意识地抵住林默坚实的胸膛，可力气软的像是在欲拒还迎。一声压抑的闷哼从他唇间溢出，又被他死死咬住。细碎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响起，与屋外此起彼伏的虫鸣交织成了一首令人迷醉的乐曲。月光依旧柔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破败的房间中，苏清月彻底懵了，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浆糊。发生了什么？我怎么就从了？他侧躺在通铺上，把脸埋在枕头里，羞愤的要死。身后林默滚烫的身体依旧紧贴着他，炙热的气息喷在他的后颈上，又酥又痒。余韵未散，林默嗅着苏清月秀发中的清香，压下再次涌起的冲动，将心神沉入脑海。系统定，恭喜宿主与美人苏清月完成家族事务，检测到目标为完璧之身，特别奖励以血大礼包。检测到宿主完成初为人夫成就，系统功能升级，开启新模块。角色风华录，角色风华录。林默心头一跳，立刻打开系统面板。原本简洁的面板上多出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画轴，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5个大字：角色风华录。这是什么？林默心念一动，点开图标，一个画卷在光幕中缓缓展开。画卷之上是9个灰暗的女性剪影，姿态各异，风情万种。而在画卷的最左侧，第一个剪影此刻正散发着柔和的白光，并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画中是一个身穿薄纱、侧卧在床榻之上的绝美女子，
眉如远山，眸若秋水，肌肤胜雪，曲线动人，正是刚刚被他拿下的第一个美人苏清月。美人下方还有几行小字：美人苏清月，状态已收录，角色值92100，亲力可人，亲密度60100，一夕之欢，专属天赋持家为激活，激活条件让苏清月心甘情愿对你喊出夫君二字。天赋效果，激活后宿主将获得精力旺盛天赋，处理家族事务时更加持久，更加持久。这个更加持久正经吗？林默看得一愣一愣的，这角色风华录不就是个美人收集图鉴？拿下美人，激活他们的天赋，就能让自己变强。林默的呼吸都重了几分，这系统也太懂了。他按捺住激动，退出角色风华录，将目光投向那个金光闪闪的遗血大礼包。打开礼包，叮！恭喜宿主获得双修功法龙凤呈祥诀。提示音落下，一本古朴秘籍的全部信息涌入林默的记忆。名称：龙凤呈祥诀。介绍：上古阴阳合修之法，男女双方共同修炼，可互相滋养，共同精进。凡人修炼此诀，甚至有机绿觉醒灵根，踏入仙途。林默倒吸一口凉气，这功法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啊！不仅能让自己变强，还能带着嫂嫂们一起变强。以后只要跟嫂嫂们嘿嘿嘿，大家就能一起修仙，一起飞升。这系统也太懂我了。哥哥们，你们的在天之灵看到了吗？弟弟，我这是为了光耀咱们林家门楣啊！一切都是为了家族。林默在心里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瞬间心安理得。就在他研究系统奖励的时候，怀里的苏清月轻动了一下。林默低头，正好对上一双又羞又气的眸子。你骗人！林默一愣，骗人？我骗啥了？苏清月也顾不上羞了，翻过身子，压着嗓子，生怕惊醒旁边的姐妹。你吓我，明明就是装的，你根本就没力竭，晕倒也是装的。他全想通了。下午林默打飞王二爸那一拳，哪有一点力竭的样子？结果转头就脸色惨白，摇摇欲坠，还我不行了。戏班里的台柱子都没他会演，亏自己和姐妹们还吓得魂飞魄散，跟抬祖宗似的把他抬回来。结果呢，这家伙到了晚上龙精虎猛，乃像个力竭的人，简直比村头的老黄牛还能耕。一想到自己刚才被这个力竭的家伙折腾得死去活来，苏清月就羞愤交加，以往的温柔贤淑不复存在。他越想越觉得委屈，眼泪都开始打转。骗子，大骗子！月光透过屋顶的破洞，恰好洒在他身上。那件淡黑色的薄纱本就遮不住什么，此刻被汗水浸湿，更是紧紧贴在身上。他俏脸通红，嘴唇微嘟，又气又委屈。胸前那饱满的轮廓随着他急促的呼吸剧烈起伏着，在月色下泛着一层诱人的光泽。林默看着眼前这活色生香的一幕，哪里还听得进什么质问？什么骗不骗的，重要吗？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安抚好眼前这个即将炸毛的美人，顺便试一下刚刚得到的双修功法。你说话啊？你怎么不说话？苏清月见他不吭声，更气了，伸出粉拳捶了林默一下，软绵绵的，毫无力道。林默不闪不避，反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顺势又往怀里一拉。苏清月惊呼一声，整个人再次跌入他坚实的胸膛。不等他反应过来，一张嘴就堵了上来，简单直接，不讲道理。苏清月眼睛瞪得滚圆，他下意识地想推开林默，可双手抵在他胸膛上，却使不出一丝力气。他彻底懵了，完全跟不上林默的节奏。这不对啊，被拆穿谎言不应该是心虚理亏，赔礼道歉吗？怎么理论到一半还强吻上了？这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啊。苏清月想挣扎，可林默的手臂箍得死紧，让他动弹不得。良久，林默才心满意足地松开他。苏清月大口喘息，眼神迷离，脸颊绯红，一双水汪汪的眸子里早已没了刚才的气势。你，他只说出一个字，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林默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一笑，道歉，跟女人讲道理，不存在的。就在这时，一个系统提示音在他脑海响起：苏清月亲密度+1。林默眉毛一挑，这也行，原来是这样增加亲密度的。林默的表情从惊讶逐渐变成了邪恶。嘿嘿，那事情不就简单多了？林默看着怀中的绝色美人，眼神再次变得火热起来。你干嘛？苏清月察觉到了林默的异样，怯生生地问：干嘛？说话间，林默翻身而上，再次将苏清月笼罩在自己身影之下。干！苏清月瞳孔巨震，你还来？
苏清月彻底懵了，这家伙是铁打的吗？他感觉自己浑身上下跟散了架似的，可他怎么跟个没事人一样，还这么有劲儿啊？下午才刚打完人，晚上又把自己折腾了那么久，现在居然还来。你不累吗？苏清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这次倒不是抗拒，纯粹是震惊。这体力也太离谱了吧。林默看着他那副又惊又怕的可爱模样，嘿嘿一笑，凑到他耳边，热气吹得他脖梗一阵酥麻。你夫君我体力好，娘子，你刚才不是还骂我是骗子吗？现在我就表演给你看，什么叫真正的力竭。话音未落，行动已至，破败的房间中，刚刚平息的乐曲再次奏响，只是这一次与之前不同。林默的心神沉入脑海，默默运转起龙凤呈祥诀，功法法门在他心中流淌，一股热流从他的丹田升腾而起，顺着四肢百骸、奇经八脉开始飞速流转。这股力量比体魄强化丹带来的热流要霸道精纯得多。紧接着，一个奇妙的感觉出现了，林默感觉自己的意识和怀里的人紧密连接在了一起，不分彼此。那股霸道的热流在他体内循环一周，又化作涓涓细流，缓缓渡入了苏清月的意识之海。苏清月没忍住，喉间溢出一声难以自抑的闷哼。他能感觉到意识之中的那股暖流，它游走在自己身体各处，驱散了所有疲惫与酸痛，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感传遍全身，浑身上下的毛孔都惬意地舒张开，舒服的他差点叫出声。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羞愤与抗拒，在这股奇异的暖流面前被彻底瓦解，融化的无影无踪。他的意识渐渐模糊，身体的本能开始主导一切。许久之后，风停雨歇，月光依旧透过屋顶的破洞，静静洒在这片狼藉的战场上。林默长舒了一口气，只感觉神清气爽。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气血比之前更加旺盛了，力量仿佛在骨髓深处凝聚，随时可以爆发出来。这龙凤呈祥诀果然霸道。他心念一动，打开系统面板，宿主林默，寿元22、65，境界淬体气一重，出窥门境，天赋5，功法龙凤呈祥诀。果然境界后面多出了出窥门境4个字，虽然依旧是一重，但后面的出窥门境代表着功法已经生效，他正式踏上了修炼之路。林默压下心中的激动，又点开了角色风华录，画卷展开，苏清月的画像依旧动人。美人苏清月，状态已收录，角色值92100，亲力可人，亲密度71100，食髓之味，专属天赋持家为激活，激活条件让苏清月心甘情愿对你喊出夫君2字。天赋效果，激活后宿主将获得精力旺盛天赋，处理家族事务时更加持久，亲密度从61变成了71，状态也从一夕之欢变成了食髓之味。林默满意的点头，看来这番辛勤耕耘效果显著，只是那个持家天赋依旧是灰色的锁定状态，处理家族事务时更加持久，那不就等于延长了自己的修炼时间？林默瞬间悟了，这系统太对胃口了，他现在已经很持久了，要是再来个精力旺盛，那岂不是？林默不敢再想下去，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个特性激活之后究竟是何等光景。于是他的目光再次落在了怀中那具温软的娇躯上。此刻的苏清月经过2次暴风雨的洗礼，早已没有了之前的僵硬与抗拒，她像一只慵懒的猫咪，软软地依偎在林默的怀里，均匀的呼吸吹拂在林默的胸膛上，带来一阵阵微痒。那件淡黑色的薄纱早已凌乱不堪，勉强挂在身上，大片的雪白暴露在空气中，在月光下泛着象牙般的光泽。尤其是那惊心动魄的弧度，随着呼吸轻轻起伏，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嗨嗨，林默清了清嗓子，强行将目光从那深渊中挪开。正事要紧，他用下巴蹭了蹭苏清月的额头，用自认为最温柔的声音开口：娘子。苏清月的睫毛颤了颤，却没睁眼，只是喉咙里发出一个软糯的音节。看样子是真的累坏了。林默心中一笑，低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凑到他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乖，喊声夫君来听听。话音刚落，怀里温软的身体便轻轻一颤，苏清月瞬间睁开了那双水汪汪的眸子，原本迷离的眸子恢复了一丝清明。他当然明白林默的意思，瞬间一股热气冲上脸颊，让他整张脸红得发烫。这个坏家伙，占了人家的身子还不够，还要逼着人家喊他夫君，这也太羞人了。又羞又气，苏清月下意识地把头往林默怀里一埋，
索性装睡不理他。林默看着他这副鸵鸟般的扭捏姿态，心里顿时乐了。哦，不喊，看来刚才的战斗还是没能把敌军彻底降服啊。既然如此，那就休怪我再起战端了。林默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一个翻身再次占据高地。呀！苏清月一声惊呼，整个人都懵了。他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男人，声音都变调了。你还来！林默咧嘴一笑，再次压下。苏清月的瞳孔瞬间放大到极致。救命啊！要死人了！然而他的抗议注定无效。今夜林默的目标是亲密度100，专属天赋激活。交织声再次停下。苏清月软绵绵地依偎在林默怀里，像只被顺好了毛的猫，慵懒而满足。他眼神中绽放出异样的光彩，整个人仿佛被一层柔光笼罩。他感觉自己像是被充满了电，浑身上下每一寸肌肤，每一个毛孔都透着难以言喻的舒坦。之前的酸痛疲惫早已被那股神奇的暖流冲刷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从未有过的轻盈与满足。这种感觉好奇怪。苏清月悄悄抬起俏脸，偷瞄了一眼身旁的男人。月光下，他的侧脸轮廓分明，呼吸平稳，好像已经睡着了。他感觉自己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而给他开门的这个家伙现在正呼呼大睡。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一切的始作俑者林默此刻正闭着眼，累得直喘粗气。不行了，真不行了，身体被掏空，我真的一滴都没有了。他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古代那些帝王都短命了，这修炼果然是个体力活啊。他强撑着最后一丝精神，在心里默念。系统打开面板，刷，光幕在眼前展开。林默第一时间查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宿主林默，寿元22、65，境界淬体期1重，大成。天赋5，功法龙凤呈祥诀，大成。林默心中一喜，此刻他体内那缕气血已经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了一条小溪，在经脉中循环往复，每一次流转都让他的筋骨皮膜壮大一分。只是这力量换的着实有点费腰。回想起刚才他和苏清月一连大战300回合，硬生生把境界从出窥门径干道入门又干道小成，最后几乎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才把境界推到了大成。不行了，今天就到这吧，得歇歇，再修炼下去怕是狗命不保。林默心里疯狂吐槽，意念一转，再次点开绝色风华录，画卷展开，苏清月的画像比之前更加光彩照人，仿佛活了过来。美人苏清月，状态已收录，角色值95100，国色天香，亲密度100100，意乱情迷，专属天赋持家未激活，激活条件让苏清月心甘情愿地喊出夫君2字。天赋效果，宿主获得精力旺盛天赋，处理家族事务时更加持久，角色值从92涨到了95，评价也从清丽可人变成了国色天香，亲密度终于满了，状态也从食髓之味变成了意乱情迷。林默瞅了一眼怀里的苏清月，发现她的肌肤好像更加白皙细腻了，在月光下泛着一层莹润的光泽，简直能掐出水来。看来这龙凤呈祥诀对女方还有滋养效果，并且立竿见影。不错，不枉我掏空身体。林默正欣赏着自己的战果，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与苏清月亲密度达到100，特此奖励情投1盒大礼包。还有礼包？林默瞬间精神一振，疲惫消散不少。打开礼包。叮！恭喜宿主获得灵气莲花剑。随着提示音落下，一柄古朴的长剑虚影出现在他脑海，剑长3尺，剑身笔直，通体呈现出一种冰蓝的冷艳色泽，没有华丽的装饰，也没有璀璨的宝石，剑格就是最简单的样式。但当林默的意识握住它时，一股锋锐的气息瞬间传来，剑刃上仿佛有水波般的纹路在缓缓流淌，折射出森然的寒光。名称：莲花剑。品阶：上品。特性：锋锐，可成长。简介：此剑与绝色风华录相通，剑之锋锐程度取决于风华录中美人的亲密度总和，亲密度越高，剑刃越是无坚不摧。好剑！林默心中赞叹，这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第2件神器。以后自己收集的美人越多，亲密度越高，这把剑的威力就越强。有了这把剑，再遇到王二爸那种货色，一剑就能给他削成2半。林默心里美滋滋的。现在自己是淬体期1重大成，还有一把上品灵剑，实力有了初步保障。接下来
就是想办法搞钱，改善生活，总不能一直住在这破房子里，让自己的美娇娘跟着受苦。而且父亲的遗愿是光耀门楣，重振林家，这可不是光靠修炼就能完成的。据他了解，这黑风城属于大夏边境的一个三不管地带，城内大小势力割据，城外更是盗匪猖獗，能在这里活下来的人都是狠角色。看来自己回头得去探探路，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发家致富的路子了。林默正规划着，突然一只纤纤玉手轻轻抚上了他的脸颊，那小手触感细腻柔滑，像是一块上好的丝绸。林默浑身一僵，下意识地低头看去，只见怀中的苏清月早已没了最初的羞涩与抗拒，那双原本清澈如水的眸子，此刻仿佛蒙上了一层迷离的雾气，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媚色与光彩。她的脸颊依旧带着动人的红晕，嘴唇被滋润的饱满水润，微微张着，吐气如兰。经过龙凤呈祥诀的数次洗礼，她的身体非但没有疲惫，反而像是久旱逢甘霖的禾苗，每一寸肌肤都散发着惊人的活力与光泽。那件早已不堪重负的薄纱，此刻更像是欲说还休的点缀，将她那被月光浸润的雪白肌肤和动人曲线衬托得愈发惊心动魄。夫君，她朱唇轻启，声音又软又糯，还带着一丝被满足后的沙哑，搔刮在林默的心上。这一声夫君，喊得林默骨头都酥了半边。他还没来得及回味，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叮！苏清月心甘情愿喊出夫君，天赋持家已激活。叮！恭喜宿主获得天赋精力旺盛。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林默感觉自己刚被掏空的身体像是瞬间加满了油，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浑身上下再次充满了用不完的力气。林默整个人都懵了，还有这种好事？然而还没等他高兴完，苏清月接下来的动作让他彻底傻眼了。只见他那只柔弱无骨的小手正在缓缓下滑，眼中的媚意更浓，用一种近乎呢喃的语气再次开口：夫君，再来。林默，啥玩意儿？再来！不等他反应，怀里的娇躯一个灵巧的翻转，竟然反客为主呀！这次换成林默发出一声惊呼。他仰躺在床上，看着居高临下俯视着自己的苏清月，大脑一片空白。月光从他身后照来，勾勒出他玲珑有致的娇躯，乌黑的长发散落，有几缕调皮的垂下，扫过林默的脸颊。他双手撑着床，微微俯身，那傲人的曲线在林默眼前晃动，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此刻的她像一个掌控一切的女王，而林默就是她砧板上的鱼肉。这画风不对啊，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啊！林默心中疯狂呐喊。苏清月却对他的震惊毫无反应，她继续俯下身，温热的呼吸喷在他的脸上，一双美眸直勾勾地盯着他，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强势。今夜月色正好，修炼才刚刚开始。林默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鼾声震得房梁上的灰尘都簌簌往下掉。昨夜的修炼实在是太过刻苦，先是大战300回合，然后又被苏清月反客为主，强行加练了1个时辰。要不是系统给的天赋给力，他怕是已经跟爹和哥哥们在下面团聚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一滴也不剩了。林默在梦里还在嘟囔。破败的屋子里，8道亮丽的身影围着一张吱呀作响的旧木桌，气氛有些微妙。桌上摆着10碗稀粥，1小碟咸菜，这就是林家如今的早餐。但此刻没人关心饭菜的简陋，除了脸颊还带着一抹红晕的苏清月，其余8位嫂嫂有一个算一个，全都顶着一对硕大的黑眼圈。那憔悴的小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昨晚集体下地窖挖了1宿的煤。大嫂，不叫小叔起床吗？饭都要凉了。二嫂秦如雪开口，其余几个嫂嫂也齐齐望向苏清月。此刻的苏清月早已梳洗完毕，她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淡青色布裙，虽然料子粗糙，却难掩窈窕的身段。只是那张俏美的脸蛋依旧红得厉害，连白皙的脖颈都染上了一层动人的粉色。听到秦如雪的话，苏清月的身子微微一紧，眼神躲闪。他最近累坏了，还是让他多睡会儿吧。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藏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羞意。此话一出，桌上的气氛更加古怪了。秦如雪耸耸肩，总得吃了饭再睡吧，饿着肚子怎么恢复体力？大嫂，你也不希望小叔今天一天都下不来床吧？这话一出，好几位嫂嫂的脸更红了。苏清月却没听出弦外之音，她点了点头，觉得二妹说的有理。昨天晚上林默就没怎么好好吃饭，夜里又那么辛苦。想到这里，她心底一软，端着碗粥走到了床边，轻轻推了推林默的肩膀。小叔，起床了。那声夫君在嘴边绕了半圈，还是没能鼓起勇气，最终又咽了回去。当着众姐妹的面，她实在有些放不开。小叔，起来把饭吃了再睡吧。林默迷糊着睁眼，
看见苏清月近在咫尺的俏脸，下意识的就想伸手去抱。怎么还叫小说？话还没说完，腰间的软肉就被狠狠掐了一下。嘶！林默瞬间清醒，疼得倒吸一口凉气。他看见苏清月羞红着脸，拼命朝他使眼色，眼睛往身后瞟。顺着方向一看，好家伙，饭桌旁8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这边，那眼神里全是好奇、探究和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林默秒懂，行，我配合你。他心里偷笑，也不戳穿苏清月的小心思，麻利地爬起来，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坐到饭桌旁。可刚一坐下，就感觉气氛不对劲，8道略带幽怨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把他定在原地。再仔细一看，瞬间懵了。你们，嫂嫂，你们这是怎么了？怎么一个个都顶着黑眼圈？昨晚没睡好？听到昨晚2个字，桌边的嫂嫂们一个个羞得满脸通红，她们齐刷刷低下头，把脸埋进稀粥碗里，拿勺子扒拉着碗里那几粒米，就是不抬头。空气里全是尴尬。林默和苏清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二嫂秦如雪放下了筷子，她用一种看罪魁祸首的眼神看着林默，悠悠地打破沉默。小叔和大姐昨晚搞那么大动静，怎么可能睡得好？此话一出，林默刚喝进嘴的一口粥差点没喷出来。可嗨，一阵剧烈的咳嗽后，林默这才顺过气儿来。其他几位嫂嫂的头埋得更低了，而苏清月的脸已经不能用红来形容了。她噌的一下猛地从凳子上弹起，看也不敢看众人，捂着脸就跑了出去。林默也尴尬了，他端着碗愣在原地，大脑飞速运转。搞了半天，昨天晚上来了场现场直播。想到这里，林默的老脸也有些挂不住，尴尬地咳嗽了一声。解释？这要怎么解释？说我们在修炼一门有益身心健康的功法。鬼才信！他脑筋一转，索性破罐子破摔，直接端起自己的碗，还顺手把苏清月的那碗也端了起来。林默挺了挺腰板，脸上甚至挂上了一丝理直气壮。你们吃，我去给我娘子送饭。那声娘子喊的是那么自然，那么顺口，那么欠揍。噗！二嫂秦如雪刚喝进嘴里的一口稀粥，一个没忍住，直接呈放射状喷了出来。对面的七嫂不幸遭殃，被喷了一脸米汤。院子里，苏清月蹲在一个大木墩上，将头深深埋在膝盖里，连背影都写满了别理我。林默端着2只粗陶碗走了过去，他将碗放在一旁，挨着他坐下，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他。行了，还真生气了，快把粥喝了，一会儿凉了。苏清月抬起头，俏脸红透，眸子里满是羞愤。他伸出纤纤玉手，在林默的胳膊上掐了一下，力道不大，更像是撒娇。都怪你，昨天晚上，现在全被姐妹们知道了，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他的声音又急又委屈，说到最后眼眶都红了。昨夜的疯狂与沉沦还历历在目，那种体验让他既羞耻又回味。可一想到自己那羞耻的声音被8双耳朵听得一清二楚，他就恨不得找条的缝钻进去。林默却不以为意，反而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这怎么能怪我？分明是娘子你天赋异禀，叫得太大声了，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听见？你……苏清月一口气堵在胸口，差点没上来。这个坏蛋，得了便宜还卖乖。可他又偏偏无法反驳。昨晚到后来，他确实有些情难自已。苏清月气得说不出话，只能鼓着腮帮子，把头扭到一边，留给林默一个后脑勺。林默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也不再逗他。他将苏清月往自己身边揽了揽，手臂顺势环住他不盈一握的纤腰。入手是粗糙的布料，可布料之下却是惊人的温软与弹性。一股淡淡的皂角清爽气息钻入他的鼻腔，让他心头微痒。经过龙凤呈祥诀的滋养，他的肌肤愈发细腻，即便隔着衣料，林默也能感觉到那滑腻的触感。林默凑到他耳边放柔了声音：好了好了，快吃饭，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天经地义。林默的声音很低，热气吹在苏清月敏感的耳廓上，让他身子一颤。苏清月刚想反驳，却听见林默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魔力。再说了，林默顿了顿，手臂环得更紧了些，将他整个娇软的身子都圈在怀里。你现在是我的大夫人，这叫占了头筹。以后就算我把他们都收了，那也得排在你后头，见了你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大姐。家里的大小事务不还得你说了算？林默的话仿佛一道惊雷，在苏清月脑海里炸开。她转过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林默：你还真想把我们9个姐妹都收了？林默迎着她的目光耸了耸肩，一脸的理所当然。那当然，我爹的遗愿怎敢不从？苏清月的嘴巴张成了一个可爱的 O 型，她的大脑彻底宕机。可转念一想，不对，那以后岂不是？一想到自己要和8个姐妹一起
服侍他一个人。那画面光是想象一下，就让苏清月的脸颊羞得通红，那也太羞人了。看着林默那得意洋洋的样子，苏清月又羞又气。她端起一旁的粥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里嘀咕着：哼，到时候累不死你。林默自然不知道苏清月心中的小九九，只是见他终于肯小口的喝粥了，便也不再跟他斗嘴。他端起自己的碗，呼噜呼噜喝了2口，然后又问了一句：娘子，家里的粮食还够吃几天？一提到这个，苏清月刚刚还泛红的脸蛋瞬间就暗了下来。省着点吃，大概还能撑3天。3天？林默心里一沉，这还是他们9个女子吃的少的情况下，要是正常来算，恐怕2天都悬。见林默沉默不语，苏清月以为他也在发愁，连忙反过来安慰他：相公，你别担心，我已经想好了，等会儿我带着姐妹们在城里找活计，给大户人家缝缝补补，洗洗衣裳，总能换些吃食回来的。苏清月努力挤出一个笑容，可那笑容怎么看都带着一丝勉强和苦涩，让一群如花似玉的美人抛头露面去做那些粗活累活，开什么国际玩笑。林默放下碗，伸手摸了摸苏清月那顺滑的长发，动作轻柔不用，那才能挣几个铜板，不够咱们塞牙缝的。苏清月的肩膀瞬间就垮了下来，眼神里满是无奈与无助。那怎么办？我们这些女子现在除了做这些还能做什么？看着她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林默心中一软。他凑过去，在苏清月光洁细腻的脸蛋上啵地亲了一口。放心，为夫想办法。苏清月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亲昵举动搞得一愣，脸颊瞬间又飞上2朵红云。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林默手腕一翻，凭空一抓，嗡！伴随着一声轻微的剑鸣，一柄古朴的长剑赫然出现在他手中，正是那柄莲花剑。苏清月的美眸瞬间瞪得溜圆，小嘴微张。他看看林默，又看看那柄散发着森然寒气的长剑，这件是哪来的？你怎么变出来的？苏清月震惊无比。昨天晚上身体才被开发了新世界，今天早上自家男人又开始表演大变活剑了，这世界怎么了？林默看他那呆萌的样子，心里直乐。该怎么解释呢？说我有系统，这是开启大礼包送的，估计他会以为我昨晚修炼过度，把脑子给练坏了。想了半天，林默也没想出个好的理由，索性凑到苏清月耳边轻声嘀咕了几句。可随着林默的话一句句地传入苏清月的耳中，他看向林默的眼神突然间充满了震惊、羞涩，还有一丝难以置信的荒唐。林默说完，在苏清月羞红的脸上又亲了一口，这才把剑塞到他的手里，安排道：一会儿你把这剑给二嫂，她会武功，有这把剑防身，你们在家我也放心。至于我，一会去城外的黑风山上转转，看能不能打点野味，找些吃的回来。说罢，林默在他呆滞的注视下，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家门。苏清月一个人坐在木墩上，怀里抱着把冰冷的宝剑，脑子里是一片滚烫的浆糊。林默前脚刚走，二嫂秦如雪就从屋里出来了。她身形高挑，不像苏清月那般温婉柔美，反而带着一股习武之人特有的英气。一头乌黑的长发利落地束成高马尾，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她穿着一身方便活动的短打劲装，勾勒出紧致而充满爆发力的身体曲线。那双腿笔直修长，一看就要命。秦如雪走到院子里，只看到苏清月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脸红的不正常。大姐，小叔呢？啊！苏清月如梦初醒，她抬头看见是秦如雪，连忙站起来。她去城外的黑风山了。黑风山？秦如雪脸色一变。黑风山林密山高，时常有猛兽出没，深山里更是盘踞着好几个土匪山寨，她一个人怎么敢去那里的？不行，太危险了，我得去找她。秦如雪说着就要往外冲。二妹，你等等。苏清月赶忙起身，一把拉住了她。林默走之前交代了，家里就你一个会武功的，让你务必留在家里，保护大家的安全。秦如雪脚步一顿，眉头紧锁。鉴于之前王二爸的事，家里确实该有个人守着，可自己在家守着，林默怎么办？真以为一拳打飞了王二爸就可以胡作非为了？那山里的野兽可比不得人，人被打了会怕会跑，可野兽惹急了只会殊死一搏，和你拼命。秦如雪的心里又急又气，可又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这小叔子最近怎么变得如此奇怪？明明以前畏畏缩缩的，怎么突然就变得胆大包天了起来？真不知是该夸他还是该骂他。苏清月见秦如雪在原地来回跺着步子，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将身后的莲花剑拿了出来。这是林默让我给你的，说是暂时借给你用。秦如雪本来还心急如焚，可当那柄剑出现的时候，她的目光瞬间就被粘住了。身为习武之人，她对兵器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这剑入手微沉，
分量恰到好处，剑鞘古朴无华。但当他锵的一声拔出长剑时，一泓秋水般的剑光瞬间映亮了他的眼眸。剑身笔直，寒气逼人，上面流动着水波般的奇异纹路，锋刃处闪着幽光，仿佛看一眼就能割伤皮肤。好剑！秦如雪忍不住脱口而出，眼神里全是痴迷。他手腕轻抖，挽了个剑花，剑刃破空，发出嗡的一声清鸣，清越动听。这绝对是一柄削铁如泥的好剑。秦如雪拿着剑翻来覆去的看，眼中的喜爱和震惊都快溢出来了。可突然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于是扭头看向苏清月：“大姐，这件小叔是从哪弄来的？他跟我们同吃同住，怎么就过了一个晚上，平白无故就变出把剑来？大姐，你不觉得奇怪吗？”苏清月被问得心虚气短，眼神开始飘忽。我也觉得奇怪。但是他说，一想起林墨刚才在他耳边说的话，苏清月就结巴了起来。秦如雪见他这副模样，更是着急。他说什么？苏清月。他说秦如雪。他到底说什么？苏清月。他说，哎呀大姐，你快急死我了。秦如雪抓着苏清月的肩膀不停地晃。他到底怎么说的？这件到底是哪来的？苏清月被秦如雪晃得头晕眼花，一张俏脸涨得通红。终于在一口气憋到极限后，苏清月破罐子破摔。他说，是因为昨晚和我那个了以后，阴阳交泰，他突然领悟了人生大道，然后这把剑就孕育而生了。什么玩意儿？秦如雪当场石化，握着剑的手都僵在了半空。他愣了足足3秒，才消化完这句话里的信息，然后用一种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苏清月：“大姐，这种鬼话你也信？我不知道。”苏清月羞得想死，把头埋得低低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哼。秦如雪看着眼前这个一脸娇羞、智商明显已经掉线的大姐，再看看手里这柄寒光凛凛、一看就价值连城的宝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家伙到底给大姐灌了什么迷魂汤？就睡了一晚上，不仅把大姐收拾得服服帖帖，还搞出来一把神兵利器。秦如雪的脑子彻底乱了，她只觉得这个家，这个小叔子好像在一夜之间变得神秘莫测起来。黑风山，山势险峻，林深树密，平时很少有人敢深入。林墨站在山脚下，参天大树遮蔽日光，山林深处一片昏暗。一阵山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声响，听着还真点吓人。可如今的他已经不是前身那个风一吹就倒的病秧子。区黑风山，小爷今天就来闯一闯。林墨不再停留，一头扎进深山。林子深处光线更暗，脚下是厚厚的腐叶，踩上去一脚深一脚浅。他打起精神，四下观察。他得找点大家伙，家里10个嗷嗷待哺的美娇娘可都等着他呢。兔子、野鸡什么的肯定不够塞牙缝，最好能搞头野猪或者鹿，那才够吃。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林墨似乎低估了打猎这门手艺的技术含量。他在林子里转悠了2个时辰，累得满头大汗。除了几只被他惊飞的山鸟，连个活物影子都没见着，更别说野猪了，连根猪毛都没瞧见。我靠，什么情况？不是说有猛兽吗？野猪狗熊呢？都死绝了。出来走2步啊！林墨一屁股坐在大石头上，脑门全是汗。昨晚刚奋战了一宿，早上又只喝了碗稀粥，肚子早已咕噜咕噜乱叫。可牛都吹出去了，要是空手回去，他这张帅脸往哪儿搁？不行，不能放弃。林墨咬咬牙，从石头上站起来。老子就不信了，这么大一座山还能没个活物。他又闷着头在山林间乱窜，几乎把能走的路都踩了一遍，结果依旧一无所获。林墨那点耐心终于被磨光了。算了，都快晌午了，再不回去娘子们该担心了。他叹了口气，心里盘算着，要不先去城里当铺，把身上这件还算不错的衣服给当了，换点粮食应急。虽然丢人，但总比让一家人饿肚子强。林墨垂着头转身往山下走，突然身旁的草丛里窜出3条人影。站住！打劫！卧槽！林墨一句国粹脱口而出，他看都没看清来人，下意识的手臂抡圆就甩了出去。啪！一声耳光清脆响亮，在寂静的山林里格外刺耳。妈的，吓死老子了！你们当这是玩王者呢，还学人家躲草丛？林墨本就不痛快，被这么一惊，火气腾的就上来了。被扇了一巴掌的汉子也懵了，脸上火辣辣的疼。他身后的2个小弟也傻眼了，不是？这什么情况？为首的汉子是个独眼，名叫独眼彪，是这黑风山上黑风寨的山匪，平日里就爱埋伏在下山的小路上干些没本的买卖，有时候劫财，有时候劫货。要是碰上模样俊俏的小娘子，那就顺便劫个色。
劫完之后人就杀了，往山谷里一丢。可今天三人在草丛里蹲的腿都麻了，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正琢磨着换个地方继续蹲，就看见林默从山上晃晃悠悠走了下来。三个人想都没想就跳了出来。可谁能想到，才刚喊出开场白，脸上就挨了这么狠的一下。他独眼彪当了半辈子山匪，就没遇见过这种事。打劫的反倒被打劫的给打了。独眼彪捂着高高肿起的脸颊，用那只独眼难以置信地瞪着眼前的瘦弱少年。你他妈的找死是不是？他往前一逼，晃了晃手中的刀，低吼：看清楚了，老子们是山匪，杀人不眨眼的山匪。识相的赶紧把身上值钱的玩意儿都给老子掏出来，别逼老子亲自动手。你们是强盗。林默上上下下打量着这三人，眼神里充满了怀疑。这三人穿得破破烂烂，身上也脏兮兮的，手里那几把刀不是卷了刃就是豁了口，看着实在没有什么威慑力。废什么话！独眼彪见林默这副神情，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耐心尽失。他怒吼一声，举起破刀朝着林默面门砍来。可刀刚举到一半，动作就僵住了。他突然感觉自己两腿之间那个男人最要紧的部位传来了一阵钻心刺骨的剧痛。撩阴腿，还是那熟悉的配方，还是那熟悉的味道。林默面无表情的出腿，感觉还是这招最顺手。独眼彪发出一声闷哼，那只独眼瞬间瞪得滚圆，里面布满了血丝。他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骄傲，双膝一软，直挺挺跪倒在地。痛，太痛了！剧烈的痛楚让他整张脸都憋成了猪肝色，额头上青筋暴起。他张着嘴拼命抽着冷气，却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卧槽，你小子玩阴的！另一个壮硕的山匪见老大被一脚被废，瞬间红了眼。他咆哮着举起手中的刀，照着林默的脖子就劈了过来。林默身形一晃，一记直拳悍然轰出，结结实实地砸在那人的面门上。咔嚓，骨头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那强盗的整张脸瞬间塌陷下去，血肉模糊，鼻血和碎牙齐飞，接着便向后直挺挺倒去，再没了声息。温热的鲜血溅了林默满身满脸。他站在那里，脸上带着血污，雪白的衣衫也被染红大片，活脱脱像个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最后一人眼见着两个同伴一个照面就被放倒，知道自己是碰上硬茬子了。他想也不想，转身就跑。可刚跑出2步，就感觉后心一痛，整个人被一股巨力踹飞了出去，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林默走到他身边，擦了下脸上的血，不屑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学什么不好，学人家打劫。接着他蹲下身，开始搜刮战利品。林默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个小布包。打开小布包，1、2、3、4、5两，足足5两银子，外加10几枚铜钱。卧槽，意外之喜！林默眼睛都亮了，没想到啊，就这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居然这么有钱。可别小看这5两银子，以黑风城的物价水平来说，一个大肉包才卖2文钱，1两白银等于1000文铜钱。也就是说，光这5两银子，他就能买5、10、15、1000。算了，反正就是能买很多肉包子。5两银子够一个普通人家生活好几年，可以在酒楼里大鱼大肉吃1个月，甚至可以去迎春楼里潇洒快活1整晚。这还不算完，旁边还躺着2个呢。林默眼中闪过一丝贪婪，赶紧上去开盲盒。他跑到另一个人身边，又是一阵摸索。7两，林默心中大喜。接着他又走到为首的独眼彪跟前。你不要过来啊！独眼彪在地上挣扎，他的下半身已经没了知觉，只能用手在地上乱刨，想爬离这个恶魔。林默一脚踩住他的后背，将他死死按在地上，不顾他的闷哼，伸手在他身上仔细摸索。这好歹是个头头，总该比那2个小喽啰要富裕点吧。你放开我！啪！闭嘴！林默送了独眼彪一个大逼兜，继续搜刮。突然他的手指碰到一片柔软顺滑的料子，掏出来一看，是件崭新的粉红色肚兜，薄纱的，上面还绣着几朵妖冶的小花。切，真是恶趣味！林默一脸鄙视地瞥独眼彪一眼，顺手把肚兜揣进了自己怀里。我告诉你，你招惹了黑风寨，我们大当家的是不会放过你的。啪啪！独眼彪的脸彻底肿了起来，这一下他不敢再吭声了。林默的手继续往下探到对方腰间，动作忽然停住，他眼睛骤然亮起，一个沉甸甸鼓鼓囊囊的钱袋被他粗暴地拽了出来。扯开袋口，白花花的银锭和铜钱倒了他满手，他飞快扫过，足足有18两。卧槽！
林默的呼吸都粗重了。当山匪这么赚钱的吗？就这3个歪瓜裂枣，身上竟然搜刮出来将近30两。林默咧嘴一笑，心情极好。他蹲下身，用那个钱袋不轻不重地拍了拍独眼彪高肿的脸颊。看在这么多银子的份上，你刚才吓到我的事，算了。谢大爷饶命。独眼彪含糊的求饶，身体抖得像筛糠。行了，咱们两清。林默满意的把钱袋揣好，站起身，拍掉手上的灰。我走了，娘子们还等着我回家吃晌午饭呢。说罢，林默转身就走，干脆利落。独眼彪瘫在地上，终于吐出一口浊气，劫后余生的庆幸让他浑身发软。该死的家伙，你给老子等着！敢惹我们黑风寨，等查清你的底细，寨主定会把你碎尸万段。独眼彪在心里疯狂地咒骂，可那个刚走出没几步的煞星，脚步突然停住了。等等，你刚才说什么？独眼彪的心脏猛地一跳，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听见了，我明明是在心里想的。林默缓缓转过身，又迈步走了回来。他重新蹲在独眼彪面前，俊朗的脸上已经没了半分笑意。你刚才说黑风寨？他直直盯着独眼彪，声音低沉。在哪儿？离这远吗？银子多不多？一连串的问题砸下来，独眼彪被他盯得浑身发毛，脑子一片空白。他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不远，就在后面半山腰上。银子当然多，我们黑风寨在这山上是数一数二的寨子。怎么，你想入伙？林默听完，嘴角勾起一个弧度。他二话不说，伸手抓住独眼彪的衣领，硬生生把人从地上提了起来。走，带路。临近晌午，黑风寨里人声鼎沸，整个山寨都飘着一股浓烈的酒气和烤肉的焦香。院子里横七竖八的摆着几张大桌子，山匪们光着膀子，满面红光，正围坐在一起大吃大喝。老大威武，这一票干得漂亮！哈哈，城里那帮孙子还不是被咱们玩得团团转？呵，今天不醉不归。院子角落，一个粗木笼子里关着7、8个衣着光鲜的商人，旁边堆着好几个大箱子，显然是这次的战利品。各位大爷，好汉，我上有老母，下有孩儿啊！笼中一个中年商人跪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货物你们都拿走，都是孝敬各位爷的，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吧！啪！一个瓷碗狠狠砸在木笼上，碎裂开来，锋利的瓷片划过那商人的脸颊，渗出一道血痕。他娘的，给老子闭嘴！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山匪拎着酒坛站起来，指着笼子骂道：再敢嚎一句，扰了老子们的酒兴，现在就剁了你的手！笼中的哭嚎声戛然而止，只剩下压抑的抽泣。离山寨不远的山坡后，林默趴在草丛里，将寨中的景象尽收眼底。他身旁，独眼彪被一根粗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嘴里塞着一团黑乎乎的布，正拼命发出呜呜的声响，满脸绝望。那绳子是林默从独眼彪身上搜出来的，那团布是独眼彪脚上扯下来的。林默嫌弃地瞥了他一眼，心想这味儿可真冲，也不知几天没洗脚了。他收回视线，仔细观察寨子里的情况。寨子不大，就是个木头围起来的院子。哨塔上，一个山匪的脑袋一点一点地睡熟了整个寨子里，大概有25、6个山匪。此刻大部分都喝得东倒西歪，走路都打晃。一个满脸横肉的络腮胡大汉正趴在桌上打鼾，口水流了一桌子。这应该就是这黑风寨的大当家了。他身旁还站着2个衣衫不整的年轻姑娘，正瑟瑟发抖地给他扇着扇子，脸上满是惊恐。林默的眼睛眯了起来，天赐良机啊！他本来只是想过来踩个点，摸清情况，毕竟刚得了30两银子，够家里吃用一阵子了，没必要急着冒险。可眼下这情况，这伙山匪刚干了一票大的，正在开庆功宴，一个个喝得烂醉，这不就是送上门来的快递吗？林默的心跳开始加速，机不可失，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心里快速盘算着，这20多个山匪醒着的时候自己应该不好对付，可现在他们就是20多头待宰的猪。干了！为了娘子们以后天天吃肉，为了自己下半身生的幸福，这风险值了。打定主意，林默转过头看向身旁还在扭动的独眼彪。你叫什么来着？呜呜！独眼彪瞪大那只独眼，拼命摇头，满是哀求。林默摇了摇头，算了，叫什么不重要。他拍了拍独眼的肩膀，语气诚恳：兄弟，这辈子作恶多端，下辈子投胎做个好人。独眼彪的瞳孔猛地一缩，咔吧一声脆响，独眼彪的脑袋歪向一个诡异的角度，身体抽搐2下，没了动静。林默站起身，拍掉身上的草屑，活动了一下手脚，接着便悄无声息地朝着山寨摸了过去。山寨里，山匪们已经彻底喝得东倒西歪，
院子里横七竖八，酒气熏天，碎掉的酒坛和啃剩的骨头扔了一地。一个山匪抱着半人高的酒坛，正仰着脖子咕咚咕咚往嘴里猛灌，酒水顺着他杂草般的胡须流下，浸湿了胸前的黑毛。他喝得正爽，突然一枚速度极快的小石子破空而来，噗！一声轻微的闷响，那山匪灌酒的动作猛地停住，他额头的正中心多了一个枣子大小的血洞，红的白的正缓缓渗出。当啷！酒坛从他无力的手中滑落，摔得粉碎。高大的身躯晃了晃，像一截烂木头，一头栽倒在满是油污的桌子上，没了声息。院子里依旧是震天的鼾声和醉醺醺的胡话，没人注意到这边的动静。另一边寨子的角落里，两个山匪正并排解开裤腰带，对着墙根哗啦啦放水。二狗，我跟你说，哥，一个瘦高个山匪打着酒嗝，含糊不清。城里春风楼那个叫小翠的是真他娘的水灵，那腰细的我一个巴掌就能掐过来。被称作二狗的矮胖山匪嗤笑一声，就你那点银子，还想点小翠？上次老大带我们去，你连人家的手都没摸着，就抱着柱子喊妹妹了。哥，瘦高个不服气，那次我不是喝多了吗？下次我一定让他知道你张三爷的厉害。得了吧你！二狗抖了抖身子，一边提裤子一边说，就你那点家当，还不够人家买盒胭脂的。要我说，还是咱们上次劫道碰上的那个小娘子带劲，那叫声。二狗的话还没说完，身边的瘦高个张三突然闷哼一声，直挺挺往前扑倒，脑袋磕在墙根上不动了。嘿，张三哥，我就说你小子不能喝。二狗看着倒地的同伴，醉醺醺的笑骂，现在好了吧？尿个尿都能睡着，你说你。他笑着笑着，觉得有点不对劲。风吹过，带来一丝凉意，也吹散了他几分酒气。他揉了揉眼睛，凑近了些，一滩暗红的液体正从张三的脑袋下面慢慢渗出。张三，喂，张三！二狗心里咯噔一下，酒意瞬间醒了大半。他蹲下身，哆哆嗦嗦地把张三的身体翻了过来。张三元睁着双眼，额头上一个血窟窿格外狰狞。啊，来！恐惧堵住了二狗的喉咙，他刚张开嘴想喊，又是一声轻微的破空声。噗！一颗石子精准地从他后脑射入，贯穿了他张开的嘴巴。二狗的身体猛地一颤，直愣愣地向后倒去，和他的同伴躺在了一起。寨子的哨塔上，林默悄悄探出半个脑袋，身后是被拧断脖子的放哨山匪。他从随身的布袋里又摸出一块带着棱角的石子。下一个，他的视线很快锁定了一个目标，一个坐在饭桌旁的壮汉，身材比周围的山匪都要魁梧，胳膊比林默的大腿还粗。这种角色必须先干掉。没错，就是狗。虽然这帮山匪已经喝得跟死猪没什么两样，但本着将风险降到最低的原则，林默还是决定先在暗处猥琐一波，能阴死一个是一个。壮汉也喝多了，一手撑着桌面，一手扶着酒坛，脑袋一点一点的，眼看就要睡倒。林默眯起一只眼，手臂后拉，肌肉绷紧。淬体七一中的大成境界赋予了他远超常人的力量和眼力，每一颗投出去的石子都裹挟着一股微弱的劲气。瞄准，射击！石子化作一道黑影，呼啸而去。当啷！一声脆响，石子没打中壮汉的脑袋，却精准地打碎了他扶着的大酒坛上。咣当！酒坛应声而碎，失去支撑的壮汉一头磕在坚硬的桌角上。操！射歪了！林默心里暗骂了一句，飞快地把脑袋缩了回来。失误了！谁？额头传来的剧痛让那壮汉瞬间清醒了大半。他猛地抬起头，满是横肉的脸上全是怒气。哪个小王八蛋，敢他娘的戏耍你牛爷爷！壮汉怒吼一声，踹翻了身边的长凳，抓起桌上的砍刀，警惕地环视四周。可这一看，他脸上的怒气瞬间凝固了。怎么事儿？桌子对面的李四趴在桌上一动不动，脑袋边上一滩血。墙角的张三和二狗也躺在地上，身下同样是暗红一片，还有好几个兄弟都倒在桌上一动不动。浓烈的酒气中掺杂着一丝血腥味。不对劲！壮汉的酒意在这一刻被冷汗彻底冲刷干净，他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当家的快醒醒！他扯着嗓子朝着主位上那个鼾声如雷的身影嘶吼。有！噗！壮汉的吼声戛然而止，他的额头正中炸开一朵血花，眼睛里的神采迅速暗淡，高大的身躯轰然倒地。虽然晚了半拍，但林默的补刀还是到了，可终究是晚了。壮汉临死前的一声嘶吼如同惊雷在山寨里炸响，主位上那个满脸络腮胡被称为当家的山匪头目猛地被惊醒。
他睁开惺忪的睡眼，正好看到壮汉额头飙血，直挺挺倒下的一幕，一股凉气瞬间从尾椎骨窜上天灵盖。娘的，有人闯寨！都他娘的，给老子醒醒！山匪头目一掌拍碎了身下的桌子，发出一声咆哮。那张由整块厚木板打造的桌子，竟被他生生拍得四分五裂。哐啷，木屑纷飞，韭菜满地。啊！他身旁那2个衣衫不整的姑娘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缩到院子的最角落，抱着头瑟瑟发抖。这惊天动地的巨响和头目如同炸雷般的咆哮，终于将那些醉得不省人事的山匪彻底惊醒。怎么了，当家的？谁他娘的敢惹咱大当家的？一个个山匪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可当他们看清眼前的景象时，所有人的酒都醒了。李四趴在桌上一动不动，脑袋下阴开一滩暗红。墙角的张三和二狗躺在一起，姿势扭曲，身下同样是血。还有7、8个兄弟倒在院子各处，额头上无一例外全都多了一个或大或小血窟窿，死状凄惨。有敌人，有人闯寨子，有人闯寨子，寨子里炸开了锅。山匪们有的去摸刀，有的想关门，还有的腿肚子转筋，当场就软了下去。他娘的，乱什么？山匪头目一脚踹翻身边一个尖叫的喽啰，院子里的嘈杂声顿时一滞。你！山匪头目指着一个机灵点的喽啰，上哨塔，给老子看清楚，人他妈的到底在哪？剩下的人都给老子滚过来，围住！这头目确实有2下子，3两句话就稳住了局面。刚才还乱糟糟的山匪立刻向他靠拢，虽然依旧面带恐惧，但总算有了主心骨，不再是各自为战。哨塔里，林默啧了一声，刚才的混乱中，他又放倒了几个。仔细清点了一下，自己开局这波偷袭，一共干掉了12个。林默心里有了数，院子里算上那个头目，还剩13个，数量还是有点多。这帮家伙被惊醒了，脚步还虚浮着，但那个头头不是草包，这么快就组织起人手，自己想冲出去收割没那么容易了。就在林默思索对策时，木梯传来一阵急促的噔噔声，一个山匪正手脚并用地往上爬。林默蹲在哨塔边缘，透过木板的缝隙看见了那颗油腻的脑袋，再爬2步，人就要上来了。林默算准时机，在那颗头顶出现的瞬间，抬腿猛踹。他用尽全力，一脚正中那山匪的面门，咔嚓，骨裂声尖锐刺耳。啊！一声短促惨叫，那山匪直挺挺地从半空栽了下去。砰！人砸在地上，脑袋一歪，没了动静。这动静立刻引来山匪头目的注意，他猛地抬头，正好看到手下坠落，瞳孔一缩。在那边，在哨塔上，一个山匪见状，立马自告奋勇：“大哥，我去把他给弄下来。”弄你大爷！山匪头头反手就是一巴掌，把那人扇得原地转了半圈。你他娘的喝傻了？梯子就一条，没看见刚上去的兄弟怎么下来的？上去送死！被骂的山匪捂着脸，不敢再吭声。山匪头头反应极快，立刻下令：“你还有你，去库房把火油全搬出来，点了那哨塔，老子看他下不下来。”他又指向另外几人：“你们去拿弓箭，把哨塔给老子秒死了。”那孙子敢露头就射成刺猬。一连串命令井然有序，原本被动挨打的山匪立刻分头行动。哨塔上的林默听见下面的指挥，心里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不是吧？要不要这么鸡贼？一个山匪头头脑子这么好使，还知道用火攻和弓箭压制，这指挥能力快赶上官军的小头目了。林默很清楚，火油一到，自己要么被烧死，要么跳下去被射成筛子，不能等了，必须先动手。他猛地从哨塔边缘站起，整个人暴露出来。露头了，快放箭！有山匪惊呼，但林默的动作更快，他根本不给对方拉弓的机会，早已备好的一袋石子在手，他抡起胳膊，对着下方聚拢的人群猛地掷出，咻咻咻咻咻，无数带棱角的石子砸进人群。这下山匪们聚成一团的阵型反而成了最致命的缺陷。林默根本不用瞄准，只要对着人群扔就行。啊！我的眼睛！砰！我的腿！噗！我的二弟！惨叫声响彻山寨，石子入肉的闷响，骨头碎裂的脆响交织一片。最前面的几个山匪当场头破血流，惨叫着倒地。撤！快撤！都他娘的给老子进屋！山匪头头用大刀护着脑袋，声嘶力竭的吼。一颗石子擦过他的耳朵，带起一串血珠，疼得他龇牙咧嘴。他娘的，这是什么怪物？这腕力是人能有的？咻咻咻咻咻！回应他的是又一波更密的石子。
惨叫声再起，又有几个山匪倒下，剩下的匪徒彻底吓破了胆，连滚带爬的跟着头目冲进最大的那间木屋。咣当，山匪头头最后一个窜进屋，反身用尽力气砸上后木门。林默这才停下手，微微喘了口气。他探头看了看院子里的惨状，1、2、3、4、5，地上又多了5具尸体，还有几个断手断脚的在哀嚎。这一波爆发，外又干掉了7、8个，屋子里算上头目，顶多还剩6、7个，差不多了。林默不再耽搁，顺着梯子滑下，他稳稳落地，面无表情地走向地上呻吟的几个残废。噗噗，一人一脚送他们上路。做完这些，他才拍了拍手，走到紧闭的木门略远的地方，朗声喊道：出来吧，堂堂黑风寨大当家，就这点胆子，躲在屋里当缩头乌龟，传出去不怕人笑话。屋里沉默片刻，传来头目闷闷的声音：门外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黑风寨立足黑风山10几年，靠的是个理字，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知是哪里得罪了朋友，可否说个明白？林默嘴角勾起一抹弧度，他手里掂着一颗石子，盯着那扇后木门。行啊，你先把门打开，咱们面对面好好说道说道。我这人最喜欢讲理，还是兄弟，你进来说吧。哼，还是你出来说比较好。林默才不会傻到冲进去，鬼知道里面有没有埋伏。木门后一片死寂，林默咧嘴一笑，露出白牙。强啊，不出来是吧？那我就只好请你们出来了。林默转过身，走向院子里的那几罐火油，刚还是拿来对付他的东西，现在反倒成了他的帮手。林默抱起一罐，拧开盖子，直接将油泼向木屋。哗啦，刺鼻的火油被他尽数泼在了木门和周围的木墙上。哗啦，又是一罐。很快，木屋的正面被火油浸透，散发出危险的气息。你敢！屋里山匪头头的声音已经带上了颤抖。林默摸出火折子，嗤的一声，火星窜起。他把手中的火折子晃了晃，脸上挂着笑。你看我敢不敢？砰！木门被从里面撞开，一个山匪双眼赤红，嘶吼着举刀扑来。嗖！石子精准地嵌入他的眉心。那山匪前冲的势头未停，身体却直挺挺地栽倒在林默脚前。他娘的，一起上，围死他，别让他有机会扔石头。山匪头头在门后嘶吼，自己却缩着不敢露头。剩下的5个山匪从不同方向散开，挥舞着钢刀，同时扑向林默。林默不退反进，手腕急抖，2颗石子脱手。嗖嗖，最左边的2人额头飙血，闷哼一声栽倒。这瞬间的功夫，另外3把钢刀已经到了身前，刀锋破空，发出呜呜的响声。上、中、下3路同时斩来，3把钢刀封死了他所有闪避的方位。面对3路袭来的钢刀，林默不慌不忙，脚下猛地一错，撩阴腿。林默以一个刁钻的角度，精准一脚踢在左侧山匪裆部。那山匪眼珠突出，身体弓起，手里的刀当啷落地。紧接着，林默身形一转，左腿顺势跟上。砰！又是一声让所有男人闻之色变的声响。中间那个山匪捂着要害跪倒在地，痛苦抽搐。最后一个山匪直接傻了，动作都出现了一丝停滞。高手过招，胜负只在瞬息。砰！林默一记直拳结结实实地砸在他的胸口。咔嚓，胸骨塌陷的声音清晰可闻。最后一个劫匪倒飞出去，人在半空喷出一口血溅，落地后没了动静。也就在这时，一道尖锐的破空之声从门后传来。嗖！林默心头一跳，全凭本能，腰部猛地发力，整个人向后仰倒。一支黑色的弩箭几乎是擦着他的鼻尖飞了过去，深深钉进他身后的木柱，箭尾兀自嗡嗡作响。好险！林默惊出一身冷汗。卧槽！老阴逼，全放冷箭！林默一个翻身站稳，对着门口破口大骂。山匪头头丢掉手里的击阔弩，拎起那把沉重的9环大刀，大步从屋里走了出来。当听到林默的骂声，本就狰狞的脸庞扭曲起来。我阴！山匪头气得浑身发抖，他举起刀指着林默，声音嘶哑到咆哮：你他娘的鬼鬼祟祟，阴死了老子20多个兄弟，现在反过来说老子阴！话音未落，他怒吼一声，双臂肌肉焚起，那把几十斤重的9环大刀被他抡起，带着震耳的环响，照着林默的脑袋狠狠劈下。林默脚尖一点，向左飘出一步，同时一记左勾拳轰向山匪头头的腰间。砰！一声闷响，山匪头头嘴角渗出一丝鲜血，他虎吼一声，手腕一转，沉重的大刀借着原本下劈的力道，猛地又横扫而出。林默心中一惊，
这一刀又快又狠，他赶忙往后一跳，唰！冰冷的刀锋擦着林默的鼻尖扫过。尼玛，这货比想象中难搞。林默心中暗骂，他没想到山匪头头的反应这么快，也没想到自己一拳下去，居然只是让他吐了点血。林默的视线在混乱的院子里飞快扫过，眼神突然一凝。就在山匪头头又一记力劈华山砍来时，林默侧身躲过，紧接着他右脚一勾，将旁边一具山匪的尸体踢向对方的下盘。滚开！山匪头目怒吼，想也不想便是一刀劈下，要将那尸体劈开。可就是这一下，让他流畅的攻势出现了一丝停滞。就是现在，嗖！一颗棱角分明的石头朝山匪头头急射而去，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噗嗤！石子精准地洞穿山匪头头的眼眶，从他的后脑射出。哼！山匪头头的身体猛地一僵，那双铜铃大的眼睛一只变成了血洞，另一只写满了痛苦与不甘。他手里的9环大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高大的身躯晃了2晃，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溅起一片尘土。林默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胸口依旧在剧烈起伏。他走到山匪头目的尸体旁，看着那死不瞑目的独眼，面无表情地踢了一脚。老阴逼！骂完，他才感觉浑身的紧绷感松懈下来，一股疲惫感涌上心头。环顾四周，院子里横七竖八躺着尸体，浓重的血腥味混杂着火油的刺鼻气味，令人作呕。打扫战场可是个麻烦事。他嘟囔了一句，却丝毫没有打扫的意思，而是径直走向那间木屋，推开被火油泼过的厚重木门，一股酒肉味和劣质熏香的味道扑面而来。屋子里的陈设比林默想象中阔气，正中间摆着一张虎皮大椅，墙上挂着几张兽皮，角落里堆着几个上了锁的大箱子，而在虎皮椅的旁边有2个姑娘正紧紧地抱在一起，她们缩在角落，身体抖得厉害，正是刚才给山匪头上扇子的那2个。林默的脚步声让他们抖得更厉害了，其中一个胆子稍大的偷偷抬起头，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瞥了林默一眼。嚯！林默心头一跳，之前在哨塔上离得远看不清楚，现在近距离一看，这姑娘约莫16、17岁，一张小巧的瓜子脸，因为惊吓而有些苍白。最要命的是，她身上那件本就不怎么合身的绸缎衣裳，在混乱中被扯得歪斜，露出了小半截圆润白皙的肩膀和一道深不见底的迷人沟壑。林默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清了清嗓子，努力挤出一个和善的笑容。2位妹妹别怕，坏人都被我解决了，你们安全了。那姑娘听到他的话，身体的颤抖稍微停顿了一下，但眼中的恐惧却没有减少分毫。她看着眼前这个满身血污、满脸血迹，却露出一口大白牙，正对着他们笑的少年，心里更慌了。这人看着比刚才那个络腮胡大汉还吓人。刚才那帮山匪是凶神恶煞，眼前这个看起来简直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林默看出了他们的恐惧，心里无奈。得，英雄救美的开场白算是搞砸了。他不再废话，径直在屋子里翻找起来。他来到角落那几个大箱子前，锁着的。林默有些兴奋，一般里面有贵重物品才需要锁起来。林默上去就是一脚，砰！锁头没开，箱子倒被踹翻了，还挺结实。林默来劲了，直接运起劲气，一拳砸在锁扣上，咔嚓，锁头应声而断。他满怀期待地掀开箱盖，结果里面除了一堆脏兮兮的衣物，连个铜板都没有。剩下的几个箱子也被他一一砸开，结果脸彻底黑了，里面不是发霉的干粮，就是些破烂的兵器。最好的收获也不过是从一个小木盒里翻出了几10两散碎银子。林默把那点银子在手心里掂了掂，脸色阴沉。不是吧？不是说这黑风寨在这里10几年了吗？这么穷，老子可是辛辛苦苦，又是潜伏又是暗杀，最后还差点被那老鹰逼一剑穿喉，结果就这点战利品。林默越想越气，一脚将空箱子踢翻。尼玛，白忙活一场。正当他骂骂咧咧时，角落里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公子，可以放我们走吗？是那个胆子稍大些的姑娘。林默闻声回头，他看着那2个缩在角落里身体抖得不成样子的可怜人儿，心里那股无名火顿时被一股邪火给顶了下去。还真把我当坏人了。林默眼珠子一转，恶作剧心理突然爆发，那我就坏给你们看。他刻意板起脸，将手里的碎银子哗啦一声丢回箱子里，发出的声响让2个姑娘的身体又是一缩。然后林默一步一步朝他们走过去，木质的地板被他踩得咯吱作响，每一下都像是踩在2个姑娘的心脏上。走！林默在他们面前站定，巨大的阴影将他们完全笼罩。他俯下身，慢慢凑近，脸上挤出一个十分难看的笑容，露出一口被血污衬得雪白的牙。
我辛辛苦苦把你们从山匪手里救下来，连句谢谢都没有，就想走。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子邪气。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那姑娘被他身上浓重的血腥味和压迫感吓得快要晕过去，牙齿上下打颤，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另一个更是把头埋进同伴的怀里，不敢动弹。我们没有，谢谢公子，谢谢公子救命之恩。胆大的姑娘带着哭腔，慌乱的解释。光用嘴谢。林默嗤笑一声，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勾起那姑娘的下巴，强迫她抬头看着自己。林默指尖的冰冷让姑娘的身体猛地一颤，她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林默见状，玩心更重了，他压低声音，嗓音里满是威胁：你们两个长得这么漂亮，就这么放走了，岂不是可惜了？从今天起，你们两个就留下来，好好在这伺候我。白天给我洗衣做饭，晚上嘿嘿嘿。林默发出一连串怪笑，那姑娘的眼眶瞬间就红了，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脸颊滑下，而她旁边那个更是直接吓晕了过去。林默脸上的凶恶笑容瞬间凝固，卧槽，玩脱了。他看着姑娘哭得一抽一抽的肩膀，还有一个更是直接躺地上不动弹了。林默心里不禁升起一丝尴尬和那么一点点的罪恶感，自己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俩姑娘刚逃出虎口，自己转头就把人吓成这样。没事没事，不救下不救下，好了好了，逗你们玩呢。哈哈，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你们看哥哥，我像是那种坏人吗？林默努力挤出一个友善的微笑。那姑娘抬起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看了看林默那满身满脸的鲜血，然后悠悠地点了点头。像。林默挠了挠头，彻底没辙。可这样吧，你们去把外面那些尸体上的东西都搜过来拿给我，等搜完了，你们就可以走了。那姑娘愣了一下，随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连点头。翻尸体很可怕，但总比留在这个恶魔身边强。她又掐又晃，好不容易才把同伴弄醒，两人互相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院子里很快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一会的功夫，两个姑娘低着头又走了进来。一堆钱袋子和几件零碎首饰被小心地摆在林默面前。林默蹲下身，把钱袋子一个个倒空，叮叮当当，碎银子、铜钱滚了一地，里面还夹杂着几块成色不错的银锭。林默随便扒拉了一下，估摸着也就130-140两。他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就这，黑风寨不是横行霸道10多年了吗？全部家当就这么点。公子，我们可以走了吗？那个胆子大的姑娘又一次怯生生地开口，声音里全是试探。走吧走吧。林默挥了挥手，心情很不美丽。两个姑娘如蒙大赦，转身就往外跑，恨不得多生2条腿。可刚跑到门口，身后又传来林默的声音：等一下。两个姑娘的身体瞬间一僵，她们缓缓转过身，脸上写满了绝望。完了，他反悔了，他还是要我们伺候他。刚升起的希望破灭，悲凉瞬间涌上心头。结果林默只是从那堆银子里抓了一小把，朝他们丢了过去。叮叮当当几声轻响，10几两碎银子落在他们脚边。你们也怪倒霉的，被这帮杂碎抓来，拿着当盘缠，赶紧回家去吧。两个姑娘都愣住了，呆呆地看着地上的银子，又抬头看看那个满身是血的人，一时没反应过来。直到林默不耐烦地啧了一声，他们才如梦初醒，连忙捡起银子，对着林默鞠躬道谢。行了，快走吧。林默摆了摆手，这次两人不敢再耽搁，转身快步离开。可刚走到院子中间，那个胆子大的姑娘却突然停下了脚步。她犹豫了一下，咬了咬嘴唇，对身边的同伴低语了几句，竟然又折返了回来。林默眉头一挑，怎么？贤少？不是的。那姑娘连连摆手，她跑到林默面前，喘了口气，才飞快开口：公子，我知道，那黑风寨的大当家把财宝都藏在哪了。林默的眼睛瞬间一亮，他猛地站起身，一把抓住姑娘的胳膊，整个人都凑了过去。在哪？公子您先放手，您弄疼我了。姑娘被他抓得生疼，小声抗议。哦，抱歉。林默这才发觉失态，连忙松开手，但眼神里的急切丝毫未减。女子揉了揉手腕，不再卖关子，她指着房间里那张虎皮大椅，机关就在那张椅子下面。她带着林默走到虎皮大椅旁，蹲下身子，在椅子的一条腿下摸索片刻，然后用力一拉，嘎吱，一阵沉闷的击扩声响后，虎皮椅旁边的一面墙壁缓缓向内打开，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入口。林默眼神一凝，这帮山匪还真会玩。但他没有立刻进去，而是侧开身子，对着那姑娘做了个请的手势。女子明白他的意思，也不介意，率先提着裙摆走进了那条黑暗的密道。林默紧随其后。密道不长，走了10几步，又一道暗门打开，
眼前豁然开朗。借着墙壁上油灯的光，密室里的一切清晰可见。这里并不大，但里面的东西却让林默心跳加速。左手边的箱子里堆满了各色绫罗绸缎，光泽鲜亮，价值不菲。右手边的架子上摆着一些各种各样的古董花瓶、古石玉器。最引人注目的是房间正中央的几个大红漆箱子，其中一个箱子开着一条缝，露出里面白亮的银元宝。发了！林默一个箭步冲到箱子前，双手插进冰凉的元宝堆里，感受着那沉甸甸的质感。他运足了劲，一拳一个将其他几个箱子上的锁头全部砸开。哗！第一个箱子打开，又是满满一箱白银，整齐的银锭在灯火下反射出耀眼的光。林默的眼睛都看花了，口水差点流下来。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第二个箱子，金子虽然不多，只有小半箱，但那黄澄澄的光芒差点晃瞎他的狗眼。第三个箱子里，各色珠宝首饰、金簪、玉镯、珍珠项链琳琅满目。发了！这次真的发了！林默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巨大的喜悦之中。他身后的女子悄悄地朝他欠了欠身，准备转身离开。等等！林默猛地回神，叫住了他。他几步走到女子面前，女子被他吓了一跳，身体下意识后缩。林默一把抓起她的手，不等她反应，就从那个装满银锭的箱子里抓了一大把沉甸甸的银元宝，硬塞进了她怀里。这些给你。女子身体一颤，抱着怀里冰凉又沉重的银子，彻底懵了。林默又从珠宝箱里随手抓了一只金簪，插在她的发髻上。行了，这下可以走了。女子低头看看怀里的银子，又摸了摸头上的金簪，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她忽然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林默。公子，您是个好人。说完，他对着林默深深一躬，然后抱着银子转身快步离去，再没有回头。好人。林默摸了摸自己脸上还未干涸的血迹，又看看身后那堆耀眼的金银。好人哪有发财重要？夕阳西下，余晖给黑风城的青石板路镀上了一层金。城南的迎客来酒楼，生意红火，楼内灯火通明，伙计端着托盘在桌椅间穿梭，划拳声、谈笑声、酒杯碰撞声混在一起，满是烧鸡和酱肉的香气。掌柜的，来壶好酒。小二，再切2斤牛肉。气氛正热闹着，酒楼的门帘哗啦一声被人掀开，一个身形修长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刹那间，整个酒楼大堂的嘈杂鼎沸戛然而止，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齐刷刷地看向门口。进来的正是林默，他一身雪白的长衫，此刻却像被泼了红墨，大片大片的血迹已经半干，变成了暗红色，在灯火下显得触目惊心，脸上也沾着血污，衬得那张本就俊朗的脸平添了几分邪气和煞气。他就这么站在门口，身上那股未散的血腥味瞬间压过了酒楼里的肉香。离门最近的一桌，一个壮汉举着酒杯，手一抖，酒水洒了半身。抱着孩子的妇人赶紧用手捂住了孩子的眼睛。打算盘的掌柜手指僵在算珠上，脸上的笑也凝固了。这是哪路煞星？是城外的匪徒下山来寻仇了，还是哪家帮派火拼杀红了眼？一时间，食客们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这煞星一言不合就拔刀砍人。就在这一片寂静中，林默动了，他径直走到柜台前，开口道：“老板，来5只烧鸡，3斤酱牛肉，20个肉包子，再打1壶酒，打包带走。”整个酒楼的人都懵了，这不对啊，您这副尊容不该是把钱都交出来的台词吗？怎么还点上菜了？还点这么多？掌柜的嘴角抽了抽，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试探着问：“客官，您这是？”林默不耐烦地皱了皱眉，肚子饿得咕咕叫，家里还有9张嘴等着喂，这掌柜的怎么婆婆妈妈的？听不懂？我说买东西。他一边说，一边将一锭银子丢在柜面上，那银锭滚了2圈，留下一道清晰的血痕。掌柜的眼皮狠狠一跳，站在他旁边擦桌子的小二更是吓得2腿一软，手里的抹布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这钱看着就不敢拿啊！林默看他们半天没反应，更不耐烦了。怎么？没有！掌柜的连忙摆手，冷汗顺着额角就下来了。他给小二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快去给这位爷准备。小二哆哆嗦嗦地看了眼林默，又看了眼那锭带血的银子，最终还是本能战胜了恐惧。他颤巍巍地伸出2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捏起那银子的一个角。客官，您稍等，马上就好。说完，小二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进了后厨。林默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抱着胳膊靠在柜台边，盘算着回家怎么跟娘子们吹嘘自己今天的丰功伟绩。他没注意到自己走后，整个迎客来酒楼足足安静了1刻钟。与此同时，
林家小院，夜色笼罩了这片贫民窟，远处的犬吠和偶尔的争吵声让夜晚显得不平静。苏清月站在院门口，不停望向那条漆黑的巷子尽头。晚风吹起她的裙角，也吹乱了她的发丝，可她却浑然不觉。从黄昏等到现在，天都黑透了，林默还没回来，她的心也跟着夜色一点点沉了下去。二妹，要不我们还是出去找找吧。苏清月终于忍不住回头看向倚在门框上的秦如雪。秦如雪抱着莲花剑，纤长的手指在剑鞘上一下下的敲击着，发出哒哒的轻响。大嫂，再等等。秦如雪的声音听不出情绪，但紧锁的眉头还是暴露了她内心的担忧。她何尝不急？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黑风山是能随便去的吗？可他不能乱，家里还有手无缚鸡之力的姐妹，这黑灯瞎火的，她们9个女人一起出去，目标太大，万一碰上王二爸那种地痞流氓，后果不堪设想。可若是不出去……秦如雪看了一眼天色，心里又开始打鼓。就在这时，院子里传来五嫂弱弱的声音：大嫂，要不让我和二嫂去找吧，你们在家里守着。不行。苏清月和秦如雪异口同声的拒绝。开什么玩笑，让他们几个弱女子守家，那不是更危险？一时间9个女人都陷入了沉默，一种无助的情绪在小院里弥漫。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安静中，巷子尽头，一个熟悉又吊儿郎当的声音响了起来：嫂子们，娘子们，我回来了。刷，9双眼睛齐刷刷地望了过去，只见不远处一个修长的身影正晃晃悠悠地朝这边走来。他左手拎着几个巨大的油纸包，右手拿着一个油光锃亮的鸡腿，正啃得满嘴流油。不是林默是谁？林默。苏清月那颗悬了一整天的心，在看清来人的一瞬间轰然落地。她什么都顾不上了，提着裙子就冲了出去，猛地扑进了林默的怀里。那熟悉的怀抱让她瞬间红了眼眶，可下一秒她就感觉不对劲，一股血腥味钻进了她的鼻腔。她猛地抬起头，借着院门口昏黄的灯笼光，定睛一看，林默那件雪白的长衫上布满了大片暗红色的血迹。苏清月脑子嗡的一声，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呀！一声尖叫划破夜空，她一把推开林默，脸上血色尽退，美眸里写满了惊恐和担忧。林默，你身上怎么这么多血？你伤到哪儿了？疼不疼？快让我看看。苏清月彻底乱了方寸，都怪我，就不该听你的，就该让二妹跟着你一起去。你说话啊，你伤哪了？她像一只无头苍蝇，围着林默团团转，一会儿去抬林默的胳膊，一会儿又去摸他的腿，一会儿又去扒开他的衣服看胸口，可都没发现伤口。此时秦如雪和其他嫂嫂们也都围了上来，看到林默满身的血，个个花容失色。小说，林默你怎么样了？快扶他进屋。一群女人七手八脚的就要把林默往屋里架。林默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搞得有点懵，他举着手里的鸡腿，嘴里还嚼着肉，呆呆地看着眼前这群一脸忧虑的美人。什么情况？这反应也太夸张了吧。直到他低头看到自己身上那惨不忍睹的血衣，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我靠，光顾着回家显摆战果，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误会。林默赶紧解释，声音都大了几分。清月，嫂嫂们，这不是我的血，真的。苏清月抬起一张俏脸，满是怀疑。我骗你干什么？林默哭笑不得，为了证明自己没事，他甚至还原地蹦了2下。你们看，我这不好好的吗？生龙活虎的，像是受伤的样子吗？说着，他扬了扬手里的油纸包，一股肉香瞬间飘散开来。好了，清月你别哭了，再哭我买的烧鸡都凉了。回家，看我都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林默得意地把手里的几个油纸包啪的一声丢在桌上，当当当当，他像献宝似的把油纸包一个个打开，顿时一股浓郁的肉香混合着面点的香气弥漫在整个房间。5只烤得油光锃亮的烧鸡，一大块用荷叶包着的酱牛肉，还有20个热气腾腾的大肉包子。桌子本就不大，这么一摆，瞬间堆成了小山。9双美目齐刷刷地从林默身上转移到了那堆食物上，再也挪不开了。好几位嫂嫂的肚子不争气地咕噜噜叫了起来。嗨，林默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他的个人演讲。话说当时我刚准备下山，草丛里唰的就蹦出3个手持大刀的悍匪。林默一边说一边比划，唾沫星子横飞。那为首的独眼龙凶恶无比，说时迟那时快，那家伙一刀就朝我脸上劈过来。我当时临危不惧，身子一侧，脚尖一点，一招神龙摆尾，直接把他干趴下了。林默嘴里讲得天花乱坠，嫂嫂们却没心思听。吃糠咽菜好几个月，他们肚子里早就一点油水都没有了，此时看到烧鸡
眼睛哪还移得动？嫂嫂们喉头滚动，口水咽了一遍又一遍。林默却是浑然不觉，吹得兴起，更是一拍胸膛。然后我三拳两脚就把他们全解决了，他们那几十两不义之财，自然就归我了。哈哈哈哈！林默双手叉腰，仰天大笑。或许是他挺胸的动作太大，又或许是之前苏清月翻看他胸口时弄松了腰带。只听啪嗒一声轻响，一个粉红色的小东西从他衣襟里滑了出来，落在满是灰尘的地上。那是一个粉色的肚兜，上面用金线绣着几朵妖冶的并蒂莲，上好的丝绸材质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暧昧的光。屋子里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林默的笑声也戛然而止。9道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地上那个物件上，空气凝固了。林默的额头冒出一层细汗，他的脑子飞速运转。突然他闪电般弯腰，一把将那肚兜捡起来攥在手心，然后抬起头露出一个真诚的笑容。那个嫂嫂们别误会。林默打着哈哈，目光投向俏脸已经红到脖子根的苏清月身上。这是我给清月买的礼物，她那件寝衣昨晚上被我不小心撕坏了，我寻思得赔她一件新的。轰！这话一出，屋子里的女人们有一个算一个，脸颊瞬间全红透了。几个年纪小的嫂嫂更是羞得把头埋进了胸口，耳朵尖都变成了粉红色。你瞎说什么呢？苏清月又羞又气，美目圆瞪，伸手就在林默的胳膊上狠狠地掐了一下。他一把抢过林默手里的肚兜，看也不看，转身就塞进了自己的枕头底下，动作快得吓人。气氛一时尴尬到了极点。林默摸了摸被掐疼的胳膊，干咳一声，试图打破寂静。那什么，嫂嫂们都别愣着了，赶紧开吃，我先去洗个澡。说完一溜烟跑出房间。这句话简直是天籁之音。众嫂嫂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平日里连顿干饭都吃不上，更别提肉了。此时此刻，什么羞涩，什么尴尬，全都抛开。离得最近的五嫂第一个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只油亮的鸡腿，也顾不上烫，张开小嘴就狠狠咬了一大口。好吃。满嘴的肉香让她幸福地眯起了眼睛，眼眶一热，差点掉下泪来。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大家再也顾不上矜持，纷纷围了上来。你撕一块鸡胸，我拿一个肉包，狼吞虎咽吃了起来。一时间屋子里只剩下咀嚼声和满足的叹息声。苏清月虽然刚才羞得想钻地缝，可见到姐妹们吃得香甜，心里的那点怨气也烟消云散。她拿过一只烧鸡和几个肉包放在林默的碗边，这些是给林默留的，你们不许乱抢。林默在门口看着眼前这温馨又略带狼藉的一幕，心里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养活9个老婆好像也挺有成就感的。一阵风卷残云之后，桌上已是一片狼藉。嫂嫂们坐在小凳上，脸上是久违的满足。他们看林默的样子也变了，如果说之前是畏惧和无奈，现在是多了几分亲近和信赖。这个小叔子虽然嘴巴坏了点，做事也坏了点，但他是真的在努力照顾他们。苏清月细心地收拾着桌上的狼藉，将骨头用破碗装了，准备明天丢掉。他的一举一动都透着贤惠温婉，只是偶尔抬眼瞥向林默时，那双水润的眸子里会流露出一丝别样的情愫。尤其是一想到那件粉色肚兜，他的脸颊就忍不住发烫。林默打了个饱嗝，视线在屋里扫了一圈。这屋子实在太小了，除了桌子和凳子，剩下的空间几乎都被床铺占满。9个嫂嫂加上苏清月，晚上就这么挤在一起，很多事做起来都不方便。尤其是他看了一眼正低头忙活的苏清月，那纤细的腰肢和微微翘起的臀线，在昏黄的烛光下勾勒出诱人的弧度。林默心里一热，得抓紧时间买宅子了。山匪头头那间密室里的财宝已经全部被他装进了系统空间，买个像样点的宅子绰绰有余。可今晚怎么办呢？修炼不能停啊！林默的视线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墙角2根竹竿上。他走过去把竹竿抽了出来，又翻出一张洗得发白的旧床单。林默拿着这2样东西，开始在他和苏清月睡的那个角落比划起来。嫂嫂们起初还有些不明所以，但看他把竹竿一头顶着墙，一头又用绳子拴在房梁上，最后再把床单往上一搭，一个简陋的隔间就形成了。噗嗤，不知是谁先没忍住笑出了声，紧接着窃窃私语和压抑的笑声就在屋子里蔓延开来。小叔这是要建个洞房啊？噗嗤，原来小叔也知道害臊呢。快看大嫂，脸都红到耳朵根了。苏清月确实脸红了，她低着头，不敢看林默，更不敢看姐妹们促狭的眼神。林默这边总算是把布帘子挂稳了，他拍拍手上的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然后清了清嗓子，对众人宣布：行了，嫂嫂们都休息吧，明天再跟大家宣布个重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苏清月被勾起了好奇心，忍不住抬头问。
林默故作神秘地摇了摇头，卖起了关子。现在不能说，现在说了，我怕你们晚上就激动得睡不着觉了。他话音刚落，一直靠在墙边的秦如雪忽然朝那个摇摇欲坠的布帘子指了指。只要你们晚上动静小点，我们怎么都睡得着。噗！嫂嫂们再也忍不住了，爆发出一阵笑声。苏清月更是羞得跺了跺脚，恨不得把头埋进林默的怀里，再也不要出来见人了。睡觉，睡觉！林默老脸一红，尴尬的大喊一声，一步上前，噗的一下吹灭了桌上那唯一的蜡烛。屋子瞬间陷入黑暗。他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月光，一把拉住苏清月温软的小手，不由分说地将她拽进了帘子后面。黑暗中，一切声音都被放大了。帘子外，嫂嫂们的笑声渐渐低了下去，变成了窸窸窣窣的躺下声和刻意压低的交谈声。帘子内只剩下两人清晰可闻的心跳和呼吸。林默将苏清月轻轻地拥入怀中，鼻尖萦绕着她发间淡淡的皂角香。他能感觉到怀里的娇躯在微微颤抖，不知是冷的还是怕的。穿上了吗？他在他耳边低语，温热的气息喷在他的耳廓上。苏清月身体一颤，声音细若蚊蚋：真乖。林默的手不老实地顺着他的腰线向上游走，让我检查下质量怎么样。被褥之下，丝绸的滑腻与肌肤的温热交织在一起。夜色渐深，一切都归于寂静，只有那片薄薄的帘布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的有节奏的晃动着。清晨，天刚蒙蒙亮，林家小院里就传来了当当当的魔音贯耳。起床了，起床了！清月，嫂嫂们，太阳晒屁股了。林默一手举着个铜盆，一手拿着根烧火棍，敲得不亦乐乎，脸上满是恶作剧得逞的笑容。屋里横七竖八躺着的美人们被这噪音折磨得苦不堪言。娇小可人的五嫂用被子蒙住头，在被窝里扭来扭去，嘴里发出无声的抗议。性格泼辣的四嫂直接坐起身，顶着一头乱发，怒视门口。要不是她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寝衣，肯定会出去跟林默拼命。而一直抱着剑睡觉的秦如雪则缓缓睁开眼，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她没被吵醒，因为她压根就没怎么睡着。昨晚那张破床单隔出的结界里动静就没停过，她听得一清二楚。林默，你疯了！一声又羞又急的娇斥响起，房门被猛地拉开。苏清月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身上裹着一床薄被，就这么光着脚冲了出来。白皙小巧的脚丫踩在冰凉的地面上，让她忍不住缩了一下。天都还没亮，你在院子里乱敲什么？她一张俏脸气得通红，水润的眸子里满是嗔怪。林默停下手上的动作，上下打量着她。薄被之下，曼妙的曲线若隐若现，尤其是胸前那惊心动魄的弧度，更是把被子顶出了一个诱人的形状。香肩半露，锁骨精致，一头青丝如瀑般散落，配上那副刚睡醒的慵懒和羞恼，简直纯欲到了极点。林默嘿嘿一笑，凑了上去：娘子，大清早就这么热情，还特地裹着咱们的战袍出来迎接我。战袍两个字让苏清月瞬间想起昨晚那些羞人的画面，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简直羞死人了。你不要脸！苏清月跺了跺脚，转身就往屋里跑，动作快得像只小兔子。林默看着她落荒而逃的背影，心情大好，举起铜盆准备再来一轮叫醒服务。当，别敲了！屋里传来7、8个女人异口同声的悲愤喊声。片刻后，房间里，林默和一众美人围坐在快散架的木桌前，8位嫂嫂个个顶着黑眼圈，睡眼惺忪，一副身体被掏空的模样。他们心里都在疯狂吐槽，这小叔子到底是什么牲口啊，精力怎么这么旺盛，晚上折腾大嫂到半夜，早上还能跟打了鸡血一样。还有大嫂也是，怎么感觉她非但没憔悴，皮肤反而越来越水灵，人也越来越美了。林默清了清嗓子，无视了嫂嫂们哀怨的目光。今天召集大家起来，是为了宣布一件关乎我们家族未来命运的重大事件。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等待嫂嫂们崇拜期待的反应。然而9个美人只是蔫头耷脑的撑着下巴，连个眼神都懒得给他离他最近的三嫂，甚至还打了个哈欠，眼角挤出了的泪水。林默，我靠，剧本不对啊！你们不是应该满脸震惊，一脸崇拜地看着我，齐声问小叔子有什么大计划吗？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届观众不行啊！林默感觉自己的逼格受到了挑战，他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我们今天要去买一座大宅子。他声音洪亮，充满霸气。嫂嫂们终于有了点反应，她们齐刷刷地抬起头，看了林默一眼，然后有气无力地附和了一句：哦。林默彻底绷不住了，就一个哦。苏清月看不下去了，她伸手拉了拉林默的衣角，柔声劝道：林默，别闹了，大清早的，大家都没睡醒，
没心情听你开玩笑。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昨天你拿回来的银子，我们都看到了，有几十两呢，省着点花，够咱们过好些年了。我们已经很满足了，至于宅子那种东西，咱们就别想了。其他嫂嫂也纷纷点头，在他们看来，黑风城最破最小的宅子也得180两银子，根本不是他们能奢望的。林默抢了几个山匪，能有几十两银子已经是天大的惊喜了。谁开玩笑了？我说真的，我又不是只抢了那几个。林默看他们那一脸我们懂，你别吹了的表情，瞬间急了。不行，今天就去买全城最大的那种。可不管怎么说，嫂嫂们就是一副好好好的表情。林默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践踏，他奶奶的，非得给你们来点小小的震撼不行。我没开玩笑。林默怒吼一声，对着空气大手一挥，下一秒，一个沉重的木箱咚的一声凭空砸在破旧的木桌上。那本就摇摇欲坠的木桌哪经得住这等重量？咔嚓一声，一条桌腿应声而断，整个桌子猛地一斜，装满银子的箱子哐当摔在地上，箱盖弹开，白花花的银锭瞬间滚一地，刺目的银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整个房间瞬间寂静，9双美目瞪得溜圆，嘴巴张成了 O 型。苏清月最先回过神来，她结结巴巴地指着满地的银锭，声音都在发颤：林默，你昨天抢的那几个山匪有这么多钱？那几个穷鬼？林默不屑地撇撇嘴，他们身上加起来也就几十两，打发叫花子呢。这些是我顺手把他们山寨给端了的战利品。什么？苏清月还没说话，一直沉默的秦如雪率先发出一声惊呼，她死死地盯着林默，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苏清月也跟着追问：你抢了一个山寨？对啊。林默凑到苏清月面前，贱兮兮的一笑：怎么样，你夫君厉害吧？说着，林默的手就不老实的捏了一把那柔软的挺翘。你……苏清月又羞又气，粉拳轻轻捶了他一下。林默哈哈一笑，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手再一挥，满地的银锭又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过。这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的手段，比满地的银锭还要让他们震惊。看着嫂嫂们那副呆滞的模样，林默心里那叫一个爽。装逼使人快乐，在美女面前装逼那就更快乐了。好了，嫂嫂们都别愣着了。林默拍了拍手，意气风发的一挥：什么破烂都不用收拾，咱们全换新的。他声音提得老高，生怕有人听不见。现在立刻马上紧跟我的步伐出发，目标城里最大的酒楼，先去吃顿好的，然后就去买大豪宅。说完，林默大摇大摆的就朝屋外走去，可身后的9个美人还都愣在原地，一个个跟丢了魂似的，感觉自己在做梦。苏清月下意识的捂住心口，那里的狂跳还没平复。秦如雪震惊的看着林默，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端掉一个山寨意味着什么，那可不是抢几个山匪那么简单的。林默走出2步，发现身后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跟上。哎呀，走啊，还愣着干嘛？见他们还是不动，林默干脆又抄起了那个铜盆，当当当，这下总算把所有人的魂儿给敲了回来。9个女人如梦初醒，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呆愣愣的站起身，跟着林默出门。然而刚走到院里，砰一声巨响，那本就破烂的院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得4分5裂。木屑纷飞中，呼啦啦几十号手持棍棒的壮汉冲了进来，瞬间把小小的院子挤了个水泄不通。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刚刚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的嫂嫂们又一次吓得花容失色。闯进院子里的人群自觉地向两边分开，让出一条道来。一个比其他痞子壮硕1圈的男人走了出来，他身高8尺，膀大腰圆，脸上横着一道狰狞的刀疤，手里拎着一把寒光闪闪的鬼头刀，一看就是个狠角色。这人是王二爸的亲哥哥王大霸。在王大霸身后，几个小弟抬着一张竹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是王二爸。只是此刻的王二爸脸上涂着一层可疑的脂粉，翘着兰花指，手里还捏着一块粉色的手绢，正嘤嘤嘤地抹着眼泪。那副模样看得人鸡皮疙瘩掉一地。大哥，就是他，就是那个小畜生。王二爸捏着嗓子，声音又尖又细。大哥，你可得为人家做主啊！嘤嘤嘤。王大爸看着自己弟弟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太阳穴突突直跳。他不过是出城收了几天账，回来就听说弟弟被人给废了。废了也就算了，怎么还废成了这副德行？这要是传出去，他王大爸的脸往哪搁？以后还怎么在这黑风城里混？王大爸的火气噌的一下就顶到了天灵盖，一双眼睛死死锁定了林默，手中的鬼头刀一指：你就是林默。林默眉头一挑，这帮苍蝇来得还真快。他第一时间转身，压低声音道：都回屋去，把门锁好。
嫂嫂们虽然害怕，但也都明白自己留在这里只会是累赘，听话的退回了屋里。唯有秦如雪没有动，她手持林墨给的莲花剑，俏生生得立在门前，冷眼看着院中的地痞，身上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寒气。二嫂，你也进去。林墨道。秦如雪摇了摇头，她紧了紧手中的剑，压低声音：他们人太多了。放心。林墨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守好门，别让这些苍蝇飞进去，剩下的交给我。秦如雪看着林墨的侧脸，心中五味杂陈，这个小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几天时间仿佛脱胎换骨，打得跑地痞，杀得光山匪，还能凭空变出金山银山。现在他又面不改色的要独自面对几十个恶棍，他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但现在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秦如雪看了一眼林墨，你自己小心，打不过就退回来，我们一起对付他们。说完转身守在门前，剑锋斜指地面，眼神锐利如刀。院子里，王大爸见林墨跟个娘们在那嘀嘀咕咕，不耐烦的用刀背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小子，死到临头了还卿卿我我，老子给你个机会，现在跪下，给我地磕100个响头，再从老子的裤裆底下钻过去，我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点。林墨安顿好后方，这才转过身，他掏了掏耳朵，仿佛没听清。你说什么？大声点，风太大。卧槽！一个小弟怒骂：小子你找死！王大爸抬手拦住手下，狞笑一声：有种！我喜欢有种的人，因为捏碎他们的骨头时声音才够响亮。林墨环视一圈，撇了撇嘴：这么多人欺负我一个，算什么本事？有种单挑啊！单挑！王大爸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你他妈是3岁小孩吗？还单挑？老子混了几十年，第一次听到这么蠢的要求。他身旁的几十个地痞也跟着哄堂大笑。就是现在，当所有人都放松警惕的那一刻，林墨眼中金光一闪，脚下猛地发力，整个人犹如离弦之箭，瞬间跨越数米距离，直冲王大爸面前。没有多余的动作，还是那熟悉的配方，还是那原来的味道。右腿蓄满力，划出一道刁钻的弧线，对着王大爸的两腿之间狠狠地踹了过去。秘技撩阴腿，砰！一声闷响，却不是蛋碎的声音。林墨只感觉自己仿佛踢在了铁板上，一股巨大的反震力从脚尖传来，震得他整条腿都在发麻。我靠，什么情况？这货的玩意儿是铁打的。一击不成，林墨不敢恋战，脚尖一点，迅速向后跃开，拉开了距离。而这时，王大爸和那群地痞们也反应了过来。我操，这小子果然阴险！妈的，差点就上当了，还是大哥英明神武啊！王大爸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裆，脸上露出了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无比猖狂的笑容。他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小子，你上当了！他猛地一拍自己的裤裆，发出一声清脆的当啷声。我早就听二弟说，你小子竟是些个阴损的下三滥招式，所以老子特意花大价钱买了这铁护裆。说着，他得意地挺了挺腰。不仅是我，王二爸大手一挥，指向周围的几十个小弟。院子里所有的兄弟，今天人手一副。话音刚落，那几十个地痞纷纷发出一阵怪笑，齐刷刷地拍了拍自己的裤裆。当当当当，一时间清脆的金铁交鸣之声在小小的院子里此起彼伏，汇成了一曲雄浑激昂的打铁交响乐。王大爸看着林墨那有些错愕的表情，脸上的笑容更加得意。小子，老子倒要看看你今天还有什么能耐。你最强的招式已经被我们完美破解了。林墨人都傻了，铁护裆，他活了2辈子，第一次见到这种阵仗。这是什么？黑风城铁裤衩男团系统。林墨心中默念一句，一个淡蓝色面板在他意识中展开。宿主林墨，寿元22、65，境界淬体气一重圆满，可突破。天赋精力旺盛，功法龙凤呈祥诀。看着那金光闪闪的可突破3字，林墨嘴角微微上扬。昨晚和苏清月辛勤耕耘了一夜，累得腰都快断了，终于干到了圆满。然后后面就出现了个可突破的选项，只不过当时实在太累了，于是林墨选择了倒头就睡。看来现在是时候体验一下这突破的效果了。系统突破，定，确认突破。突破中，机械声音响起的同时，一股暖流瞬间从林墨体内炸开，如同决堤的洪水，刹那间席卷了他的4肢百骸。他浑身上下的骨骼在体内发出了噼里啪啦的爆响，仿佛在进行一场剧烈的重组。每一寸肌肉，每一条经脉都在这股庞大的能量冲刷下
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这感觉太爽了，比昨晚还爽。整个过程只在瞬息之间。院子里，王大爸见林默站在原地不动，还以为他吓傻了，正要开口嘲讽。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不对劲，眼前的林默明明还是那个人，可整个人的气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之前的林默是一柄藏在鞘里的匕首，那现在就是一柄出了鞘的绝世凶兵，一股无形的压迫感扑面而来。你，王大爸心中一颤，竟然莫名地感觉到了一丝恐惧。林默抬起头，轻轻地活动了一下脖子，发出一阵清脆的骨骼脆响。他咧开嘴，露出一口白牙，笑容灿烂又危险。铁裤衩是吧？王大爸察觉到了危险，他握紧手中的鬼头刀，肌肉紧绷，死死盯着林默。然而就在他眨眼的瞬间，林默消失了。人呢？他甚至来不及思考，林默的身影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好快！王大爸心中大骇，本能的就想抽身后退，可身体完全跟不上思维的速度。林默的右腿已经抬起，气血之力瞬间灌注于脚上。完了！那一刻，王大爸甚至看到空气在林默的脚尖前微微扭曲，目标还是那个熟悉的部位。咔嚓，一声金属碎裂声骤然炸响，紧接着才是一声闷响。噗！王大爸眼珠子瞬间向外突出，仿佛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他张大嘴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一股混合着胃液的白沫从嘴角涌出。手中的鬼头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紧接着双膝一软，重重跪倒在地，整个人蜷缩成一团，剧烈的抽搐着。整个院子死一般的寂静。秦如雪惊异地看着眼前的林默，小嘴微张着，却说不出任何话来。如果说之前林默打飞王二爸他还可以接受，那现在这一脚踢穿铁板的操作就实在让他无法理解了。至于那几十个前一秒还在当当当敲着裤裆的地痞，此刻也全都石化了。我抄！一个小弟哆哆嗦嗦的开口，声音都在打颤。踢穿了，那可是黑风城张铁匠铺的金刚永固豪华款啊，1指厚的金链铁啊！大哥还特意加了钱，做了加厚处理。我滴个娘，这踏马是腿，这是工程锤吧？所有人的目光下意识地从王大爸的惨状转移到了林默那条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腿上，然后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感到自己两腿之间凉飕飕的。大哥，你没事吧？大哥！王二爸那尖细的嗓音打破了寂静，他翘着兰花指，脸上满是焦急，眼神里透着一股我懂你的感同身受。一定很痛吧？大哥，你忍一忍，忍一忍就过去了。我知道的，这种感觉我最知道了。林默缓缓收回右脚，轻轻跺了跺地面，感受着体内奔流不息的气血之力。突破一重境界，竟然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力量，这速度，简直是质的飞跃。他满意地点点头，目光扫过那群已经吓傻的地痞。为了加深他们的印象，林默故意又踢了2下腿。呼呼，每一腿都带着清晰的破空之声。还有谁？林默笑得像个纯良无害的少年，想试试我这腿法吗？刷！所有地痞齐刷刷向后猛退一大步，双手下意识地护住了自己的要害。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恐惧和抗拒。开什么玩笑？跟着大哥混是为了吃香的喝辣的，是为了欺负老实人，可不是为了让自己下半生的幸福被别人一脚踢成个传说啊！这买卖亏到姥姥家了。王二爸见手下这群怂包的样子，气得直瞪眼。上啊！你们都给我上啊！他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你们一起上，乱刀砍死他。然而无论他怎么叫嚣，都没人敢动他，甚至有几个站在后排的机灵鬼已经开始悄悄的一步一步的往院门口挪。哎呦！一个地痞突然捂住肚子，满脸痛苦。不行了不行了，早上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肚子疼，我得去趟茅房。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溜出了院门。他这一带头，仿佛触发了什么连锁反应。哎呦，我也肚子疼，大哥你撑住，我马上回来。我的也是，肯定是昨晚的酒有问题。王哥，我先失陪一下。一时间，院子里哀嚎四起，急性肠胃炎仿佛成了会传染的绝症。几十号人转眼间就跑得一干二净。王二爸看着眼前的景象，气得浑身发抖，破口大骂：废物，一群废物！我霸天帮养你们这群白眼狼有什么用？关键时刻全踏马是废物！他正骂得起劲，忽然感觉眼前一暗，一个身影挡住了阳光。他抬起头，正对上林默那似笑非笑的脸。啪！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叫人是吧？林默甩了甩手。啪！反手又是一巴掌。你再叫一个我看看。啪！第3巴掌，力道更重了，
叫啊！怎么不叫了？哑巴了吗？呜，别打惹！王二爸被3巴掌扇得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整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成了猪头，嘴角流下的口水都带着血丝。他双手捂着脸，用一种哭腔哀求道：“爷爷，我错了，别打了，再打就真成肉酱了。”林默抬起的手掌停在了半空中，王二爸松了口气，啪！第4记耳光结结实实的抽了上去。你说不打就不打？林默一脸不爽的收回手，我不要面子的。打完，他懒得再看这个娘炮，直接伸手在他怀里摸索起来。你干嘛？王二爸一边脸颊高高肿起，一边扭捏作态。你摸人家干嘛？光天化日之下，人家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卧槽！你他妈能别恶心我了吗？林默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他强忍着恶心，从王二爸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手腕一翻，钱袋凭空消失。咦？王二爸看着空空如也的手，揉了揉被打肿的眼睛，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还有没有？林默恶狠狠地问：没惹。王二爸双手护在胸前，一副守身如玉的模样。哦，林默实在受不了了，干呕了一下，决定放过这个精神污染源。他转向旁边还在地上抽搐的王大爸，熟练地蹲下身，开始战后清扫工作。王大爸疼的冷汗已经浸透了衣衫，破碎的铁户当碎片深深地扎进了肉里，血流不止。他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飞速流逝。看到林默，王大爸眼中竟然迸发出一丝求生的希望。兄弟，他嘴唇哆嗦着，声音微弱，快送我去医馆，我感觉我还能抢救一下。林默没理他，自顾自地从他身上摸出一个更大的钱袋，还有一串黄铜钥匙。他掂了掂钱袋，满意的收入空间，然后晃了晃手中的钥匙。这个干嘛的？霸天帮宝库的钥匙。王大爸眼中光芒更盛。兄弟，你听我说，只要你送我去医馆，宝库里的东西你随便挑，我分你一半。不，7成。林默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他。你是不是被打傻了？我不送你去医馆，你霸天帮宝库里的东西不全都是我的？你……王大爸一口气没上来，气得眼睛一翻。小子，做人留一线，日后……砰！林默懒得听他废话，直接一脚踹在他肚子上。王大爸后面的话全都变成了一声痛苦的闷哼。搞定，收工。林默站起身，拍了拍手，目光转向院门口。那里几个胆大的街坊正探头探脑的看热闹。你们几个？林默冲他们喊道，过来帮个忙。那几人吓了一跳，转身就想跑。看热闹是一回事，掺和进这种江湖仇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跑！林默的声音陡然变冷。你们再多跑一步试试。你们是哪家的，我可看得一清二楚。我这人没什么优点，就是记性好，还特别记仇。到时候别怪我挨家挨户上门拜访。此话一出，几个已经跑到一半的身影瞬间僵住，他们哭丧着脸，蔫头耷脑的又走了回来。林默随手从空间里摸出几块碎银，丢给几人，不让你们白忙活。他指了指坐在竹椅里的王二爸，把他抬上，一会儿跟着我走。吩咐完这边，林默又转身朝屋里喊：嫂嫂们，走了，咱们去开盲盒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尤其是在贫民区这种屁大点的地方。林默一脚踢碎王大坝金刚永固豪华家后版铁户当的消息，只用了半盏茶的功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此刻霸天帮的老巢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这青花瓷瓶是我的，我先摸到的。滚你娘的蛋，老子早就盯上了，你他妈敢跟老子抢？都别动，这把太师爷谁也别跟我抢。墙倒众人推。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痞们此刻正上演着一场内部零元购，他们一个个双眼通红，恨不得把墙皮刮下来一层带走。就在这时，院门口传来一阵嘎吱嘎吱的声响，混乱的人群动作一致，纷纷扭头看去。只见几个人抬着一张快散架的竹椅，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竹椅上坐着面色惨白但依旧捏着兰花指的王二爸，他们身后林默背着手闲庭信步地跟着，身旁是9位风姿各异却都带着几分紧张和好奇的美人。王二爸看着这帮趁火打劫的兄弟，气得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捏着嗓子尖叫：放下，都给人家放下，那都是帮里的东西，你们这群没良心的畜生！白眼狼，吃帮里的，用帮里的，现在霸天帮一落难，你们就来刨根了。他的声音又尖又细，充满了悲愤。然而没人理他。开什么玩笑，大当家被人一脚踢成了绝唱，生死不知，你这个二当家也成了个半残的娘炮，现在不赶紧捞点值钱的玩意儿跑路，留下来等着被清算吗？一个抱着铜香炉的地痞正好从林默身边经过，
林默眼皮都没抬，反手就是一巴掌，啪！那地痞被扇得原地转了2圈，晕头转向的倒在地上，怀里的香炉哐当一声砸在脚边，都滚蛋！声音不大，却浇灭了所有人的贪婪。刚刚还喧闹无比的院子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记起了这个煞星的恐怖，那可是能一脚踢穿铁护裆的怪物。我肚子疼，我娘喊我回家吃饭。刚刚还抢得头破血流的地痞们纷纷丢下手中的东西，溜着墙边跑了。转眼之间，偌大的霸天帮就只剩下林默一行人以及满地的狼藉。林默环视了一圈这所谓的霸天帮总部，其实就是个4、5进的宅子。院子里的装饰很俗气，透着一股子暴发户式的土鳖气息。林默转过身，对着身后还缩在一起的嫂嫂们露出了笑容。清月，嫂嫂们，开始吧。这院子里所有房间，你们看中什么？有什么喜欢的，随便拿，别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哎，王二爸刚想发表下不同意见，被林默一个眼神瞪闭了嘴。9位美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温良恭俭让，这种明火执仗拿别人东西的事，实在有违妇道。苏清月拉了拉林默的衣袖，小声道：“林默，这不好吧？我们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清月，你这话就错了。林默一本正经地开口：“这霸天帮是什么好东西吗？他们鱼肉乡里，欺压百姓，这些东西哪一件不是从咱们穷苦人家身上搜刮来的？我们现在拿走，那叫物归原主。我们这是在做好事，是在积德。所以放下你们心中的道德负担，大胆迈出你们的步伐，去吧，去感受惩恶扬善的快乐。”林默口若悬河，唾沫星子横飞，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嫂嫂们被他说得一愣一愣的，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就在众人犹豫之际，二嫂秦如雪第一个动了。她性子爽利，也最看不惯霸天帮的所作所为。说得对，这帮人渣的东西不拿白不拿。她冷哼一声，径直走到一个兵器架前，抽出一把保养的还不错的长剑，在手里掂了掂，满意的点了点头。有一个带头的，剩下的就好办了。五嫂娇小可人，跑进一间屋子，很快就抱着一匹入手丝滑的云锦布料，喜滋滋的跑了出来。三嫂，你看，这料子好软和呀！真的。很快，所有人都放下了矜持，兴致勃勃的开始在院子里淘宝。看着嫂嫂们从拘谨到开始讨论哪匹布料更好看，林默满意的点了点头。美好的一天从带领嫂嫂们变坏开始。安顿好这边，林默这才转头看向一边的王二爸：“你哥说的那个宝库在哪儿？”王二爸哆嗦了一下，捏着兰花指指了个方向：“从这儿出去，往右拐，走到头就是了。”走！嘎吱嘎吱，竹已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几个街坊抬着王二爸来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屋前。林默掏出从王大爸身上摸来的那串钥匙，足有7、8把。他举着钥匙问王二爸：“哪个？”“那个最大的。”王二爸指了指其中一把造型最奇特的黄铜钥匙。林默将钥匙插进锁孔，咔嚓一声轻响，门开了，一股混合着金银和铜钱的气味扑面而来，紧接着是一片刺眼的光。饶是已经有过一次黑风寨的经验，林默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了一下。这宝库不大，约莫20来个平方，但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左边墙角码放着整整齐齐的银锭，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右边是10几个半人高的大木箱，箱盖敞开，里面是成串的铜钱和零散的碎银。一旁的木桌上，几个小盒里放着黄澄澄的金条和金元宝。地上散落着不少珠宝玉器、玛瑙手串、翡翠玉佩、珍珠项链，品质参差不齐，但胜在量大。这霸天帮简直是刮地3尺啊！林默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扭头对那几个抬人的街坊说：“你们在这看着他，我进去一趟，出来后少不了你们的好处。”接着顿了顿，语气变冷：“但如果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跑了，或者让他跑了。”那几人吓得一激灵。林爷您放心，我们保证不跑。对，我们给您把风，一只苍蝇都跑不出去。很好。林默转身走进宝库，反手将门哐当一声关上。系统开工了。林默搓搓手，两眼放光。他伸出手，对着那堆积如山的银锭心念一动，收，刷，小山一样的银锭瞬间凭空消失。他又走向那些木箱，手掌拂过，成串的铜钱和碎银也消失无踪。金条、金元宝收，珠宝玉器收，玛瑙翡翠收，收，一个又一个木箱被他毫不客气地收进系统空间。金锭、银元宝、铜钱串、珍珠、玛瑙，所有财宝化作一道道金银洪流，疯狂涌入他的体内，
消失不见。这个过程简直不要太爽，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一座真正的金山银山，在系统那约莫100个立方米的空间中巍然耸立。然而，就在他拍了拍手准备离开时，一个空盒突然从木架上掉落，啪嗒一声，一张薄薄的纸从夹层中摔出。林默捡起来一看，地契。林默从宝库中出来，嘎吱一声又把门关上。门口的王二爸和街坊看着他两手空空的出来，都是一愣。这么大个宝库就进去溜达一圈，啥也没拿。虽然满是好奇，但谁也不敢说，谁也不敢问。反而林默看起来心情很好，他摸出几锭10两的大银子丢给那几个街坊，赏你们的，谢谢林爷，谢谢林爷。几人捧着沉甸甸的银子，高兴得合不拢嘴。这可够他们一家老小舒舒服服过上好几年了。这时嫂嫂们也陆陆续续地走了过来，一个个喜笑颜开。苏清月脖子上挂着一串流光溢彩的珍珠项链，衬得她本就雪白的脖颈更加诱人。她走到林默身边，还故意挺了挺胸，像只骄傲的小孔雀。好看吗？林默瞅了一眼，好看，人更好看。苏清月俏脸一红，轻轻啐了他一口。秦如雪一手拿着莲花剑，另一只手抱着几把古朴的刀剑，嘴角挂着满意的笑容。娇小的五嫂怀里抱着几匹上好的云锦，小脸蛋红扑扑的，眼神闪烁，满是干了坏事才有的刺激和兴奋。其他嫂嫂也都收获满满，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叽叽喳喳地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整个院子里充满了快活的气氛。看着这一幕，林默心情大好，接着便把视线落在了王二爸身上。林默走过去，从怀里掏出那张薄薄的纸，在王二爸眼前晃了晃。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异常和蔼，甚至可以说是春风拂面。二爸，这地契是这宅子的吧？王二爸被林默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吓得一哆嗦。完了，这诡异的笑容比他刚才踢裆的样子还吓人。他感觉自己就像被黄鼠狼盯上的鸡，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是的，王二爸的声音都在发颤。那这上面为啥写的是你的名字呢？不应该是你大哥王大爸的吗？林默一脸的纯真好奇。王二爸心里咯噔一下，一种极其不妙的预感涌上心头。但他看着林默那能杀死人的和蔼表情，哪敢说半句谎话。因为我爹王老爸他比较偏心我，所以临走前就把这宅子落在了我的名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林默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跟黑夜里的探照灯似的。他无比热情地蹲下身，重重地拍了拍王二爸的肩膀。二爸，好兄弟，既然这宅子是你的，那你打不打算卖呢？轰！王二爸的脑子爆了。完了，这畜生果然盯上我家宅子了。我就知道这诡异的和蔼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他心里在疯狂呐喊，脸上却只能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不打算卖。林默的声音只高了半度，但手上的力道却让王二爸感觉肩膀的骨头都快裂了。不是，那个价钱合适的话也不是不能卖。王二爸求生欲爆棚，赶紧改口。他感觉肩膀上传来的力道简直能捏碎金刚石。算了，认栽了，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卖就卖吧。只要能卖个好价钱，老子拿着钱去别的地方逍遥快活，这辈子再也不招惹这尊瘟神了。王二爸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就听林默又开口了。那你想卖多少钱呢？王二爸抬头对上林默那双鹰一样的眼睛，他哆哆嗦嗦地伸出5个手指头，试探着开价。5000两。林默的眉头只是轻轻一挑，王二爸的话就卡在了喉咙里。那就4600两。林默的鼻音更重了。王二爸想死的心都有了。大爷，祖宗来，要不您自己说个数得了，我这肩膀真的要碎了啊！再捏下去，我下半辈子就得靠人喂饭了。要不林爷，您说个数。王二爸欲哭无泪地问道。林默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力道轻了不少。这小子还算上道。接着他缓缓地在王二爸面前伸出了一根手指。王二爸的眼睛瞬间瞪大了。1000两。他几乎是惊叫出声，声音都破了。这孙子也太狠了，心也太黑了。我这可是5进的豪华大宅啊，地段好，风水棒，光是盖起来就花了我爹5000多两银子。就算是现在行情不好，贱卖也能卖个6000两，运气好碰到个冤大头，7、8千两都有可能。他居然想1000两就买下来，强盗啊！你干脆去抢好了。哦，不对，你现在就是在抢啊。林爷，这1000两是不是有点太少了？王二爸露出一副便秘了好几天的表情。不，你想多了。林默摇了摇头，不是1000两，那是
王二爸有点懵了，不是1000两，难道这孙子良心发现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难道是？王二爸的心猛地一抽抽，完了，我忘了，我今天遇到的不是强盗，是强盗的祖宗。我王二爸横行霸道一辈子，没想到今天栽得这么彻底。虽然他10000个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现在小命都在人家手里，不服行吗？王二爸颤抖着声音，带着最后一丝绝望问道：难道是100两？行吧，100两就100两，有这100两，省着点花，找个小地方买个破院子，应该也饿不死。不，也不是100两。林默又摇了摇头。啊！王二爸彻底崩溃了，他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了。不是，林爷爷，您到底想出多少钱买我家宅子？您就直说吧，求求您了，让我死个痛快吧！王二爸一把抓住林默的裤腿，眼泪鼻涕都下来了。林默看他这可怜兮兮的样子，也有点于心不忍。好吧，不跟你闹了。林默干咳一声，我其实想出的价格是多少？王二爸抓着林默的手腕，紧张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林默再次举起那根手指，1两。神妈！王二爸的声音直接劈叉了，他死死地盯着林默那根修长的手指，嘴唇不停地抽搐。突然两眼一翻，哥一声抽泣后，王二爸直挺挺地昏死过去。哎，卧槽！林默吓了一跳，赶紧后撤一步。怎么就晕了？赶紧的，掐人中！快！他急了，冲着旁边看戏的街坊大吼：这家伙可千万别死啊！就算是死，也把房契给我签了再死啊！不然我这不白忙活了。2个街坊也是手忙脚乱，一个上去掐人中，一个抡起巴掌啪啪就往王二爸脸上招呼：醒醒啊！再不醒，房子真成别人的了。终于在一连串物理攻击下，王二爸悠悠地醒了过来，可刚一醒就开始哭天喊地：哎呦喂，老天爷啊，这日子没法过了啊！杀了我吧，你干脆一刀杀了我算了。我王二爸到底造了什么孽啊？他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是个被恶霸欺负了的良家妇男。行了，别嚎了，再嚎把你舌头割了。林默听得心烦，怒吼一声。王二爸被林默这么一吼，哭声戛然而止，跟按了暂停键似的，只剩下抽噎。林默蹲下身看着他，这样吧，看你这么可怜，我再加点。王二爸的眼睛瞬间就亮了，有转机。不过林默话锋一转，语气又冷了下来，这次要是还不同意，我不介意再送你一脚，让你跟你大哥团聚。王二爸的脖子猛地一缩，疯狂点头。林默犹豫了一下，这次伸出了5根手指头，王二爸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他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小声问：500两？5两？林默瞪了他一眼，想什么美事呢？还500两？你怎么就那么不上道？一听是5两，王二爸的嘴唇又开始哆嗦，眼看又要哭出来。你给我憋回去！林默立马吼道。王二爸硬生生把眼泪给憋了回去，脸都长成了猪肝色。5两，卖不卖？林默把脸凑到王二爸面前，声音不带一丝情感。王二爸吓得浑身一哆嗦，他真的在林默身上感觉到了杀气，求生的本能让他做出了唯一的选择：卖，我卖。这2个字仿佛抽干了他全身的力气。这就对了吗？林默瞬间变脸，又恢复了那副和善可亲的样子。他重重拍了拍王二爸的肩膀，差点把他拍趴下。这样，我也不是那种赶尽杀绝的人。林默一脸正义，我那个小院儿虽然破了点，但可以暂时借你住一下，等以后你发达了再还给我就行。王二爸想说就你家那破院子狗都不住，可话到嘴边，求生欲让他硬生生拐了个弯。谢谢林爷，您真是个大善人。不客气，哈哈哈！林默笑得那叫一个春风得意，志得意满。他觉得自己的形象在这一刻简直高大到了2米8。不远处，一直提心吊胆看着这边的嫂嫂们，此时也是面面相觑，小声嘀咕着：大姐，小叔子他是在勒索吗？对啊，我怎么感觉他比那王二爸还王二爸？看他那笑，我后背都发凉了。秦如雪看着正叉腰大笑的林默，也是心有戚戚焉。是啊，又是威胁又是贱卖，还把人吓晕了再弄醒，这流程怎么这么熟练？林默可不管他们怎么想，他现在只想赶紧把手续办了，免得夜长梦多。他转头对旁边一个机灵的街坊道：老六，你腿脚快，去街口找个房衙过来，就说我们这边要交接房契，让他把文书印泥都带来。好嘞，林爷。那叫老六的街坊应了一声，撒腿就跑。老六不愧是街溜子里的战斗机，不到1刻钟就领着一个背着书箱
满头大汗的中年人跑了回来。那房衙姓全，人称全衙人，是这片有名的中介。他一来，看到这阵仗，腿肚子就是一软。好家伙，这是什么大型霸凌现场？一个壮汉哭唧唧地瘫在椅子上，旁边一个年轻人一脸和善地拍着他的肩膀。不远处还有一群国色天香的女子在小声嘀咕。全衙人混迹江湖这么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他瞬间就判断出，今天这事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当好一个无情的盖印人就行了。这位爷，您要的文书印泥我都带来了。全衙人小心翼翼地开口，连大气都不敢喘。辛苦了。林默满意地点点头，开工吧。一个街坊机灵地搬来一张桌子，全衙人颤颤巍巍地铺开文书，研好了墨，准备好了印泥。王二爸，来，签字画押。林默温柔地提醒道。王二爸看着那白纸黑字的文书，上面5两纹银4个大字，刺得他眼睛生疼。他的手抖得跟得了帕金森似的，毛笔拿了3次都没拿稳。磨蹭什么呢？林默不耐烦了，一把抓住王二爸的手，拿起毛笔蘸了蘸墨。来，我教你写，你的名字是这么写的，对吧？一横再一横。林默抓着他的手，龙飞凤舞的在麦方一栏签下了王二爸3个大字。那字迹与其说是王二爸写的，不如说是林默的狂草。好了，按手印。林默又抓着王二爸的拇指，狠狠往印泥里一戳，再重重地按在文书上。啪的一声，一个鲜红的手印成了。全衙人看得眼皮直跳，心里默念：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是个工具人。阿弥陀佛。林默又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下自己的手印，递给全衙人。全衙人赶紧拿出自己的官印，哆哆嗦嗦地盖了上去，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把房契一分为2，一份递给林默。林爷，手续办好了，这是您的房契，请收好。说完，他看都不敢再看王二爸一眼，冲着林默一拱手：要是没别的事，小的就先告退了。去吧，这是你的辛苦费。林默心情大好，随手掏出1小块碎银子扔了过去。全衙人接住银子，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跑了，仿佛身后有鬼在追。房契一式2份，一份官府备案，一份买家收值。当林默将那份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契拿到手时，王二爸发出了呵的一声，他像个漏气的皮球，彻底瘫了下去，两眼无神，嘴里喃喃自语：没了，全没了，我的大宅子没了。他老爹辛辛苦苦坑蒙拐骗得来的家产，就这么以5两银子的白菜价卖了。他想哭，却发现眼泪都流干了。他想死，却又没那个勇气，整个人就是一个大写的惨字。林默看着他这副生无可恋的样子，非但没有同情，反而乐了。对付恶人就得比他更恶。他冲旁边几个街坊一招手：来，几位兄弟，再辛苦一趟，送咱们的王二爷回新家。几个街坊早就看王二爸不顺眼了，现在能帮着林默送他，一个个兴奋的不行，七手八脚的把王二爸抬了起来。王二爸跟条死鱼似的，任由他们摆布。随着街坊和王二爸的离开，院子里也安静了下来。之前的喧嚣和紧张褪去，嫂嫂们一个个都还云里雾里，仿佛正在做一场梦，我们有自己的宅子了。五嫂捂着嘴，美眸里满是难以置信。虽然刚刚交接房契的过程他们都看到了，可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这么大的宅子就这样变成林默的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苏清月，她一个箭步冲上来，一把抢过房契，瞪大眼睛仔细看。当看到买主一栏清清楚楚写着林默2字时，激动的差点尖叫。真的，是真的，我们有宅子了，我们有家了。苏清月激动的脸颊绯红，不管不顾的扑上来，双臂紧紧圈住林默的脖子，整个人挂在他身上又蹦又跳。那胸前惊心动魄的柔软，随着他的动作肆意碾压，撞得林默气血翻涌。其他人闻言也围了上来，叽叽喳喳，莺声燕语，有的小心翼翼地摸着房契，有的激动地抱着身边的姐妹，哭成一团，笑成一团。嗨，稳住，快掉下来了。林默被勒得直翻白眼，手忙脚乱地拖住苏清月的一半柔软，狠狠捏了一把。苏清月闹了个大红脸，触电似的松手，从林默身上跳了下去，但还是激动的小脸通红，拉着身边姐妹的手又笑又跳。林默缓了一口气，看着眼前这群哭成一团又笑成一团的美人，清了清嗓子，朗声道：好了，嫂嫂们，谁说我们要住这儿了？第23章酒楼吃饭。嫂嫂们的笑声戛然而止，面面相觑，都愣住了。苏清月也扬起小脸，不解地看向林默：不住这里，那你费这么大劲？费劲？林默乐了，他扬了扬手里的房契，在他们面前晃了晃，这叫一本万利。他环顾四周，语气里满是嫌弃：你们闻闻这味儿，再看看这地，被霸天帮那群泼皮无赖糟蹋成什么样了？墙角都快成茅房了，柱子上全是有手印，咱们要是住进来，
不得搞个彻底大翻新。嫂嫂们被他这么一说，也冷静下来，仔细打量着院子。确实，这宅子虽然大，但处处透着一股脏乱和乌烟瘴气，完全没有家的温馨感。秦如雪蹙着秀眉，轻声问：“那你的意思是？”林默笑了笑：“我的意思是，咱们还是去买一座干干净净的宅子，至于这里，回头转手卖掉就完事了。5两银子买进来的，卖个6、7千两，不过分吧？”此话一出，满场皆静，嫂嫂们一个个张着小嘴，眼睛瞪得溜圆，像是第一天认识林默。好了好了，折腾了这么久，都饿了吧？林默笑嘻嘻地问。嫂嫂们一愣，随即都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别说，从早上到现在滴水未进，之前是紧张害怕，现在放松下来，肚子开始咕咕叫了。看着他们有些不好意思的表情，林默大手一挥，豪气干云：“走，咱们去最好的酒楼，把这几年没吃过的全都补回来。北城聚福楼，这里是整个黑风城最气派、消费最高的酒楼。3层高的红木小楼，雕梁画栋，门口挂着的大牌匾都镶着金边，平时能来这里消费的非富即贵。酒楼的小二眼力劲儿，那都是练出来的。”当他看到林默领着9个女人浩浩荡荡走进来的时候，职业性的笑容差点没绷住。这什么组合？一个看起来刚刚籍贯的少年，虽然长得眉清目秀，但怎么看都不像有钱人。可他身后的9个女人，那可就太顶了。虽然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是些洗得发白的旧衣裳，但那身段、那脸蛋、那气质，啧啧。为首的那位身形丰腴饱满，走起路来腰肢款摆，自有一股成熟风韵。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流光转动，把他本就雪白的肌肤衬得更加耀眼。他身边那位个子高挑，竖着马尾，一双大长腿被略显紧致的裤子包裹，勾勒出惊人的曲线。他怀里抱着几把剑，神色清冷，英气十足，像一朵带刺的冰山雪莲。还有那个娇小玲珑的抱着几匹云锦，小脸蛋红扑扑的，一双大眼睛好奇的四处打量，像个受惊的小兔子，让人忍不住想抱进怀里好好揉一揉。其他几位那也是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足以让9成9的男人走不动道的存在。现在9个一起出现，那场面简直是王炸。小二心里那叫一个纳闷，这小子谁啊？难道是哪家的大少爷出来体验生活，顺便把家里的丫鬟全带出来了？不对啊，哪有丫鬟气质这么好的？他心里正嘀咕着，林默已经走到了他跟前。发什么呆呢？不迎客。小二这次回过神来，脸上挂起职业的微笑。欢迎客官，客官您几位是吃饭还是？他的话还没说完，林默直接摸出一锭银子丢到他手里。吃饭，10个人。小二的眼珠子瞬间就直了。5两，我的妈耶！就这一小块儿，够寻常人家舒舒服服过1年了。他脸上的假笑瞬间变得无比真诚，无比热情，腰都弯了下去。爷，您楼上雅间请。带路。得嘞。小二屁颠屁颠的在前面引路，来到雅间，又把里面的桌子擦了3遍，甚至还换上了全新的碗筷茶具，整个流程那叫一个殷勤。林默大咧咧的坐下，嫂嫂们还有些拘谨，一个个站在旁边，手都不知往哪放。他们已经有些不适应这种地方了。嫂嫂们，快坐啊，站着干嘛？林默笑着招呼。苏清月最先反应过来，她温柔的笑了笑，拉着身边妹妹们的手，都坐吧。嫂嫂们这才挨着坐了下来，但还是有些束手束脚，坐姿都板板正正的。林默看着他们的样子，心里有些心疼。这几年他们跟着林家受了太多苦了，这不仅磨掉了他们身上的绫罗绸缎，更磨掉了他们以前的从容与尊贵。要想改变这种状态，让他们回忆起昔日的光彩，就必须要矫枉过正一回。所以林默今天必须豪横一把，他要用金山银海为他们重塑金身。林默清了清嗓子，对着小二道：“行了，上菜吧。”好嘞爷。小二一路小跑着拿过菜单。爷，您想吃点啥？咱们这的招牌菜有红烧狮子头、佛跳墙、清蒸鲈鱼。林默根本不听他报菜名，直接一摆手：“别报了，听着头晕。”他直接又从怀里摸出几锭大银子，啪啪啪啪，50两，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把你们这所有好吃的全都给我上一遍。小二懵了，呼吸都停滞了。我的亲娘！他感觉自己的腿肚子都在哆嗦。这哪是来吃饭的，这分明是财神爷下凡了。就算把所有菜全都上一遍，也用不了这么多啊。爷，您稍等，我这就让后厨给您安排，必须最高规格。小二的声音都变调了，揣上银子，连滚带爬的往后厨跑。那动静不知道的还以他亲爹来了。雅间外的食客们此刻看林默的眼神都变了，羡慕、震惊、嫉妒、疑惑。我靠，这小子谁啊？这么豪横，穿得普普通通，出手这么大方，
不会是扮猪吃老虎的过江龙吧？你看他身边的9个女的，我的天，个个都是绝色啊！这小子什么福气？尼玛，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各种议论声嗡嗡作响，但没人敢大声说出来。林默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他只看着自家的美人们。嫂嫂们，别拘着了，今天咱们就是来当土皇帝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很快，一道道精美的菜肴流水般的被端了上来，香气四溢的烤乳猪，金黄酥脆，汤汁浓郁的佛跳墙，香飘10里，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山珍海味，摆了满满一大桌子。嫂嫂们一个个眼睛都看直了。起初他们还只是小口小口的品尝，动作优雅，但在林默的再三鼓励和美食的终极诱惑下，他们终于放开了。二嫂秦如雪最直接，她本来就是江湖儿女，不拘小节，直接撕下一个油光锃亮的猪肘子，大口吃了起来。红艳的小嘴沾满了油光，非但不显粗鲁，反而多了一丝飒爽的野性美。娇小的五嫂最喜欢甜点，抱着一盘桂花糕，吃得不亦乐乎，嘴巴里塞得鼓鼓囊囊，像只可爱的小仓鼠。苏清月虽然依旧保持着优雅，但下筷子的速度明显快了不少。那丰腴的胸口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微微起伏，看得林默一阵口干舌燥。看着他们吃得心满意足，林默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很好，先撒开了吃，慢慢的，以前那种一切都吃过见过、波澜不惊的气质就都回来了。穷养儿子，富养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同样适用看着9位美人或娇憨或豪爽或优雅的吃相，雅间外的食客们筷子都快被掰断了。他们感觉自己吃的不是饭，是柠檬，太尼玛酸了。这顿饭一直吃到了中午，桌上的盘子换了一轮又一轮，嫂嫂们一个个吃的脸上都泛起了满足的红晕，美得不可方物。林默打了个饱嗝，心满意足地擦了擦嘴。他站起身，对着已经在一旁候了大半天的小二招了招手。小二一路小跑过来，满脸堆笑：“爷，您吃好了，还满意吗？”林默点了点头，然后问道：“我想买处宅子，有什么推荐？”小二一听，瞬间一愣：“我的妈！吃饱了就要买房？财神爷不光要吃饭，还要在黑风城安家落户。”他赶紧弓下腰：“爷，您问我可就问对人了。要说买宅子，那得去专门的地方瞧。城东的万通牙行是咱们这最大的牙行，别说宅子，您就是想要个皇宫，他们都能给您想想办法。”林默眉毛一挑：“行，带路。”他又从怀里摸出一锭银子丢了过去：“赏你的。”“哎呦喂，谢爷赏。”小二接住银子，激动的眼泪花子都快出来了。今天赚的这钱，他都能把翠花娶回家了。小二跟掌柜的请了假，掌柜点头哈腰的将林默一行人送出了门外。一路上，小二屁颠屁颠的在前面引路，林默带着9个美人慢悠悠的跟在后面。娇小的五嫂扯了扯林默的衣袖，小声的问：“小叔，我们真的要大买宅子吗？那得花多少钱啊？”他的小脸上写满了担忧，刚刚吃桂花糕的快乐都冲淡了不少。林默捏了捏他肉乎乎的小脸，乐了：“五嫂，钱是王八蛋，花完咱再抢再赚。再说了，咱们这么多人，房子肯定得买个大点的，不然我怕不够住啊。”他一边说，一边意有所指的扫过9位美人。秦如雪柳眉一挑，她刚吃完一个大肘子，嘴角还带着一丝晶莹，浑身都透着一股飒爽。“怎么，你还想一人给我们准备一间房？”林默嘿嘿一笑，凑过去小声嘀咕：“那必须的，一人一间，还得再来一间超级大的，晚上咱们好一起斗地主啊。”“斗地主？”秦如雪愣了一下，没听懂，但旁边的苏清月却听出了点别的味道，小脸瞬间就红了，丰腴的胸口起伏着，嗔怪地白了林默一眼。这个小坏蛋，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林默看着苏清月那娇羞的模样，心里一阵火热，搂过她来就亲了一口。一路芜湖，一行人很快就到了所谓的万通牙行。门面确实气派，朱漆大门，金字招牌，一看就是行业龙头。小二把他们送到门口，又说了一堆吉祥话，这才千恩万谢地走了。林默领着众人一进去，一个留着山羊胡、穿着锦缎长衫的中年男人就看到了他们，他是这万通牙行的掌柜钱万才。钱万才的眼睛毒得很，先是扫了一眼林默，一身普通衣衫，平平无奇，再一看他身后的9个女人，嚯，钱万才的眼睛直接就直了。纵然他阅人无数，可一次性见到9个这种妖孽级的角色还是头一回，心里瞬间有了判断，这小子8成是个走了狗屎运的暴发户，不知道从哪弄了点钱，就带着这么多女人出来显摆。这种人看着豪横，其实兜里没几个子儿，早就被身后那帮女的掏空了。钱万才的脸上挂上一副职业的假笑：“几位客官，想找点什么？”“小院子。”
还是1、2进的小宅子。西城那边有几处不错的，很适合你们这种人多热闹的家庭。林默看着钱万才那势利眼的劲儿，算了，今天心情好，懒得和这种人计较，直接展示实力。哗啦啦哐当，一阵巨响，震得整个牙行都安静了。只见柜台上凭空出现了几根金灿灿的长条物，那刺眼的金光瞬间晃花了钱万才的眼。钱万才人都懵了，使劲揉了揉眼睛，可那几根金光闪闪的东西依然在眼前，真实的不能再真实。这是金条。他颤颤巍巍地拿起一根放在嘴里咬了一下，是真的，这分量，这咬感，做不了价。钱万才呼吸急促，脸上满泛起痴迷的红光，瞬间被财迷了心窍。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根金条下，然后像是要抚摸情人一般，双手虚捧着朝那金灿灿的宝贝凑了过去。然而林默大手一挥，晃过他的眼睛，哗啦，柜台上那几根让人疯狂的金条凭空消失了。咦？钱万才正要亲吻金条的嘴，发出了一声疑惑：金条呢？我那么大一根的金条呢？这搁这变戏法呢？巨大的落差感让他心脏骤停，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可哼！林默干咳一声，皱了皱眉。钱万才这才回过神来，看向林默的眼神瞬间就变了。眼前这位英俊的少年哪是什么暴发户，这是神仙下凡啊！爷，贵客，神仙！钱万才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贵客，您是贵客临门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手脚麻利地绕出柜台，亲自躬身做了个请的手势。贵客，请，您里面请，咱们去雅间聊。您想要什么样的宅子？我们这儿都有。说完，又扭头冲身后的伙计们大吼：都死人吗？还不快去把我珍藏的雨前龙井给我泡来，用山泉水，快去！接着点头哈腰的将林默和9位美人迎进了一个专门接待顶级贵客的雅间。这雅间布置的古色古香，一进去就闻到一股淡淡的檀香味。钱万才亲自接过伙计端来的茶水，轻轻放在林默的桌旁也：您想买个什么样的宅子？我们这什么样的宅子都有。林默却不理他，而是慢条斯理地端起茶杯，用杯盖轻轻撇去浮沫，动作不疾不徐，仿佛在自家的后花园般闲适。整个雅间里只有瓷器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一声又一声，这声音敲在钱万才的心上，比刚才那堆金条消失时还让他难受。这位爷到底什么意思？就在钱万才额头开始冒汗时，林默终于放下了茶杯，发出一声轻响：把你这儿最大最好的宅子都介绍给我听听。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分量。没问题。钱万才一激灵，腰弯得更低了，脸上的谄媚笑容更盛。爷，您可真是来对地方了。我们万通牙行正好有几处压箱底的大宅子，全都是这黑风城里的绝品豪宅，一般人我真不给他看。钱万才一边说，一边神神秘秘地从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盒里拿出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麻纸。麻纸展开，竟是一幅幅手绘的宅院鸟瞰草图，画工精细，栩栩如生。钱万才指着第一幅图，开始了他专业而又谄媚的介绍：爷，9位仙子，请看，此宅名为揽月居，占地30余亩，5进5出的大院子，前院能跑马，后院有活水园林，亭台楼阁，假山池沼，一样不缺。钱万才说的唾沫横飞。最关键的是，这宅子上一任主人是前朝的知府，那风水，那气派，整个黑风城都找不出第二家。他偷偷去了一眼林默，见他面色平静，又加了一剂猛料。而且这宅子里还有一眼温泉，冬日里也能暖意融融，最适合您和夫人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增进感情。好，就要这座。林默一拍桌子，差点没跳起来。林默一拍桌子，差点跳起来，可胳膊上瞬间传来一股力道，一只小手狠狠掐住了他。与此同时，几道冰冷的视线从背后扎来，不用看也知道是那9位美人的死亡凝视。可林默若无其事地端起茶碗，抿了一口，再看看别的。钱万才心领神会，立刻展开第2张图纸。爷，那您看这处，前朝榜眼的别院，听雨轩，院子胜在雅致，小桥流水，竹林掩映，后院还有个大荷花池，最是风雅，特别适合您和夫人们吟诗作对，陶冶情操。林默嘴角抽了抽，吟诗作对，陶冶情操，可拉倒吧，我连手打油诗都憋不出来，还陶冶情操？把前面3个字去掉，他倒是乐意为之。林默直接摇头。下一个。钱万才额角渗出一丝细汗，但依旧强撑着专业的笑容，缓缓打开最后一张画纸。爷，这一处是咱们城里首富王员外的旧宅，3路5进的大院子，用的全是金丝楠木，
铺的是青白玉，主打一个字豪。住进去，您就是全城最豪横的也。林默撇了撇嘴，一股紫土豪味儿，俗。苏清雪也在一旁轻声嘀咕，感觉有点太扎眼了些。一句话又给这处豪宅判了死刑。钱万才这一下是真犯了难，贵气、雅致、豪奢这3处已是他压箱底的宝贝，可这位爷竟一个都看不上。空气瞬间沉闷下来，林默也不说话，慢悠悠地将杯中茶水一饮而尽。瓷杯搁在木桌上，发出哒的一声轻响，这声音不大，却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钱万才的心口。完了，这位财神爷要走。果然，林默站起身，身后的9位仙子也随之而动，作势离去。爷，您留步！钱万才急了，一个箭步窜到门口，张开双臂，死死拦住去路。爷，我这儿还有一处宅子。钱万才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天大的决心。这个真是我压箱底的宝贝。林默挑了挑眉，哦，还有，绝对有。见林默停下脚步，钱万才立刻转身，小跑到雅间内一处不起眼的墙角，那里挂着一幅山水画。他伸手在画下摸索片刻，只听咔嗒一声轻响，墙壁竟向内凹陷，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暗格。钱万才的神情变得无比郑重，从暗格里双手捧出一个通体乌黑的木盒。这盒子4角包着暗沉的铜片，古旧无比，透着一股岁月沉淀的厚重。他将盒子放在桌上，用袖子拂去浮尘，动作充满了仪式感。爷，9位仙子，请看。钱万才打开盒子，里面并非图纸，而是一卷极为考究的画卷。画卷缓缓展开，一幅气势恢宏的府邸图呈现在众人面前。此宅不，此乃定北府，前镇北大将军的府邸。这府邸占地足足80亩，前院议事，中庭住人，数十座院落，上百间房屋。别说您9位夫人，您就是再娶几10个也绰绰有余。最牛的是后院是一个巨大的演武场，刀枪架、跑马场、射箭靶一应俱全，据说是当年大将军操练亲兵用的。整座府邸亭台楼阁、假山流水，简直就是一座小皇宫。林默的眼睛瞬间就亮了，上百间房，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修炼圣地吗？而他身旁的秦如雪在听到演武场的介绍时，呼吸都停滞了。他猛地扭头，一双漂亮的眸子里满是星光，想都没想就一把抓住了林默的胳膊。几乎是同时，林默心头一跳。秦如雪亲密度+1，林默，演武场。秦如雪的声音带着一丝无法抑制的激动。以后我……话到一半，他惊觉失言，俏脸微红，赶忙改口：“我是说，以后你就可以在那里习武了。”林默感受着胳膊上传来的柔软触感，心思却全飞了加了一点。他那晚强吻苏清月也才长了1点，今天就抓了抓胳膊，还是人家主动的，直接就长2点。这秦如雪的兴奋点是不是有点奇怪？林默心里琢磨着，另一只手下意识的就覆盖在了秦如雪的小手上，小手柔中带着警示，触感极佳，让他一摸上去就忍不住轻轻揉捏。秦如雪亲密度+2，卧槽！林默眼角狠狠一抽，又加了2点，还能这么叠加上去？这财富密码他好像找到了。林默，秦如雪见他半天没反应，只是盯着自己的手发呆，抓着他的胳膊又用力晃了晃。林默被他晃回神，看着他因激动而泛红的俏脸，心里一动，但手上抹撒的动作没停，温声安抚：“别急，让我再好好研究一下。”秦如雪亲密度+1，林默的笑容僵住了，怎么还降了？刚才不还是+2吗？这就出抗性了。林默百思不得其解，却不知秦如雪此时也后知后觉地感受到了他手上的不老实。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太激动了，当着这么多姐妹的面抓着林默的胳膊又摇又晃，简直不成体统。尤其是林默最后那一下用力的抹撒，让他浑身一紧。唰！秦如雪闪电般收回手，一张俏脸瞬间红透，猛地扭过头去，再不敢看任何人。雅间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其他几位嫂嫂或低头看茶杯，或抬头看房梁，嘴角却都噙着一抹藏不住的笑。他们可从没见过冷若冰霜的二姐，有过这种情窦初开的小女人模样。钱万才可不关心这些儿女情长，他只看到林默的表情从兴奋到呆滞，再到面无表情，一颗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他紧张地搓着手，大气都不敢喘。这笔买卖如果成了，可够他吃一辈子的。今天就算是跪，也要把这笔生意做成。林默瞥了一眼窘迫的秦如雪，又看了看快要急出心脏病的钱万才，心里有了计较。他不急不慢地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茶碗，放到嘴边，才发现是空的。钱掌柜，林默淡淡开口。
爷，小的在。钱万才一个机灵，连忙躬身上前。茶没了。啊，哦，小的该死，小的这就给您换。钱万才手脚麻利地撤下旧茶具，又亲自沏上一杯顶级的雨前龙井，双手奉上。林默慢条斯理地接过茶杯，吹了吹热气，轻轻抿了一口，再抿一口。钱万才站在一旁，感觉自己像是在油锅里煎熬，脸上的笑容都快挂不住了。终于他实在忍不住了，向前凑了半步，小心问道：爷，您看这定北府您还满意吗？雅间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林默身上。林默将茶杯放下，杯底与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哒响。他抬起眼，慢悠悠地开口：这地方确实不错。钱万才闻言大喜，刚要说话，却被林默的下一句话堵了回去。可我就是好奇，这么好的地方怎么会一直空着，卖不出去呢？林默这一问如同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钱万才鼓吹出的所有浮华。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眼神开始游移，舌头都打了结。爷，这个不瞒您说，这宅子风水上是有点说法。这位定北将军，您知道的，因为造反被满门抄斩了。钱万才强行挤出一个笑容。所以啊，这宅子煞气重，阴气也重，寻常人八字不够硬，根本镇不住。可您不一样啊！他话锋一转，吹捧起来。您一看就是人中龙凤，紫气东来。您这般的人物住进去，定能化煞为龙，气运冲天。钱万才说的天花乱坠，林默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那根本不存在的茶叶沫。钱掌柜，他的声音很平静。你真当我是3岁小孩，什么都不懂？钱万才心里咯噔一下。爷，您何出此言？我句句属实，没有半点欺瞒啊。那我问你，这定北府是什么？林默的目光终于落在他身上。是。钱万才的声音虚了下去，是一个造反被抄家的将军府邸。那我再问你，大夏律法，罪臣家产是如何处置的？钱万才彻底说不出话了。林默替他说了，按律抄没充公，由内务府统一发卖，所得银两尽数充入国库。你这张地契是哪来的？林默的声音不大，却字字砸在钱万才的心口上。是从内务府拍下的。钱万才的声音虚得像蚊子叫。拍下的。林默笑了，他放下茶杯，不跟他计较这些细枝末节。好，就算是你拍下的，那我问你，这满城文武皇亲国戚，谁敢买一个刚刚被满门抄斩的将军府？是嫌自己命太长，还是想给当今圣上送一份我同情罪臣的大礼？商户买了，怕是第2天就会被对手诬告一个意图谋反；官员买了，怕是隔天就会被同僚弹劾一个与叛党有染。就连那些不缺钱的皇亲国戚也要掂量掂量，住进这种地方会不会污了自己的名声，惹得龙颜不悦。所以这府邸不放个10年8年，等风头彻底过去，谁敢碰？林默每说一句，钱万才的脸色就苍白一分。他心里那点小九九被林默扒得干干净净。1年前定北将军府被抄，他仗着和抄家的某个官员沾亲带故，偷偷塞了一大笔银子，才把这张地契给截胡了下来。他本以为捡了个天大的便宜，这可是定北府啊，转手卖个10万8万，下半辈子就躺着享福了。可谁知道这是个天坑，整整1年，别说卖了，他只要一拿出图纸，别人连价都不敢问，扭头就走。为了防止这偌大的府邸荒废，他每个月还得自掏腰包请人打扫维护。1年下来，光是维护的开销就让他夜夜牙疼。这定北府现在就是他心头的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爷，钱万才的脸垮了下来，满是愁容。完了，好不容易盼来一位财神爷，看来又要黄了。林默看火候差不多了，这才开口：哎，算了，看你也不容易，开个实在价钱，我考虑考虑。话音未落，林默开始慢悠悠地往外掏东西。啪啪啪，一根根粗壮的金条被他整齐的码放在紫檀木桌上，很快便堆成了一座刺眼的小山。窗外的阳光透了进来，在那座金山上折射出令人疯狂的光芒。雅间内不仅是钱万才，就连林默身后的9位美人呼吸都停止了。他们虽出身不凡，可何曾见过如此粗暴直接的炫富？刚才在柜台只是几根，现在这整整20根金条，每一根都足足50两重。这钱万才看着那一桌子的金光，舌头都捋不直了。他艰难地吞咽着口水，脑子一片空白。他下意识地一把抓住林默的胳膊，声音都在颤抖：爷，原价8不7 6万。爷，6万两，您让我回个本就行。林默看都没看他，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1万。
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钱万才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撅过去。1万两，这连他当年打点的钱和这1年的维护费都不够。这不是杀价，这是在割他的肉，喝他的血。林默却不理会他的反应，又慢条斯理地将桌上的金条一根根收回怀里。你卖，咱们现在就立起，钱货两清。你不卖也无妨。林默站起身，掸了掸衣袖上不存在的灰尘。我再去城南的通四海或者城西的安家坊转转，总能找到合适的。说完，他转身就走。这一连串的动作行云流水，快得让钱万才根本反应不过来。眼看着那座金山消失，财神爷抬腿要走，钱万才脑子里嗡的一声，理智彻底崩断。爷，留步，您留步啊！他一个箭步窜到门口，再次张开双臂，死死拦住去路。爷，价钱咱们再商量商量。您别走啊，您再加点儿，我诚心卖，您诚心买，这生意不就成了吗？林默停下脚步，侧头看他。钱万才一张脸皱成了苦瓜，几乎要哭出来。爷，您再给加点成吗？只要别让我亏本，不，只要别让我亏得太厉害，这府邸我就卖您了。林默却露出一脸为难的样子。哎呀，钱掌柜，我手头也不宽裕啊，况且这府邸我买回去风险不小，以后指不定有什么麻烦。爷，钱万才抓着林默的胳膊，眼巴巴地看着他，就差跪下了。林默仿佛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咬了咬牙。唉，算了，看钱掌柜也是个实诚人，这样吧。他从怀里摸出了一张折叠整齐的房契，这是城南的一处宅院，我花1万两银子买的，但布局我不喜欢，现在我折价5000两给你，再加上1万两现银，凑个15000两。你卖，咱们现在马上立起。不卖，我现在就走，绝不回头。15000。钱万才眼睛一亮，赶紧扑过去拿起那张房契。可当他看清房契上的地址和原主人的签名时，瞳孔骤然一缩。王二霸，城南一霸，霸天帮的地头蛇。钱万才的心脏狂跳起来。霸天帮凶名在外，他们的宅子怎么会到了这位爷手里？等一下，1万两买下的。呵，怪不得。他身为牙行掌柜，自然清楚，那宅子虽是4进大院，但地段在贫民区，顶多值个5、6千两。这位爷明显是被坑了。但如果这宅子到我手里，我可以把周围的廉价地皮都收了，再把宅子扩建。虽然在贫民区，可只要规模够大，价钱也能翻上几番。再加上1万两现银，没准还能小赚一笔。反观手里的定北府就是个无底洞，再拖下去，整个万通牙行都要被耗死。一瞬间，钱万才脑中闪过无数念头。怎么还不行？林默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那我就不为难钱掌柜了。说着，林默抬腿又要走。行。钱万才一个机灵，赶忙死死攥住房契，生怕林默反悔。他飞快地下了结论：这笔买卖必须做。爷，您稍等，我这就给您办手续。钱万才手脚麻利地取出新的契纸，笔走龙蛇，最后紧张地问：敢问爷您贵姓？姓林，林默。林，几年前被贬到此地的林家。钱万才心中一惊，但立刻低下头，在买主一栏写下林默2字。事不关己，少问。签押、画押、按手印。林默将金条和那张王二霸的房契推了过去。钱万才双手颤抖地将定北府的新地契恭恭敬敬地奉上。爷，这上边已经盖了我们万通牙行的印，官府那边认。您收好，这府邸从今往后就是您的了。林默接过那张墨迹未干的契纸，指尖捻了捻粗糙的纸张，这就算在这个世界有自己的家了。买下定北府，林默一行人又直奔人事。他懒得一个个挑，直接找到最大的人牙子，手指随意一圈，这些还有那些看起来手脚麻利的全要了。超能力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片刻后，一支浩浩荡荡近40人的队伍跟在林默身后来到了定北府的大门前。那一刻，所有人包括那群刚被买下的仆役丫鬟全都屏住了呼吸。朱红色的高大门楣如同巨兽之口，门旁蹲着2只比人还高的石狮子，眼神睥睨，无声咆哮。正门之上，黑底金字的匾额定北府3个大字，笔走龙蛇，一股铁血杀伐之气，压得人喘不过气。仅仅是这大门口，就足以让黑风城9成9的宅院在他面前沦为土鸡瓦狗。我的天！苏清月捂住小嘴，一双水润的眸子瞪得滚圆。林默，我们以后就住这里吗？他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这地方比他家当时的府邸还要大上好几倍。他身旁的秦如雪没有出声，但那双总是冷若冰霜的英气美眸里，此刻却燃起了惊人的光。
他的视线仿佛穿透高耸的院墙，死死锁定在了宅院深处的某个地方，那里有他朝思暮想的东西。其余嫂嫂也是一个个小嘴微张，神情近乎呆滞。林默上前，双手抵住沉重的朱漆大门，用力一推，吱呀，一声悠长而厚重的开门声，像是一头沉睡的巨兽在此刻苏醒，宣告着新主人的到来。林默回头对着身后还在发懵的众女咧嘴一笑，都傻站着干嘛？欢迎来到咱们的新家。众人这才如梦初醒，迈着有些虚浮的脚步踏入了这座曾属于镇北大将军的府邸。入门是一个巨大的广场，青石板地面铺得整齐又干净。广场尽头是威严的正厅，厅内陈设简单，却处处透着铁血与厚重。正上方忠勇二字的牌匾，笔锋锐利，杀气凛然。下方是一张能容纳20几人的议事长案，这也太严肃了。苏清月小声嘀咕，感觉空气都是冰冷的。林默被他逗乐了，放心，这是待客议事的地方，咱们不住这儿。他领着众人从侧廊穿过，正式进入了中庭生活区。直到此刻，嫂嫂们才真正理解钱万才口中的数十座院落是何等恐怖的概念。亭台楼阁，假山流水，曲径通幽，一步一景，一座座精致的院落如同星辰般散落在各处，有的临水，有的依山，有的竹林掩映，风光各不相同。哇，那个院子好漂亮，还有个秋千。娇小的五嫂第一个尖叫起来，指着不远处的小院，眼睛里全是星星。你们看那边的回廊，夏天在里面乘凉肯定很舒服。哇，那个阁楼好高啊。众女压抑许久的天性彻底被解放，像一群闯入仙境的鸟儿，叽叽喳喳，看什么都新奇。林默走到一处占地最广、雕梁画栋、极尽奢华的院落前，停下脚步。这个我住了，他宣布着主权。往后这里就是我的地盘，闲人免进，夫人除外。接着他又指向旁边那个稍小一点但同样精致的院子，那个以后改名叫思过轩，谁要是惹我生气，就罚他去里面面壁思过，不给饭吃。你敢！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秦如雪凤眼含煞，死死瞪着林默，虐待他的姐妹绝无可能。林默却压根不吃他这套，眉毛一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你看我敢不敢？你！秦如雪气的胸口起伏，却又拿他没办法，只能冷哼一声，将头扭到一边。好啦好啦，二姐别气了。苏清月赶紧上来打圆场，拉了拉林默的衣袖，我们快去看看演武场吧。急什么？林默瞥了一眼秦如雪气鼓鼓的侧脸，故意慢悠悠地说道，压轴的好东西自然要放到最后。林默看了眼秦如雪，带着众人先前往了后花园，就是要吊吊某人的胃口。哎嘿，气不气？林默内心吐槽。来到后花园，一个巨大的荷花池波光粼粼，池心有亭，九曲回廊连接着岸边，锦鲤在水中追逐嬉戏。哇，好漂亮！娇小的五嫂发出一声惊叹，一张可爱的娃娃脸上满是兴奋。她小跑到回廊上，看着水里的锦鲤，开心的不得了。随后一行人又找到了一个巨大的琉璃暖房，一步踏入，温暖如春，百花盛开，姹紫嫣红，香气扑鼻。这一下所有嫂嫂彻底沦陷了，没有女人能抵抗鲜花的魅力。她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哪朵花好看，哪个品种名贵，暂时把林默忘在了一边。嗨嗨，林默感觉自己被冷落，赶紧刷一波存在感。走了走了，去看你们二姐心心念念的演武场了。一听这话，秦如雪立马来了精神，第一个冲出暖房，快得像一道离弦的箭。府邸的最深处便是那座巨大的演武场，青石铺就的地面开阔到足以让一支军队在此集结。四周的兵器架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寒光闪闪，应有尽有。另一头是百步穿杨的箭靶和空置的马厩，这哪是什么演武场，这分明就是一个小型的军营。秦如雪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一个箭步冲到兵器架前，目光扫过，最终素手握住了一杆通体乌黑的长枪，手腕一抖，嗡，枪尖挽出一片银色的光幕，带起一声裂空的风啸。下一刻他动了，身形如电，枪出如龙，时而蛟龙出海，猛刺向前，气势磅礴；时而猛虎下山，横扫千军，霸道无匹。枪影重重叠叠，空气中尽是刺耳的呼啸声，所有人都看呆了。一套枪法耍完，秦如雪收枪而立，她静静站在演武场的中央，额角渗出细密的香汗，一张冷艳的俏脸因极致的激动而泛起健康的潮红。她握着那杆沉重的长枪，感受着掌心粗糙的触感，感受着肌肉微微的酸胀。有多久了？自从家破人亡，
从繁华京都被驱赶到这蛮荒边城，他再也没碰过这些东西。昔日闻鸡起舞的晨练变成了对未来的迷茫与恐惧，手中紧握的长枪也换成了冰冷干硬的窝窝头。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只能像个寻常女子一样，在绝望中苟延残喘。可现在，这熟悉的场地，这酣畅淋漓后心脏在胸膛里有力搏动的声音，这一切都让他感觉自己活过来了。那双总是凝结着冰霜的眸子里，此刻仿佛有火焰在熊熊燃烧，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刺眼的光彩，明艳的让人不敢直视。二妹，苏清月看着他，眼眶瞬间就红了。你看起来真好。林默也看呆了，他知道秦如雪是将门之后，可亲眼所见，这冲击力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哪是什么娇滴滴的美人，这分明是一尊英姿飒爽，随时可以披甲上阵的女武神。那身紧致的劲装勾勒出她没有一丝赘肉的腰肢与挺翘惊人的曲线，随着她的动作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与野性的美感。可林默清了清嗓子，背着手走了过去。不错，他装模作样的点评，这枪法虎虎生风，颇有几分我当年的风范。噗嗤，不知是谁先没忍住，几个嫂嫂都笑出了声。你当年的风范？你当年不就是个躺在床上都要大喘气的病秧子吗？秦如雪也瞥了林默一眼，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眸子里冰霜早已融化。他手腕一震，长枪的枪尾咚的一声重重顿在地上，一双凤眸笔直地带着侵略性的盯着林默。要不要来比划比划？秦如雪的声音清脆，又带着一丝挑衅。自从林默一拳打飞王二爸，又一脚踢碎铁护裆，他就对这个曾经弱不禁风的小叔子生出了浓厚的探究欲。他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他渴望一个答案，用武者之间最直接最纯粹的方式。好啊，林默答应得很痛快，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他正愁没个正当名目去接触秦如雪，没想到他自己就递来了枕头。这哪是比武切磋，这分明是上门送福利啊！见林默应战，秦如雪英气的眉毛微微一扬，转身从兵器架上抽出一根白蜡长棍，棍身笔直，分量适中，是练习用的兵器。他随手一抖，棍梢在空中划出一道尖笑，显然是打算以棍代枪。毕竟刀枪无眼，他怕伤了林默。你不选兵器？秦如雪见林默依旧两手空空，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不由问道。林默背着手，高深莫测地摇了摇头。不必。他顿了顿，用一种传授武林秘籍的口吻道：兵器乃身外之物，真正的强者自身便是最强的武器。我这个人最擅长的是手法。手法？秦如雪一怔，那双总是冷若冰霜的美眸里第一次浮现出纯粹的好奇。他出身将门，拳法、腿法、刀法、剑法见过不知凡几，可这手法他闻所未闻，尤其是从林默嘴里说出来，怎么听都觉得那么不着调。不远处观战的嫂嫂们也都面面相觑，窃窃私语。手法？那是什么武功？娇小的五嫂眨着天真的大眼睛。我猜应该是跟揉面的师傅学的吧。不知是谁小声嘀咕了一句，引来了一阵悦耳的笑声。唯有苏清月那张国色天香的脸蛋上写着担忧，她身子前倾，柔声提醒道：你们两个点到为止，千万别误伤了对方。大嫂放心，我有分寸。秦如雪嘴上应着，目光却死死锁定了林默。他倒要看看林默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请。林默做了个请的手势，架势摆得有模有样。秦如雪不再废话，脚下猛地一蹬，整个人如出鞘利剑急射而出。一身利落的黑色劲装将他惹火的身段勾勒得淋漓尽致，紧束的腰带下是不盈一握的纤腰，而上方是被衣料绷得紧紧的惊心动魄的弧度。随着他的动作，那双笔直修长的腿爆发出骇人的力量，整个人充满了野性与力量交织的惊人美感。长棍撕裂空气，带着尖锐的呼啸，直刺林默面门。这一次快、准、狠，嫂嫂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可林默只是脑袋轻轻一偏，那凌厉的棍尖便擦着他的发梢险险掠过。秦如雪心头微惊，手腕一震，刺出的长棍化作一道残影，横扫林默腰腹。林默却像没长骨头，腰身向后一折，竟是个夸张无比的铁板桥，再次险之又险地躲开。二嫂，力道不错，就是慢了点。林默身子还悬在半空，竟还有闲心开口点评。你……秦如雪被他这游刃有余的态度激起了真火，棍法陡然变得狂风骤雨，一时间演武场上棍影翻飞，风声大作，刺、挑、劈、扫，每一招都势大力沉，寻常人挨上一棍，怕是当场就要骨断筋折。可林默就像是一只被捅了窝的猴子，上蹿下跳，左躲右闪。他时而抱头鼠窜，
时而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姿势千奇百怪，要多古怪有多古怪。秦如雪却越打越心惊，越打越憋屈。无论他的棍法多么精妙，多么迅猛，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就被他以各种匪夷所思的姿势给躲了过去。他感觉自己就像再用一柄重锤去砸一只苍蝇，有力使不出，憋屈至极。这林墨怎么跟条泥鳅似的，滑溜溜的，怎么也抓不住？可不是嘛，你看二姐的脸都气得发红了。嫂嫂们在远处议论纷纷，他们算是看明白了，林墨压根就没想还手，纯粹是在逗二姐玩。林墨心里却乐开了花，淬体二重的境界让他的反应和动态视觉远超常人。秦如雪的每一个动作在他眼中都如同慢放，躲开简直不要太轻松。渐渐的，秦如雪的呼吸开始紊乱，额角渗出细密的香汗，挥舞长棍的手臂也泛起酸麻，体力在急剧消耗。林墨眼底金光一闪，时机到了。二嫂，光躲不打非君子所为，看招！林墨嘿嘿一笑，终于展开了所谓的反击。只见他身形一晃，不退反进，主动贴向了秦如雪。秦如雪一惊，下意识一棍捅出。林墨不闪不避，只是右手探出，看似随意的朝棍身一拍，啪一声轻响，他的手掌不小心滑了一下，顺着光滑的棍身，精准无误地覆盖在了秦如雪紧握长棍的玉手之上。温热柔软的触感传来，秦如雪亲密度加1。秦如雪浑身一僵，只觉一股电流从手背窜起，瞬间传遍全身，她的脸唰一下就红了。你！秦如雪急忙想抽手，林墨却已经借力后退，一脸无辜地摊开手。哎呀，失误，纯属失误，信你才有鬼！秦如雪银牙暗咬，羞怒之下攻势更急。林墨故技重施，再次欺身而进。这一次他侧身躲过横扫，身体不经意地撞了一下秦如雪那惊心动魄的饱满。秦如雪亲密度加2。你！秦如雪的话音未落，林墨又是一个矮身，躲过当头下劈，右手顺势在他浑圆紧致的蜜桃上扶了一把。秦如雪亲密度加3。啊！秦如雪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都快炸了。这哪是比武，这分明就是耍流氓！林墨，你个登徒子！他羞愤欲绝，棍法彻底乱了章法。远处观战的嫂嫂们一个个小嘴都张成了圆圆的 O 型。天哪，林墨他居然摸二姐，好羞耻啊！二姐被他这么摸来摸去，都快站不稳了。可是你们看林墨的表情，好认真，好像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听着脑中疯狂上涨的亲密度，林墨心里笑开了花，嘴上却是一本正经。二嫂，静心凝神，比武切磋，最忌心浮气躁。你的心乱了，我的心乱了，还不是因为你。秦如雪气的眼眶都红了，可林墨的动作偏偏快得离谱，他根本碰不到他分毫，反而被他以各种失误和巧合，从手臂到腰肢再到修长的大腿，几乎被占了个遍。每一次接触，系统的提示音都在林墨脑中响起。秦如雪亲密度加1。秦如雪亲密度加2。亲密度一路狂飙到55点，然后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停住了。无论林墨再怎么不小心，亲密度都不再增长。他心念一动，拉开角色风华录，秦如雪的剪影依旧是灰暗的。美人秦如雪，状态未收录，亲密度达到60可收录，角色值94100，水眸寒星，亲密度55100，羞愤交加，专属天赋激活条件，天赋效果。林墨陷入了沉思，只差5点，可他身上能碰的地方似乎都产生了抗性，想要再进一步就必须开发全新的区域。全新的区域，林墨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秦如雪那因急促呼吸而剧烈起伏的胸襟之上，那里是最后的圣地，也是最危险的禁区，一旦触碰，后果不堪设想。但为了林家的伟大复兴，为了家族的开枝散叶，干了！富贵险中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林墨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他深吸一口气，眼神突然变得无比庄重与神圣。二嫂，小心了！林墨猛地一声大喝，气势冲天，看我绝学，抓那啥龙爪手！话音一落，他的身影骤然从原地消失，太快了！秦如雪只觉眼前一花，一股热浪已经扑面而来，他的大脑根本来不及下达任何指令，林墨已经鬼魅般的出现在他的身前，紧接着他感觉自己的心头被一只温热的大手紧紧一握，应一声娇媚入骨，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呻吟不受控制的从秦如雪的唇间溢出。林墨的脑子也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只剩下那极致的柔软与饱满。
他甚至下意识地捏了一下。秦如雪亲密度+5，叮！恭喜宿主秦如雪亲密度达到60，成功解锁角色风华录秦如雪图鉴。时间在那惊心动魄的触感中，仿佛被拉长了无数倍。秦如雪也终于回过神来，她的脸颊，不是她的脖颈到耳根，瞬间红得像要滴出血来，整个人仿佛一个烧开的水壶，热气呼呼往头顶上冒。林默！一声夹杂着羞愤和暴怒的尖叫声响起。你个卑鄙无耻的臭流氓！秦如雪彻底急了，理智崩断，手中的长棍响也不响，用尽全身力气对着林默的脑袋狠狠扫了过去。这一棍带着他全部的羞愤，是要将这个臭流氓砸扁。当啷一声脆响，坚硬的白蜡木长棍重重地砸在林默头上，然后应声而断。林默保持着那个龙爪手的姿势，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给砸懵了。他眨了眨眼，缓缓收回手，挠了挠被砸中的地方。头怎么有点痒？全场死寂。秦如雪看着手中断掉的棍子，又看了看一脸茫然的林默，彻底懵了。他完全没想到林默会不闪不避。看着林默那一脸的茫然的样子，秦如雪心中的怒火瞬间被恐慌和后怕所取代。该不会打傻了吧？他快步上前，你没事吧？可话一出口，又想起刚才那羞愤欲死的画面，顿时又气鼓鼓地扭过头去。林默！苏清月和其他嫂嫂也反应过来，尖叫着冲了上来，将他团团围住。苏清月最是紧张，她一把抱住林默的头，仔仔细细地检查，发现没有流血，连个红印子都没有，这才松了口气，但还是紧张地问：你感觉怎么样？头晕不晕？想不想吐？见所有人都一脸紧张，林默赶紧摆手：没事没事，真没事。二嫂力气太小了，跟挠痒痒似的。这话不说还好，一说秦如雪更气了。苏清月见林默确实无碍，心中的大石落下，这才转过头，带着一丝小小的责备：二妹，你怎么能照着林默的头打呢？万一打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办？秦如雪一张俏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最后气鼓鼓的跺脚：谁让他手脚不干净的？这话让苏清月也无法反驳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跟个没事人一样的林默，伸出玉手，嗔怪的在他胳膊上扭了一下：你怎么手就那么不老实？林默干咳一声，面不改色的找借口：这也不怪我啊，我练的这门功夫叫贴身缠斗术，就是要近身才能发挥威力。我跟你们说，我刚才打斗的时候，心里可是没有一丝杂念的。没有杂念？秦如雪终于忍不住了，扭过头来瞪着他：那你刚才还捏我的？话说到一半，他突然羞愤的说不下去了，只能重重的哼了一声，扭过头去，留给众人一个又羞又气的背影。林默看着他那通红的耳根，心中暗笑，知道今天这便宜是占到头了，于是清了清嗓子，拍了拍手，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好了好了，比武结束，皆大欢喜，现在办正事。林默大手一挥，将不远处围观了整场大戏的30几个丫鬟仆役全都召集了过来。这些新买来的下人们，一个个都还处在震惊之中。他们这位新主子也太生猛了，被那么粗的棍子砸了头，居然一点事都没有，这还是人吗？一时间，所有人看向林默的眼神都充满了敬畏。林默很满意这种效果，他挺直腰板，开始训话：从今天起，我林默就是这定北府的主人，你们以后就叫我老爷。府里还有9位女主人，你们称呼她们为大夫人、二夫人，以此类推，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老爷。30几人齐声回答，声音洪亮：这位是我的大夫人苏清月，以后府里的大小事宜全都由大夫人定夺，她的话就是我的话，听懂了吗？听懂了，老爷。丫鬟仆人们哪敢怠慢，先是齐声应道，接着又连忙参拜：参见老爷，参见大夫人，参见各位夫人，老爷万福，夫人们金安。这阵仗直接把众女给干懵了，他们何曾被人称呼过夫人，一个个俏脸通红，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尤其是苏清月被叫做大夫人，心里瞬间像揣了只小兔子，砰砰乱跳。那句大夫人，那句全都由大夫人定夺，像一块滚烫的烙铁，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上。看着恭敬的丫鬟仆人，林默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开始给他们分配工作。他指着一个看起来最机灵的丫鬟：你叫什么名字？那丫鬟赶忙上前一步，躬身道：回老爷的话，奴婢叫春桃。好，春桃，从今天起，你就负责伺候大夫人。他又点了几个眉清目秀的丫鬟，分别指派给了其他几位嫂嫂。接着又任命了一个看起来沉稳老练的作为管家，负责府内一切杂物。其余人等也被分配到了厨房、马厩、花园、洒扫等各个岗位。一番安排下来，井井有条，尽显领导才能。行了，
先这样吧，都去熟悉一下府里的环境，各司其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是，老爷。仆人们领命，恭恭敬敬地退下，各自散去干活了。偌大的庭院里，只剩下林默和9位面红耳赤的嫂嫂。苏清月走到林默身边，那张成熟妩媚的脸蛋上满是晕红。她轻轻拉了拉林默的衣袖，声音细若蚊蚋：“林相公，你真让我管家啊？这么大的宅子，我怕我管不好。”林默看着他这副娇羞又感动的模样，心里一乐，伸手将他揽进怀里。怕什么？有我呢。再说了，你可是咱们家的大嫂，哦，不是大夫人。你不当家，谁当家？他故意说错，看着苏清月羞的把脸埋进他怀里，才继续坏笑。以前那个小家你都管得井井有条，现在只是换个大点的地方练练手，以后咱们林家还要开枝散叶，你这个总管可不能撂挑子不干啊。苏清月被他说得又羞又暖，一颗心都快要融化了。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声音带着一丝哽咽的鼻音。哄好了苏清月，林默这才转过头看向另外8位还在原地扭捏的美人。他板起脸，故意用严肃的语气开口：“还有，从今天起，小叔这个称呼正式下岗，谁要是再叫，就罚他晚上给我暖床。”美的你！秦如雪羞红着脸嗔骂一声。林默并不理会：“给你们2个选择，以后要么叫我相公，要么叫我夫君，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听？来，一个一个的叫一声给我听听。”夫君。娇小的五嫂下意识地跟着念了一句，然后脸腾的一下就红透了，恨不得当场把自己埋起来。其他人也都霞飞双颊，一个个含羞带怯，那模样简直是人间绝美图。林默看着他们这副娇羞可人的样子，心里乐开了花。好了，不逗你们了，这么大的府邸，上百间房，赶紧去挑自己喜欢的院子吧。先到先得，谁先选了就是谁的。快去，晚了可就只能挑别人剩下的了。这话一出，效果拔群。呀，我要那个带小花园的，那个临湖的阁楼是我的，离演武场最近的那个院子，谁也别跟我抢。刚刚还羞答答的美人们瞬间化身脱缰的野马，一个个提着裙摆，飞快地朝各自看中的方向跑去。偌大的定北府里顿时充满了他们银铃般的笑声和叽叽喳喳的争抢声。那一张张美丽的脸蛋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发自内心的幸福和快乐。晚饭时分，定北府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地热闹了起来。长长的紫檀木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香气四溢。新来的厨子卯足了劲，几乎把毕生所学都展现在了这第一顿晚宴上。林默坐在主位，左手边是娇羞不已的苏清月，右手边是脸蛋依旧泛红的秦如雪，再往下是各有风情的美人嫂嫂们。一众丫鬟仆役垂手侍立，整个府邸终于有了大家族的气派。这顿饭吃的是酣畅淋漓，嫂嫂们压抑了太久的愁苦，在这一刻随着美酒佳肴和银铃般的笑声尽数烟消云散，他们的脸上重新绽放出了属于他们各自的光彩。饭后，众美人叽叽喳喳地结伴回了各自心挑的院落，偌大的府邸也渐渐安静下来。林默独自回到属于他的，也是整个定北府最奢华、位置最好的主院天心阁。吱呀一声，厚重的房门被关上，将外界的一切喧嚣隔绝。房间里烛火通明，照得满室生辉。林默往那张足以躺下7、8个人的紫檀木大床上一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爽。从家徒四壁的破屋到如今占地80亩的豪宅，从吃了上顿没下顿到如今仆役成群，这种感觉简直比前世打游戏开挂还要刺激。他没有急着休息，而是迫不及待地沉入心神，打开了脑海中的角色风华录。心念一动，那幅古朴的画卷展开，掠过苏清月那张已经点亮的妩媚动人的图鉴，停在了崭新的一幅画面上。秦如雪的图鉴亮了，金光流转，一幅活灵活现的美人图在画卷上缓缓展开。画卷之上，一个英姿飒爽的绝色女子跃然纸上，她身穿一身黑红色的紧身劲装，将那惹火到犯规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一头乌黑的长发高高竖起，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和修长的天鹅颈。她手中握着一杆银枪，枪尖寒芒闪烁，整个人站在一片萧瑟的演武场上，背景是残阳如血。那张明艳动人的脸上神情清冷，一双水汪汪的星眸里却偏偏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和战意。整幅画又美又飒，充满了力量感和惊人的美感。林默啧啧称奇，这系统不仅是个 LSP， 还是个顶级画师啊。他目光下移，看向图鉴下方的文字：美人秦如雪，状态已收录，角色值94100，水眸含星，亲密度60100，一握之交，专属天赋不屈为激活，激活条件让秦如雪穿上劲爆的舞娘装，为你舞一曲。天赋效果
激活后，宿主获得坚韧体质，该体质能大幅减免利刃、钝器、拳脚等物理方式所造成的伤害。林默的表情凝固了，他反复看了3遍，确认自己没有眼花，让秦如雪穿上劲爆的舞娘装，为他跳舞。林默的嘴角疯狂抽搐，他脑海里瞬间就有了画面，那个平日里清冷如冰山，动不动就拿棍子跟他拼命的秦如雪，换上一身只有几片布料，腰间挂满小铃铛的舞娘装，随着音乐，红着脸，咬着唇，在他面前扭动着那盈盈一握的纤腰和挺翘的蜜桃。那画面太美，他不敢想，这哪里是任务，这分明是想让他死。以秦如雪那刚烈的性子，自己要是敢提出这种要求，他怕是要当场提着枪追杀自己到天涯海角。系统，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林默忍不住吐槽。攻略苏清月是让他心甘情愿喊夫君，听起来还算正常。到了秦如雪这儿，画风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变态了？你确定这是家族兴旺系统，不是宿主作死系统？系统毫无反应。林默叹了口气，揉了揉眉心。不过天赋效果却让林默的眼神瞬间灼热起来。坚韧，大幅减免物理伤害，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钟罩、铁布衫？以后跟人动手，别人刀砍斧劈，自己站着让人打都毫发无伤，这不就是行走的人形凶器，保命的最强底牌？黑风城里鱼龙混杂，以后要面对的仇家更是深不可测。有了这不屈体质，就等于有了真正横行无忌的本钱。这个天赋必须拿下。不行，这事儿急不得。林默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这天赋虽然诱人，但命更重要。此事必须从长计议，徐徐图之。得先想办法把秦如雪的亲密度再往上刷一刷，等他对自己死心塌地了，再找机会提这事儿。对，就这么办。关掉系统面板，林默从床上坐了起来。该办正事了。他心念一动，将从黑风寨和王大坝宝库里搜刮来的所有财物一股脑的从系统空间里导了出来。哗啦啦，只一瞬间，金银珠宝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他面前堆成了一座金光闪闪的小山。整个房间都被珠光宝气笼罩，黄澄澄的金条，白花花的银锭，还有一箱箱闪烁着各色光芒的珍珠、玛瑙、翡翠、玉器、古玩、字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金钱独有的令人心醉神迷的铜臭味。之前没时间，现在把搜刮来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整理。饶是林默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撼到了。我靠！他扑了上去，像一只贪婪的巨龙，将自己埋在了钱堆里。冰凉坚硬的金条硌着脸，温润的玉器贴着手，这种感觉实在是太他娘的踏实了。过了好一会儿，林默才从这巨大的满足感中回过神来，开始兴致勃勃地清点自己的战利品。他将金条一根根地码放整齐，1、2、3、120根。按照这个世界的金银兑换比例，一根就价值500两白银，120根，这就是6万两白银。加上那近8万两的现成白银，还有那几大箱子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器、古玩字画，林默粗略一算，自己现在全部的身家差不多有20万白银。20万两白银，这是什么概念？在大夏，1亩好地价值10两白银，20万两能买下2万亩地，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城所有耕地的一半，妥妥的大地主。看着这笔巨款，林默的心前所未有的安定下来。这就是他在这个世界安身立命的底气。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招兵买马，培养自己的势力，更可以为以后调查家族冤案，向那些奸臣贼子复仇，甚至推翻整个大夏，打下坚实的基础。钱是个好东西啊！林默感慨万千，将所有财物重新收回系统空间。清点完财富，林默重新躺回柔软的大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保暖丝那啥？林默的脑子里跟放电影似的，全是白天那一张张娇艳欲滴的脸，尤其是苏清月被他抱在怀里时，那份温软，那份成熟的风韵，还有那句含羞带怯的相公，简直是往他嘴里倒了一整瓶跳跳糖，又麻又甜，炸得他浑身不得劲。还有秦如雪那惊人的手感，林默感觉自己体内那股真气跟装了涡轮增压一样，在经脉里横冲直撞，叫嚣着要出去干点正事。不行，忍不了了！林默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了起来。以前住那破屋子，隔音效果基本没有，晚上稍微有点动静就变成全家都能听见的现场直播。现在这可是定北府，80亩地，院子跟院子之间隔着10万8千里。别说在屋里干点啥了，就算是在院子里打套广播体操，隔壁都听不见半点声响。天时地利人和全都齐了。此时不去找大夫人交流一下修炼心得，简直对不起王大坝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林默推开门，身影一闪，溜进了夜色。
借着月光，他轻车熟路，跟回自己家一样，悄悄摸进了苏清月住的弄月轩。弄月轩的院子里静悄悄的，林默连门都没敲，跟个幽灵似的，直接推门闪了进去。一进门，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就钻进了他的鼻子里，是那种沐浴之后混合着女子体香和花瓣清香的味道，勾人的很。烛光下，一道曼妙的身影正坐在梳妆台前。苏清月刚刚沐浴完，一头乌黑湿润的长发，只用一根发簪松松的挽着，几缕发丝垂在雪白的脖颈上，更添了几分慵懒的妩媚。她身上只穿了一件月白色的丝绸睡裙，那布料薄得几乎透明，将她那成熟饱满、曲线玲珑的身段勾勒得一览无余。在烛光的映照下，那片雪白的肌肤仿佛在发光，细腻得看不到一丝毛孔。此刻，她正蹙着秀眉，手里拿着一本账簿，似乎在为明天如何管理这么大的府邸而发愁。那副认真又带着点小苦恼的模样，看得林默心里一热。嗨嗨，林默故意咳嗽了一声。呀！苏清月被吓了一跳，手里的账簿都掉在了地上。她猛地回头，看到是林默，那张惊慌的俏脸瞬间就染上了一层动人的红晕，又惊又喜。相公，你怎么来了？他下意识地拢了拢本就遮不住什么的睡裙，那动作简直是欲盖弥彰。我怎么来了？林默大步流星地走过去，一把将他从凳子上横抱起来，坏笑着在他那挺翘的臀上拍了一下。我的大夫人为了这个家都快愁白了头，我这当相公的能不来慰问慰问？哎呀！苏清月惊呼一声，整个人都软在了林默怀里，脸颊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你快放我下来，让春桃他们看见了不好。看见就看见，我抱我自己的夫人，天经地义。林默抱着她，大步走到床边，将她轻轻放在柔软的床榻上，自己也顺势压了上去。他低头看着身下这张美得令人窒息的脸，调侃道：说吧，我的大管家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是不是府里的开销太大，我们家要破产了？苏清月被他逗得又羞又好笑，伸出玉手，没好气地在他胸口捶了一下。胡说什么呢？你别乱说。那你愁眉苦脸的干什么？是不是想我想的？才不是。苏清月嘴上否认，脸上的红晕却出卖了他。他小声嘟囔着，就是府里人太多了，账目也多，我怕我管不好，给你丢人。看着他这副患得患失的可爱模样，林默心里软得一塌糊涂。他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柔声安慰：傻瓜，有什么好怕的？你现在是这定北府的大夫人，你想怎么管就怎么管，就算把这宅子拆了，我都给你兜着。再说了，算账这种小事，哪有咱们的家族大事重要？家族大事？苏清月一时没反应过来。林默嘿嘿一笑，嘴巴凑到他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吹着热气：当然是为咱们家开枝散叶啊！话音未落，林默已经吻住了那片柔软的唇瓣。苏清月嘤咛一声，身体瞬间软化，双臂主动环住了林默的脖颈。很快，龙凤呈祥诀自行运转，2股气息在房间内交融升腾，整个房间的温度都仿佛升高了好几度。一番深入交流结束，林默只觉得神清气爽，体内的气血之力被夯实得无比牢固，甚至隐隐有突破了的迹象。系统，林默心中默念一声，脑海中浮现淡蓝色面板。宿主林默，寿元22、65，境界淬体气2重，入门。天赋精力旺盛，功法龙凤呈祥诀。果然境界进入到了入门，而他怀里的苏清月更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本就绝美的容颜，此刻容光焕发，肌肤仿佛能掐出水来，吹弹可破。最奇妙的是，她的眉宇间似乎多了一丝浑然天成的魅意，一颦一笑都带着颠倒众生的风情。如果说之前的苏清月是京城第一美人，那现在她就是当之无愧的倾国绝色。就在林默沉醉于这惊人的美丽时，脑海中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检测到美人苏清月角色值达到100100，人间角色。恭喜宿主获得5技奖励，大威天龙。大威天龙群攻拳法，一拳出，龙吟震天，全境化作万千龙影，横扫一切敌，乃清扫杂兵，以一敌万之步2神技。我靠！林默心头巨震，整个人都懵了。大威天龙，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一股庞大的信息流涌入脑海，林默几乎立刻就掌握了这门拳法的精髓。他能感觉到，只要自己愿意，现在一拳打出去就能轰出漫天拳影。这也太顶了！林默低头看着怀里媚眼如丝、美得不可方物的苏清月，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和爱意。这哪里是夫人，这分明是我的超级外挂，是我的 SSR 限定金卡啊！娘子，你简直是我的神！
林默激动的口不择言，抱着苏清月又狠狠亲了一口。苏清月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一愣，随即感受到了他发自内心的喜悦，不由得也跟着笑了起来，柔声问：怎么了，相公？什么事啊？没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我家娘子真是个大宝贝。林默看着苏清月，越看越爱。不行，收了这么大的礼，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做人要讲良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苏清月给了他这么多，他必须加倍报答他才行。想到这里，林默翻身而起，将苏清月再次拥入怀中，用行动表达自己最诚挚的谢意。相公，别，天快亮了。苏清月娇喘吁吁，声音里带着一丝求饶。亮什么亮？天塌下来也有，我顶。林默斗志昂扬，今天必须满满的感谢从苏清月身上获得的所有奖励。新一轮的深入交流再次开始，这一次两人的修炼更加投入，也更加契合，仿佛灵魂都融为了一体。不知过了多久，就在云收雨歇，一切归于平静的刹那，系统提示音再一次毫无征兆的在林默的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美人苏清月已成功孕育林家子嗣，恭喜宿主喜当爹，家族兴旺，多子多福系统核心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奖励宿主子嗣绵延大礼包1份。林默懵了，啥玩意儿？我听到了啥？苏清月，有了，我这就喜当爹了。林默机械地低下头，看着怀中因为疲惫而沉沉睡去，嘴角还挂着幸福笑意的绝美睡颜。这速度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刚把苏清月属性培养满，我就喜当爹了，可我还没享受够啊！天光微亮，林默在一阵极致舒爽中醒来，脑子里还回荡着系统那句喜当爹的魔性提示音。他猛了半宿，才勉强接受了这个离谱的事实。穿越过来没几天，老婆有了，豪宅有了，现在连孩子都有了，这进度条是不是拉得有点太快了？林默低头看向怀里，苏清月睡得正香，长长的睫毛如同2把小刷子，在眼睑下投出好看的弧度，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满足的甜笑。美人苏清月，状态已收录，角色值100100，人间角色，亲密度100100，意乱情迷，专属特性持家已激活，激活条件让苏清月心甘情愿地喊出夫君2字，已完成。特性效果，宿主获得精力旺盛天赋，处理家族事务时更加持久。苏清月的面板已经被林默培养满了，而且经过龙凤呈祥诀的滋养，她整个人都美得不像话，肌肤白里透红，细腻的能反光，原本清丽绝伦的容颜上平添了一股熟透了的水蜜桃才有的魅意，一呼一吸间都散发着颠倒众生的风情。尤其是那份媚态的娇憨和即将成为人母的柔美光辉交织在一起，看得林默心头一片火热。他感觉自己昨晚刚被榨干的精力又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要不趁其不备再来一发。然而就在林默准备偷袭一波时，怀里的美人动了。苏清月悠悠转醒，睁开眼看到林默正盯着自己，俏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害羞的往他怀里钻了钻。相公，你看什么呢？他的声音又软又糯，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听得林默骨头都快酥了。看我夫人啊，我夫人天下第一好看。林默嘿嘿一笑，手臂收紧，将那温软的身子抱得更紧了些。苏清月被他这直白的话夸得心头小鹿乱撞，脸上发烫却又甜滋滋的。他伸出纤纤玉指，在林默结实的胸膛上轻轻画着圈圈，那小动作撩得林默刚平息下去的火气又有抬头的趋势。别闹！似乎察觉到了林默身体的变化，苏清月脸更红了，连忙转移话题，说起了正事。相公，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说吧，我的大管家。苏清月被他这称呼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很快进入了大管家的角色。昨天我大致转了一下，咱们这府邸虽然气派，但很多地方都年久失修了，好些院落的屋顶都漏了，得找人来修缮。还有厨房里空荡荡的，米面粮油、鸡鸭鱼肉都得立刻安排人采买。还有妹妹们和下人们的4季衣物也得添置了，总不能住着府邸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吧？府里30多个下人，月钱怎么发，奖惩制度怎么定，都得有个章程。东边的花园荒了，西边的马厩也空着，这些都要人手去打理。他一条条地说着，眉头微微蹙起，显然这些琐事让他很是费心。林默静静地听着，心中赞叹不已，不愧是未来的当家主母，这持家的天赋果然不假，把整个定北府的里里外外盘算得明明白白，条理清晰，巨细无遗。有妻如此，夫复何求？等他说完，林默直接坐起身，心念一动，咕咚一声闷响，一口沉重的木箱凭空出现，重重地砸在地上。箱盖打开，
里面是码放的整整齐齐的金条，在晨光的照射下迸发出刺眼夺目的光芒，几乎要闪瞎人的眼睛。苏清月直接看傻了，她张着樱桃小嘴，美眸瞪得溜圆，呆呆地看着那满满一箱子黄金，半天没回过神来。这又是从哪儿变出来的？林默拍了拍箱子，语气轻松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这些你先拿着用，以后府内所有开销都由大夫人你全权负责，该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够了再跟我说。苏清月彻底愣住了，脑子一片空白。他想起林默凭空变出大宝剑，想起他神鬼莫测的实力，如今又凭空变出一大箱黄金，他心中充满了无数的疑问，但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算了，不问了，万一他又说是因为和自己那个了才得来的奖励，那也太羞人了。他的脸颊又开始发烫，低下头小声的嗯了一声，算是应下了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和财富。解决了财政问题，林默的神情严肃了些许，他握住苏清月的手，沉声道：清月，还有件事是咱们眼下最重要的事。当初我爹和9位兄长被流放至此，含冤而死，死后连个像样的坟冢都没有，只能在城外山坡上草草掩埋，孤苦伶仃。如今咱们既然有了这定北府，理应为他们风光大葬。我打算寻一处风水宝地，建立林氏祠堂，将他们的牌位供奉起来，日夜香火，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听到这话，苏清月眼圈一红，重重的点了点头。相公说的是，此事该办，而且要尽快办。他主动将此事揽了过来。我今天就去城里最好的棺材铺，订最好的金丝楠木棺椁，再请全城最好的风水先生和工匠，一定把公公和兄长们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林默欣慰的点头。苏清月又蹙眉道：不过相公，还有个事，咱们这定北府占地80亩，围墙虽然高，但防卫太弱了，光靠几个看门的家丁，万一有歹人闯进来，根本防不住。咱们得招一支可靠的护院队伍才行。他顿了顿，提议道：这事我觉得应该找二妹商量一下。他是将门之后，父亲曾是虎威将军，他自己又常年习武，对排兵布阵、选人练兵之事比我们在行。林默一听，觉得很有道理。秦如雪那小妞虽然脾气又冷又冲，但本事是实打实的。行，听你的，不愧是我的大管家。林默捏了捏苏清月的脸蛋，我这就去找他。定北府演武场，天刚蒙蒙亮，秦如雪就已经在这里练了一个时辰的剑。她换了一身干练的黑色短装，更显得腰细腿长，身材火辣，手中握着的是林默那把削铁如泥的莲花剑。剑光如水，在晨曦中划过一道道凌厉的弧线，剑锋呼啸，带着一股逼人的寒气。她身姿矫健，动作行云流水，既有女子的轻灵，又有沙场武将的刚猛，又美又飒。只是当她眼角余光瞥见林默悠哉悠哉地走过来时，手上的动作微不可察地顿了一下。昨日在演武场被他占尽便宜的画面瞬间涌上脑海，那惊人的触碰，那滚烫的呼吸，那坏到骨子里的笑。秦如雪的俏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内心都跟着慌了一瞬。秦如雪赶紧收敛心神，冷着一张脸，假装没看见林默，自顾自地继续练剑。只是剑招明显乱了几分。林默见他这副我在生气，快来哄我的小媳妇模样，心里直乐。哟，还傲娇上了。他坏笑着走上前，站到秦如雪面前，一本正经地道：娘子，这么早就出来练剑啊？真是勤奋。秦如雪的剑势猛地一顿，差点闪了腰。她瞪了一眼林默，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谁是你娘子？你别胡说八道。哦。林默挑了挑眉，脸上的笑容更坏了，不是我娘子啊。他伸出手掌摊开，理直气壮地继续说：那我这把莲花剑可就要讨回来了，毕竟这把剑我可是只准备送给我娘子用的。你既然不是我娘子，那我只能把它要回去了。你……秦如雪闻言，握剑的手一紧，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与不舍。这把莲花剑削铁如泥，锋利无比，比他以前用过的任何兵器都要好上百倍。这2天他拿着练剑，简直是爱不释手。而且不知为何，他总感觉这把剑最近又锋利了不少。由此种种，现在让他把剑还回去，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可这剑确实是林默的，当初也只是说借给他用，现在人家要收回去，天经地义。秦如雪性子刚烈，自尊心又强，让他开口承认是林默娘子，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一时间他就这么僵在原地，还与不还，承认与不承认，2种念头在脑子里疯狂打架。那张明艳动人的脸蛋都憋红了。林默看着他那副左右为难的可爱模样，心里简直爽歪歪。逗弄这种外冷内热的傲娇美人，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他决定再加一把火，笑嘻嘻地逼近一步，把问题摆在他面前。怎么样，
你是把剑还我呢，还是承认你是我娘子呢？秦如雪死死咬着下唇，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她强撑着一股冷傲，水汪汪的星眸里写满了挣扎与不甘。还剑，这等神兵利器，对于一个武痴而言，比性命还要重要。可不还，难道真要当着这个小混蛋的面承认自己是他娘子？一想到昨天被他用那种羞死人的招式占尽便宜，秦如雪浑身的血液就往头顶上冲，连耳根都烧了起来。不行，绝对不行！我秦如雪的傲骨绝不能向这个小混蛋低头。自尊心最终战胜了对神兵的贪婪。他猛地一挺那弧度惊人的胸脯，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将莲花剑的剑柄朝林墨递了过去，声音里带着不甘与倔强。还你就还你！他把头扭向一边，不去看林墨，更不去看那把即将离自己而去的宝剑。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暴露出他内心的极度不舍。林墨看着秦如雪那副炸了毛却又可怜兮兮的小猫模样，心里直乐。这外冷内热的傲娇小辣椒真是别有一番风味。他没有去接那把剑，反而上前一步，将整个身子都贴在秦如雪身上。秦如雪浑身一僵，下意识地想往后退，却发现自己被身后的木桩挡住，退无可退。男人身上那股独特的气息霸道地钻入他的鼻腔，让他心跳骤然失速。林墨伸出手，却没有去拿剑，而是用2根手指轻轻地将秦如雪递过来的剑又推了回去。他的指尖若有若无地触碰到秦如雪温热的手背，秦如雪如同触电般猛地缩手，却被林墨抢先一步，连剑带手一起轻轻握住。你！秦如雪又羞又怒，一张俏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跟你开个玩笑，瞧把你给气的。林墨松开手，脸上那坏坏的笑容收敛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欣赏的认真。这把剑除了你，这府里没人配得上，拿着吧，我的二娘子。最后3个字林墨说的极轻，却像一颗石子投入秦如雪的心湖，荡起一圈圈的涟漪。他愣住了，看着重新回到自己手中的莲花剑，又抬头看了看林墨那张带笑的俊脸，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这家伙明明是个无赖，是个臭流氓，可为什么？就在秦如雪心乱如麻的时候，林墨话锋一转，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不跟你闹了，说正事。刚才清月和我商量，咱们这定北府虽然大，但防卫太过薄弱，只有几个看家的家丁，根本防不住宵小之辈。所以我打算招一支可靠的护院队伍，再购置一批良驹，将府邸的防卫建立起来。一听到排兵布阵、招募兵马这一类词，秦如雪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刚才那副小女儿的娇羞和别扭，顷刻间一扫而空，整个人瞬间变成了一柄出鞘的利剑，恢复了江门虎女的飒爽英姿。你说的对，此事刻不容缓。他立刻进入了状态，思维清晰，语速极快地说道：黑风城西门外的马市，常有从北境退下来的战马贩卖，虽不如军中现役，但远胜寻常马匹，是上上之选。至于人手，城南有一处武士，那里是退役老兵、落魄江湖客和走投无路的武夫聚集之地，只要给足银子，不难从中挑选出一批身手不凡的好手。看着他神采飞扬、侃侃而谈的模样，林墨心中暗自点头，这才是虎威将军的女儿，不光有绝色的容颜和火辣的身材，更有统兵练武的真本事。好，林墨一拍手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先去马市，再去武士。黑风城西门外，马市，人声鼎沸，马嘶阵阵，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草料与牲畜混合的气味。林墨与秦如雪并肩而行，秦如雪一身干练的黑色劲装，将她凹凸有致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一双被黑色长裤包裹的大长腿，笔直修长，充满了惊人的爆发力，每走一步都带着一股飒爽的风。只是那张俏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清晨演武场上的红晕，让她英气逼人的气质里平添了几分小女儿娇态。她似乎还有些恼怒林墨早上的无赖行径，一路上都绷着脸，目不斜视，故意与他保持着半尺的距离。林墨也不在意，乐呵呵地跟在秦如雪身侧，像个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目光却时不时地瞟向他那挺翘的臀线和不盈一握的纤腰。这小辣椒真是越看越有味道。两人刚走进马市，一个眼尖的马贩子就迎了上来。那是个长着2撇8字胡的精瘦中年人，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透着一股子市侩的精明。哎呦，这位公子，这位女侠，一看就是人中龙凤，想买马吗？来我老马家的马厩看看，包您满意。马贩子热情地将两人引向自己的摊位，指着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吹得天花乱坠。少侠，您看这匹马，踏雪乌骓的后代，瞧瞧这油光水滑的皮毛，这雄壮的筋骨，跑起来日行800，夜行1000里，绝对是宝马。林墨饶有兴致地看着，没说话。他不懂马，但他懂秦如雪。只见秦如雪淡淡地扫了一眼那匹枣红马，好看的眉头微微蹙了起来。
他一言不发，径直走上前。那马贩子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以为这笔生意十拿九稳。不料秦如雪接下来的动作直接让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先是伸出纤细但有力的手指，毫不费力地掰开了那匹宝马的嘴。上颚齿磨损严重，门齿都快平了，至少10岁口，还敢说是壮年马。秦如雪声音清冷，像冰珠子砸在玉盘上，每一个字都敲在马贩子心口上。马贩子的额头渗出了一丝冷汗。行家，这是遇到行家了。秦如雪松开马嘴，又绕到马的侧面，手掌沿着马的脊背、腿骨一路摸了下去。后腿筋腱松弛，蹄叶有旧伤，这种马别说日行800，跑个20里路就得趴窝。说完，他抬起一双星眸，冷冷地盯着马贩子。你管这叫宝马？马贩子被他那锐利的眼神看得心里直发毛，讪讪地笑道：女侠，女侠真是好眼力，是小的看走眼了，看走眼了。林默在一旁看得暗自发笑，他这位二娘子认真起来的样子还真是别有一番风情，那股子又专业又飒爽的劲儿，比京城里那些扭扭捏捏的大家闺秀不知道要迷人多少倍。秦如雪懒得再理会那奸商，转身走向马厩深处。他在一排排马匹中穿行，眼神专注而锐利，时而停下脚步仔细观察，时而伸手触摸，感受马匹的骨骼和肌肉。很快，秦如雪的目光便锁定在角落里一匹通体乌黑的骏马身上。那马神情桀骜，肌肉线条流畅优美，宛如黑色的绸缎，充满了力量感。秦如雪的眼睛亮了，她走上前，那黑马似乎察觉到她，打了个响鼻，低下头颅，任由她抚摸。好马啊！秦如雪由衷地赞叹了一句，回头看向林默，一双清冷的星眸里竟带着一丝孩子得到心爱玩具般的欣喜和询问。林默看懂了他的眼神，他笑着走上前，对着那还在发愣的马贩子财大气粗的一挥手：这匹还有那边那9匹，我们全要了。他随手指了9匹被秦如雪多看了2眼的贱马。开个价吧。马贩子见状，知道今天碰上了真正的大主顾，不敢再耍花样，老老实实的报了个公道价。林默二话不说，直接掏出几个大银锭，数都没数就扔了过去。多的赏你了，找几个人把马给我们送到定北府。马贩子捧着那堆沉甸甸的银锭，眼睛都直了，点头哈腰的连声称是，态度恭敬到了极点。钱货2清。秦如雪心满意足地牵着那匹心爱的乌骓马，翻身一跃，动作行云流水，矫健优美地落在马背上。她一身黑衣，骑着黑马，更显得英姿飒爽，宛如一尊即将出征的女战神。她勒住缰绳，回头看去，准备招呼林默出发，却发现林默正牵着另一匹棕色大马的缰绳站在原地，一脸理所当然地看着他，丝毫没有上马的意思。秦如雪秀眉一蹙，疑惑道：你怎么不走？林默摸了摸鼻子，表情有那么一丝丝的尴尬，但语气却依旧理直气壮：我不会骑马。空气瞬间安静了。秦如雪那双漂亮的星眸瞪得溜圆，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林默，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这个一脚能把地痞踢成娘炮，一个人能端掉整个黑风寨，2根手指就能夹住他全力一剑的怪物，居然说他不会骑马。可转念一想，也对，他可是个病秧子。最终秦如雪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脸颊控制不住地泛起一抹红晕，拍了拍自己身后宽阔的马背：上来。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羞恼和妥协。好嘞。林默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毫不客气地将缰绳扔给一旁的马夫，一个利落的翻身，稳稳地坐在了秦如雪的身后架。秦如雪娇喝一声，双腿一夹马腹，乌骓马长嘶一声，迈开四蹄，平稳地向前跑去。林默心安理得地坐在后面，双手极其自然地环住了秦如雪那不盈一握的纤细腰肢，整个胸膛严丝合缝地贴上了她挺直而柔软的美背。秦如雪的身体瞬间僵住了，隔着2层薄薄的衣衫，她能清晰地感受到身后男人那结实滚烫的胸膛，以及那强而有力的心跳。一股独属于林默的带着淡淡皂角香的男子气息，让他心跳骤然失控，脸颊瞬间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你的手！秦如雪羞愤地低喝。我得扶稳啊！林默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温热的气息吹拂着他敏感的耳垂。不然掉下去了怎么办？我可是第一次坐马，很怕的。怕你个大头鬼！秦如雪在心里怒骂，却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她只能任由那双作恶的大手牢牢地扣在自己的腰上，感受着那掌心传来的惊人热度。马匹开始小跑起来，身体随着节奏上下颠簸，每一次颠簸，林默的胸膛都会与他的后背进行一次亲密无间的碰撞。那惊人的柔软与弹性让林默心中大呼过瘾，他得寸进尺地将下巴轻轻搁在秦如雪的香肩上，凑到她通红的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虚心请教：二娘子，骑马有什么要领吗？比如
腰部要怎么用力，身体要怎么保持平衡。温热的气息伴随着林默低沉的嗓音，不断地撩拨着他的耳廓。秦如雪的身体越来越僵硬，连呼吸都变得有些不顺畅了。她感觉自己的耳朵、脖子乃至整个后背都像是着了火一样，烧得她头晕目眩。这个混蛋，臭流氓，他分明就是故意的。可偏偏他的问题听起来又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让他无法发作。秦如雪只能死死地咬着下唇，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坐稳，别乱动。哦，林默乖巧地应了一声，环在他腰上的手臂却又收紧了几分。随着马匹的持续颠簸，秦如雪渐渐感觉有些不对劲了。她感觉自己的臀后好像被一个什么硬邦邦的东西给抵住了。那东西随着马匹的节奏一下一下地极有规律地戳着她。她秀眉紧蹙，羞恼地开口：你腰上挂的什么东西？把你的匕首挪开点。硌死我了。林默一脸的无辜：娘子，我没匕首啊。没匕首？那是什么？秦如雪一愣，随即一个让她面红耳赤的念头窜入脑海。轰！她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在这一瞬间全都冲上了头顶。那张明艳飒爽的俏脸红得简直能蒸熟鸡蛋。就在她羞愤欲死，大脑一片空白之际，乌骓马似乎感应到了主人的心绪不宁，突然扬起前蹄，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嘶鸣啊！秦如雪一声惊呼，身体猛地向前一倾，然后又被马蹬带的向后重重一坐。这一下不偏不倚，匕首入鞘。秦如雪的身体猛地一颤，随即黑风城西门武士。秦如雪几乎是逃一般的从马背上跳了下来，落地的瞬间双腿还在发软。她甚至不敢回头看林默一眼。那张明艳飒爽的俏脸此刻红得像一块烙铁，连带着雪白的脖颈和精致的耳垂都染上了一层动人的绯色。他狠狠地跺了一下脚，丢下一个羞愤欲绝的眼神，头也不回地冲进了人声嘈杂的武士，脑子里全是刚才在马背上那令人羞耻的撞击，一下又一下。那混蛋，他怎么敢？林默慢悠悠地翻身下马，看着秦如雪那仓皇逃窜的婀娜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坏笑。他回味着方才那惊心动魄的接触，心中一片火热。傲娇小辣椒果然够劲。他心念一动，调出系统面板。美人秦如雪，状态已收录，角色值94100，水眸含星，亲密度70100，策马扬鞭，专属天赋不屈未激活。激活条件：让秦如雪穿上劲爆的舞娘装，为你舞一曲。天赋效果：激活后宿主获得坚韧体质，该体质能大幅减免利刃、钝器、拳脚等物理方式所造成的伤害。亲密度又涨了10点。策马扬鞭，系统你还挺会用词。林默嘿嘿一笑，心情大好。此时已是正午时分，舞室里龙蛇混杂，空气中弥漫着汗水、烈酒和兵器铁锈混合的复杂气味。林默在旁边的小摊上买了2张夹肉的糊饼，这才不紧不慢地跟了进去。他在一个挂着招募牌子的角落里找到了秦如雪。此时的他已经完全褪去了刚才的小女儿娇态，那张红晕未消的俏脸此刻紧紧绷着，神情专注而锐利。他站在一群歪瓜裂枣般的武夫面前，那身干练的黑色劲装将他火辣的身材衬托得愈发惹眼。林默走过去，将还冒着热气的糊饼递给他：吃点东西。秦如雪的身体僵了一下，显然是又想起了刚才那令人羞耻的回忆。他扭过头，本想冷着脸拒绝，可肚子却不争气的咕噜叫了一声。折腾了一上午，他确实饿了。秦如雪有些气恼地从林默手中抢过糊饼，狠狠地咬了一大口，仿佛咬的是某人的肉，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像只生气的小仓鼠。林默也不去招惹他，就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他如何挑选护院。只见他走到一个身高8尺、肌肉虬结的光头壮汉面前，那壮汉正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吹嘘自己能力托千斤。秦如雪只是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清脆的声音响起：下盘虚浮，气息不稳，你这身肌肉是扛麻袋练出来的吧？壮汉的吹嘘声戛然而止，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秦如雪又走到一个手持朴刀、满脸横肉的汉子面前，那汉子见她是个绝色女子，眼神中闪过一丝淫邪，故意挺了挺腰杆。秦如雪美眸一寒，指着他的手：虎口无检，指节粗大，你这手是握锄头的，不是握刀的，滚！那汉子被他说中心事，顿时恼羞成怒：小娘们，你懂个屁！话音未落，一道银光闪过，枪！莲花剑已然出鞘，冰冷的剑尖稳稳地抵在了他的喉结上。那汉子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竖，吓得双腿一软，瘫倒在地，裤裆里传来一阵骚臭，整个场子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用敬畏的眼神看着这个美得不像话也强得不像话的女人。林默心中感叹，不愧是将门之后，论识人练兵，真是行家中的行家。接下来秦如雪的挑选变得顺利了许多，她不再看那些咋咋呼呼的江湖混子，而是将目光锁定在几个沉默寡言站在角落里的汉子身上。她走过去，不问武艺，只问哪个赢的，番号是什么。其中一个眼神沉稳的中年人身体一震，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报出了一串早已解散的番号。秦如雪点了点头，又问黑水河一役主将是谁。那中年人眼中闪过一丝悲怆，沉声道，是虎威将军。秦如雪的眼圈微微一红，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你还有你们几个都跟我走。他最终挑出了50名真正上过战场见过血的老兵。这些人虽然衣衫褴褛，神情落魄，但眼神里那股悍不畏死的兵痞气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等挑选完人手，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准备回府。太阳已经偏西，金色的余晖将众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林默牵着马走到秦如雪身边，拍了拍马背，笑嘻嘻地道，娘子辛苦了，上马歇会儿。秦如雪一听这话，立刻像是被踩了电门，猛地后退3步，与他保持着绝对安全的距离。他俏脸一板，斩钉截铁地说道，我走回去。那模样仿佛马背上不是马鞍，而是烧红的铁板。真不齐。林默挑了挑眉，不齐。就这样，等一行人终于磨蹭到定北府门口时，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府门前的灯笼散发着温暖的橘色光晕。林默看着秦如雪那副又累又气的可爱模样，正心中暗爽，准备将马匹交给迎上来的仆役。就在这时，一个娇小的身影哭喊着从不远处跌跌撞撞地冲了过来，不好了，老爷不好了。来人正是苏清月的贴身丫鬟春桃，她发髻散乱，衣裙上沾着泥土，脸上挂满了泪痕，神情惊惶到了极点。一见到林默，她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扑通一声跪倒在林默面前，带着哭腔尖叫道，老爷不好了，大夫人大夫人他被人给绑走了。轰，如同晴天霹雳，林默脸上的笑意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一把拽起春桃，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你说什么？慢慢说，说清楚。春桃被他身上陡然散发出的冰冷气息吓得一哆嗦，但还是语无伦次地哭诉起来。今天奴婢陪着大夫人先去了钱庄，把金子存了，后来又去采买府里的用度，最后去找城外的李半仙商量给老爷和将军们选址建祠堂的事。一切办理妥当，可回来的路上眼瞅着就到城门口了，突然冲出来一伙蒙面人，他们打晕了家丁，把大夫人给抢走了。他们还让奴婢带一张纸条回来，说是给您的。春桃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了过来。林默拿过纸条，迅速展开，纸上用粗劣的笔迹写着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想救人就自己来黑风山乱石坡，敢带多一人就等着给他收尸。轰，一瞬间，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磅礴杀气从林默身上轰然爆发，他周围的空气温度骤降，仿佛瞬间进入了凛冽寒冬。新招募的那50个老兵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狠角色，此刻却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快要凝固，连呼吸都变得困难。太可怕了，这股杀气太可怕了。找死！林默的牙缝里挤出2个冰冷的字，脸上再无半点玩世不恭，只剩下炼狱般的森寒与暴力。苏清月，她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个给予她温暖的女人，那个温婉贤淑，会为她打理一切，会在她怀里娇羞地喊她相公的女人，那个肚子里已经有了她的骨肉的女人。枪！一声清月的剑鸣，秦如雪不知何时已经冲了过来，待看清纸条上的内容，脸上同样布满了寒霜与怒火。是黑风寨的余孽，还是城里的什么匪类？感动大姐，我跟你一起去。他二话不说，握紧莲花剑就要冲出去，然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腕。你留下。林默的声音冷得不带一丝感情。秦如雪一愣，怒道，大姐被抓了，你让我留下。林默转过头，一双漆黑的眸子里翻涌着令人心悸的血色漩涡。他们指明让我一个人去，尚且不知是不是调虎离山。我若走了，你再跟去，这偌大的定北府谁来守？府里还有7位嫂嫂，还有几10个手无寸铁的下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万一他们的目标是整个林家，你我一走，这里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屠宰场。秦如雪的身体僵住了，她被林默这一连串的话给点醒了。是啊，如果真是敌人的奸计，后果不堪设想。林默松开手，将目光投向那50名噤若寒蝉的老兵，声音如同九幽寒冰。从现在起，
听二夫人的号令，关闭府门，任何人不得进出。若有贼人来犯，杀无赦。是。50名老兵齐声怒吼，声音里充满了被激发的血性。林默最后看了一眼秦如雪，眼神中的暴力稍稍收敛，多了一丝托付的凝重。家里交给你了。说完，他不再有任何停留，身形一闪，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消失在沉沉的夜幕之中。夜色如墨，浓得化不开。秦如雪站在定北府门前，看着林默的身影被黑暗彻底吞噬，他的心莫名的揪紧了。这个平日里总是嬉皮笑脸、满嘴胡话、无赖到让他恨得牙痒痒的男人，在这一刻身上却散发出一种让他感到心悸的恐怖气息，那是真正的尸山血海中才会淬炼出的杀气。他握着莲花剑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既担心大姐的安危，又有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查问的对林默的担忧。夫人，那名报出过番号的中年老兵沉声开口，将他从纷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秦如雪深吸口气，将所有繁杂的情绪尽数压下。他转过身，那张明艳动人的俏脸此刻已寒霜遍布，刚才在马背上的娇羞、演武场中的别扭早已荡然无存。她是虎威将军的女儿，林默不在，她便是这定北府的擎天之柱。他的目光扫过眼前50名神情肃杀的老兵，又看了看那些因为惊变而面带惶恐的家丁仆役，清冷而有力的声音像撤府门前的空地。听我号令！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王伯，立刻带所有家丁将府邸正门、侧门、角门全部关闭，用门栓顶死。是，二夫人。年长的管事立刻应声，带着家丁们飞奔而去。张猛，秦如雪的目光落在那名中年老兵身上。你带20人，5人为一队，登上府邸4角楼，弓箭上弦，火油备好，没有我的命令，一只鸟都不许飞进来。遵命。那名叫张猛的老兵轰然应默，动作干脆利落地带人离去。其余30人分成3队，由我亲自带领，于府内交叉巡视，护卫内院。府内所有女眷全部集中到大堂，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一道道指令从他口中有条不紊地发出，清晰、果断，直击要害。原本有些慌乱的家丁们迅速找到了主心骨，而那些初来乍到的老兵看向秦如雪的眼神也从最初的惊艳变成了此刻发自内心的敬畏与幸福。这哪里是什么娇滴滴的夫人，这分明就是一位气度沉稳的女将军。整个定北府这座占地80亩的巨大府邸，在秦如雪的调度下，像一头沉睡的巨兽苏醒过来，迅速变成了一座戒备森严、外松内紧的战争堡垒。夜风呼啸，刮过耳旁，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呜咽。林默的身影在巷间如同一道鬼魅，快得只留下一连串淡淡的残影。他的脸上再无半点笑意，只有冰，彻骨的冰寒。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压制住那几乎要焚毁理智的狂怒。对方指名道姓，显然是冲着自己来的。绑架苏清月，一是为了激怒自己，让自己方寸大乱；二是为了让自己投鼠忌器，不敢妄动。会是谁？黑风寨的余孽？不可能。王大坝那群乌合之众，他们没有这个胆子，更没有这个脑子。是城里其他的势力，还是之前在京都暗中对自己父兄下毒，导致林家覆灭的那伙人？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林默心中的杀意便再也无法抑制地沸腾起来。一想到苏清月，那个会替他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会在他怀里娇羞无限，轻声唤他相公的女人，一想到他那平坦的小腹里已经有了他的骨肉，是他们林家复兴的第一个希望，林默的眼底渐渐泛起了一层妖异的血色。他必须冷静，越是愤怒越要冷静。他迅速盘算着自己的底牌：淬体期2重的境界，5技大威天龙，这些足够他横扫黑风城内的一些宵小。但对方手里有人质，还是他最重要的人质，这让一切都充满了变数。他不能有丝毫的差错，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造成他无法承受的后果。他的速度又快了几分。黑风山乱石坡，这里是山脚下的一片乱石滩，怪石嶙峋，地势复杂。清冷的月光洒下，给嶙峋的怪石度上了一层惨白的光。2名穿着破烂的山匪正靠在一块巨石后面，一边喝着烈酒，一边百无聊赖的闲聊。其中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汉子灌了口酒，咂了咂嘴：尼玛，当家的也太小心了，对付一个小白脸还用得着绑他娘们这么麻烦？直接冲进他那什么狗屁府，把那小子宰了，府里那些小娘们不就都是咱们的了？另一个尖嘴猴腮的瘦子嘿嘿一笑，眼神里满是淫邪的光：你懂个屁！当家的说了，那小子邪门的很，一个人就端了霸天帮，咱们这是要用他娘们把他引到山上，到时候100多号兄弟乱刀砍死，万无一失。刀疤脸吐了口唾沫，一脸不屑：一个小白脸能有多邪门？
我看就是王大霸那废物太没用了。不过要我说，等会儿那小子来了，咱们可以先敲他一笔带路费。听说那小子把霸天帮的宝库给端了。尖嘴猴腮的瘦子眼睛一亮，贪婪地搓了搓手。对，待会儿他来了，咱们先要他个100两银子。不给就先把他手指头剁一根下来。嘿嘿嘿，他那大老婆长得跟天仙似的，那小手。两人正说得起劲，一道黑影如同凭空出现一般，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他们面前不远处。月光下，那人一身黑衣，身形挺拔，面容俊美的不像凡人，正是林默。刀疤脸和瘦子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贪婪。还真是一个人来的，真是个蠢货。刀疤脸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拎着手里的坡刀，吊儿郎当地朝林默走去。你小子就是林默？他用刀尖指了指林默，又指了指山上，下巴抬得老高。想上山救你那水灵灵的娘们是吧？可以啊。刀疤脸咧开满是黄牙的嘴，露出一口被烈酒熏出来的臭气。先拿出100两银子，孝敬孝敬咱们哥俩。哥俩要是心情好了，兴许能让你少受点罪，让你见你娘们最后一面。他的话还没说完，林默的身影就动了。前一瞬他还站在3丈之外，下一瞬他已经到了刀疤脸的面前。快到刀疤脸的瞳孔甚至来不及收缩，他只觉得眼前一花，一股无法形容的寒意笼罩了全身。他想举刀，想后退，但他什么都做不了，一只手已经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刀疤脸眼中的神采瞬间涣散，脑袋以一个极其诡异的角度耷拉了下去，脸上的嚣张和贪婪永远的凝固住了。林默随手一甩，像扔垃圾一样将刀疤脸的尸体扔到一旁。自始至终，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那双泛着血丝的眸子甚至都没有看那具尸体一眼。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个已经彻底吓傻的尖嘴猴腮的瘦子身上。瘦子手里的酒囊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平日里凶神恶煞的悍匪，被人像捏死一只小鸡一样扭断了脖子。那股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他浑身的血液都冻结了。啊！他想尖叫，喉咙里却发不出像样的声音，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林默冰冷的眼神像2把利剑刺入他的灵魂，他不带一丝感情的语调响起：带路，2个字冰冷如刀。那瘦子已经被吓得神志不清，跪在地上，浑身筛糠般的抖动，嘴里语无伦次的念叨着：别杀我，别杀我。林默此刻哪有什么耐心，他上前一步，啪，一个耳光狠狠扇在瘦子脸上，巨大的力道直接将瘦子抽的原地转了半圈，半边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高高肿起，满嘴的牙齿混着血沫喷了出来。剧烈的疼痛终于让他从极致的恐惧中清醒了一丝。他看着林默那双毫无感情的血色眸子，终于明白眼前的这个俊美青年根本不是人，是魔鬼，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索命恶鬼。我带路爷，我给您带路。瘦子再也不敢有半点迟疑，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地从地上爬起来，朝着山上那条隐秘的小路冲去，生怕慢了半步，自己的脑袋也会像同伴一样被拧下来。黑风山深处，这里是连月光都照不进的阴暗角落。一座名为黑云寨的山寨，如同凶兽般盘踞在山峦间。寨内聚义厅，上百名山匪挤在厅内，他们袒胸露怀，眼神里闪烁着野兽般的凶光与贪婪。聚义厅的最上手，一张宽大的虎皮椅上坐着一个女人，这女人身形异常肥硕，几乎将整张椅子塞满，脸上的横肉更是随着她粗重的呼吸而颤抖。她的眼神比在场任何一个男人都要凶悍残忍，她便是这黑云寨的大当家王三娇。而在她的左右手边，2把小1号的椅子上瘫坐着2个不男不女的人物，他们神情怨毒，脸色惨白，正是被林默废掉的王大霸和王二霸。聚义厅的正中央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铁笼，笼子里苏清月一身衣裙已经褶皱，发髻散乱，因为惊吓过度而昏迷不醒。即便如此，她那张清丽温婉的绝美睡颜依旧如同一朵坠入泥潭的白莲，散发着惊心动魄的美。周围的山匪们目光像是粘在了她身上一样，不时发出压抑不住的令人作呕的淫邪笑声。大哥二哥，你们且放宽心。王三娇用粗壮的手掌拍了拍王大霸的肩膀，等那个叫林默的小子一到，三妹我定要让他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必为你们出这口恶气。王大霸和王二霸是他王三娇在这世上仅有的亲人，与2个只会在城里作威作福的哥哥不同，他王三娇自小便心狠手辣，10几岁就上了黑风山，凭借着一股不要命的彪悍劲，硬生生从一个无名小卒混成了如今黑风山最大山头的寨主。那日林默一脚踢废王大霸，
又用5两银子羞辱了王二爸。王大爸正是用那最后的5两银子买通一个乞丐，将求救信送上了黑风山。王三娇得知消息，勃然大怒，立刻派人将2个哥哥接上了山。可纵使他寻遍山中草药，王大爸的命根子也彻底废了。如今和王二爸一样，成了个说话尖声尖气、走路扭扭捏捏的废人。这血海深仇，岂能不报？王三娇的脑中计划清晰无比。他从2个哥哥口中得知，那林默邪门得很，武力高的吓人，绝非等闲之辈，硬拼或许会损失惨重，所以他才想出了绑架林默女人的毒计。只要把林默独自一人引上山，他再强，还能强得过自己寨中上百号挥舞着屠刀的兄弟。更何况他最心爱的女人还在自己手上，到时候他敢还手吗？他不敢，他只能像条狗一样跪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想到这里，王三娇肥硕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狰狞的笑容。这时，一个山匪小头目舔着干裂的嘴唇，一脸谄媚地向王三娇请示：大当家的，等宰了那姓林的小子，他这个如花似玉的娘子能不能赏给兄弟们乐呵乐呵？此言一出，整个聚义厅瞬间炸开了锅。对啊，大当家，这娘们长得比天仙还美，赏给兄弟们吧！干死那小白脸，玩死他女人！哈哈哈哈！淫言秽语和狂笑声几乎要掀翻聚义厅的屋顶。王三娇听着手下们的呼喊，发出一阵比男人还要粗野的狂笑。他猛地一拍扶手，高声宣布，声音里充满了残忍的快意：兄弟们，不用等弄死他，等他来了，老娘要你们把他的手脚给捆了，眼睛给他撑开，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你们是怎么一个一个疼爱他这个娇滴滴的美人老婆的。老娘要让他活活看死，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吼！山匪们闻言瞬间爆发出震天的欢呼，一个个双眼赤红，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野狼，兴奋到了极点。角落里，王二爸那张不男不女的脸上却因为亲身见识过林默的恐怖，吓得瑟瑟发抖。他扯了扯王三娇的衣袖，用尖细的声音劝道：三妹，要不还是把人放了吧，那家伙他不是人，他是个魔鬼啊！闭嘴，你个没出息的废物！王大爸一巴掌扇在王二爸的脸上，眼中满是复仇的疯狂与怨毒。有三妹在，有山寨上百号兄弟在，他一个人还能翻了天不成？黑云寨门口，寨门大开，火把将整个山门前照得如同白昼。上百名山匪手持明晃晃的兵刃，分列两旁，组成一条通往死亡的道路，阵仗森严。在那名下破胆的瘦子喽啰的带领下，林默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夜风吹动着他的黑衣，他独自一人一步一步走来，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双本该是多情的眸子，此刻却是一片死寂。死寂的深处翻涌着血色的漩涡，所有接触到他目光的山匪都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心头发寒，握着刀的手都紧了几分。王三娇站在寨子的高台上，身旁就是那个关着苏清月的铁笼，他用一口鬼头大刀的刀背拍了拍铁笼的栏杆，发出当当的刺耳声响。他看到林默真的只身前来，心中大定，正准备开口说几句场面话，好好羞辱一下这个即将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男人。然而林默甚至连看都未曾看他一眼，他的目光穿过人群，越过火把，死死地定格在那个铁笼中的娇弱身影上。然后他动了，没有任何征兆的，他身边那个带路喽啰正想开口邀功，林默却一拳轰出，砰一声闷响，喽啰的脑袋像一个被铁锤砸烂的西瓜，瞬间爆开，红的白的混杂着头骨的碎片喷溅了一地。那具无头的尸体像一个破麻袋般软软的倒了下去，还在微微抽搐。这狠辣血腥的一幕让全场所有叫嚣的山匪瞬间噤声，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气从每个人的脚底板直冲天灵盖。王三娇脸上的得意笑容也瞬间僵住，他预想过无数种开场，却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种。这个男人他疯了吗？他难道不怕自己撕票吗？站住！王三娇脸色一沉，厉声喝道，手中的鬼头大刀已经架在铁笼上，锋利的刀刃对准了里面昏迷的苏清月。小子，你再敢上前一步，老娘立刻就把他捅穿喽！他深知林默实力强悍，绝不能让他靠近，他要先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他。王三娇看着停下脚步的林默，脸上重新浮现出那种掌控一切的残忍笑意。他用刀尖指了指瘫坐在椅子上的王大爸和王二爸，用一种极尽羞辱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道：想救你家娘子，可以，现在立刻给老娘跪下，爬过来，给这两位大爷磕头赔罪，把他们的鞋底给老娘用舌头舔干净了。或许老娘心情一好，可以考虑让你这娇滴滴的娘子死得痛快点。王三娇的心里
已经乐开了花。只要他跪下，只要他肯为了女人放弃尊严，那就等于放弃了一切挣扎。到那时，自己立刻就让兄弟们一拥而上，把他捆个结结实实。好戏就可以开场了。他要让这个男人亲眼看着自己的女人被上百个兄弟轮番享用，他要让他在无尽的屈辱和绝望中哀嚎着死去，他要为自己的2个哥哥报仇雪恨。林默停下了脚步，目光迅速扫视着整个山寨，大约130余人，刀枪林立，杀气腾腾，将通往铁笼的道路彻底封死。王三娇站在铁笼旁，距离他超过10丈，这个距离他就算速度再快也快不过对方手起刀落。强攻等于亲手将苏清月送上死路，常规的手段已经无用。怎么办？林默的心沉入一片死寂，他的意识在识海中疯狂翻涌，搜寻着自己拥有的每一分力量，每一张底牌。突然，一个被他忽略许久的金色光点在识海的角落里闪烁，那是一个礼包，是之前苏清月确认有孕，系统奖励的紫丝棉盐大礼包。卧槽，怎么把这个给忘了？林默心中暗骂自己一声，赶紧下达指令，打开礼包。叮，恭喜宿主打开紫丝棉盐大礼包，获得特殊道具乾坤定魂符星号1。一行金色的文字如同神谕在他眼前浮现。乾坤定魂符，一次性消耗道具，激活后可令方圆100丈之内除宿主外的一切事物陷入绝对的时间静止，效果持续3息。林默眼睛一亮，真是想瞌睡了来枕头，系统你是我亲爹。3息足够了。林默猛地抬起头，一股冰冷的杀意取代了之前所有的焦灼与愤怒，脸上甚至浮现出一抹诡异的令人心悸的笑容。看到他这副模样，王三娇还以为他被自己吓傻了，脸上的得意更甚。怎么想通了？准备当狗了？晚了，老娘现在改主意了，就算你跪下舔鞋，老娘今天也要玩死你老婆，再弄死他。那恶毒的你字还卡在肥硕的喉咙里。林默的手中凭空出现了一张流淌着金色符文的符咒。你敢？王三娇脸色一变，口中乱动2个字还未说出，林默已然捏碎了符咒。嗡，一道无形无质却又仿佛蕴含着天地之理的波纹以林默为中心瞬间扩散开来，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一切都凝固了。王三娇脸上狰狞的笑容，他高举的鬼头大刀，山匪们那一张张狂笑淫邪看热闹的脸全部定格。一个山匪嘴边飞溅的唾沫星子都静止在了空中，折射着火把的光，飘舞的尘埃，燃烧的火焰，呼啸的夜风，万物皆停，唯有林默能动。第1息，林默身形如电出现在王三娇面前。第2息，他夺过王三娇手中的鬼头大刀。第3息，他握紧大刀，用尽全身力气对着王三娇那肥硕的脖颈狠狠地横斩而过。时间恢复流动，噗嗤，一道血箭如同喷泉从王三娇的脖颈处冲天而起，飙出数丈之高。他那颗硕大的头颅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高高飞起，在空中翻滚2圈，然后咕噜噜地滚落在地，肉山般的无头尸身轰然倒地，鲜血将整个高台染成一片暗红。所有山匪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他们的脑子完全无法理解刚才发生了什么。前一瞬大当家还在耀武扬威掌控全场，下一瞬怎么人头就没了？发生了什么？三妹一声不男不女的凄厉尖叫打破了这诡异的死寂。王大爸最先反应过来，他看着自己妹妹那颗死不瞑目的头颅，双目赤红，无尽的恐惧与怨毒让他彻底疯狂。杀了他，给我杀了他！他指着林默，用尽全身力气咆哮。寨子里的金银财宝，女人，谁杀了他就全是谁的。重赏之下必有莽夫。巨大的利益瞬间压倒了山匪们心中的恐惧。杀！为大当家报仇！砍死他！拿金子！拿女人！上百名山匪发出一声呐喊，挥舞着刀枪，如同黑色的潮水，从四面八方朝着高台上的林默疯狂地涌了上来。林默看着身旁那个状若疯魔的王大爸，直接一拳轰出，砰！一道肉眼可见的凝实气劲精准命中王大爸的头颅。王大爸的咆哮声戛然而止，脑袋轰然爆开，红的白的，见了旁边吓傻的王二爸满头满脸。此时众山匪已至，林默的身后就是苏清月，他不能后退半步，而且常规的战斗会拖延太久，变数太多，他要用最快的方式结束这场闹剧。林默体内的气血按照龙凤呈祥诀的法门疯狂运转，涌向一个他从未动用过的法门。
那是苏清月角色值达到100时系统奖励的武技大威天龙。吼！林墨仰天发出一声低喝，他的身后一道恐怖的血色龙影从虚空中浮现，那道血色龙影诡异至极，发出一声令人胆寒的尖锐咆哮。随即无数肉眼可见的血色冲击波以林墨为中心呈环形猛然向四周扩散开来，所过之处冲在最前面的山匪身体如同被攻城巨锤正面轰中，瞬间爆成一团血雾。后面的山匪被血色扫过，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爆炸开来，筋骨尽断，内脏成泥。大威天龙，大威天龙，大威天龙！林墨一连拍出3掌，一时间整个山寨惨叫声、哀嚎声、骨骼碎裂声此起彼伏，却又在下一瞬被更大的声浪所淹没。整个山寨都在剧烈地震战，聚义厅的房梁被冲击波的余威扫中轰然断裂，整座大厅垮塌下来，将数十名山匪活活压死在下面。浓重的血腥味弥漫开来，整个世界恢复了清静。烟尘散去，原本喧嚣的山寨此刻已经变成了修罗地狱，满地都是残肢断臂，血流成河。场中还能站着的山匪不足10人，他们一个个浑身是血，看着眼前这无比恐怖一幕，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鬼啊，跑，快跑啊！幸存的几人发出惊恐到变调的尖叫，再也提不起一丝一毫的抵抗之心，连滚带爬地向山寨外逃去。高台上，林墨的眼神依旧冰冷如铁，没有半分怜悯。他身形一闪，追了上去，砰！一拳击碎一名山匪的脑袋，扑哧！一掌插穿一名山匪的胸腔。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死神，在自己创造的地狱中收割着最后的几个生命。他要血洗这里，不留一个活口。当最后一名山匪被他一拳轰碎脑袋，瘫倒在寨门前时，整个黑云寨死寂一片。林墨抬起头，看向高台上那个依然紧闭的铁笼，那双布满血丝的眸子里，滔天的杀意渐渐褪去，化作了无尽的温柔与心疼。整个黑云寨已化作人间炼狱，空气中弥漫着浓稠到令人作呕的血腥与焦臭，残肢断臂铺满地面，暗红色的血液汇成溪流。唯一的活物只剩下瘫软在虎皮一旁早已屎尿齐流的王二爸，他浑身抖得如同风中落叶，眼瞳涣散，看着那个踏着血泊一步步向他走来的黑衣魔神。那人身上沾满了血，有些已经凝固成暗红的块状，有些还在顺着衣角滴落。大，每一步都像是死神的足音，重重踩在王二爸的心脏上。他想尖叫，喉咙却被恐惧死死扼住，发不出任何声响。那股浓烈的血气扑面而来，让他胃里翻江倒海，几乎当场晕厥。林墨在他面前站定，头下的阴影将王二爸完全笼罩。他俯下身，俊美的脸上没有半分煞气，只有一片死寂的平静。正是这种平静，比任何狰狞的表情都更让人恐惧。你们王家除了你们兄妹3人，在黑风城或者其他地方还有别的亲人吗？林墨的声音很轻很平淡，像是在问今天天气如何。可这问题的内容却让王二爸的灵魂都在战栗。斩草除根，这个魔鬼要斩草除根。没有了。王二爸涕泪横流，拼命磕头，额头在坚硬的地面上撞出鲜血。大爷爷爷，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就是个屁，您放了我吧。林墨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不再多说一个字，伸出手轻轻搭在了王二爸的后颈上。王二爸的哭嚎戛然而止，他感受到了那只手上传来的温度，以及那不容抗拒的力量。咔嚓，一声轻微的骨裂声响起，王二爸的脑袋垂了下去，眼中的光彩彻底熄灭。至此，王家3兄妹尽数伏诛。林墨站起身，看都未看那具尸体一眼，转身走向高台中央的巨大铁笼。他心中那焚天逐海的戾气，在确认仇人死绝之后，如同潮水般退去，只剩下对笼中人的无尽心疼。铁笼里，苏清月蜷缩成一团，她身上的衣裙已经褶皱不堪，还沾染了些许污泥。平日里梳理的一丝不苟的秀美发髻也已散乱，几缕青丝凌乱地贴在她那张苍白而布满泪痕的俏脸上。即便是如此狼狈的模样，她那清丽温婉的绝美容颜依旧美得惊心动魄。她紧闭着双眼，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似乎正深陷于无边的噩梦之中，娇躯不时地轻轻颤抖。林墨眼中的冰寒瞬间融化，他抬起拳头，气血流转，咔一声脆响，那金刚打造的大锁应声而断。拉开笼门，动作轻柔，林墨小心翼翼地将苏清月抱了出来，怀中的娇躯温软而轻盈。或许是感受到了陌生的触碰，又或是林墨身上那尚未散尽的血腥气刺激了他，苏清月从噩梦中猛然惊醒。啊！他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开始在林默怀中拼命的挣扎。别碰我，滚开，别碰我！他的双手胡乱的推拒着，双腿也在乱蹬，眼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显然是把林默当成了那些污言秽语的山匪。清月，林默心中一痛，如同被钢针狠狠扎了一下。他收紧双臂，将他柔软的身子紧紧顾在怀里，不让他伤到自己。他低下头，将自己的脸颊贴上他的额头，用最温柔的声音在他耳边安抚。清月，别怕，是我，相公来了，没事了，都过去了。这熟悉的声音，这熟悉的气息，像是一道暖流，涌入了苏清月那被恐惧冰封的世界。他缓缓睁开眼睛，视野从模糊到清晰，终于看清了眼前这张脸，是林默，是他的相公。他满身是血，脸上还带着一丝疲惫，可那双看着他的眼睛里却盛满了他从未见过的温柔与心疼，所有的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呜哇！苏清月再也忍不住，一把死死地抱住林默的脖子，将脸埋在他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里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有被绑架时的恐惧，更有对他无尽的委屈和依赖，仿佛要将这辈子所有的泪水都在此刻流尽。林默，我怕，我好怕！他语无伦次地哭诉着，娇躯在他怀里抖个不停。好了，好了，不哭了。林默轻轻拍着他的后背，任由他的泪水浸湿自己的衣襟。没事了，不哭了。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声音里满是温柔。哭了许久，苏清月心力交瘁，在林默怀中再次昏睡了过去。林默怜惜地看着他熟睡的容颜，脱下自己的外袍，将他娇软的身子紧紧裹住，只露出一张梨花带雨的小脸。他抱着他，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下那座尸山血海般的高台。他走过遍地狼藉的山寨，没有再看那些尸体一眼，仿佛刚刚那个大开杀戒的魔神根本不是他，他只是一个抱着自己失而复得的珍宝急着回家的男人。夜色深沉，定北府门前灯火通明，秦如雪一身劲装，手按剑柄，如同一尊冰冷的雕塑站在府门外。他身后是几十名神情肃杀的老兵，整个府邸的气氛凝重到了极点。当远处那道熟悉的身影出现时，秦如雪一颗悬着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回来了。可当林默走近，当他看清林默怀里抱着的苏清月以及他那一身骇人的血迹时，秦如雪那张明艳的俏脸瞬间血色尽退。大姐，林默！秦如雪一个箭步冲了上去，跟在他身后的几位嫂嫂也惊呼着围了过来。他怎么样了？秦如雪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目光紧紧锁在昏迷的苏清月脸上。受了惊吓，去请大夫。林默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依旧指令清晰。快去！管家王伯立刻反应过来，连滚带爬的派人去请大夫。林默抱着苏清月快速穿过庭院，直奔苏清月居住的卧房。秦如雪和几位嫂嫂紧随其后，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担忧，尤其是秦如雪，她看着林默那挺拔却略显疲惫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这个男人真的单枪匹马把大姐救了回来，他身上的血是敌人的还是他自己的？他有没有受伤？这些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连他自己都未发觉，自己的担忧早已不仅仅只在大姐一人身上。很快，全城最有名的老大夫被半请半假的带了过来。老大夫提着药箱，战战兢兢地走进房间，看到床榻上苏清月的模样，也是心头一惊。林默站在床边，一双泛着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老大夫，那无形的压力让老大夫额头冷汗直冒。大夫，快把脉。是。老大夫不敢怠慢，连忙上前，隔着丝帕为苏清月诊脉。房间里静得落针可闻，所有人的心都揪着。片刻后，老大夫收回手，长长的松了口气。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对林默躬身道：林公子放心，夫人只是受了惊吓，气血有些虚浮，并无大碍，待老夫开几副安神的方子，静养几日便好。众人闻言齐齐松了口气，林默紧绷的身体也终于有了一丝松弛。然而老大夫接下来的话却像一道惊雷在房间里炸响。他脸上露出笑容，再次拱手道喜，而且恭喜公子，贺喜公子。从脉象上看，夫人应是已有身孕，只是月份尚浅，加之受了惊吓，胎气有些不稳。老夫会额外给夫人开几副安胎的方子，好生调养，定能为公子诞下灵儿。怀孕了，这个消息让秦如雪和在场的其他人都愣住了，他们的目光下意识地汇聚到苏清月那平坦的小腹上，那里已经孕育了林家的希望。秦如雪的眼神最为复杂，有震惊，有羡慕，还有一丝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嫉妒，但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为这个家感到的喜悦。林家有后了，父兄们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谢谢大夫。林默从怀中直接掏出一个银锭，塞到老大夫手里，用最好的药
多少钱都行。一定一定。老大夫喜出望外，连连保证。送走大夫，林默遣散了众人，让他们去休息。房间里只剩下他和依旧昏睡的苏清月。他坐在床边，用温热的毛巾一点一点将他脸上的泪痕和污迹擦拭干净，动作轻柔的像是对待一件稀世珍宝。昏睡中的苏清月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存在，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他无意识地伸出手在空中抓了抓，嘴里发出梦一般的呢喃：相公，别走，我怕。林默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触动，他伸出自己的大手，紧紧地回握住他柔软无骨的小手。不走，我就在这里守着你。苏清月再次醒来时已是午后，窗外的阳光透过薄纱，在房间里洒下柔和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的安神草药香令人心安。他侧过头，便看到林默正坐在床边，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一只手依然紧紧地固执地握着他的手。他清俊的脸庞上带着几分疲惫，眼下有淡淡的青涩，显然昨晚并未好好休息。苏清月心中一软，泛起一阵难以言喻的酸涩与甜蜜。这个平日里总是没个正经，嘴巴坏得能气死人的男人，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却成了他最坚实的依靠。他试着轻轻抽了抽手，没想到林默立刻就醒了。他睁开眼，眸子里先是闪过一丝警惕，待看清是他醒了，那份锐利才迅速褪去，化为一片柔和。醒了，感觉怎么样？林默凑过来，声音里还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沙哑。苏清月摇了摇头，小声道：我没事了，你去歇会儿吧，看你累的。我没事，铁打的。林默咧嘴一笑，随即端起旁边温着的一碗黑乎乎的汤药。来，我的大夫人，该喝药了。大夫说了，这药安神补气，对你和对胎儿都好。他的话音刚落，苏清月好看的眉头就立刻蹙成了一团，秀气的鼻子也嫌弃的皱了皱，全部的注意力都被那碗药浓重的苦味给吸引了过去。他下意识的往后缩了缩，小声抗议：好苦的，我不想喝。说完还带着几分撒娇的意味瞥了林默一眼，却发现他正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混杂着温柔、欣喜和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那眼神让他心中一怔，脑海里忽然一道闪电划过，将林默刚才那句话的尾音重新拉了回来。对你和对胎儿都好。胎儿？等等。苏清月的美眸微微睁大，脸上的抗拒瞬间被一种难以置信的错愕所取代。他有些结巴地问道：你刚才说什么？对我和胎儿？什么胎儿？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紧紧地盯着林默，生怕是自己听错了，又或是这个坏家伙又在想什么法子逗弄自己。林默嘴角的笑意加深，他小心翼翼地放下药碗，坐到床沿，伸出温热的大手，轻轻地附上他的小腹。他的声音低沉而郑重，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苏清月的心坎上。就是我们的孩子，清月，你肚子里已经有了我们林家的骨肉了。轰！苏清月彻底僵住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呆呆地看着林默，又下意识地顺着他的手看向自己的小腹，那里有一个小生命，是林家的血脉，是公公临终前最期盼的香火延续。一瞬间，无数种情绪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有初为人母的茫然，有失而复得的狂喜，更有承载着整个家族希望的巨大感动。他的眼圈唰的一下就红了，晶莹的泪珠不受控制地从眼角滑落，顺着他的脸颊滚下。那碗让他避之不及的苦药，此刻在他眼中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要珍贵。他伸出手，主动从林默手中接过药碗，这一次没有丝毫犹豫，仰头便一饮而尽。苦涩的药汁划过喉咙，让他想呕，却强行忍住了。喝完药，他放下空碗，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一把扑进林默的怀里，将脸深深埋进了他的胸膛。林默感受着怀中娇躯的颤抖，只是笑着轻轻拍打他的后背。傻瓜，这是天大的喜事，哭什么？苏清月在他怀里闷闷地道：我就是高兴，高兴就好。林默坏笑起来，既然高兴，那咱们就得商量点正事了。苏清月抬起泪眼婆娑的俏脸，好奇道：什么正事？当然是给咱们的娃起个响亮的名字。林默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捏着下巴沉思。苏清月一听，顿时被转移了注意力，心中涌起一股甜蜜。她靠在林默怀里，柔声问：夫君，你觉得叫什么好呢？我想好了。林默一拍大腿，掷地有声：如果是儿子，必须得霸气，就叫林霸天。苏清月脸上的甜蜜瞬间凝固，她眨了眨眼，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林霸天，这名字怎么听着跟山大王似的？怎么不喜欢？林默剑眉一挑，露出一副你太没品位的表情。那林傲天呢？这个够不够拽？一听就是人中龙凤。苏清月的嘴角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
夫君，别急，我还有备选。林默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兴奋的继续。实在不行，就叫林日天。你听，日天日天，连天都敢日，这气魄，以后谁敢惹咱儿子？轰！苏清月感觉自己的脑子嗡的一声，整张脸从脖子红到了耳朵尖。日天，这个混蛋，登徒子，他怎么能想出这么不知羞耻的名字来？林默！苏清月又羞又怒，一把推开他，抓起身边的枕头就往他身上砸。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太难听了，不许叫这个，羞死人了！哎，你这就不懂了吧？林默轻松接住枕头，一脸痛心疾首。名字就是门面，就是要霸气侧漏，这样以后咱儿子走出去，别人一听名字就腿软，省了多少麻烦事。看着林默那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样子，苏清月气得说不出话来，只能鼓着腮帮子把头扭到一边，不理你了，你自己去霸天，去日天吧。那娇嗔的模样看得林默心头一热，他笑着凑过去，从背后将他重新揽入怀中。好了好了，开个玩笑，看把你给气的。他的声音温柔下来，在他的耳边低语。不过清月啊，这只是一个开始。苏清月被他温热的气息弄得耳朵痒痒的，心里那点气也消了，好奇地问：什么开始？当然是我们林家开枝散叶的开始啊。林默的语气里充满了雄心壮志。一个娃哪够？以后你得给我生一个足球队。足球队？苏清月愣住了，这个词汇他从未听过。他茫然地转过头，那双清澈如水的美眸里写满了大大的问号。夫君，足球队是什么队？很厉害的军队吗？林默卡壳了，完犊子，忘了这是古代了。他眼珠子一转，开始耐心解释。足球队不是军队，是一种体育竞技队伍，就是在一块很大的草地上，有2拨人，每一波需要11个队员，大家一起追着一个皮球跑，想办法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里。林默越说越起劲，而苏清月则完全被他话里的某个数字给镇住了。他的大脑艰难地处理着这个信息，一波11个队员。他掰着自己纤细的手指头算了算，然后那张温婉动人的俏脸从茫然到震惊再到惊恐，最后化为一片绯红的薄怒。11个！苏清月的声音都变调了。下一秒，林默腰间的软肉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林默倒抽一口凉气。林默，你当我是猪吗？苏清月羞愤欲绝，手上力道又加重了几分。生11个？你怎么想的？我不生了。夜深，定北府书房。下午安抚好苏清月后，林默又悄然折返了一趟黑云寨。此刻，书房角落里多了3口沉甸甸的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从黑云寨搜刮来的金银珠宝，足够定北府几年的开销。可这笔横财并未给林默带来多少喜悦，烛火摇曳，将他的身影在墙壁上拉得长长的。白日里，苏清月怀孕带来的狂喜已然沉淀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而沉重的压力，就像一块巨石死死地压在林默的心口。黑云寨的血腥味仿佛还未散尽，王三娇那恶毒的诅咒犹在耳边。这次他能及时赶到，下次呢？万一哪天仇家不讲武德，玩一手调虎离山，再来个声东击西，他护得住这个，护不住那个。偌大的定北府，除了他几乎再无战力，光靠他一个人就像用一双手去捂住4处漏风的墙，根本护不住。必须建立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绝对忠诚的力量。林默的指节在冰凉的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击着，哒哒哒。他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道飒爽的身影，秦如雪，那个总是对他横眉冷对，动不动就想拔剑的女人，那个在武士上一眼就能从人群中挑出精锐老兵的将门虎女。论统兵练兵，整个定北府无人能出其右。也不知那50个老兵被他安置的怎么样了。哒哒哒。林默一拍大腿，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步流星地往外走，去问问。另一边，秦如雪的闺房内雾气缭绕，一个比寻常浴盆大了1圈的浴桶中正盛满了滚烫的热水，水中加了舒筋活血的珍贵药材，淡淡的草木清香弥漫在整个房间。秦如雪正靠在桶壁上，闭着美眸，试图用这滚烫的水洗去一身的疲惫，以及心中那份怎么也挥之不去的异样。昨夜，当他看到林默抱着苏清月，浑身是血的从黑暗中走回来时，他那颗一向坚如磐石的心不受控制的狂跳起来。有对大姐安危的担忧，有对林默实力的震惊，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感觉。可紧接着，大夫宣布苏清月怀孕的消息又像一根针狠狠刺了他一下。他为林家有后感到由衷的高兴。
可心底深处却又泛起一股莫名的酸涩与失落。这种复杂矛盾的感觉让他心乱如麻。热水漫过他的香肩，常年习武锻炼出的优美曲线在水下若隐若现，肌肤并非苏清月那般细腻如雪，而是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光泽。双腿修长有力，腰肢却又纤细的不盈一握，勾勒出一道完美的曲线。就在他心烦意乱之际，砰一声巨响，秦如雪那紧闭的房门竟然被人从外面一脚粗暴地踹开。啊！他一声尖叫，像受惊的兔子般猛地往下一沉，整个人瞬间缩进了水里，只剩下一个通红的俏脸和圆润的肩头露在水面上，一双水眸又羞又怒地瞪着门口。只见林默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脸上没有半分他所熟悉的戏谑和玩味，反而是一本正经的严肃。林默，你混蛋，滚出去！秦如雪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从水里捞出一把剑来，把这个混蛋砍成8段。3更半夜闯他闺房还踢门，简直是禽兽。林默却对他的怒吼充耳不闻，径直走到浴桶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他表情严肃，语气沉重：我有万分重要的事要和你商量。秦如雪的怒火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严肃给浇得一滞。万分重要？他脑子有点懵，什么事能紧急到这种地步？可看着他那张写满10万火急的脸，秦如雪的火气莫名其妙地消散了一些。他咬着下唇，警惕地看着他。什么事？林默沉声道。清月被掳，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光靠我一个人护不住你们所有人。听到这话，秦如雪的心也跟着一沉。没错，苏清月被绑架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同样巨大。作为将门之后，她感觉自己的尊严和职责都受到了挑衅。之前你招募的那50个老兵，现在情况如何？林默直接切入正题。一谈到正事，秦如雪立刻进入了状态。她虽然还泡在水里，但语气已经恢复了平日的干练。下午你陪大姐时，我盘算了下，光靠那50个老兵来守着定北府，还是有些捉襟见肘，所以我又招了50人，也都是上过战场见过血的，底子不错，只是刚来，心都还有些不稳，都在观望。林默点点头。明天早晨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我打算把他们的月钱往上翻1倍，伙食标准也要顿顿有肉。秦如雪一愣，翻1倍，伙食还要顿顿有肉？普通府邸的护院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林默这事要用钱砸人，这有这个必要吗？他有些迟疑。有。林默斩钉截铁，咱们刚入主定北府，根基不稳，外面又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护院这块现在绝对不能出问题。他看着秦如雪，眼神前所未有的认真。所以我想把这定北府所有房屋全交给你负责，人员招募、日常训练、巡逻布防，全部你说了算。我只有一个要求，把定北府打造成一个铁桶，连一只蚊子都不能随便飞进来的那种。秦如雪彻底愣住了，整个人呆呆地泡在水里，忘了羞涩，也忘了愤怒。全负责，自己说了算。从小到大，他熟读兵法，苦练武艺，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像父亲和兄长一样统兵作战，保家卫国。可他终究是个女儿身，父亲虽然疼爱他，却也从未真正让他插手过军中事务。他的一身抱负无处施展，可现在这个被他一直视为无赖登徒子的男人，却将整个家的安危，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毫不犹豫地交到了他的手上。这一刻，秦如雪的心被狠狠触动了一下。他看着林默，看着他那张严肃认真的脸，心中五味杂陈，感动、震惊，还有一种被认可、被信任的巨大满足感。林默在他心里的形象，第一次从一个无赖登徒子，开始向一个值得信赖的家主转变。这家伙好像也不是那么讨人厌。怎么，没信心？林默见他不说话，故意激了他一句。谁说的？秦如雪立刻反驳，胸前的水面都因为他的动作而荡漾起来。他挺了挺胸，一股傲气油然而生。区府邸房务，小事一桩，你放心，不出半月，我保证定北府固若金汤。好，有气魄。林默赞了一句，然后又补充道：你放开手去干，100人不够就继续再招，钱不是问题，但人品和身手必须过硬。知道了。秦如雪点头应下，心中已经开始盘算起招兵买马的计划。气氛一时间变得无比和谐且充满信任。秦如雪甚至都忘了自己还光溜溜地泡在水里，满脑子都是如何排兵布阵，将定北府打造成固若金汤的堡垒。然而就在这时，他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林默的手，只见林默当着他的面正在慢条斯理地解自己的衣带，唰的一下，腰带被解开了。秦如雪，他脑子里的所有布防图、训练计划瞬间被清空，
变成了一片空白。你干嘛？他惊恐地看着林默，刚刚升起的那点好感和敬佩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警惕和羞愤。这个混蛋，果然还是狗改不了吃屎。刚说了几句正经话，就原形毕露了。林默一边脱下自己的外袍，一边理直气壮地开口，脸上依旧是那副我为你着想的严肃表情。光给你权力还不够，你自己的实力也得跟上才行。万一有高手潜入，你这个总教头要是被人一招放倒，那多丢人。所以为了让你尽快提升实力，追上我的脚步，我只能牺牲一下我自己，亲自来帮你操练一番了。话音未落，在秦如雪见鬼般的表情中，林默扑通一声直接跳进了浴桶，哗啦，水花四溅，温暖的洗澡水瞬间变成了惊涛骇浪。啊，林默，你这个无耻的混蛋，滚出去啊！秦如雪的尖叫声几乎要掀翻整个屋顶。夜深沉如墨，秦如雪的闺房内烛火不安地跳动着，将两道纠缠的身影投在墙壁上。空气中还残留着浴桶里名贵药材的清香，却又混杂着一种更加暧昧、更加令人心跳加速的气息。秦如雪终于寻回了一丝力气，挣扎着披上了凌乱的衣衫，但那散乱的鬓发，还有那张到此刻都红得能滴出血来的俏脸，无声地诉说着不久前发生的一切。他手里紧紧攥着那把林默送给他的莲花剑，冰冷的剑尖此刻正不偏不倚地抵在林默的喉咙上，剑身因为主人极致的羞愤正微微的颤抖。反观林默，他赤着上半身，精壮的肌肉线条在烛火下若隐若现。林默举着双手做投降状，娘子冷静冷静，谋杀亲夫可是大罪，要进猪笼的。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再说用我送你的剑来杀我，是不是有点不讲武德？闭嘴，你这个无耻之徒！秦如雪的美眸里简直要喷出火来，一口银牙咬得咯咯作响。她的脑子里现在就是一锅沸腾的粥，羞愤、恼怒、不甘，无数种情绪在胸口横冲直撞。可偏偏在这些情绪的缝隙里，又有一丝连她自己都恨不得掐死的异样感觉在悄悄蔓延。那是一种身体被彻底征服后的无力感，还有一种让她心惊肉跳的悸动。这两种感觉交织在一起，让她心乱如麻，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一剑杀了他，可是他下不了手。林默看着他那副快要气哭又强撑着凶狠的模样，心里觉得好笑，嘴上却一本正经。他非但没退，反而迎着剑锋又往前凑近了一分，喉结几乎碰到了剑尖。娘子，我知道你现在很难理解我的一片苦心。林默开口，语气无比诚恳，但你听我解释，刚才那事儿真不是我一时冲动占你便宜，我这是在帮你变强。难道你没感觉到你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变你个大头鬼！秦如雪听到这话，怒火噌的一下又蹿高了3丈。变化？除了被这混蛋折腾的路都走不稳了之外，还有什么变化？他越想越气，这个臭混蛋占了他的身子，居然还敢在这里胡说八道。他真当自己是大姐那种傻白甜，3言2语就能被他忽悠瘸了，简直欺人太甚。我杀了你这个满嘴鬼话的臭混蛋！秦如雪气急败坏，也顾不上了，抵着林默喉咙的剑鬼使神差的就朝旁边空处猛地一挥。他只是想发泄，想劈碎点什么东西来平息自己的怒火。然而嗡，一道淡红色的剑气竟然脱离剑身，如同一道红色闪电，瞬间划破了空气。砰啷一声巨响，不远处那张用来摆放茶具的红木八仙桌应声而裂，从中间被整整齐齐地劈成了2半，碎裂的木块和瓷器稀里哗啦地掉了一地，整个房间瞬间寂静。秦如雪傻了，她呆呆地看着自己手里的剑，又看了看那张被劈成2半的桌子，大脑直接宕机。这是我干的。林默也愣住了，卧槽，剑气外放，闹呢？之前和苏清月双修，也就是让她皮肤变好，身体变棒，顺便提升一下颜值。这秦如雪怎么画风突变，直接快进到玄幻频道了？这是觉醒了什么奇怪的属性吗？林默心念一动，立刻打开了秦如雪的面板。美人秦如雪，状态已收录，角色值94100，水眸寒星，亲密度82100，遇水之欢，专属天赋不屈未激活，激活条件让秦如雪穿上劲爆的舞娘装，为你舞一曲，未完成。天赋效果，激活后宿主获得坚韧体质，该体质能大幅减免利刃、钝器、拳脚等物理方式所造成的伤害。面板上除了亲密度因为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遇水之欢从70飙升到了82之外，天赋那一栏还是灰色的。
没变化？难道是龙凤呈祥诀这功法会根据双修对象的不同体质产生不同效果？苏清月是温柔美人，所以是美容养颜；秦如雪是江门虎女，所以是战斗力狂飙。有点意思。看着还愣在原地震惊于自己变化的秦如雪，林墨知道机会来了，他立刻欺身上前：“你别过来！”秦如雪见他靠近，下意识的又要举剑，却被林墨一把抓住手腕，轻轻将剑按下。林墨的表情前所未有的认真：“别动，坐下，闭上眼睛，用心感受一下你的丹田和经脉，看看有什么不一样了。”秦如雪一怔，看着林墨那张严肃到不带一丝玩笑的脸，他心里虽然还是又气又恼，但刚才那一剑隔空斩碎桌子的事实在太过匪夷所思。犹豫再三，他羞愤地瞪了林墨一眼，终究还是听话，盘腿在床上坐好，闭上了那双勾人的凤眸。怎么样，能感觉到什么？林墨循循善诱。秦如雪屏息凝神，将心神沉入体内。很快，她那好看的秀眉就微微蹙了起来。在她的感知中，体内似乎真的多了一样东西，那是一缕极细微的如同发丝般的红色气流，正在她的经脉中缓缓游走。这股气流所过之处，暖洋洋的，无比舒爽。一些她常年习武留下的连老大夫都束手无策的暗伤旧疾，竟然在这股气流的冲刷下，有种苏苏妈妈正在被修复的感觉。这怎么可能？秦如雪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她猛地睁开眼，看向林墨，声音里带着无法掩饰的震惊：“有一缕红色的丝线在我身体里游走，它好像在治我的旧伤。”红丝，果然。林墨心中大定，看来是自己的气血通过双修进入了他的体内，并且因为他的武者体质产生了这种奇特的强化效果。这波稳拿了。我刚才发出的那道剑气，真的是因为你刚才对我那个了。问出这句话，秦如雪的脸颊再次飞上红霞，但眼神却异常认真。当然。林墨见他已经彻底动摇，立刻挺直了腰板，一脸正气凛然。而且我告诉你，这还只是个开始，只要我们以后勤加修炼，别说剑气，日后你徒手碎大石，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那都不是梦。林墨一边说，一边巧妙地将话题引回到之前商议的大事上。到时候这定北府的防务，我才能真正放心地交给你。你想想，你一出手，剑气纵横几十米，谁还敢来咱们家撒野？那帮宵小之辈见了你不得绕着走。林墨一番话，瞬间拔高了整件事的格局。秦如雪一个彻头彻尾的武痴，彻底被林墨给绕了进去。他脑子里已经不自觉地开始想象自己功力大进，一剑袭来，将所有敌人斩于马下，把定北府打造成铁桶江山的威风场景。一时间，他竟然忘了追究林墨的罪行。他看着林墨那张一本正经的脸，心中第一次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或许他也不完全是为了那种事。林墨看着秦如雪那神游天外、双眼放光的模样，知道鱼儿已经彻底上钩，是时候收网了。他清了清嗓子，脸上露出一抹恰到好处的忧虑，叹了口气。不过我这功法也有个缺陷。什么缺陷？秦如雪的心立刻提了起来，紧张地追问。林墨摸着下巴，缓缓开口：我这功法讲究的是一个心意相通、阴阳调和，可是我们之间，说实话，这契合度还远远不够，所以刚才的效果只能算是事倍功半。他指了指地上那堆桌子的残骸，你看，就是因为刚才你心里对我杀意太盛，导致真气逆冲，才会失控斩坏了桌子。这要是对着人，岂不是要出大事？想要完美掌控这股力量，甚至让它变得更强，我们必须增进一下感情，提高我们的契合度才行。你……秦如雪的脸腾的一下，又从脖子根红到了耳朵尖。他总算反应过来了，怒道：你还想怎样？林墨嘿嘿一笑，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他凑到秦如雪耳边，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吹着热气。很简单，娘子，为了家族，为了大家，也为了你能早日成为绝世高手，咱们还得继续磨练啊。话音未落，秦如雪只觉得天旋地转，再次被林墨压在了身下。莲花剑当啷一声从他无力的手中滑落，掉在了地上。林墨，你这个混蛋，你又来！他后面的话全都被堵了回去。闺房里烛火摇曳，这一次秦如雪的反抗似乎没那么激烈了，毕竟这都是为了修炼，为了家族。一定是这样的。晨光自窗棂洒落，映照出满室的狼藉。被撕裂的衣衫散落在地，那只巨大的楠木浴桶旁，水渍早已干涸。秦如雪长长的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了眼睛。宿醉般的酸痛感从4肢百骸传来，让她下意识地蹙起了秀眉。
昨夜的记忆如破碎的潮水，断断续续地涌入脑海。那个混蛋无耻的笑脸，滚烫的呼吸，还有那让他完全无法抵抗的蛮横的掠夺。他下意识地翻了个身，伸出手臂想去抱那个温暖的火炉，结果却捞了个空。冰凉的触感让他瞬间清醒。他猛地坐起身，颈背从香肩上滑落，露出一片被折腾出的暧昧痕迹。身边空空如也，床铺的另一侧甚至已经没了温度。那个混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秦如雪的心猛地一沉，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涌了上来，有生气，更多的是失落。昨夜还对自己那般热情，甜言蜜语说了一箩筐，结果天一亮人就没影了。真是雨露既湿，便弃之如敝履。这个薄情的登徒子，混蛋，王八蛋！秦如雪抓起枕头，狠狠地在床上捶了两下，仿佛那就是林默那可恶的笑脸。可气归气，当他沉下心来，却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那股奇妙的变化。丹田之中，那缕原本细若发丝的红色气流，经过一夜的磨练，竟然壮大了好几圈，如同一条温顺的小蛇，在他经脉中欢快地游走。所过之处，暖意融融，那些陈年旧伤带来的滞涩感，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感。秦如雪彻底看不透林默了，从一个随时可能嗝屁的病秧子，摇身一变成了深不可测的高手。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想不明白。不过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变强的感觉让他沉迷。定北府演武场，天刚蒙蒙亮，晨风还带着几分凉意。秦如雪换上了一身火红色的劲装，将她那常年锻炼出的完美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那双腿笔直修长，充满了爆发力。只是俏脸含霜情，如雪试图用冰冷的表情来掩盖内心的波澜。可昨夜那些疯狂的画面和林默那张脸总是不受控制的往外冒，让他心烦意乱。他将莲花剑抱在胸前，打量着眼前这100人的队伍。站在前排的是之前他挑选的那50名老兵，他们站姿笔挺，眼神沉稳，看向秦如雪时，目光中带着一丝发自内心的敬畏。而站在后排的是新来的50人，他们松松垮垮，吊儿郎当，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不屑。就在这时，一个懒洋洋的身影打着哈欠晃了过来。哈！林默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食盒，一副没睡醒的样子。他站到队伍前，清了清嗓子：“各位兄弟，欢迎加入定北府。我叫林默，是这定北府的新主人。今天把大家召集来，是想宣布个事儿。从今天起，所有护院月钱在你们之前谈好的基础上再翻1倍，伙食以后顿顿有肉。”哗！此言一出，全场炸锅，涨1倍。这些老兵走南闯北，给不少大户人家当过护院，别说1倍，能按时足额发月钱的，都算是良心东家了。林爷威武，我等誓死效忠林爷。人群中立刻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之前的散漫一扫而空。林默笑着压了压手，继续抛出重磅炸弹。另外，从今日起，我的二夫人秦如雪将担任定北府总教头一职，全权负责府邸所有防卫部署与人员训练。他顿了顿，扫视全场，声音一沉：所以从今以后，府内一切事务皆由他断，他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若有不服管教、阳奉阴违者，他有权对任何人全权处置。此话一出，刚刚还一片欢腾的演武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视线都唰的一下聚焦在了秦如雪身上，有赞叹，有敬佩，有错愕，有不屑。然而林默却无视了众人的所有反应，他提着食盒径直走到秦如雪面前，在1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露出了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夫人，昨夜操劳，想必是累坏了。他打开食盒，一股浓郁的鸡汤香味瞬间弥漫开来。我特地让厨房给你炖了10全大补汤，快，趁热喝了，好好补补身子。说到这里，他故意凑近了些，晚上好继续操练。轰！秦如雪感觉自己脑子里的那根弦瞬间断了，她的脸唰的一下从脸颊红到了耳根，简直能滴出血来。这个混蛋，登徒子，他怎么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种话？秦如雪恨不得一剑戳死眼前这张笑嘻嘻的脸。可当他看到食盒里那碗热气腾腾、用料十足的补汤时，心中那股滔天的怒火却又鬼使神差的被一股暖流给冲散了些。原来他一大早不见人影，是去厨房盯着下人给自己炖汤了吗？一时间心中那点失落竟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暖意给冲散。这个混蛋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秦如雪和林默这番旁若无人的亲昵举动落在那些兵痞子眼里，味道就全变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像头熊的刺头忍不住站了出来，他叫张奎，
一身横练功夫，自视甚高。他朝林默拱了拱手，眼神却斜着瞟向秦如雪，语气阴阳怪气：“林爷，咱们兄弟都是粗人，不懂什么怜香惜玉。你让我们听一个女人的，还是个这么如花似玉的女人，兄弟们这心里不踏实啊！”他话音一落，周围立刻响起一片哄笑声。就是啊，张奎说的对，这总教头的位置是不是在床上定下来的啊？细皮嫩肉的，别回头操练我们的时候，反倒把自己给累坏了。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后排那50名老兵闻言，眉头齐齐皱起。秦如雪的俏脸也瞬间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他正愁一肚子火没处发泄，这群不开眼的蠢货就自己撞上来了。更好死不死的是林默那个混蛋，他居然搬了张太师椅，大喇喇地坐到了一旁，端起茶杯，一副准备看好戏的表情。好，很好。秦如雪胸口剧烈起伏，压下心头所有的羞愤和悸动，只剩下一片冰冷的杀意。他决定了，今天必须拿这个不开眼的家伙立立威。你想怎么个踏实法？秦如雪冰冷的声音响起，不带一丝感情。张奎咧嘴一笑，露出满口黄牙。简单，总教头，你跟我比划比划，你要是能在我手上走过10招，兄弟我就服你。以后你说东，我绝不往西。好。不等秦如雪回答，看戏的林默率先拍手叫好了。有种，就这么定了。张奎，你要是输了，这个月的月钱全扣了。张奎一愣，随即狂笑。林爷放心，我不可能输。那就开始吧。林默一声令下，不准备插手。想让这帮兵痞子心服口服，只能靠秦如月自己的本事。他林默帮不上忙。秦如雪冷哼一声，将怀里的莲花剑随手扔给旁边的丫鬟。对付你用不着剑。他向前一步，赤手空拳对着张奎勾了勾手指。来吧，别浪费时间。那股睥睨天下的傲气让张奎脸上的笑容一僵，随即恼羞成怒。来就来，难道还怕你不成？定北府又怎么了？他张奎只认实力。怒吼一声，张奎砂锅大的拳头带着恶风直直朝秦如雪面门砸去。这一拳势大力沉，虎虎生风，周围的护院们都发出了惊呼。这一拳要是砸实了，这张漂亮的小脸蛋可就毁了。然而秦如雪不闪不避，就在拳风即将触及她发丝的瞬间，她动了。她的身体微微一侧，张奎的拳头几乎是擦着她的发丝打了过去。好快！张奎心中一惊，还来不及变招，秦如雪却不给机会。经过林默昨夜的洗礼，他的身法更快，力量更足，招式间更是带上了一丝难以言喻的灵动。他将昨夜积攒的所有羞愤、恼怒尽数发泄在了拳脚之中。一记手刀精准地切在张奎的手腕上，咔一声脆响，张奎只觉整条右臂瞬间酸麻，再也使不出一丝力气。秦如雪的势不饶人，一连串的攻击如狂风暴雨般落下。肘击、膝撞、鞭腿，他的动作快如闪电，每一击都打在张奎最脆弱的关节处，每一招都让他痛苦万分，同时又卸掉他所有的力道。演武场上所有人都看傻了，他们只能看到一道红色的残影围着壮硕如熊的张奎疯狂输出，而张奎从头到尾连秦如雪的衣角都碰不到一下。砰！不过10数招，秦如雪一记干脆利落的过肩摔，将200多斤的张奎狠狠砸在了青石板上。扑通！张奎被摔得七荤八素，眼冒金星，刚想爬起来，一只秀气的脚已经踩在了他的胸口。服还是不服？秦如雪居高临下，声音依旧冰冷。张奎被打得鼻青脸肿，眼神里再无半点轻浮。服，我服了。整个演武场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场中那个身姿傲立的红衣女子，又看了看地上哀嚎连连的张奎。这怎么可能？张奎的实力他们是清楚的，以前在军中也是有名的猛士，力能刚鼎，可在这个看似娇滴滴的女人面前，竟然被秒杀了。秦如雪冷冷地扫视全场，那清冷的目光所及之处，所有护院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不敢与他对视。之前的轻视、嘲讽、欲望，此刻全都化为了深深的恐惧和敬畏。还有谁不服？秦如雪的声音清冷地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全场一片死寂，再无人敢有半句异议。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了很多。秦如雪没再拖泥带水，而是立刻开始了总教头的职责。他没有急于进行那些枯燥的力量和速度训练，而是直接将所有人分成了10个小队，每队10人。从今天起，我要你们忘掉以前单打独斗的习惯，要拧在一起，不要一盘散沙。我要教你们的是一种10人合击阵法，名为10方狙灭阵。他一开口就让所有人愣住了。很多老兵都出身行伍，自然知道阵法的重要性，
但他们所听闻的大多是100人、1000人的大阵，这种区区10人的小阵法闻所未闻。秦如雪也不多解释，直接开始讲解阵法的站位、步法以及攻防转换的要诀。他讲的条理清晰，浅显易懂，将一个无比精妙复杂的阵法拆解得明明白白，时而亲自下场演示阵法变化，身法灵动，招式凌厉，其深厚的军事素养和对战机的把握，让这些桀骜不驯的兵油子们都看入了迷。他们看向秦如雪的眼神彻底变了，那是一种下级对上官的发自内心的敬畏与幸福。这位二夫人不是花瓶，她是一位真正懂得练兵、懂得杀伐的将才。不远处的太师椅上，林默翘着二郎腿，一边悠哉悠哉地喝着茶，一边看着场中那道耀眼的红色身影。阳光下，秦如雪的脸上绽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光彩，那是自信、热爱，是抱负得以施展的飞扬，很美，比在闺房里更多了几分魅力。林默的笑意越来越浓，娘子这么努力，自己也不能闲着。他心念一动，打开了系统面板，美人秦如雪，状态已收录，角色值97100，烽火红颜，亲密度98100，七进七出，专属天赋不屈未激活，激活条件让秦如雪穿上劲爆的舞娘装，为你舞一曲。天赋效果，激活后宿主获得坚韧体质，该体质能大幅减免利刃、钝器、拳脚等物理方式所造成的伤害。烽火红颜，这词不错，够霸气，配得上我老婆。林默满意地点点头，昨晚的辛苦没有白费，虽然越到后面抗性越高，但凭借着自己的身经百战，亲密度还是干到了98，角色值也涨了2点。尤其是这7进7出的评价简直是点睛之笔，完美概括了昨晚的战况激烈。可当林默的视线落到那个灰色的不屈天赋上时，他再次沉默了。不好搞啊，以秦如雪那烈马般的性子，自己要是敢提出这种要求，他怕是会当场再表演一个剑气外放，把自己从中间劈开，看看他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废料。林默揉着眉心，感觉一阵牙疼。要不今晚故技重施，先把他折腾得神志不清，丢盔弃甲，然后偷偷给他换上舞娘装，再抱着他手动完成跳舞这个动作。不行，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林默掐灭了，风险太大了，万一中途醒了，那可就不是家庭矛盾了，而是凶杀现场。还是徐徐图之，先把亲密度刷到100满值再说，满值之后总该给点面子吧。林默一边琢磨着，一边百无聊赖地划拉着系统界面，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了系统角落里一个金光闪闪的礼包上。秦如雪一血大礼包，哟，昨晚的劳动成果到账了。林默精神一振，搓了搓手，意念集中在礼包上，开启一血大礼包。他心中默念，礼包啵的一声炸开，万千光华散去，一本古朴的线装书册静静地悬浮在系统空间中。封面上龙飞凤舞的写着7个大字：十方居灭阵完整篇。十方居灭阵，这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林默嘀咕了一句，忽然猛地一拍大腿，卧槽，这不就是秦如雪现在正在教的那个阵法吗？他立刻点开物品说明，此为秦家祖传阵法，十方居灭阵的完整版与终极奥义，远超秦如雪目前所掌握的家传残篇。修炼此阵，可令10人小队战力倍增，心意相通，攻守一体，围杀数倍于己的敌人。林默看着这段描述，嘴巴一点点张大，手里的茶杯都忘了放下，一口茶水顺着他的嘴巴差点流出来。完整版，终极奥义，这简直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来了一张镶着金边的席梦思大床啊。他抬起头看向演武场上那道艳丽的红色身影，秦如雪此刻正一丝不苟地纠正着一个护院的站位，眉宇间全是认真与专注。对于一个将门之后，一个将练兵打仗刻在骨子里的武痴来说，什么东西最有吸引力？金银珠宝、胭脂水粉，不是绝世武功，是无上兵法。而一本失传已久、威力无穷的家族阵法完整版，对他的诱惑力恐怕比自己这个帅得掉渣的夫君还要大100倍。林默的心思逐渐活泛了起来，一个绝妙的计划在他那颗塞满了骚操作的脑袋里迅速成型。强迫是下策，那是流氓行径。他林默是个有格调的人儿，他要的是秦如雪心甘情愿地为他献上那一舞。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当自己将这本十方居灭阵完整篇不经意地拿出来时，秦如雪那双凤眸会爆发出何等璀璨的光芒。他会震惊，会难以置信，会激动得浑身发抖，然后自己再慢条斯理地提出一个小小的交换条件，这一点也不过分吧？林默的嘴角
勾起一抹狐狸般的坏笑。他甚至能想象出秦如雪到时候的表情，一边是身为武者的骄傲和女子的矜持让他羞愤欲绝，另一边却是来自灵魂深处对峙无上兵法的渴望，让他抓心挠肝。那纠结，那挣扎，那咬着嘴唇面红耳赤却又无可奈何的模样，啧，光是想想就觉得刺激。舞娘装，嘿嘿，二夫人，你穿定了。月上中天，夜色如墨。林默推开秦如雪的房门时动作很轻，房间里没有点满灯烛，只在梳妆台前亮着一盏孤零零的烛火，豆大的火苗轻轻摇曳，将一道窈窕的倩影投射在墙壁上，拉得很长。秦如雪已经沐浴过，换上了一身轻薄的丝绸寝衣，水蓝色的料子柔顺地贴合着她那凹凸有致的完美曲线，乌黑的长发如瀑般披散在肩后，衬得那截雪白的脖颈精致得如同上好的瓷器。她端坐在床沿，手里捧着一本兵法书卷，姿态端庄，仿佛在认真研读。可林默一眼就瞧见，那书卷他拿反了，而且从他进门到现在，他那双勾魂的凤眸视线就没离开过门口，只是强撑着没有转头罢了。空气中还若有若无地飘散着沐浴后的海棠花香，混杂着一丝丝的紧张与期待。林默心中暗笑，这匹烈马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他故意加重了脚步声，娘子，这么晚了还没睡，是在等我吗？他走到床边，声音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揶揄。秦如雪的身子机不可察的一僵，随即猛地将书卷合上，丢在一旁。他转过头，那张在烛光下美得惊心动魄的俏脸上强行挤出一抹冷淡。谁等你了？自作多情。可那微微泛红的耳垂和略显急促的呼吸彻底出卖了他的内心。他避开林默的视线，声音不自觉地放软了几分，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羞意。你来找我干嘛？问出这句话，秦如雪自己都想咬掉舌头。明知故问，这个混蛋大早上才坏笑着对自己说什么晚上才有力气继续操练，现在三更半夜摸进自己房间还能干什么？自然是为了那所谓的修炼。哼，臭流氓！林默看着他那口是心非的可爱模样，决定再添一把火。他脸上露出几分为难，眼神飘忽，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那个，其实，他重重叹了口气，我这么晚来找娘子，实在是憋不住了。我太难受了，所以我想找娘子你。轰！这几句话如同惊雷在秦如雪脑海里炸开。憋不住了，太难受了。这个登徒子，这个满脑子龌龊思想的混蛋，他居然能把这种事说得如此直白。秦如雪的脸唰的一下一直红到了脖子根，他心里的小人已经把林默捶了10000遍。哼，就知道你这个臭流氓满脑子都是那种事，算你还有点良心，知道来找我修炼。虽然心里羞愤交加，但一想到白天演武场上那种力量暴涨的畅快感，他心中的那点抗拒便如春雪遇骄阳，迅速融化了。那好吧。秦如雪低下头，声若文瑞，眼神不敢看林默，纤纤玉指有些无措地绞着自己的衣角。为了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随便，他又强行找补了一句，不过你别误会，我只是为了修炼，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强，我才不是真的想和你那什么。说着，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咬了咬樱唇，颤抖的手指开始去解自己的衣带。那宽大的衣带在他紧张的指尖下仿佛变得无比调皮，解了半天都没解开。就在这尴尬又暧昧的气氛中，林默却突然发出一声疑问，娘子，你在干什么啊？你脱衣服干嘛？秦如雪，他动作一顿，整个人都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什么叫我脱衣服干嘛？秦如雪抬起头，那双水汽氤氲的凤眸里写满了茫然和困惑。不脱衣服怎么修炼啊？后面的话他羞于出口。林默却像是恍然大悟，一拍脑门，哎呀，娘子，你误会了，天大的误会。他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一本线装的古朴书册，递到秦如雪面前。娘子，你看，我这么晚找你来，实在是因为今天下午我无意中得到了一本阵法古籍，里面的知识实在是太精妙了，但也晦涩难懂。我一个人在书房琢磨了半天，抓心挠肝的，怎么也看不明白。最后实在是憋得太难受了，所以才这么晚来找你，想让你这位江门虎女帮我指点指点，为我答疑解惑啊。秦如雪彻底石化了，她呆呆地看着林默手里的那本破书，又看了看自己解了一半的衣带，感觉整个世界都开始天旋地转。她花了足足3个呼吸的时间才消化掉林默的话。你是说，你这么晚跑来我房间，就是为了让我给你讲解阵法？他的声音都在发颤，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当然了，林默一脸正气凛然。那不然呢？难道还能是为了和你？
哎呀，娘子，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在你心里，我就是那种满脑子龌龊思想的人吗？秦如雪看着林默那张写满了纯洁的脸，内心在疯狂咆哮。你是，你就是，你比谁都龌龊。林默的视线不经意地落在了秦如雪那解到一半，露出大片雪腻肌肤和精致锁骨的寝衣上。他故作惊讶地指了指。不过话说回来，娘子你这是干嘛？该不会是你想对我？我不是，我没有。你别胡说。秦如雪像是踩了电门，浑身一激灵，闪电般的将衣带系好，动作快的都出现了残影。她的脸已经红得能滴出血来，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太丢人了，简直是奇耻大辱，自己居然会错了意，还主动脱衣服。我脱衣服是因为我困了。对，我太困了，要睡觉了，请你马上出去，不要打扰我睡觉。他语无伦次的大声喊道，试图用音量来掩盖自己的心虚和羞窘。可是娘子，我这阵法……林默举着手里的书，一脸为难。什么狗屁阵法？明天再说，老娘现在要睡觉了，滚出去！秦如雪现在是又羞又怒，一个劲儿把林默往门外推。她的内心此刻正上演着一场剧烈的风暴。可恶的林默，该死的林默，傻林默，臭混蛋！我沐浴焚香，换上新买的寝衣，等了你整整2个时辰。你早上还跟我说今晚要继续修炼，结果现在忘得一干二净，脑子被驴踢了吗？亏我还那么期待。秦如雪在心里把林默骂了个狗血淋头，眼眶都气得有点发红。就在这时，快被推到门口的林默又悠悠地叹了口气。娘子，你真不帮我看看这本阵法？不看，说了要睡觉，请你立刻马上从我眼前消失。秦如雪气冲冲地吼道。唉，好吧。林默脸上露出无比失望的表情，落寞地转过身。既然娘子累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这本十方居灭阵完整篇，我还是去找别人帮我指教吧。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某几个字却咬得格外清晰。正气得头顶冒烟的秦如雪，此刻满脑子都是臭林默王八蛋，根本没听清。去，赶紧找别人去，别来烦我。他不耐烦地挥着手，像在赶一只苍蝇。林默嘴角勾起一抹狐狸般的笑容，转身就准备往门外走。1步2步，就在他的脚即将迈出房门门槛的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如同惊雷般的尖叫。等一下！秦如雪的声音里带着无法抑制的震惊和颤抖。她像是刚从梦中惊醒，那双美丽的凤眸瞪得溜圆，死死地盯着林默的背影。你刚才说什么片？什么的完整篇？下一秒就化作一道红色闪电，瞬间扑到了门口。一双柔蹄死死抓住林默的手臂。你刚刚说什么？秦如雪呼吸急促，饱满的胸口剧烈的起伏着，那深水蓝色的丝绸寝衣被绷得紧紧的。她那双平日里清冷如寒星的凤眸，此刻瞪得溜圆，里面燃烧着疯狂的火焰。好家伙！林默心里差点笑出声，这反应比他预想的还要激烈100倍，但他脸上依旧是一副茫然又无辜的表情。啊，我说什么了？他眨了眨眼，一脸纯真。我说娘子你累了，我就不打扰你，我去找别人指教。不是这句，前一句。秦如雪急得快要跳脚，抓着他手臂的手又紧了几分。什么的完整篇？哦，你说这个啊？林默像是才反应过来，慢悠悠的将那本线装古籍又从怀里掏了出来，在他面前晃了晃。我说这本十方居灭阵完整篇，既然娘子你没兴趣，我还是……唰！话音未落，一道残影闪过，那本古籍已经到了秦如雪手中。他动作快得超出了林默的想象，仿佛那不是一本书，而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生骨肉。他颤抖着手翻开了书册的第1页，烛光下，秦如雪的瞳孔猛地一缩。是了，就是这个开篇，和他从小学习的家传阵法一模一样，但又不完全一样。书页上的阵图旁边用朱砂小字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注解，讲解着每一处布局的关窍。那些他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滞涩之处，在这些注解下豁然开朗，仿佛一道天光劈开了他脑海中多年的迷雾。原来是这样，原来这里要3列夫阵者，兵之骨骼。还有这一步，不只是诱敌进入，2翼也要分出精锐。他喃喃自语，手指抚过那些文字，眼神越来越亮，越来越痴迷，整个人都沉浸了进去，完全忽略了身旁的林默。林默也不打扰他，只是暴毙倚在门框上，嘴角噙着一抹狐狸般的笑意。他知道鱼儿已经死死地咬住了钩。过了许久，秦如雪才如梦初醒，她猛地抬起头，眼神灼灼地看着林默。这东西你从哪弄来的？
林默挠了挠头，一脸的憨厚。就今天下午，在集市上一个卖旧书的地摊上看到的，花了3文钱。我看这名字和你白天教的阵法有点像，就买回来看看。3文钱。秦如雪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人狠狠敲了一下。秦家世代相传，视为镇族之宝的绝学，他父亲和兄长们穷尽一生都未能窥其全貌的无上阵法，居然只值3文钱。秦如雪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荒谬感，继续追问：你都知道了？知道什么？林默继续装傻。秦如雪的眼神暗淡了几分，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你知道我秦家这套阵法是残篇吧？我父亲曾说，真正的十方居灭阵，10人成阵，100人成团，可敌千军万马。但传到他那一代，只剩其形，未得其神，威力实不存一。更重要的是，残篇不全，学到高深处，便处处都是破绽，再也无法寸进。这番话是他心中最大的秘密和遗憾。身为江门虎女，没有什么比家族传承的衰落更让她痛苦。林默闻言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呢。他一拍大腿，我就说嘛，我把这书翻了一遍，发现个奇怪的地方。什么地方？秦如雪立刻追问。这书啊，前半部分讲的都是阵法，精妙是精妙，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可翻到后半部分，内容就全变了。林默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后面画的根本不是什么阵法，而是一个女人在跳舞，各种各样的姿势，奇奇怪怪的。我本来以为是哪个无聊的家伙在书上乱画，可书上偏偏写着这舞叫什么形意之舞，还说什么只有领悟了这舞的真谛，才能真正掌握十方居灭阵的灵魂。我实在是无法理解，无奈之下才想着找夫人来指教指教。秦如雪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跳舞？开什么玩笑？如此刚猛霸道、杀伐无双的战阵，其终极奥义居然是一段女人的舞蹈。他带着强烈的质疑，飞快地向后翻去。果然，书册的中间部分画风突变，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女子图谱映入眼帘。图上的女子身姿曼妙，衣着清凉，其动作时而如灵蛇出洞，腰肢柔软的不可思议，时而如仙鹤亮翅，舒展优雅，时而又如狡兔奔走，充满了爆发性的力量感。这些动作单看确实像是在舞蹈，但以秦如雪的武学眼光来看，每一个动作都暗合某种发力技巧，每一个转身都似乎蕴含着奇妙的步伐。可这也太羞耻了。图谱上那些动作无疑不是在最大限度地展现女性身体的曲线和柔韧，充满了极致的诱惑。就在他面红耳赤之时，他看到了图谱末页的一段总纲。那段文字用一种古朴的字体写就，带着一种玄之又玄的韵味，形随意动，意由心生，繁体桎梏，气机难通，闭着法衣，薄如蝉翼，贴合无间，方可感天地之律和阵法之魂。武者非武也，乃阵之演化，身之际现也。秦如雪呆住了。法衣薄如蝉翼，贴合无间，这说的不就是那种舞姬穿的衣服吗？他的脑子嗡嗡作响，一半是理智在疯狂呐喊着荒谬离谱，另一半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这或许是真的。武与武本就同源，历史上不乏有绝世高人从舞姿中悟出绝世剑法，从音律中悟出无上内功。越是高深莫测的神功，其领悟方式往往越是天马行空，不拘一格。或许这形意之舞并非为了魅惑，而是为了让身体达到一种极致的放松与协调，从而与阵法的契机完美共鸣。所谓身之际现，也许指的不是别的，正是要献祭掉武者的刚猛和矜持，用最柔软的姿态去理解最刚猛的杀伐之道。越想他就越觉得这离谱的事情背后似乎藏着某种他无法理解的大道之理。看着秦如雪那副天人交战、抓心挠肝的模样，林默知道火候到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脸上写满了失望。哎，罢了，我就知道此事太过匪夷所思，要靠跳舞来领悟阵法，还要穿那种衣服，肯定是哪个老不正经的胡编乱造出来的。这阵法8成是假的。说着，他伸出手便要去拿秦如雪手里的秘籍。娘子，给我吧，这玩意儿留着也是祸害，我拿去引火烧水，省点柴火。引火烧水，这4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在秦如雪的脑海中轰然炸响。他猛地将那本秘籍死死地按在胸前，护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不许！他声音都变了调。这可是十方居灭阵的完整版，是他秦家复兴的希望，用它来烧水，这是亵渎，是对秦家先祖的侮辱。娘子，你这是……林默一脸无辜地看着他，秦如雪的脸已经红得快要滴出血来。
他的内心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剧烈风暴。一边是他身为江门虎女的骄傲，是他20年来建立的武学常识，是女子深入骨髓的矜持；另一边却是失传已久的家族绝学，是那足以扭转乾坤、重振门楣的无上诱惑。林默那句拿去烧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对阵法和家族的执念压倒了一切。秦如雪死死地咬着自己的下唇，贝齿几乎要将那娇嫩的阴唇咬破。良久，他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了一句话：“我可以试试。”他的声音轻若文瑞。说完，他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微微喘息着，又补充了一句：“但这法医我没有。闻言，林默终于露出一个狐狸偷到鸡的坏笑。他等的就是这句话。这个娘子无需担心。林默的声音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从容。他手腕一翻，一团火红色的物事便出现在他手中。我在寻得这本阵法的时候，那个卖书的老头将这所谓的法医也一并卖给我了。那团物事被林默随手一抖，在空中展开。秦如雪一双凤眸瞬间瞪得溜圆，充满了震惊和羞愤。这哪里是什么衣服？这分明就是几块透明的薄纱。火红色的薄纱轻若无物，薄如蝉翼，在烛光下几乎是半透明的质地，上面用金色的丝线绣着展翅欲飞的凤凰图腾，华丽到了极致。连接前后片布料的不是正常的衣带，而是几条纤细的闪烁着光芒的金色链条，分别系在脖颈、后背与腰肢最纤细处。下身的裙摆更是短得令人发指。同样是半透明的红色轻纱，层层叠叠，只能勉强遮住最核心的区域，一双长腿将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空气之中。林默，这哪是什么法医？这根本就是那些西域舞娘穿的玩意儿。秦如雪猛地抬起头，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变得尖锐：“你这是蓄谋已久！”他一把抢过那本阵法秘籍，转身就把林默往门外推：“你给我出去！现在，立刻，马上！”这个混蛋，果然没安好心。亏他刚才还真以为他转性了，居然会为了阵法废寝忘食。搞了半天，原来是在这儿等着他呢。面对秦如雪几乎要喷出火来的目光，林默却一脸无辜地眨了眨眼，甚至还带着几分委屈：“娘子，你这可就冤枉我了。”他将那件薄如蝉翼的舞衣又往前递了递，一脸正气地指着秘籍上的总纲：“你看，书上写的明明白白，避着法医，薄如蝉翼，贴合无间，方可感天地之律和阵法之魂。这法医完全符合这上面的要求啊！就算是符合要求，你也给我出去，快出去！”说着，秦如雪又红着脸把林默往门外推。可林默脚下却像生了根似的，任由他怎么推都纹丝不动。林默一把将古籍又抢了回来，理直气壮地嚷嚷：“娘子，你讲不讲道理？这阵法书是我的，法医也是我的，我都无条件送给你参悟了，你却要把我赶出去，自己一个人独享，这合适吗？我也很想领悟这阵法之中的玄妙啊！”秦如雪气的胸口剧烈起伏：“你那是想领悟阵法吗？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林默的表情变得更加正气凛然：“娘子，你我乃是夫妻，夫妻之间探讨一下阵法，钻研一下舞姿，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你怎么能把如此神圣的事情想得那般龌龊呢？在你心里，为夫就是那种人吗？”秦如雪被他这番颠倒黑白的话气得浑身发抖，饱满的胸口剧烈起伏着。他指着林默，一个你字出口，却再也说不出下面的话，因为他发现自己竟无法反驳。书上确实是这么写的，而他也确实是自己的夫君，可这感觉完全不对。秦如雪的脑子乱成一团浆糊，她感觉自己引以为傲的理智和冷静，在这个男人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她想做最后的挣扎，就算是这样，那等我领悟了其中玄妙，我再教你不行吗？当然不行。林默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别人教的终归是二手的，肯定没自己亲眼看着亲身体会来的深刻。他凑近了些，压低声音，用一种循循善诱的语气开口：“况且娘子，你想想，你一个人又要记图谱上的舞姿，又要自己跳，动作标不标准，发力对不对？谁帮你看着？谁帮你指正？这书上说了，行一支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万一练差了气，走火入魔了怎么办？我必须得在旁边帮你看着，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秦如雪被他这一套歪理邪说忽悠得有点迷糊，好像是有点道理，但一想到要当着这个坏家伙的面穿上那种羞死人的衣服跳舞，他就感觉浑身不自在，脚趾头都尴尬地蜷缩了起来。那可是十方居灭阵完整篇啊，是秦家复兴的唯一希望。看着秦如雪纠结万分的模样，林默知道该上最后一击了。
他故作失望地叹了口气，收回了古籍和舞衣。罢了罢了，我就知道此事太过强人所难。娘子乃是江门虎女，一身傲骨，怎能受此委屈？是为夫唐突了。说着，林默转身就要往门外走。等一下！秦如雪尖叫一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将秘籍和舞衣全都抢了过来。他死死地抱在怀里，那架势像一只护食的小猫咪。林默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脸上却还是一副无辜的表情。娘子，你这是……秦如雪死死抱着东西，咬着下唇，脸颊红得能滴出血。最终，她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我换。说完，她抱着那套法衣，逃也似的躲到了房间里的屏风后面。林默心满意足地坐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茶，悠哉悠哉地等着。屏风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衣物摩擦声，还伴随着几声带着羞愤的低语：这怎么穿？该死的林默，臭流氓！过了好一会儿，那声音才停下，一个身影带着无尽的犹豫和羞怯，从屏风后面缓缓走了出来。林默刚喝到嘴里的一口茶，差点直接喷出去。好家伙！只一眼，他的呼吸便停滞了。屏风旁俏生生立着一道绝美的身影。如果说平日里的秦如雪是一柄藏在鞘中的绝世宝剑，锋芒内敛，英气逼人，那么此刻的她就是一朵在午夜悄然绽放的最妖冶的血色玫瑰，美得惊心动魄，充满了致命的诱惑。那身火红的舞衣完美的贴合着她常年习武而锻炼出的充满力量感与爆发力的身体曲线。平坦紧致的小腹没有一丝赘肉，一双笔直修长的美腿此刻毫无遮掩地展露着充满了惊人的弹性和美感。乌黑的长发被一根简单的红绳束在脑后，更显得那张绝美的俏脸轮廓分明。只是那张脸上此刻布满了红霞，从脸颊一直蔓延到雪白的脖颈，甚至连精致的锁骨都染上了一层粉色。她的眼神躲闪迷离，充满了羞愤，却又强撑着一丝属于将门虎女的倔强，死死地瞪着林默。这副又纯又欲又羞又怒的模样，比任何媚态都更能点燃一个男人心底的火焰。看够了没有？秦如雪羞愤的低吼，声音都在发颤。嗨！林默强行压下心中的燥热，拿起那本古籍，摆出一副严肃的探讨姿态。娘子，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根据图谱，第一式灵蛇出洞，你需要……在林默极具侵略性的目光注视下，秦如雪咬了咬牙，开始起舞。她的动作生涩到了极点，充满了羞怯与抗拒。让她这个上阵杀敌的女将军去做这种扭腰摆臀的魅惑动作，比杀了她还难受。不对，林默拿着书在一旁一本正经地指点江山。娘子，腰再扭一点。对，想象自己是一条没有骨头的美人蛇。秦如雪的脸更红了，几乎要滴出血来。还有腿再抬高一点，要展现出身体的柔韧性。对，就是这样。眼神，娘子你的眼神太凶了，要媚，要柔，要像带着钩子一样。秦如雪羞愤欲绝，在心里已经把林默骂了1万遍，臭流氓，王八蛋。可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按照他的指导一点点地调整着。渐渐的，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随着舞姿的展开，他感觉到体内一股沉寂的热流开始缓缓流动。那些看似羞耻的动作，每一个扭转，每一次伸展，都恰到好处地牵引着他全身的筋骨和气血。他渐渐忘记了羞耻，忘记了林默的存在，整个人沉浸到了一种玄之又玄的境界之中。他的舞姿由最初的声色僵硬变得越来越柔软，越来越流畅，时而如灵蛇，腰肢款摆，柔弱无骨；时而如仙鹤，双臂舒展，优雅凌厉；时而又如狡兔，骤然发力，充满了爆发的美感。汗水从他光洁的额头渗出，顺着脸颊滑落，滴在他胸前那片雪白的肌肤上，在烛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他整个人仿佛都在发光。一舞终了，定！恭喜宿主完成秦如雪专属天赋任务，不屈天赋已激活。定！恭喜宿主获得坚韧体质。坚韧，该体质能大幅减免利刃、钝器、拳脚等物理方式所造成的伤害。林默的脑海中响起了系统那美妙的提示音，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四肢百骸。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深处某种枷锁被打开了，变得更加坚韧，充满了无穷的潜力。干得漂亮！他抬起头看向场中的秦如雪，此刻的他已经浑身无力地瘫坐在地，那身火红的舞衣被香汗浸湿，紧紧地贴在身上，将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他大口地喘息着，额前的碎发湿漉漉地贴着，眼神迷离，脸颊绯红，让他看起来异常的美艳诱人。林默走上前去，怎么样，娘子，领悟到什么吗？秦如雪摇了摇头，
那双迷离的凤眸中闪过一丝失落。他感觉身体很舒服，气血前所未有的通畅，但对于那所谓的阵法之魂，却依旧是一片茫然。虽然我感觉身体发生了些变化，但阵法什么都没感觉到。看着他那娇滴滴又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林默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火焰彻底爆发。他一把将瘫坐在地的秦如雪拦腰抱起。啊！秦如雪惊呼一声，下意识地搂住了林默的脖子。你干嘛？林默低头看着怀中那近在咫尺的娇艳欲滴的俏脸，嘿嘿一笑。这种绝世神功哪能这么容易领悟？咱们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慢慢研究。你放我下来。秦如雪在他怀里挣扎着，精灵响成一片。放你下来干嘛？林默抱着他大步走向那张柔软的大床。天都这么晚了，该睡觉了。砰的一声，林默将秦如雪丢在床上，那身火辣的舞衣此时更显凌乱。火红的舞衣在雪白的床单上如同一团燃烧的烈焰。不等秦如雪反应过来，一个高大的身影便带着滚烫的气息，连人带舞衣一同压了下去。林默，你这个混蛋！呜！红烛摇曳，满是接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的缝隙，化作一道道细碎的金线，跳跃在秦如雪长长的睫毛上。她缓缓睁开眼，意识还有些混沌，身体深处传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酸软，仿佛每一寸肌肉都被重新梳理过，带着一种奇异的疲惫感，却又蕴含着一股新生般的活力。昨夜的荒唐与疯狂如同潮水般涌入脑海，那身火红的舞衣，那羞耻的舞姿，还有那个坏家伙滚烫的呼吸。秦如雪的脸颊疼的一下就红了，下意识地拉起颈背，将自己裹得更紧了些。她扭头看向身侧，床铺的另一边已经空了，只余下一点淡淡的余温和那个男人独有的让她心烦意乱的气息。又跑了，这个混蛋每次占完便宜就溜，属兔子的吗？秦如雪心中暗骂一句，正要起身，目光却被床边小桌上的一张字条和一份精致的早餐吸引。白瓷小碗里盛着温热的米粥，旁边还有几碟爽口的小菜。字条被一只小巧的青玉阵指压着，上面是林默那龙飞凤舞却又带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字迹。娘子舞姿绝世，为夫叹为观止，特备早膳，补充体力，务必用完。昨夜辛苦，今日好生歇息。阵法之事，我们来日方长。最后4个字被他刻意加重了笔墨，仿佛带着某种不言而喻的暗示。流氓！秦如雪啐了一口，脸颊的红晕却不自觉地柔和了几分。她拿起汤匙尝了一口米粥，温度刚好，入口软糯香甜。这股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她对林默的恼怒暂时消减了那么一丝丝。用过早膳，梳洗完毕，秦如雪换上了一身干练的蓝色劲装，将门户女的飒爽英姿又回到了身上。只是那眉眼间不经意流露出的一抹妩媚风情，却是怎么也藏不住了。时间尚早，她心中惦记着那本十方居灭阵，便将其从枕下取出，就着明亮的日光细细研读起来。白天的光线远比昨夜的烛火要清晰，书页上每一个细小的注解，每一个阵图的走向都看得分明。秦如雪看得如痴如醉，昨夜那番行医之舞后，她感觉自己对阵法的理解似乎真的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她翻动着书页，手指抚过那些微微泛黄带着古朴气息的纸张，这才是真正的宝物，是秦家复兴的希望。可当她翻到后半部分，翻到那几页画着行医之舞的图谱时，眉头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好像有哪里不对。昨夜在烛光下看得迷糊，又被林默那混蛋搅得心烦意乱，没能细看。此刻在日光下，问题便暴露无遗。他伸出2根纤纤玉指，捻起一张画着舞姿的纸页。这张纸太新了，虽然纸张的边缘被刻意用茶水浸泡过，做出了一种泛黄的古旧感，但纸张本身的质感，那种纤维的韧性和前半部分那些真正的古籍纸页截然不同。而且这上面的墨迹，秦如雪将书页凑到鼻尖，轻轻一嗅，是新墨。墨迹虽然干透，但那股独有的墨香最多不超过3天。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响，他的心猛地一沉，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强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将整本书合上，目光如刀，死死地盯住了书籍的线封处。作为将门之女，她从小接触的兵书战策不计其数，对于书籍的装订方式了如指掌。军中要务，文书的防伪和保密至关重要，线封的针脚、打结的方式都有着严格的规制。而眼前这本，线脚松散，针孔粗大，甚至在靠近书角的地方还有一个明显是重新穿过的错乱线头，这是被拆开过，然后又被人用拙劣的手法重新缝合的。轰！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全部串联了起来。什么3文钱买的绝世古籍，什么卖书老头一并买下的法医，什么领悟阵法之魂的行医之舞，
全是假的，是骗局，是那个混蛋精心布置的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那几页所谓的舞谱，分明就是林默那个王八蛋自己画上去，然后拆开书封，偷偷加塞进去的。亏他还真信了，亏他还真的穿着那身羞死人的衣服，在他面前跳了一舞。秦如雪的脸瞬间从绯红变成了煞白，然后又从煞白涨成了血红，一股难以言喻的奇耻大辱，混合着滔天的怒火，如同火山爆发般从他的胸腔直冲天灵盖。他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燃烧，四肢百骸都在颤抖。咔嚓，秦如雪手中的那个青瓷茶杯应声而碎，化作一地齑粉。林默一声蕴含着无尽杀意的尖叫冲破了房门，响彻了整个定北府的上空。我要把你宰了！秦如雪怒气冲冲地冲出了自己院子，她手中的莲花剑因为主人滔天的怒火而嗡嗡作响，淡淡的血色溅起四溢，将庭院里几片无辜落叶瞬间搅成了齑粉。府里的丫鬟仆役们远远看见二夫人这副罗刹将士的模样，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平日里二夫人虽然严苛，但赏罚分明，从未如此失态过。今天这是怎么了？那张英气逼人的绝美脸蛋此刻红得像要烧起来，凤眸里喷射出的怒火仿佛能将人活活烤熟。林默，秦如雪咬牙切齿地念着这个名字，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偏偏又带着火山爆发般的热度。给我滚出来！一声怒吼传遍了半个定北府，路过的仆人吓得一哆嗦，手里的水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水花溅了一地，却连滚带爬地躲到假山后面，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整个定北府鸡飞狗跳，秦如雪提着剑，第一个杀到的便是林默的住处天心阁。砰！他一脚踹开房门，带着一阵香风和杀气冲了进去。然而里面空空如也，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桌上的茶具纹丝未动，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详，那么嘲讽。跑了！秦如雪银牙紧咬，胸口那惊心动魄的曲线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着。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转身提剑便朝着另一个方向疾驰而去。第二个目标，大姐苏清月的弄月轩。来到院门口，秦如雪那奔腾的怒火像是被一道无形的屏障给拦住了。她深吸一口气，强行将那几乎要冲出体外的杀意压了下去。大姐怀着身孕，是林家现在最大的功臣，更是未来的希望，绝不能惊扰了她。秦如雪将莲花剑唰的一下收回鞘中，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襟，脸上那能杀人的表情也尽数收敛，换上一副尽量平和的面容，这才走了进去。大姐，苏清月正在院中的躺椅上小憩，身上盖着薄毯，眉眼间满是母性的温柔光辉。听到声音，苏清月缓缓睁开眼，看到是秦如雪，脸上露出温婉的笑容。是二妹啊，怎么行色匆匆的？没什么。秦如雪的脸颊不受控制的一红，眼神有些闪躲，支支吾吾地问道：大姐，你看到林默那家伙了吗？相公。苏清月摇了摇头，他一早就派人送了安胎的汤药过来，人倒是没见着。怎么，二妹你找他有事？有事？天大的事！秦如雪一激动，声音又高了8度，但一看到苏清月那关切的眼神，气势又弱了下去，含糊道：我就是有一笔账，要跟他好好算算。一笔账？苏清月看着秦如雪那副又气又羞，偏偏又说不出口的模样，心里一阵迷糊。秦如雪见苏清月确实不知情，也不好再多待，匆匆告辞。一走出弄月轩的院门，他脸上强装的平静瞬间崩塌，杀气再度沸腾。他直奔府邸大门，拦住门房。看到混蛋林，看到家主出府了吗？门房被他吓得一哆嗦，连连摇头。回二夫人的话，没见着家主出门啊，还在府里。好，很好。秦如雪眼中泛起了寒光，今天就算把定北府掘地3尺，他也要把那个混蛋给揪出来。给我找！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找。一时间，整个定北府都回荡着秦如雪愤怒的命令，和下人们惊慌的应和声。而此刻，这场骚乱的始作俑者正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在定北府复杂的廊道间疯狂逃窜。我的妈呀，完脱了！林默一边跑一边欲哭无泪，那声我要把你宰了的尖叫他听得清清楚楚，那里面蕴含的杀意让他毫不怀疑，自己要是被带住，绝对会被秦如雪那小妞大卸8块。他本来还想回味一下昨晚的绝世舞姿，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失策啊！应该在舞谱后面再加一行小字，此乃夫妻情趣，切勿当真。林默一边吐槽一边飞速思考着藏身之所。苏清月那里不能去，秦如雪肯定会去那里找，其他几个嫂嫂的院子也不安全，万一他们把自己卖了怎么办？电光火石间，一道身影浮现在他脑海。三嫂柳依依。
对，就是他。在林默的印象里，这位三嫂最为神秘，平日里话不多，总是安安静静的，但那双仿佛会说话的桃花眼却总像是在洞察着一切。直觉告诉他，这位三嫂最有可能成为他的同谋。打定主意，林默脚下生风，直奔定北府一处颇为雅致清幽的院落听柳轩。刚一踏入，一股淡淡的墨香和檀香气息便扑面而来。这院子和他想象中女儿家的闺房完全不同，院中没有太多的花草，只有几竿翠竹和一池养着几尾红色锦鲤的清泉。正屋的房门敞开着，里面并非寻常的梳妆台和绣花架，而是一面墙的巨大书柜和一个宽大的书案。书案上整齐的码放着一叠叠用丝线装订的书册，旁边还有一个精致的玉石算盘。墙上挂着的不是什么仕女图，而是一幅巨大的大夏疆域图。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商业帝国的作战指挥室。而此刻，这个指挥室的主人正坐在书案前，手里拿着一卷账册，看得入神。柳依依，她今日穿了一身极素雅的淡绿色长裙，长发用一根简单的木簪挽起，未施粉黛的脸蛋却依然美得惊心动魄。她不像苏清月那般温婉端庄，也不像秦如雪那般飒爽英气，她的美是一种沁入骨子里的媚。哪怕她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个不经意的抬眸，一个轻轻蹙眉的动作，都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风情，能轻易勾走男人的魂魄。天生媚骨，名不虚传。救命啊！三嫂！林默连滚带爬地冲了进去，一把关上房门。柳依依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手里的账册差点掉在地上。她抬起那双勾魂的桃花眼，看到是林默，先是一愣，随即眼底闪过一丝了然的笑意。哟，这不是我们的大英雄吗？怎么这副模样？他的声音软糯中带着一丝慵懒的磁性，听得人骨头都酥了半边。别提了。林默一脸悲愤。三嫂，你得救我，秦如雪疯了，要杀夫了。哦。柳依依放下账册，嘴角噙着一抹笑意。能让二姐气成这样，你这是把她家祖坟给刨了，比那严重多了。林默哭丧着脸，我骗她跳舞了。柳依依的桃花眼瞬间亮了那好奇又八卦的神情，让她那张绝美的脸蛋又添了几分生动。快躲起来！林默眼尖，一眼就看到了屋角那个巨大的衣柜。说时迟那时快，外面已经传来秦如雪那充满杀气的声音。三妹，开门！柳依依对着林默做了个快进去的口型，林默一头就钻进了那散发着淡淡幽香的衣柜里。柳依依深吸口气，抚平了裙摆上的褶皱，恢复了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这才走过去打开了房门。门外，秦如雪手按剑柄，俏脸寒霜。二姐，何事这般大的火气？柳依依柔声问道，身子却巧妙地挡住了门口的大半位置。秦如雪的目光锐利如鹰，越过柳依依的肩膀，飞快地扫视了一圈屋内。书案、书柜、茶几，一切井然有序。空气中只有淡淡的墨香和檀香，以及三妹身上独有的那股兰花般的体香，没有那个混蛋的气息。三妹，秦如雪的声音依旧冰冷，你有没有看见林默？小石。柳依依故作惊讶地眨了眨眼，无辜又迷茫。没见着啊，我一早就在这里看账本，未曾见他过来。怎么了？秦如雪死死地盯着柳依依的眼睛，她想从那双深邃如潭的眸子里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破绽，可是没有。柳依依的眼神坦然清澈，带着恰到好处的关心和疑惑，完美的无懈可击。秦如雪的理智告诉她，这里不像藏了人，但女人的直觉却又让她觉得哪里不对劲。真没看见？秦如雪不甘心的又问了一遍。柳依依无奈的笑了笑，侧开身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二姐若是不信，大可进来搜一搜，我这就这么大点地方，能不能葬人，一看便知。她这副坦荡的样子，反而让秦如雪的疑心又消减了几分。是啊，三妹向来与世无争，怎么会帮那个混蛋撒谎？肯定是自己想多了。不必了。秦如雪烦躁地摆了摆手，转身就走，临走前还不忘丢下一句狠话。哼，他最好别让我带到，否则我定要把他挂在演武场的旗杆上，风干3天。听着那远去的脚步声，衣柜里的林默长长的松了口气。柳依依等了一会儿，确定秦如雪真的走了，这才走到衣柜前，轻轻敲了敲柜门。出来吧，走了。柜门吱呀一声打开，林默灰头土脸的从里面钻了出来。因为在里面蹲久了，他出来的时候动作有些踉跄，脑袋一晃，只觉得头上好像挂住了什么轻飘飘软乎乎的东西。他下意识的伸手一抓，将其从头顶拿了下来。那是一件肚兜，一件淡紫色的用冰蚕丝织成的肚兜，料子轻薄，在光线下几乎是半透明的，
上面用银线绣着2只翩翩起舞的蝴蝶，绣工精致。入手是一片滑腻冰凉的触感，柔软的不可思议。最要命的是上面还残留着一丝淡淡的余香，一股沁人心脾的独属于柳依依的兰花幽香。林默愣住了，空气在这一瞬凝固。柳依依那张原本还带着笑意的俏脸腾的一下就红了，那抹红色从她雪白的脸颊一直蔓延到精致的锁骨，再往下。啊！她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叫，一个箭步冲上来，一把从林默手里抢过那件私密衣物，胡乱地塞进衣柜，砰的一声关上了柜门。过了一会儿，柳依依转过身来，脸上的红晕未退，但眼神已经恢复了冷静。二姐已经走了，现在小叔可以说说究竟是什么样的舞，能让我那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二姐气得要提剑杀夫了吧？柳依依的目光中带着纯粹的八卦与好奇。可，嗨，林默的脸皮厚如城墙，此刻也顶不住了，老脸一红，眼神飘忽不定。这怎么说？说自己连蒙带骗，让你二姐穿着一身舞娘装给自己跳了一段艳舞。这话要是说出口，他毫不怀疑柳依依看他的眼神会从有趣的小男人瞬间变成无耻的登徒子。这个说来话长。林默含糊其辞，试图蒙混过关是吗？柳依依眼波流转，一步上前，那股兰花幽香更加浓郁了。她微微歪着头，好看的桃花眼弯成了月牙。有多话长？比我衣柜里的东西还话长吗？噗！林默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卧槽，车速这么快的吗？这是三嫂还是小妖精？看着林默窘迫的样子，柳依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一笑如春风拂柳，百花盛开，整个屋子里的空气都甜了好几分。想不到这个痛殴恶霸时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的小男人居然会脸红，真好玩。好了，不逗你了。柳依依摆了摆手，眼底的笑意却更浓了。她心里跟明镜似的，不说就不说，反正自己有的是法子知道。改天把二姐约过来，随便套套话不就清楚了。心里这么盘算着，柳依依便没再搭理林默，转身走回书案前，重新坐了下来。纤纤玉指捻起一卷账册，又恢复了那副安然静谧的模样，仿佛刚才那个好奇宝宝根本不是他。林默见状，长舒一口气，妈耶，总算糊弄过去了。柳依依不理他，也不赶他走。那这听柳轩现在就是最完美的避难所。秦如雪刚来搜查过，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逻辑，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灯下黑吗？他决定了，今天就在这赖着不走了。安全感一上来，林默的心思也活络了起来。他开始在柳依依的屋子里瞎转悠，美其名曰熟悉环境，实际上一双眼睛却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书案后那道嵌里式身影。柳依依真的太近了，她只是安然地坐在那里，纤细的腰肢挺得笔直，垂着眼帘，素手执笔，正在一卷书册上圈点着什么。那专注的神情让她整个人仿佛笼罩在一层圣洁的光晕里，可偏偏她又媚到骨子里。只是一个简单的提笔动作，皓白的手腕微微翻转，便风情无限。只是偶尔蹙一下眉，那微抿的红唇就带着一股让人心头发痒的悸动。林默内心不禁感叹，这是一种无需任何多余言语和动作就能让男人疯狂的毒药。他终于明白，柳依依平日里出门为什么总是要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甚至要戴上围帽了。这等姿容，这等媚态，若是毫无遮拦地暴露在人前，简直就是行走的祸水。对他而言，这极致的美丽或许真的是一道诅咒，也只有在这属于他自己的小小院落里，才能卸下防备，穿得清凉随意一些。林默的心思有些活泛，脚步也不自觉地凑到书案旁。三嫂，看什么呢？他嬉皮笑脸地探过头去。柳依依没有抬头，只是淡淡地吐出2个字：账本。闻言，林默的注意力这才从美人身上转移到了那些纸张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哪里是什么简单的账本？书案上铺着一张巨大的黑风城舆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朱砂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和线路城内各大商铺、粮仓、牙行的位置。城外几条通往外界的商道，甚至山脉中可能存在的矿产都被一一标记，清晰明了。旁边散落的几张纸上更是写满了各种商业构想。林默随手拿起几张看了看，越看越心惊。里面的分析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甚至还考虑到了官商勾结、黑白两道通吃等各种盘外招。卧槽，这哪是什么娇滴滴的三嫂？这脑子不去当 CFO 简直是屈才了。不，就算是当 CFO 都屈才了，这妥妥的商业女王模板啊！柳依依察觉到林默的动静，抬起了头。她看到林默正捧着自己的心血看得入神，眼中不禁闪过一丝复杂神色。这些都是我瞎想的，纸上谈兵罢了。她的声音软软糯糯，带着一丝无奈与落寞。
很多想法看起来天花乱坠，可真要实施起来，就会发现处处都是壁垒，根本行不通。哦，比如呢？林默来了兴趣，他觉得柳依依的计划已经非常完美，想不出还有什么问题。柳依依轻叹了口气，从一堆纸里抽出一张，递给林默。就拿这言来说吧。他手指点了点纸上的字，今年我查过了，黑风城外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盐矿多得吓人，但城里的盐都被垄断了。粗盐这里不缺，缺的是能打破垄断的细盐。可是我查了手上所有的书，也问了许多老盐工。柳依依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甘，他们都说粗盐提纯，难如登天。林默听着，突然愣住了，把粗盐提炼成细盐。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一堆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激活了。溶解、过滤、蒸发、结晶。卧槽，这不就是初中化学第2单元第3节的知识点吗？粗盐的提纯，当年为了中考，他把这实验步骤背得滚瓜烂熟，做梦都在喊一贴2滴3靠。这玩意儿，原来在这个世界没有啊！林默内心疯狂呐喊，表情却管理得相当到位，一片风轻云淡。他放下手里的纸，不紧不慢地走到书案前，拿起柳依依的毛笔，在砚台里蘸了蘸墨。柳依依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操作搞得一愣，水汪汪的眸子眨了眨，里面全是问号。只见林默随手抽过一张空白的宣纸，大笔一挥，在上面画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图形，一个烧杯，一个漏斗，一个酒精灯。然后他抬起头，冲柳依依挑了挑眉：“三嫂，你说的这个粗盐提纯很难吗？”林默的语气那叫一个得意洋洋。我寻思着，这玩意儿不是有手就行。柳依依拿过林默画的纸，纤纤玉指捻着指角凑到眼前，林默则在一旁挺直了腰板。他下巴微微抬起，脸上就差直接写上快夸我是天才7个大字了。他已经脑补出柳依依恍然大悟，然后用那种崇拜到不行的眼神看向自己，然后娇滴滴地喊一声呀，小石好厉害的画面了。然而柳依依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她歪着头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的看，她瞅瞅纸，又瞅瞅房梁，似乎在思考这究竟是哪路神仙的鬼画符，这是某种阵法图，还是辟邪的符箓？他小声嘀咕着，最后像是放弃了思考，随手将纸往旁边一丢，纸张轻飘飘落在地上。去，小石，一边玩去，别打扰嫂嫂看书。他的语气像是在打发一个拿着泥巴却非说是绝世珍宝的3岁顽童，口吻里充满了宠溺的无奈。噗！林默当场心肌梗塞。不是，三嫂，你看不懂吗？他悲愤地从地上捡起自己的智慧结晶，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屈辱。林默重新将纸对到柳依依面前，指着上面那个简笔画烧杯：“三嫂，你看，这是个烧杯，透明的烧杯。”他又指着漏斗：“这个上面大，下面小，是个漏斗。”最后他指着酒精灯：“这是火，用来加热的火。把盐水放烧杯里，用火一烧，再用漏斗过滤一下。”懂。烧杯。柳依依歪了歪头，迷茫的神色更浓了。他红唇轻启，吐出2个让林默当场去世的字：烧饼。林默彻底石化，足足3秒，他才猛地一拍脑门：卧槽，忘了这是古代，别说烧杯了，连化学这个词都没有。自己跟他说这些，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林默深吸口气，强行压下内心的抓狂，重新组织了下语言：三嫂，我的意思是说，他决定换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如果我有办法把那些又硬又黄，吃了还个牙的粗盐变成像雪一样白，像沙一样细的精盐，你刚才那个计划是不是就行得通了？这一次柳依依听懂了，那双原本还有几分慵懒的眸子瞬间亮了起来。当然，柳依依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激动，如果真能有源源不断的精盐，那这个计划10有8、9能成。林默心中一喜，正准备继续吹牛，脑子里却突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不对，他皱起眉头，表情也变得严肃。三嫂，我记得大夏王朝盐铁是专营的，想要正大光明的大规模卖盐，要有官府发的盐引才行吧？林默虽然是个外来户，但这点基本常识还是有的。这盐引就跟现代的专卖许可证一样，金贵的要死。寻常商人别说拿到了，就是想见一见盐引长什么样，都难如登天。每一张盐引的发放背后都牵扯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从地方豪强到朝中大员，一层压着一层。柳依依沉默了片刻，眸子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追忆，有不甘，还有一丝毅然决然。他忽然转身走向内室，林默有些不解，看着他窈窕的背影，没有出声打扰。片刻后，柳依依走了出来，她的手中多了一个精致的紫檀木小盒。她回到书案前，
将木盒轻轻放在林默面前，缓缓打开。盒子里面静静躺着一块温润的羊脂白玉佩，玉佩雕琢成一叶扁舟的形状，线条流畅，意境悠远，一看便知价值不菲。小石，柳依依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飘渺的意味。你知道我当初为何会答应嫁入林家吗？林默的心头微微一跳，这个他还真没想过。柳依依抬起眼，目光落在虚空处，仿佛在看一段遥远的过去。我和你三哥素未谋面，更谈不上有一丝感情。当初我答应这门亲事，一是因为林家满门忠烈，是值得敬佩的英雄；二，他的声音顿了顿，纤长的手指轻轻抚过那块玉佩，则是为了他。林默的目光落在那块玉佩上，心中充满了疑惑。柳依依的神情显得有些落寞。当初我的志向，他轻叹一声，仿佛将满腔的壮志都化作了这一声叹息。我父亲曾答应，只要我嫁入镇国将军府，便可满足我一个心愿。我本想借着这个心愿，在京城开设自己的商行，实现我的抱负。可谁曾想，天降横祸，林家遭难，我也随之流放至此。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梦想破碎的无奈。林默的心被轻轻触动了一下，他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个媚骨天成的三嫂，竟然肯为了自己的梦想做到如此地步。柳依依的手指摩挲着那块玉佩，语气重新变得坚定。这块玉佩是我柳家的信物，凭它，我想应该可以为我们定北府换来一张眼影。林默看着那块玉佩，眼神深邃。眼影，凭这块玉佩，他心里只冒出两个字：难说。柳依依的商业嗅觉堪称恐怖，但是在亲情面前，终究还是无法看清。柳家，京城巨贾，趋利避害是商人的本能。林家风光时，这门亲事是锦上添花。林家被流放后，柳家明哲保身，连一封书信都未曾寄来，这便是最冷酷的答案。切割，早已完成。现在又怎会为了一块小小的玉佩，一个随口的承诺，去犯有可能触怒皇威的风险？可当林默的目光从那冰冷的玉佩移到柳依依那充满希冀与光彩的脸上时，那双美丽的眸子里燃烧着一团火，一团名为野心与梦想的烈火。那团火很美，林默本想吐槽的心瞬间消失了。算了，打击美女的积极性天打雷劈。再说了，万一呢？万一柳家家主脑子一抽就信守承诺了呢？不管怎么说，他不能亲手把柳依依这团火给掐灭了。所以，小石，柳依依的声音将林默从沉思中拉了回来。他身子微微前倾，那股幽兰般的体香更加浓郁，几乎要钻进林默的骨头缝里。你真的能把粗盐变成血一样的细盐吗？看着柳依依那满是探究的神情，林默心情复杂。这眼影十有八九是拿不到的，那还有必要折腾吗？可是看着柳依依那期待的目光，算了，就当增进感情了。林默咧嘴一笑，三嫂，给你变个戏法。他心里其实也没100%的把握，毕竟中学实验室里的酒精灯、烧杯、滤纸在这里一样都没有。可输人不输阵，气势必须拿捏到位。你让人去准备几样东西。林默清了清嗓子，开始发号施令。柳依依眼波流转，没有多问，只是轻轻颔首叫来了丫鬟。林默大笔一挥，在纸上写下自己需要的东西。不多时，丫鬟仆人们便将东西一一备齐，堆放在听柳轩的院子里。粗盐、井水、棉布、细纱、木炭，都是些寻常物件。柳依依看着这些东西，美眸中的疑惑又浓了几分。就靠这些，能造出传说中的雪花盐？林默指挥着仆人将东西全部搬进厨房，然后蹲下身子，捻起一撮泛黄的粗盐，放在指尖揉了揉。那颗粒粗糙的个手，里面还混杂着肉眼可见的黑色沙粒和不知名的灰烬。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呸！又苦又涩，还带着点土腥的怪味。林默脑海中尘封的记忆大门缓缓打开，讲台上戴着老花镜的化学老师正拿着玻璃棒，在一个透明的烧杯里搅拌着浑浊的盐水。同学们看好，溶解是第一步，让盐和杂质在水中分离。折叠的整整齐齐的滤纸架在漏斗上。过滤是第二步，核心是一贴2滴3靠，把不溶于水的泥沙挡在外面。透明的蒸发皿在酒精灯的火焰上慢慢加热，水汽蒸腾，雪白的晶体一点点析出。蒸发结晶是最后一步，注意要用玻璃棒不断搅拌。画面是如此清晰，每一个步骤都深深刻印在脑海里。林默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扬起。稳了。他正准备招呼柳依依开始这伟大的化学实验第一课，柳依依却忽然抬起了她雪白的手。等一下。只见他对着厨房里的一众丫鬟仆人柔声吩咐道：你们都先下去吧，没我的吩咐，谁也不许进这院子，更不许靠近厨房。是，三夫人。仆人们躬身告退，院门被最后一人带上。厨房里，
只剩下林默和柳依依两人。柳依依走到厨房门口，将木门吱呀一声合上，甚至还插上了门栓。林默的心跳没来由的快了一瞬，这剧情怎么这么熟悉？可不等他多想，柳依依那软糯的嗓音再次响起。好了，小石。他转过身，倚在门边。现在可以开始你的戏法了。嗨嗨，林默这才回过神来。好吧，是自己想多了。不过柳依依方才插上门栓的那一瞬，他确实心头一热。这女人，美貌与智慧并存，既有运筹帷幄的魄力，又能放下身段信任自己。这样的盟友，这样的女人，必须拿下。嘿嘿，小石想什么呢？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柳依依的声音打破了他的幻想。林默老脸一红，赶紧抹了抹嘴角，干咳一声掩饰尴尬。那个，三嫂，来搭把手，把锅架到灶上去。啊！柳依依眨了眨眼，看着那口又黑又重的大铁锅，一时没反应过来，愣着干啥？快来啊！我一个人不好办。啊，哦，柳依依这才反应过来，没再交情。她提起裙摆，走到锅边，伸出纤纤玉手，抓住锅沿一侧。林默也抬起另一边，两人稳稳地将大锅架在了灶台上。柳依依拍了拍手，雪白的手指沾了点锅底灰，下意识往脸上一擦，留下2道可爱的黑印。她自己却浑然不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期待地看着林默。然后呢？倒水。林默大手一挥，颇有几分指点江山的气势。柳依依乖巧地哦了一声，提起旁边一个装满水的木桶，就要往锅里倒。那木桶少说也有40-50斤，她一个娇滴滴的女子，提起来时手臂的线条都绷紧了，胸前更是剧烈的起伏。林默看得眼皮直跳，赶紧冲了上去。我来，这种重活还是让我来。林默一边说，一边从柳依依手里去接木桶。只不过手掌附上水桶的瞬间，不可避免地盖住了柳依依那正用力提着铜柄的柔体。她的手很凉，滑腻如玉，指骨纤细。柳依依的动作明显僵了一下，一双美眸瞥向林默。林默哪敢看她，若无其事地将木桶拎起，哗啦一声把水倒进锅里。柳依依站在一旁，看着她强壮镇定的脸，突然觉得好笑，于是凑到林默耳边，嗓音软糯的调侃：小石，嫂嫂的手滑吗？可嗨嗨。林默一阵剧烈的咳嗽，突然有点气血攻心。这三嫂这么会撩，那要不就地正法？不行，正事要紧。林默红着脸，下一步生火。柳依依嘴角一扬，不再和他计较，而是跑到灶堂前，学着丫鬟的样子塞进柴草，用火折子点燃。很快灶堂里燃起了火焰，舔舐着锅底。火不用太大，中火就行，水烧到微微冒泡，不用完全烧开。林默在一旁背着手，活像个监工老大爷。柳依依蹲在灶前，扬起一张俏脸，好奇地问：为何不烧开？烧开？烧开了冷却慢，浪费时间。林默随口胡诌了个理由，总不能说这是为了精准控制后续饱和溶液的温度吧？柳依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专心致志地控制着火候。很快锅里的水开始冒出细小的气泡，水面微微翻滚。好了，可以了。林默一声令下，柳依依便抽掉几根柴薪。现在加盐。林默抓起一把粗盐，做事就要往锅里撒。等等，柳依依突然出声制止。怎么了？林默有些疑惑。柳依依从旁边架子上取来一个木勺，用这个盐伤手。她把木勺塞到林默手里，动作很自然，仿佛两人已经这样搭档了无数次。林默心中一暖，他舀起一勺粗盐倒进锅里，柳依依则拿着另一个木勺在锅里慢慢搅拌。盐粒入水，发出滋啦的清响，很快就消融在微沸的水中。厨房里一时间只剩下木勺搅动水流的哗哗声和灶堂里柴火燃烧的噼啪声。一个负责加盐，一个负责搅拌，一个身姿窈窕，一个神情专注。阳光透过窗格，将两人的身影拉得长长的，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林默一边加盐，一边向柳依依解释这么做的目的。柳依依则在一旁仔细听着，她的学习能力很强，只是片刻就领悟了林默所说的不再溶解是什么意思。当他看到水面上出现了一点点无法融化的盐粒时，便主动开口：小石，是不是可以了？林默点了点头。熄火，静置。柳依依熟练地将灶堂里最后的火星也给灭了。两人凑到锅边，只见锅里那原本清澈的水已经变成了浑浊不堪的黄汤，一股怪味弥漫开来。柳依依秀眉微蹙，眼中闪过一丝怀疑，这是不是失败了？别急，这才第一步，只是把好东西和坏东西先分开。林默解释道。他让柳依依等着，自己则跑到灶台的另一边，抓了2把干燥的草木灰放进一个小碗里。三嫂，
倒半碗温水进来。柳依依虽然不解，但还是照做了。林默将草木灰和水搅成糊状，静置了片刻，然后小心翼翼地滤掉上层的澄清灰水。这是做什么？柳依依的好奇心被彻底勾了起来。除苦。林默晃了晃手里的碗，这玩意儿能把眼里的苦味给吃掉。吃掉？柳依依一双美眸瞪得溜圆，感觉自己的认知正在被反复刷新。林默不再解释，而是将那小半碗灰水慢慢地倒进盐水里，边倒边用木勺轻轻搅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原本浑浊的黄汤在加入灰水后似乎变得更加浑浊了。但很快，一些絮状的沉淀物开始出现，并缓缓向锅底沉降。柳依依凑近了看，却微皱着眉头不明所以。林默也不跟他解释，因为接下来便是最关键的过滤环节。他指挥着柳依依将一个陶盆放在地上，上面支起一个架子，三扫，把那些棉布铺上去。柳依依拿起几层叠好的棉布，小心地铺在了架子上。他想了想，又找来几块石头，将棉布的四周压住，让中间形成一个自然的凹陷。聪明。林默由衷地赞了一句。柳依依嘴角微扬，露出一抹得意的浅笑。他似乎明白了林默接下来要做什么。先铺沙，再铺炭。林默一边说，一边把淘洗干净的细沙轻柔而均匀地铺在棉布上，接着又将敲碎的木炭铺在细沙上，一个简陋到堪称原始的过滤器便完成了。整个过程，柳依依都在一旁仔细地看着，仿佛要记下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好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林默拿起木勺，小心地从铁锅里舀起上层的盐水，他尽量避开锅底的泥沙沉淀，然后缓缓地倒在过滤器顶层的木炭上。浑浊的盐水顺着木炭、细沙、棉布的层次开始一滴一滴地往下渗，滴答滴答滴答，时间仿佛变慢了。两人谁也不说话，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下方那个承接用的陶盆。一滴晶莹剔透的液体终于从棉布的最低端凝聚，然后啪嗒一声滴落进空盆里。紧接着第二滴、第三滴，过滤的过程很慢，足足等了半个多时辰才滤出了小半盆澄清的盐水。最后一步，蒸发结晶。林默将滤好的盐水倒进洗干净的铁锅，重新架上灶台。这次火要小，越小越好。林默前所未有的严肃起来。柳依依也被这气氛感染，蹲在灶前。她小心翼翼地只留了3根细小的柴薪，让火焰保持着一种微弱而稳定的状态。林默则拿着一把木铲，时不时地在锅底搅动一下，防止糊锅。厨房里的温度渐渐升高，两人挨得很近，都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和心跳。柳依依的脸颊被火光映得红扑扑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几缕发丝粘在鬓边，非但没有半点狼狈，反而增添了几分惊人的媚态。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和一个男人在闷热的厨房里，像2个偷糖吃的孩子一样紧张地盯着一口锅。这种感觉既新奇又刺激。柳依依亲密度加3，一道提示音突然响起。林默微微一愣，与此同时，柳依依突然发出一声低呼：“快看！”林默循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锅里的水面已经开始冒起绵密的小泡，紧接着随着水分的不断蒸发，锅底和水面上开始析出一些细小的亮晶晶的白色颗粒。成了！林默心头一块大石落地，他放慢了搅拌的速度，动作轻柔，生怕把这些脆弱的晶体搅碎。白色颗粒越来越多，水越来越少，最后锅里只剩下一层薄薄的如同霜雪般的白色粉末。撤火！林默一声大喊，柳依依立刻手脚麻利地将柴薪全部撤了出来，两人合力将滚烫的铁锅端下来，放在地上晾凉。因为第一次没控制好火候，锅边缘的盐粒有些微微发黄，但中心的部分却是无可挑剔的雪白。柳依依蹲在锅边，伸出手指想碰又不敢碰，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在欣赏一件绝世珍宝。林默看到她的样子，心里不禁觉得好笑，于是玩心四起，用手指沾了点锅里的盐粒，然后坏笑着将手指递到了柳依依的嘴边。三嫂，尝尝。柳依依看着林默指腹上那晶莹剔透的盐粒，接着张开小嘴含了上去。林默，柳依依亲密度加2。嗡！林默的大脑一片空白，指尖传来的是温热、柔软、湿滑。那丁香小舌轻轻一卷，带着一股微弱的吸力，将他指腹上的雪白盐粒和他的魂儿一并卷了进去。林默整个人都麻了，卧槽，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吧？他以为柳依依会害羞，会脸红，会嗔怒地骂一句无耻，他甚至连后续怎么耍无赖、怎么插科打诨的台词都想好了。他想过100种可能的回应，却唯独没有想到柳依依竟然直接上了嘴。这操作也太离谱了吧！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林默脑中风暴席卷，
思考着自己要不要当场开枝散叶完成系统任务。可柳依依的心思却完全不在那短暂的肌肤之亲上。当那雪白的盐粒在舌尖化开的瞬间，她那双本就勾魂摄魄的眸子骤然亮了起来，没有一丝一毫的苦涩，没有那种粗盐入口时挥之不去的土腥和怪味，只有一种纯粹到极致的咸。那是一种干净的、鲜明的，能瞬间唤醒味蕾的极致咸香。柳依依彻底被震撼了。她震撼的不仅仅是这超乎想象的滋味，她震撼的是自己脑海中那张宏伟的商业蓝图，最后一块也是最关键的一块拼图，竟然被眼前这个小男人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轻而易举地补全了。商路、眼影、利润、垄断，一瞬间无数个念头在他脑中炸开，汇聚成一条清晰无比的金光大道。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向林默，眼神里原本的慵懒和玩笑退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混杂着惊叹、欣赏以及让他心头一颤的炽热。柳依依亲密度加5，这个小男人他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他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宝藏，每当以为挖干净了，却发现下面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厨房里的温度因为灶堂的余温和两人之间升腾的暧昧变得有些燥热，气氛旖旎又炽热，一切都朝着一个美妙的方向发展。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砰一声巨响，厨房的木门被人从外面一脚暴力踹开，可怜的门板发出一声哀鸣，直接从门框上崩飞了出去。暧昧的气氛被彻底粉碎，一道火红的身影裹挟着滔天的杀气从门外冲了进来。好你个林默，我就知道你这臭混蛋藏在这里。秦如雪这一天简直要把废气炸了，他把整个定北府翻了个底朝天，连狗洞都瞅了3遍，就是没找到林默那个混蛋的影子。正当他准备发动护院展开新一轮地毯式搜索时，却无意间再次路过听柳轩。他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紧闭的大门跟做贼似的，再加上还没到傍晚，院子里已经飘起了袅袅炊烟。事出反常必有妖，秦如雪二话不说，一个利落的纵身直接翻进了院墙。整个小院里静悄悄的，一个下人都没有，正房偏房全都大门敞开，唯独厨房的门紧紧关着。他屏住呼吸，悄悄靠近，然后就听到了那个让他恨得牙痒痒的声音：三嫂，尝尝。那声音里带着一丝他从未听过的坏笑和宠溺。尝尝？尝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还要尝尝？秦如雪的脑子嗡一下就炸了，怒火瞬间冲垮理智，于是便有了这暴力破门的一幕。冲进去的瞬间看到的情景更是让他怒火攻心，差点当场拔剑。柳依依那张绝美的脸上还带着一抹红晕与震惊，小嘴微张，似乎刚刚结束了什么。而林默那个混蛋正一脸呆滞地举着自己的手指，上面竟然还沾着些许晶莹的水渍。此情此景落在怒气冲冲的秦如雪眼中，直接被脑补成了10万字的限制级小说。孤男寡女，厨房种地，门还从里面插上了，再加上这画面，这动作还需要解释吗？秦如雪感觉自己头顶都快冒烟了。你们两个在干嘛？他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变得尖锐，充满了难以置信。大白天的，你们两个在厨房里，还知不知道害臊了？林默一个机灵，终于反应过来，闪电般收回手指，藏到身后，仿佛那是什么作案工具。他看着怒发冲冠的秦如雪，大脑飞速运转，脱口而出：如雪，你听我跟你编。话一出口，他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解释。秦如雪气得直笑，那笑容里全是冰碴子。好啊，有什么话跟我的剑解释去吧。铮一声清越的剑鸣，秦如雪腰间的长剑已然出鞘，凌厉的剑气瞬间锁定林默。就在这剑拔弩张的一刻，一道素雅的身影忽然动了。柳依依一步上前，直接挡在了林默身前。这个举动让林默和秦如雪都为之一愣。林默心中一暖，卧槽，三嫂，你是我唯一嫡姐。秦如雪则气得胸口剧烈起伏，惊人的弧度看得林默都有点眼晕。三妹，你护着他干什么？这个混蛋，他……二姐，你冷静点。柳依依的声音依旧软糯，神情却异常冷静。她转头看了一眼林默，然后又看向怒气冲冲的秦如雪，一字一句的开口：二姐，你不能伤他。为什么？因为小食他关乎咱们林家的一项大计。柳依依侧过身，指着那口铁锅里如同霜雪般的盐粒。二姐来看，这是小石刚刚提炼出的雪花盐。她言辞恳切地用最简单的话解释着雪花盐的价值，以及它对林家未来商业布局的颠覆性意义。然而此刻的秦如雪整个脑子都被奸夫那杀夫几个字给占满了，
哪里还听得进什么商业布局？他只觉得柳依依是在护着林墨。我管你什么大计小计！秦如雪怒不可遏，身形一晃，绕过柳依依，一把揪住林墨的耳朵。啊啊！疼疼疼！娘子饶命！轻点，要掉了！林墨发出一连串惨叫。秦如雪根本不理会，揪着他的耳朵就往外走，嘴里还恨恨地骂着：我让你躲，让你跟三妹在厨房里鬼混，看我今晚怎么收拾你！林墨就这么被一路从厨房拽了出去，在院子里留下一串狼狈的脚印和求饶声。看着此时怒火正旺，化身母老虎的二姐柳依依站在厨房门口，无奈地摇了摇头。她知道小石这顿收拾怕是免不了了，但由他们去吧，反正二姐不会真的伤害小石。院子外，林墨的惨叫声渐行渐远。救命啊！三嫂救我！谋杀亲夫了！你还敢喊？不敢了，不敢了！娘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穿。住口！你快给我住口！听着外面的动静，柳依依的嘴角再也藏不住，她笑着摇了摇头，转头看向铁锅里的雪花盐，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恢复了以往的冷静与锐利。她小心翼翼地将锅里的雪花盐收集起来，用一个精致的瓷罐装好，随后又叫来自己的丫鬟，将厨房里所有实验的痕迹全部清理得干干净净。就在清理即将结束时，柳依依的脚边一张被踩得有些褶皱的纸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弯腰捡起，正是林墨之前画的那张鬼画符。柳依依看着图上那个被她吐槽为烧饼的简笔画烧杯，又看了看旁边那个漏斗和酒精灯的涂鸦，之前只觉得好笑，可现在亲眼见证了奇迹的诞生后，再看这张图，柳依依的心情完全不同了。她小心地将那张纸叠起来，然后收入怀中，贴身放好。这个小男人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透了。定北府今日的热闹堪比城里过年。一道火红的身影像一阵旋风，揪着一个男人的耳朵，从听柳轩一路杀气腾腾地拖拽而出。啊，疼疼疼！娘子饶命！耳朵要掉了，真要掉了！林墨的哀嚎响彻云霄。秦如雪一张俏脸布满寒霜，凤眸里的火焰喷涌而出。他根本不理会林墨的求饶，手上力道又加重了3分。这一幕瞬间引爆了整个定北府，路过的仆役、丫鬟、护院无不惊的眼珠子掉了一地，纷纷躲在廊柱后、假山旁，伸长了脖子，交头接耳。天哪，那不是二夫人和林墨老爷吗？二夫人这是抓奸在厨房了。一个刚从听柳轩附近跑来的小厮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爆出惊天大料：何止啊，我听说是林墨老爷和三夫人在厨房里，那啥，门都从里面插上了。二夫人一脚把门踹开，当场抓获。嘶，倒吸凉气的声音此起彼伏。我的妈，林墨老爷这么勇的吗？一时间流言蜚语如同插上了翅膀，以光速在府内传播，并且在传播过程中被添油加醋，变得愈发离谱。版本1，争风吃醋版。二夫人与三夫人为争老爷宠爱，于厨房大打出手，老爷偏袒三夫人，惹怒二夫人。版本2，伦理狗血版。家主对三嫂图谋不轨，欲行不轨之事时，被二嫂当场抓获，酿成家庭惨案。版本3，玄幻修仙版。老爷乃是绝世炉鼎，二夫人与三夫人为夺其元阳，不惜姐妹反目。林墨在定北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深藏不露的高人形象，在这一刻轰然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敢于在2位嫂嫂之间反复横跳、艺高人胆大的绝世风流浪子。砰！秦如雪的房门被一脚踹上，发出沉重的巨响。他一把将林墨甩进屋里，反手就插上了门栓。林墨一个踉跄，还没站稳，就感觉一道凌厉的劲风扑面而来。铮！莲花剑发出一声清越的龙吟，那冰冷的剑尖稳稳停在了他喉结前1寸的地方。剑锋上流转的寒光映着秦如雪那燃烧着怒火的凤眸。林墨，他的声音冷得掉渣。临死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林墨的喉结不自觉地上下滚动了一下，感受着剑尖上传来的刺骨寒意。他知道现在任何的狡辩和求饶都只会火上浇油。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林墨体内的戏精之魂熊熊燃起。他忽然收起脸上所有嬉皮笑脸的表情，眼神变得无比郑重，甚至还带上了一丝愧疚与决绝。有。林墨看着秦如雪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如雪，昨晚的事是我不对。秦如雪一愣，显然没想到他会是这个开场白。我承认，我用了些不光彩的手段，骗了你，骗你穿上了那件衣服，还跳了那样的舞。林墨目光坦诚，没有丝毫闪躲。我的方式很混蛋，我向你道歉。听到这里，秦如雪心底那一丝芥蒂悄然松动了些许。
他最气的其实不是跳舞本身，而是被他欺骗和愚弄的感觉。可还没等他开口，林默的话锋却猛然一转。但是，林默痴痴地望着秦如雪，声音低沉，带着一种毅然决然。我不后悔，因为我看到了这世上最美的风景，能看到你那样美的一面，我林默此生无悔，死而无憾。秦如雪有点懵了，这番无耻又带着一点真诚，下流中又夹杂一丝深情的话，是怎么回事？他的脑海里闪过昨晚自己穿着那身羞人的衣裳，在他面前笨拙舞动的画面，脸颊疼的一下就红了，又羞又气，可偏偏心底深处，为什么还生出了一丝被他撩拨起的甜意？这个混蛋，他怎么能用这么认真的表情说出这么羞耻的话来？哼，油嘴滑舌。秦如雪俏脸含煞，冷哼一声，手腕却不自觉地微微一沉，抵在林默喉咙的剑尖悄然落了下去。呼，林默心里松了口气，后背已是一片冰凉。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可他这口气还没吐完。铮，刚刚放下的莲花剑再一次抬起，冰冷的剑锋这次直接贴在了他的脖颈上。秦如雪咬着银牙，凤目再次喷火。那件事暂且不提，但你老实交代，你和三妹在厨房里鬼鬼祟祟的到底在干什么？他的声音里带着一股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浓烈酸意。为什么要把门从里面插上？你手指上的水是……秦如雪说到一半，实在说不出口那个羞人的猜想，只能咬牙切齿地逼问：你们到底在里面干了什么？林默一听这话，瞬间就明白了，原来根子在这儿呢。他看着秦如雪那气鼓鼓的样子，明明是在兴师问罪，可眼神里的醋意却怎么也藏不住。原来这小妞是吃醋了，那这事情就好办了。林默的胆子瞬间肥了起来，他非但没有后退，反而迎着剑锋向前迈了一大步，两人的身体瞬间贴近。林默甚至能闻到秦如雪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着汗水与女儿家体香的独特气息。他微微低下头，嘴唇几乎要贴到秦如雪的耳廓上。怎么，我的好娘子，这是吃醋了？温热的气息拂过耳畔，秦如雪的身体瞬间一僵，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绯红。谁吃醋了？你别胡说。秦如雪被林默这突如其来的骚操作搞得心头一颤，下意识的就想后退，可林默哪里会给他机会？此时后退将前功尽弃。他一把抓住秦如雪的手腕，稍一用力，将她整个人拉进自己怀里。啊！秦如雪发出一声惊呼，身体失去平衡，直直倒向林默。林默顺势一个翻身，直接将她压在身下，攻守之势瞬间逆转。你放开我！林默，你这个混蛋，你又来！秦如雪又羞又怒，剧烈的挣扎起来，可她那点力气在林默面前根本不够看。刚刚还盛气凌人的女战神，瞬间变成了被按住爪子的炸毛小猫。林默看着身下脸颊绯红、凤目含春的绝美娘子，心中的火焰彻底被点燃。他决定了，今天必须现身，用自己的身体彻底平息秦如雪的怒火。娘子，别气了。林默低下头，凑到她耳边，暧昧的开口。为夫这就好好赔礼道歉。房间里的温度骤然升高，衣衫一件件的滑落，夜深了。与秦如雪院子里的战火连天不同，听柳轩的书房内一片静谧，烛火摇曳，将一道玲珑有致的倩影投射在墙壁上。柳依依换下一身素裙，穿上了更为舒适的丝绸睡袍，乌黑的长发随意地披散在她肩头，更添了几分慵懒的媚态。她并未去关注外面那些愈演愈烈的流言蜚语，那些人的想象力在她看来既幼稚又可笑。她的指尖轻轻摩挲着书案上一个精致的瓷罐，罐子里是足以颠覆整个北京商业格局的雪花岩，但她的目光却落在了另一件东西上。那是一张被踩得有些褶皱的宣纸，上面画着几个歪歪扭扭的被她吐槽为烧饼和福禄的图案。此刻再看这张图，柳依依的眼神里却充满了惊叹与痴迷。原来那个叫烧杯，原来那个叫漏斗，原来那看似简单的几步竟然蕴藏着点石成金的力量。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张鬼画符重新叠好，在他看来，这件东西比那罐能带来万贯家财的盐要珍贵10000倍，因为盐他有信心复制，而创造出这个奇迹的那个男人却是独一无二的。做完这一切，柳依依才深吸口气，铺开一张巨大的宣纸。他提起笔，沾饱了墨，那一瞬间，他身上所有的慵懒和妩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眼神亮得惊人。脑海中关于今年的商业计划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疯狂推演、完善、生产、寻觅绝对心腹，建立工坊，核心技术
谨小时与我2人知晓，严防死守。成本：粗盐成本、木炭、细沙、人力、保密。客群：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不，全都要。营造稀缺感，有价无市，打响名声。定价、渠道、风险、官府、同行、黑道，一个个的构想在他笔下化为清晰的文字，一个宏伟的蓝图正在这深夜的书房中缓缓成型。写到最后，柳依依的笔锋一顿，他另取了张纸，沉吟片刻，在纸上重重地写下几个字：陈家，黑虎帮。这是黑风城最大的盐商，也是黑风城4大帮派之一，他们将是这个计划中第一个要正面碾碎的敌人。柳依依看着那2个字，神情变得凝重。垄断，有了雪花盐不怕，可要对付那些不讲道理的恶势力，或许只能靠他了。柳依依的目光不自觉地又飘向了秦如雪院子的方向，不知道那个小男人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被那只母老虎吃干抹净了？另一边，秦如雪的房间中持续了半宿的激烈战斗，终于鸣金收兵。房间里一片狼藉，几件随意脱下的衣物凌乱地散落在各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汗水与馨香交织的奇特味道。始作俑者林默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感觉浑身上下每一块肌肉都在幸福的呻吟。他感觉自己不是在赔罪，而是去西天取经了。历经了9981难，才终于降服了这只母老虎。累，是真累；爽，也是真他娘的爽。他侧过头，看着身边已经沉沉睡去的秦如雪，刚刚还张牙舞爪、喊打喊杀的母老虎，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只温顺的小猫咪。秦如雪侧着身子蜷缩在林默怀里，睡得正香。她那绝美的俏脸上还残留着未曾褪尽的动人红晕，长长的睫毛像2把小刷子，随着均匀的呼吸轻轻颤动，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无法掩盖的满足。这副娇憨的模样，哪还有半分女战神的威风？林默看得心中好笑，这丫头嘴上说不要，身体倒是比谁都诚实。他心念一动，悄然打开了秦如雪的面板，原本静态的画像仿佛化作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动态图卷。一位身披黑红色战衣的绝代女武神，在一片火凤的环绕下傲然站立，颠倒众生。美人秦如雪，状态已收录，角色值100100，倾世无双，亲密度100100，死生契阔，专属天赋不屈，已激活。激活条件：让秦如雪穿上劲爆的舞娘装，为你舞一曲。已完成。天赋效果：激活后，宿主获得坚韧体质，该体质能大幅减免利刃、钝器、拳脚等物理方式所造成的伤害。林默看着那2个双双爆满的100数值，嘴角咧到了耳根。成了，这一下是彻底拿下了。就在这时，那凤凰虚影发出一声清越的凤鸣，口中吐出2个金光闪闪的礼包。叮！恭喜宿主将秦如雪的亲密度培育满值，获得羁绊大礼包1份。叮！恭喜宿主将秦如雪的角色值培育满值，获得角色大礼包1份。是否开启？来了，还是好事成双。林默眼底闪过一丝金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打开。一道金光闪过，礼包开启。叮！羁绊大礼包开启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道具傀儡娃娃 X1。傀儡娃娃，一次性消耗品，可与任意一名美人进行绑定。绑定后，对娃娃进行的任何物理接触，如抚摸、挠痒、弹脑瓜崩等，将以100%的真实感官无延迟的同步反馈给绑定目标，效果持续1个时辰。林默的眼睛瞬间瞪圆，卧槽，傀儡娃娃还能这么玩？将物理接触100%真实感官同步反馈林默的大脑宕机了0.1秒，紧接着无数骚操作瞬间塞满了他的脑子。这玩意儿简直是居家旅行整蛊嫂嫂们的必备神器啊！想象一下，三嫂柳依依正在书房里认真看账簿，表情那叫一个高冷御姐范儿，自己躲在角落里对着绑定了她的娃娃轻轻挠一下脚心，那画面啧啧。又或者二娘子秦如雪正在院子里练剑，英姿飒爽，杀气腾腾，自己悄悄对着娃娃的屁股蛋啪的来一下。嘶！林默倒吸一口凉气，感觉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哪里是什么羁绊礼包，这分明是老司机的快乐礼包啊！系统，你也太懂我了，爱你么么哒。林默满意的点了点头，将目光投向了第2个礼包。继续打开角色大礼包。叮！角色大礼包开启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福禄岩出法随符 X1。岩出法随符，一次性消耗品，使用后
宿主所说出的话将在一定时间内对目标产生极强的心理暗示效果，使其在潜意识中相信并执行宿主的话语。言出法随，林默眼中闪过一抹金光，这玩意儿更无敌啊！有了这言出法随符纸，以后忽悠起人来岂不是更容易了？林默甚至能想象到，下次秦如雪如果再提剑要杀他只要随手捏碎符纸，然后轻飘飘一句：“娘子，今晚我们来好好探讨一下武学奥秘，你穿那件舞娘装如何？”然后秦如雪就会红着脸乖乖地换上舞娘装。嘿嘿嘿，想想就好兴奋啊！然而就在这时，一旁的秦如雪忽然发出了一声娇哼。就在林默沉浸在喜悦中时，怀里的秦如雪忽然娇哼一声，不安分地动了动。她翻了个身，像只八爪鱼一样，手脚并用地缠了上来，将林默抱得更紧，嘴里还发出了含糊不清的梦话：“臭混蛋，你不许走！”秦如雪的眉头微微蹙起，似乎在梦里也在跟林默置气，那副又凶又依赖的样子，看得林默心头一软。这丫头梦到啥了？又梦到我去厨房找柳依依了。林默觉得好笑，忍不住在她紧蹙的眉心上印下了一个温柔的吻。神奇的是，这一吻之后，秦如雪的眉头竟真的缓缓舒展开来，重新归于平静的睡颜。安抚好了这只炸毛的母老虎，林默心满意足地滑动系统面板，他的目光落在了下一幅画卷上。那幅属于柳依依的画卷依旧是灰色的，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距离感。美人柳依依，状态未收录，亲密度达到60可收录，角色值99100，媚骨天成，亲密度32100，含情脉脉，专属天赋未解锁，激活条件未解锁，天赋效果未解锁，含情脉脉。这词用的林默实在没话说，不过最让他感到惊讶的还是角色值那一栏的99。他知道柳依依极美，那种媚入骨髓的风情与秦如雪的英气飒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极致，可一上来就是99分的初始颜值，还是让他有些小小的震撼。只差1分就满值，这三嫂果然是个妖孽。这岂不是意味着很容易就能把角色值培养满，然后拿到角色礼包？还有，不知道柳依依的专属天赋是什么？林默心中不禁好奇，只不过亲密度就有点不够看。32点，林默清楚记得在厨房里，柳依依含住他手指的那一刻，系统提示了个亲密度+2。除此之外，还有几次加了亲密度，但他并没有搞清楚情况。林默摸了摸下巴，陷入了沉思。看来秦如雪和柳依依不是一个攻略路数的。对付秦如雪这种性格刚烈、外冷中热的傲娇战神，只要脸皮够厚，胆子够大，用最直接、最霸道的方式，就能一层层剥开她的铠甲，直抵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可柳依依不行，这个女人媚态是她的表象，智慧才是她的内核。寻常的身体接触，在她看来，恐怕跟小孩子过家家没什么区别，根本无法触动她的心弦。她就像一只狡猾又优雅的狐狸，你跟她玩硬的，她或许会不经意间从你怀中溜走。想攻略她，寻常的物理手段恐怕行不通，必须得攻心未上，得找到那个能让她心甘情愿敞开心扉的开关才行。有点意思，这是从动作游戏切换到策略游戏了。林默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想着想着，一股倦意袭来，林默打了个哈欠，搂着怀里温香软玉的充电宝，渐渐睡去。次日天光微细，林默的眼睫毛动了动，缓缓睁开了眼。入目是一片细腻光滑的肌肤，以及一头铺散在枕上如黑缎般的长发。秦如雪睡得很沉，她的呼吸平稳而悠长，嘴角甚至还微微上扬。昨夜的战斗显然让她极为疲惫，也极为舒心。林默的目光在凌乱的床榻和散落一地的衣衫上扫过，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他小心翼翼地试图将自己的胳膊从秦如雪的脖颈下抽出来。昨天被秦如雪暴力打断关于雪花岩的后续计划，他还没来得及和柳依依深入探讨，那可关系到他未来是吃香的喝辣的，还是啃着窝窝头就咸菜，所以必须尽快提上日程。他屏住呼吸，动作轻柔的像一只偷腥的猫，1寸2寸，眼看就要成功脱身。去哪？一道悠悠的如同鬼魅般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林默身体一僵，整个人仿佛被施了定身法，连头发丝都不敢动一下。他僵硬地转过头，对上那双不知何时已经睁开的凤眸。那双眸子里没有了睡意朦胧，只有一片清明，以及一丝正在凝聚的危险风暴。完犊子，装睡！这丫头居然学会玩战术了。下一秒，一股剧痛从胳膊的软肉上传来，秦如雪那2根纤细的手指死死地掐了他一下。又跑，你又跑！秦如雪的声音里满是委屈和控诉，
仿佛他是个屡教不改的负心汉。老娘的床上是有钉子吗？还是我晚上睡觉打呼噜磨牙了？为什么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他真的早就醒了。当林默第一个轻微的动作开始时，他就已经从沉睡中惊醒。本以为这个混蛋会像话本里写的男主角一样，抱着自己温存片刻，或者偷亲一下自己。结果呢？结果这个狗男人睡醒第一件事居然又是想溜，这让他心中的那点甜蜜和温存瞬间变成了滔天的怒火和委屈。冤枉啊，娘子！林默脸上立刻挂上了比窦娥还冤的表情，求生欲拉满。我怎么会跑呢？我是看娘子你昨夜嗨太过辛苦，所以想去厨房亲自为你准备一些滋补的早膳，补充一下体力啊。他一边说，一边挣扎着又要起身，试图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你看，再晚一点，厨房的莲子羹就凉了。然而，一只藕臂横了过来，再次将他一把拽回了柔软的床榻。我不饿。秦如雪霸道地宣布，然后一个翻身，双手撑在他的胸膛两侧，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晨光中，他为着寸缕常年习武锻炼出的身段曲线毕露，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充满了力量与柔韧的美感。那双凤眸里燃烧着火焰，死死地锁定着他。在我说可以走之前，你哪儿也不许去。林默，好家伙，这沾人程度简直是指数级上升啊！他无奈地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状。行，都听你的，我的女王大人。看他服软，秦如雪脸上的寒霜才稍稍融化了一些。他从他身上下来，却像知树带熊一样，手脚并用地缠了上来，将头埋在他的颈窝里，闷闷地开口：我问你件事。你说。林默搂着他温软的身子，感受着那惊人的弹性，心情大好。那本十方居灭阵完整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秦如雪顿了顿，又补充道：我是说，是只有里面的舞姿图是假的，还是整本书都是假的？这个问题在他心里盘旋了一整夜。被骗跳舞的羞愤与可能获得完整阵法的狂喜，两种极端的情绪反复拉扯，让他几乎没怎么睡好。林默闻言低低地笑了起来。你猜？砰！一个没什么力道的小粉拳嗔怒地捶在了他的胸口。我不猜，你快告诉我！秦如雪抬起头，气鼓鼓地瞪着他，脸颊因为羞恼而泛起红晕，煞是可爱。好，我说。林默笑着握住了他作乱的小手，决定不再逗弄这只快要炸毛的猫咪。他换上一副认真的表情，反问道：那你自己觉得呢？你钻研秦家阵法这么多年，难道看不出真假吗？被他这么一问，秦如雪的眉头微微蹙起。他仔细回忆着那本古籍的每一个细节，除了那几页画着羞人舞姿的纸张明显是新的之外，书的其他部分，无论是纸张的质感还是笔墨的痕迹，都透着一股浓浓的古朴气息，绝非凡品。更重要的是，前面阵法篇的内容与他家传的残篇完美契合，而且那些朱砂小字的注解字字珠玑，仿佛一位绝世高人站在他面前为他指点迷津。仅仅是粗略翻阅，就让他许多过往百思不得其解的滞涩之处豁然开朗。那种感觉骗不了人。我觉得除了那几页无谱，其他好像是真的。他有些不确定地说道。林默赞许地点了点头，在他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口。恭喜你，答对了。除了那几页我为了帮助娘子你领悟阵法之魂而精心绘制的舞姿图，其他都是真的。所以你放心大胆地去研究，那绝对是你们秦家失传的完整传承，对你只有天大的好处。真的。秦如雪的眼睛亮了。完整篇，那意味着秦家复兴的希望，意味着他可以超越先祖，将十方居灭阵的真正威力重现于世。这个天大的好消息让他甚至忘记了被骗跳舞的羞耻，整个人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但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上心头。他眯起凤眸，一根纤细的手指点在林默的胸膛，带着一丝警告的意味。那这本书你到底是从哪儿得来的？先说好。秦如雪加重了语气，别再告诉我是从什么神秘老头那儿花3文钱买的，不然。他另一只手做了一个咔嚓的手势，威胁之意不言而喻。看着他这副又凶又萌的样子，林默的玩心又起来了。他眨了眨眼，一脸无辜。你猜？林默。秦如雪瞬间破功，羞恼的尖叫一声，举起小拳头就往他胸口招呼。猜，你除了让我猜还会说什么？我不想猜，你快告诉我，快说。秦如雪的小拳头如雨点般落下，却没什么力道，更像是撒娇的捶打，捶得林默胸口又酥又痒。林默哈哈大笑着，一把将怀里张牙舞爪的小野猫紧紧抱住，任由他折腾。好了，不逗你了。就在两人打情骂俏，气氛逐渐升温，
林默准备用实际行动让他没力气再追问的时候，叩叩叩，门外传来丫鬟恭敬的敲门声。老爷，二夫人，三夫人派人过来传话，说是有要事相商，想请您二位过去一趟。林默一听，眼睛顿时一亮，来了。他就知道以柳依依的商业嗅觉和雷厉风行的性子，在见识到雪花岩的诞生后，绝对会第一时间展开行动，这效率杠杠的。然而他怀里的秦如雪在听到三夫人这3个字时，身体明显一僵。昨天林默和柳依依在厨房里锁着门鬼鬼祟祟的一幕，瞬间在他脑海中高清重播。那股刚刚被甜蜜冲淡的醋意，如同退潮后又猛然涌上的潮水，瞬间淹没了理智。他抬起头，对着门外，用一种刻意保持平稳却又带着一丝冷硬的语气说道：知道了，你回去跟三妹说，我跟相公还没用早膳，等用完早膳再过去。林默一愣，等等，他刚才说什么？相公？他没听错吧？林默心里一乐，秦如雪这头倔驴居然肯在别人面前叫自己相公了。果然，争风吃醋是女人进步的阶梯，能让理智瞬间下线啊。他心里觉得好笑，故意搂紧了秦如雪，将嘴唇贴在她通红的耳边，吹着热气，坏笑着问道：娘子，你刚才叫我什么？风太大，我没听清，要不再叫一个我听听。什么叫你什么？我什么也没叫。秦如雪的脸轰的一下红到了脖子根，猛地挣脱开林默的怀抱，这副嘴硬心虚的样子更是让林默玩心大起。好啊，不承认是吧？他一脸坏笑的扑了上去，看我怎么让你承认。抓那啥龙爪手呀！林默，你个混蛋，别碰那脸呀！哈哈，我错了还不行吗？床榻上两人再次笑闹成一团。然而这温馨的打闹很快又被门外传来的声音打断，还是那个丫鬟，只是这次的语气带上了一丝为难。老爷，二夫人，三夫人说了，说她已经让人备好了早膳，都是您二位爱吃的。她说事情真的很重要，关乎咱们定北府的未来，请老爷和二夫人什么都不用准备，务必现在就过去。这话一出，床上的笑闹声戛然而止。林默心中了然，柳依依这招釜底抽薪玩得漂亮，直接把秦如雪没吃饭的借口给堵死了，还把事情上升到了定北府未来的高度。这下不去都不行了。他看着怀里虽然停止了挣扎，但明显还在生闷气的秦如雪，那张绝美的俏脸上写满了我不高兴和我还在吃醋。林默叹了口气，柔声劝解道：好了，别吃醋了，三嫂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说重要，那肯定是天大的事，我们还是过去一趟吧。秦如雪把头一扭，嘴巴撅得能挂油瓶。我才没有吃醋。林默几乎是被秦如雪一路用眼刀子剜到听柳轩的，他一只手被秦如雪死死攥着，另一只手无奈地揣在袖子里，那醋劲儿简直是把山西陈醋当水喝了。不过也挺好，秦如雪这只浑身带刺的小野猫，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像个粘人的小媳妇一样，恨不得把自己拴在裤腰带上。一踏入听柳轩的门槛，一股清雅的兰花香气便扑面而来。厅堂内，柳依依端坐于桌前，她今天穿了一身月白色的收腰长裙，衬得肌肤胜雪，眉眼含笑，仿佛一株吐蕊的幽兰。桌上已经摆好了精致的早膳。秦如雪的目光与柳依依在空中一碰，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她二话不说，拉着林默就坐到了离柳依依最远的位置。相公，坐。秦如雪故意把相公2个字咬得很重，说完还拿筷子给林默碗里夹了块肉。昨晚累着了吧，快吃点补补。一边说，眼神还一边若有若无地瞟向柳依依。三妹可真是勤快，起得这么早，也不怕扰了别人清梦，不像我们没什么要紧事就喜欢在床上多赖会儿。这夹枪带棒的话让林默听得头皮发麻。我的姑奶奶，你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咱们昨晚干了啥？林默尴尬地咳嗽2声，想开口岔开话题，却见柳依依只是淡淡一笑。她非但没恼，反而觉得有趣。她没想到二姐这般清冷孤傲的将门虎女，在林默面前竟然成了醋坛子。不过这气鼓鼓的样子倒是比平时那生人勿近的模样可爱多了。二姐这话说的，我这不是心疼你和小石吗？柳依依声音软糯，带着一丝委屈的意味。知道二姐和小石昨夜辛苦，我特意让厨房备了早膳。二姐，你最爱吃的白切鸡，快尝尝，吃饱了气也就消了。她将辛苦2字说得意味深长，既是顺着秦如雪的话，又像是在调侃。秦如雪被她这么一说，脸颊微微一热，她感觉自己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浑身的火气没处发泄，反倒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了。她也知道自己这样不对，三妹又没做错什么，怪就怪自己那点可笑的战友欲在作祟。
可一想到昨天林默和柳依依在厨房里锁着门的场景，他心里就堵得慌。哼，就算要开枝散叶，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心里虽是这么想，但柳依依递过来的台阶，他还是顺势下了。毕竟是自家姐妹，总不能真为了这点事闹得不可开交。可视线落到餐桌上，秦如雪的眉头又皱了起来。三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只见桌上赫然摆着2盘一模一样的白切鸡，无论是鸡肉的切法，还是配菜的点缀，都完全看不出任何区别。林默看到这2盘菜，也是微微一愣，可随即灵光一闪，瞬间明白了柳依依的用意。这丫头是在搞对比营销啊，用最简单粗暴的对比实验，直接把事实摆在秦如雪面前，这可比磨破嘴皮子解释100句都有用。高，实在是高。不行，这招我得学着点，以后后院真要起了火，这绝对是顶级拿捏手法。柳依依笑了笑，抬手做了个请的姿势。二姐，尝尝便知。林默见状，也立刻化身最佳捧哏，他殷勤地夹起一块鸡肉，送到秦如雪嘴边。来，娘子，张嘴，为夫亲自喂你啊！你干什么？秦如雪羞得想躲，可当着柳依依的面又不想落了下风，只好红着脸，没好气地张开嘴，将那块鸡肉吃了进去。鸡肉嫩滑，味道鲜咸，是他熟悉的味道。就这，他嚼了2下，不以为然地看向柳依依，不就是普通的白切鸡吗？味道还行，有什么名堂？柳依依笑而不语。林默从另一盘里又夹起一块，再次送到秦如雪嘴边。娘子别急，再尝尝这个啊！你们2个到底在搞什么鬼？秦如雪狐疑地看看林默，又看看柳依依，她总觉得这2个人神神秘秘的，像是在合伙算计自己。可嘴上虽然抱怨，但还是张开小口，带着一丝审视，将林默筷子上的鸡肉咬进了嘴里。仅仅一口，只是一口，秦如雪的凤目瞬间瞪得溜圆，一股难以言喻的鲜美在她的舌尖轰然炸开。那是一种无比纯粹、干净的咸味，没有丝毫杂质和苦涩。它完美的将鸡肉本身的鲜香提升了数个层次，让肉质的口感都变得清爽利落起来。好吃，太好吃了！两相对比，之前那盘还算可口的白切鸡瞬间变得寡淡无味，难以下咽。秦如雪被这突如其来的美味给镇住了，她不信邪的自己又飞快地夹了一筷子，再次送入口中。没错，就是这个味道，纯粹、干净、鲜美绝伦。这是怎么回事？她震惊地抬起头看向柳依依，味道怎么会差这么多？三妹，你请新厨子了吗？柳依依放下茶杯，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轻声提醒：二姐，你忘了昨天在厨房我跟你说过的，实地他弄出了雪花盐。雪花盐3个字如同钥匙，瞬间打开了秦如雪的记忆。她想起昨天自己怒气冲冲破门而入时，柳依依递过来的那撮白花花的东西，想起她当时激动地说着什么商业蓝图，最后一块拼图。原来秦如雪的目光在2盘白切鸡之间来回移动，恍然大悟。你是说这盘好吃的白切鸡是用林默弄出来的那个雪花盐做的？没错。柳依依点了点头。秦如雪扭头看向林默，一脸的难以置信。这个家伙昨天还被自己追得满院子跑，一副无赖嘴脸，转眼间就弄出了这种足以颠覆整个大夏饮食格局的东西。秦如雪整个人都定住了，一张俏脸一阵红一阵白，精彩纷呈。她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昨天的一幕幕，自己怒气冲冲踹开厨房门，柳依依递过那撮白的晃眼的盐，自己满脑子都是抓奸，压根没把那玩意儿当回事，甚至刚才还夹枪带棒阴阳怪气的嘲讽柳依依。秦如雪看着眼前2盘天拆地别的白切鸡，再回想柳依依当时那句邻家的大忌，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丢人，太丢人了。在意识到雪花盐的真正价值后，她那点可笑的醋意和占有欲显得是那么的幼稚和无理取闹。一阵剧烈的内心挣扎后，秦如雪深吸一口气，做出了一个让林默都有些意外的举动。她猛地站起身，在林默和柳依依错愕的目光中，对着柳依依郑重其事的弯腰行了一个90度的礼。三妹，昨天是二姐冲动了，误会了你，我向你道歉。声音依旧带着几分生硬，但里面的真诚谁都听得出来。柳依依惊了，连忙起身扶她。二姐，你这是做什么？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她扶着秦如雪的胳膊，只觉得好笑又感动。这二姐真是个直肠子，傲娇是真傲娇，但认错也认得干脆利落。秦如雪直起身，脸颊还泛着红晕，但整个人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飒爽。她扭头狠狠瞪了林默一眼，那眼神里的信息林默秒懂，这是在警告他不许对他的好三妹乱来的意思。真是的，
我是那种人吗？林默心中不爽，但还是给秦如雪回了个 OK 的手势，外加一个乖巧无比的笑容。我还有事，护院的晨练不能耽搁，我先过去盯着了。他的背影一如既往的飒爽挺拔，只是那步伐比平时快了3分，带着一丝落荒而逃的意味。看着秦如雪几乎是逃出了听柳轩，林默嘴角的笑意更浓了。这只傲娇的小野猫害羞的样子可真是百看不厌。随着秦如雪的离开，房间内的气氛瞬间变了，那股因争风吃醋而带来的紧绷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微妙而暧昧的静谧。柳依依重新坐回原位，一双水光潋滟的眸子在林默身上打了个转，眼波流转间媚态天成。她提起茶壶为林默斟一杯热茶，动作优雅如画。我们的小石可真是魅力非凡，连二姐这般心高气傲的冰山美人都成了绕指柔。柳依依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调侃。三嫂谬赞了。林默接过柳依依递过来的茶杯，厚着脸皮道：我这也是为了咱们林家的百年大计，鞠躬尽瘁啊。鞠躬尽瘁几个字从林默嘴里说出来，又进到柳依依的耳朵里，可她怎么听都觉得不像好话。好了，不评了，说正事。柳依依强行板起脸，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认真一点。昨晚我一夜未眠，满脑子想的都是这雪花岩的事。林默见状也收起玩笑的神色，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他喜欢柳依依这一点，他能在风情万种的尤物和精明干练的商人之间无缝切换，这种反差致命的吸引人。跟我来。柳依依站起身，引着林默来到自己的书房。柳依依的书房与昨天截然不同，干净整洁的景象荡然无存。书桌上、书架上，甚至地上、椅子上，到处都堆满了各种账本、卷宗和书籍，乱糟糟的，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三嫂，你这书房是遭人打劫了？林默忍不住吐槽。柳依依没理会他，而是走到书案前，从一堆杂乱的卷宗底下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卷厚实的羊皮纸，在桌上哗啦一下摊开。小石，你看这里。柳依依指着地图上一个被红色朱砂圈起来的区域。黑风城的盐一直被陈氏盐铺垄断，他们卖的盐又黑又苦，里面还掺着沙子，可就是这种垃圾，价格却比外面正常的粗盐还要贵上5倍。城里的百姓要么硬着头皮买，要么就只能吃淡食，苦不堪言。柳依依顿了顿，抬起美眸看向林默：你灭掉霸天帮只是动了平民区一块小肉，不足为患，但如果我们要卖雪花盐，动的可就是黑风城的一块大肉。他手指一动，点在了一个用浓重黑色标记的区域上。陈氏盐铺的背后是黑风城4大帮派之一的黑虎帮。柳依依开始详细介绍，黑风城名为大夏国土，实为法外之地，知府衙门形同虚设，真正掌控这座城的是4大帮派。东城的青龙会掌控奴隶买卖和城外的黑矿，行事风格最为凶残；西城的白狼寨掌控商道，替蛮族销赃，以此获得了强大的实力与庇护；南城的赤凤堂掌控着全城的销金窟、赌坊、青楼，还有最重要的情报；而北城的黑虎帮掌控着黑风城最暴力的2样东西盐和铁。柳依依的指尖重重落在黑虎帮3个字上。我们灭掉的霸天帮不过是一条小狗，而这黑虎帮是一只真正的猛虎，动了雪花岩就等于狠狠剜了黑虎帮一块肉。这已经不是打他们的脸了，而是在刨他们的祖坟，动他们的命根子。所以如果我们要卖雪花岩，就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有可能会尸骨无存。说完，柳依依抬起头，那双清亮如秋水的眸子一瞬不瞬地看着林默。如此，你怕吗？柳依依将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困难都赤裸裸地摆在林默面前，既是坦诚，也是期待。她期待眼前这个男人是自己想象中那个有胆识、有魄力的人，期待这个男人是那个敢陪她一起玩这场疯狂游戏的人。林默看着柳依依眼中闪烁的光芒，那光芒里有紧张，有期待，更有孤注一掷的疯狂盐铁。这不正是自己想要的吗？盐可以让林家变富有，而铁可以让林家变强。有了这2样东西，才算真正在这吃人的黑风城站稳了脚跟。一想到这些，林默笑了，那笑容灿烂又张狂。怕。他伸出手，轻轻附在柳依依点着地图的手背上，感受着那份细腻和微凉。三嫂，我只怕这游戏不够刺激，不够好玩。柳依依的心猛地一颤，她从林默的眼中没有看到畏惧和退缩，只看到了如同自己般的兴奋与狂热。确认过眼神，是那个对的人。柳依依的斗志被彻底点燃。好，她深吸一口气，整个人都散发出惊人的光彩。柳依依亲密度+5。接下来的几天，林默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神仙队友。柳依依的直航力、
简直强到令人发指。第一天，城外那片鸟不拉屎的盐碱地被他用一个几乎白送的价格大片圈下。第二天，全城最好的工匠班子已经拿着他连夜画出的草图，在工地上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第三天，招募短工的告示贴满了城内所有流民聚集的角落，远高于市价的工钱让无数食不果腹的人拖家带口蜂拥而至。柳依依就像一个精力无穷的女王，每天天不亮就到，天黑了才走，整个人都泡在了工地上。她换上了一身宽大的黑色长衣，将自己的身形包裹得严严实实，连一丝多余的肌肤都不愿外露。头上更是戴着一顶大大的帷帽，黑色的轻纱垂落，将那张颠倒众生的容颜遮得密不透风。可即便如此，她那软糯的嗓音还是穿透层层遮掩，在工地上形成了一道迷人的风景，引得无数光着膀子的汉子频频失神，抡锤都抡错了方向。柳依依却对这些能杀死人的目光浑然不觉，她的心思全在工程的每一个细节上。她时而叉着腰对着图纸指挥工匠调整布局的走向，时而又拿起账本，几句话就把材料商的报价砍掉30%，气得对方吹胡子瞪眼又无可奈何。林默则彻底当起了甩手掌柜，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搬个小马扎，坐在柳依依的专属凉棚下，一边喝着冰镇酸梅汤，一边监督柳依依工作。美其名曰充当保镖和首席技术顾问。三嫂，喝口冰镇酸梅汤润润嗓子。林默殷勤地递上水壶，你这嗓子可是咱们盐场的镇场之宝，要是喊哑了，工人们的效率至少得下降一半。帷帽的轻纱下传来柳依依没好气的声音，你要是真闲得慌，就去看看蓄水池做的怎么样了，别在这儿油嘴滑舌。那不行，林默一本正经地拒绝，我的首要职责是保护你的安全，万一哪个不开眼的工人冲撞了你，或者你被太阳晒晕了，我得第一时间给你做人工呼吸啊。你，柳依依气得一时语塞，这家伙真是3句话就开始不正经。他懒得再理林默，转身又投入到火热的建设中去。林默看着他那雷厉风行的背影，嘴角的笑容愈发灿烂。这种你负责搞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的日子，简直不要太爽。时光飞逝，就在林家的晒盐场建得如火如荼之时，黑风城北城一座占地极广的豪奢府邸内，气氛阴沉。陈家府邸，一个身形干瘦年过50的男人正低头用一块上好的绸布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手中一对文玩核桃，那核桃油光锃亮，颜色深邃如血，包浆厚重的近乎发黑。传闻这对核桃是用仇家炼成的人油，日夜浸泡盘玩而成。他就是黑虎帮的帮主陈万金。爹，您就为这点小事烦心？一个穿着华服满脸傲气的年轻人不以为然地给自己倒了杯酒。他是陈万金的独子陈冲，一个被流放到这里来的废物，带着一群寡妇，在城外那片鸟不拉屎的盐碱地上瞎折腾，能翻起什么浪来？陈万金停下手中动作，浪！他抬起头，一双小眼睛里射出的光让陈冲脖子一缩。蠢货！陈万金冷冷地吐出2个字。爹，我……陈冲低头不语。我问你，在这黑风城里，盐是谁的？陈万金淡淡地问。是咱们家的。陈冲立刻答道。没错。陈万金将擦得锃亮的核桃啪的一声放在桌上。所以不管他林默是想晒盐还是想煮海，他都不该动这个念头。这不是他能不能做成的问题，而是他该不该想的问题。他想了，就是坏了我的规矩。陈万金深谙一家独大的道理，盐铁生意是他绝对的逆鳞，是他称霸北城的根基。别人开赌场、开青楼，甚至走私通敌，他都无所谓。可唯独盐，不行，动盐就是动他的命根子。那爹，我这就带人去把他们的工地给砸了，把那个林默的腿打断。陈冲立刻请缨，一脸兴奋。莽夫！陈万金又瞥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失望。我们是生意人，不是街边的地痞流氓，凡事要讲究个师出有名。他对着门外轻轻拍了拍手，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门口，单膝跪地。帮主，3刀！陈万金看着那个跪地的黑影，声音恢复了古井无波。明天去城外的盐碱地逛逛，告诉林家那位少爷，在咱们北城动土是要交保护费的，让他明白，有些东西不是他能碰的。陈万金顿了顿，眼睛眯成一条缝，里面的寒光一闪而逝。如果他识趣，就让他自己把工地拆了，滚回定北府当他的废物少爷；如果他不识趣，那就让他和他的盐场一起永远留在那里。回定北府的路上，马车行驶得很平稳，车厢内只听得见车轮压过路面的轻微声响。柳依依太累了，终日泡在盐场，让她本就柔弱的身体彻底到了极限。此刻她正沉沉睡着，
真手安然地靠在林默的肩上，他已经脱下了那身粗布外衣和遮挡容颜的帷帽，月光透过车窗的缝隙洒在他身上，一身月白色的长裙勾勒出他惊心动魄的曲线，那在工地上被竖起的长发此刻披散下来，几缕青丝调皮地垂落在林默的脖颈，痒痒的。林默低头就能看见他恬静的睡颜，平日里那双总是闪着精明与算计的眸子此刻紧闭着，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出2片小小的阴影，少了那份商场女王的锐气，多了一抹让人心颤的柔弱与安宁。林默心中一动，他承认这个女人美得惊人，媚骨天成，但真正让他钦佩的是她骨子里的那股拼劲。一个曾经养尊处优的富家千金，却能为了自己的目标穿着黑厚的衣衫，顶着烈日，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跟工匠和流民打成一片，这份魄力与坚韧足以让任何男人汗颜。就在这时，马车缓缓停下，车夫在外面恭敬地开口：“老爷到。”嘘。林默怕吵醒他，赶紧掀开车帘一角，对车夫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车夫立刻会意，闭上了嘴。林默调整了下姿势，小心翼翼地将手臂穿过柳依依的膝弯和背脊，一个标准的公主抱将她整个娇软的身子抱了起来，很轻却又分量十足。怀中的人儿似乎被惊动了，眉头微微蹙起，红唇轻启，呢喃出几个模糊的音节：“不行，这批木材的价钱得再降半成。”林默闻言哑然失笑：“好家伙，做梦都在算成本，真是个小财迷。”他抱着柳依依下了马车，一路向听柳轩走去。府里的丫鬟仆人见到这一幕，都纷纷低下头，恭敬地弯下身子。可那眼角眉梢藏不住的八卦之火早已熊熊燃烧。柳依依的闺房里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兰花香，不浓却很勾人。林默将怀里的人儿轻轻放在那张柔软的床上，动作轻的像是在安放一件稀世珍宝，入手的感觉很奇妙，隔着几层衣料依旧能感受到那惊心动魄的柔软与温热。顶，太顶了！林默咽了口唾沫，心跳有点不受控制。眼前的美人睡颜恬静，红唇微张，呼吸均匀，最重要的是毫无防备，只要他想，现在就能。呸！林默，趁人之危这种事咱不干。他强行压下心头那股邪火，拉过一旁的锦被，准备给柳依依盖上就溜。可就在被子盖到他身上的瞬间，柳依依的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了眼，一双眸子在烛光下带着刚睡醒的迷蒙，看得林默心头一跳。醒了。林默故作镇定。柳依依慵懒地应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沙哑，又软又糯，挠得人心痒。他揉了揉眼睛，撑着身子坐了起来，锦被顺着他玲珑的曲线滑落，露出一截白皙纤细的脖颈和精致小巧的锁骨。你把我抱回来的？柳依依偏着头问。不然呢？林默双手抱胸，开始日常贫嘴。你睡得跟只小猪似的，雷打都叫不醒，我总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马车上过夜吧？柳依依非但没恼，反倒被逗笑了。她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这个动作让她本就傲人的曲线绷得更加惊心动魄。懒得理你。她白了林默一眼，那风情差点把林默的魂给勾走。不过看在小时你这么体贴的份上，我决定奖励你一下。奖励？林默眼睛一亮，还有这好事？难道是？他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不可描述的画面。然而下一秒，柳依依的动作就让林默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只见他从怀里掏出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图纸。来，坐过来。柳依依拍了拍自己身边的床沿，那地方还带着她的体温。我有个想法，你帮我参谋参谋。林默，卧槽，什么情况？3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掏出了工作图纸。柳依依，你这脑回路是不是缺根弦啊？这氛围，这地点，你跟我聊项目进度，你可真是个商业奇才。林默站在原地没动，一脸拒绝的开口。三嫂，这不太好吧？瓜田李下的，传出去不好，我还是先走吧。柳依依哪能听不出话里的调侃，但她没理会，只是自顾自地摊开图纸，一张绝美的脸上瞬间切换到工作模式，写满了认真和专注。别评了，快过来。小石，我盘算过了，雪花岩的保密是咱们计划的重中之重，甚至比生产本身还重要。柳依依纤细的手指在图纸上轻轻划过。我的想法是在工房外围建高墙，再让二姐从护院里挑一批最忠心的精锐，3班倒，日夜巡逻，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去。林默看着她这瞬间切换商业女王的样子，内心震撼。这女人真的是工作狂魔，不过这法子也太老土了。三嫂，你这法子不行。林默摇了摇头。柳依依抬起头，好看的眉头蹙了起来。不行？哪里不行？这已经是我能想到最严密的防守了。
你这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林默走到床边，低头看着他和床上的图纸。真正的保密不是让人进不去。柳依依一脸疑惑，那你的意思？林默凑近了些，嘴角勾起一抹笑容。真正的保密不是让人进不去，而是让他进去了也看不懂，看懂了也学不会，就算学会了也带不走。这些句话让柳依依整个人都愣住了。进去了也看不懂，看懂了也学不会，学会了也带不走，这是什么神仙思路？林默看着他愣住的可爱模样，清了清嗓子，开始给他解释。很简单，我们用流水线分段式保密法，把提纯过程拆成5个独立的步骤：粗盐溶解、初次过滤、活性炭吸附、精细过滤、结晶晾晒。每一个步骤交给一个独立的小组负责，小组和小组之间在不同的地方，每一个小组只知道自己负责的那一点点简单操作，比如往池子里加2担水，或者把这些黑乎乎的渣子倒进去搅一搅。他们不知道上一步是谁在做什么，更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只是整个链条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柳依依瞬间领悟，原来还可以这样。这样，就算有人收买了一个工人，他能得到的也只是一块拼图碎片。想得到完整的技术，除非能买通所有环节的所有人。柳依依看向林默的眼神亮了。柳依依亲密度+5，这还不够。林默的笑容愈发和善，我们还可以放点烟雾弹，比如在第2步初次过滤时，我们可以故意加一些无所谓的东西，然后宣称这是我们祖传的秘料，是去除盐中苦涩的关键。这样，就算有探子渗透进来，他带出去的情报也是被我们污染过的。那些模仿者会耗费无数金钱和精力去研究那些根本没用的秘料，最终或许还会走上一条无法成功的岔路。听完这番话，柳依依先是一愣，随即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笑容如百花盛开，看得林默都呆了一下。小石，你这脑子里到底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柳依依笑得花枝乱颤，身体前仰后合，整个人都软倒在了香床上。你这法子真是坏到了骨子里了。不过，柳依依话锋一转，我喜欢。柳依依亲密度+5，我靠，又加了。这女人嘴上说我坏，身体哦不是亲密度，倒是诚实的很吗？林默心里美滋滋。然后呢？柳依依终于笑够了，她坐直了身子，好奇地凑过去，一股幽兰的体香瞬间将林默包裹。你说的那个带不走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更简单了。林默坐到了床边，两人的距离瞬间拉近，他甚至能看清柳依依白皙脸蛋上的细小绒毛，以及那因为激动而泛起的淡淡红晕。三嫂，你过来点，我画给你看。林默也不客气，直接伸手指了指那平整的床单。柳依依一愣，随即俏脸一红，这家伙还真把自己的床单画板了。可他看着林默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里面全是新奇的点子和自信的光芒。鬼使神差的，他便俯下身子凑了过去。林默伸出手指，在柔软的床单上比划起来。你看，我们不用市面上那种大铁锅去煮盐，那种方法跟告诉别人快来偷我技术没两样。我的想法是设计一套多层蒸发结晶塔。多层蒸发结晶塔。柳依依好奇地重复了一遍这个新奇的词汇，美眸里全是问号。那是什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好多层的蒸笼，不过是竖起来的。林默清了清嗓子，继续解释。我们把粗盐水从塔的最高处灌进去，让它顺着我们设计好的管道一层一层往下流，每一层都用密封的陶瓷管道通入热蒸汽来加热，而不是用明火去烧。这样一来，热量利用率最高，省下来的柴火钱没准都够再开一个盐厂了。而且蒸发出的水蒸气我们还可以用管道收集起来，冷却之后就是纯净的淡水。这玩意儿在黑风城也能卖钱。柳依依呼吸急促起来，他是个商人，林默每说一句话，他脑子里就能瞬间换算出白花花的银子。废物利用，不，这是变废为宝。那盐呢？盐水会一层层往下流，水分不断被蒸发，浓度越来越高，到了最底层就是饱和的盐卤水。我们再稍微一降温，雪白干净的盐花就自己结晶出来了。林默越说越兴奋，手指在床单上画得飞快。最关键的是，这个塔的内部结构极其复杂，每一层的倾斜角度，每一根管道的粗细和走向都必须非常精确。而且核心的加热管道我们用特制的陶瓷烧制，让外面很难买到，这样别人就算花大价钱把我们的工匠挖走，甚至把整个塔给拆了，他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原理，更别提仿造了。这就叫技术壁垒，这就叫让他看得懂也学不会，学会了也带不走。一番话说完，柳依依彻底呆了，她张着红润的小嘴，那双总是闪烁着精明算计的眸子，此刻只剩下了震撼和崇拜。她
他感觉自己的商业认知被林墨狠狠地刷新了一遍。他呆呆地看着林墨，看着这个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小男人，此刻在烛光下侧脸专注，眼神发亮，散发出一种致命的魅力。这个男人不仅让他心动，更能带着他的野心一起飞。小石，柳依依的声音有些发颤，你真是个妖怪。嘿嘿，三嫂现在才发现。林墨抬起头，冲他挤了挤眼睛。柳依依被他逗得扑哧一声又笑了出来。连日来的疲惫加上今晚高度的脑力激荡，一股浓浓的倦意终于袭来。他打了个秀气的哈欠，眼角泛起了生理性的泪花，看起来楚楚动人。林墨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一动。白天在工地上她是雷厉风行的女王，可现在卸下所有伪装，她只是一个累坏了的小女人。那份平日里被锐气掩盖的柔弱，此刻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她面前，简直要人老命。柳依依的脑袋开始一点一点的，眼皮也越来越沉。不知不觉，她的真手一歪，竟直接靠在林墨的肩膀上，沉沉睡了过去。我的个乖乖！林墨整个身子都僵住了，肩膀上传来温热柔软的触感，鼻尖萦绕着发间的芬芳。这谁顶得住啊？这不犯点错误，都对不起自己这穿越者的身份啊！算了，他都累成这样了，现在在趁人之危，不太合适吧？林墨心里天人交战，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禽兽。他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调整姿势，想把柳依依放平。可他刚一动，怀里的柳依依就嘤咛了一声，像只寻求温暖的小猫，反而往他怀里缩了缩，双手无意识地环住了他的腰。林墨，三嫂，你这是在考验干部？哪个干部经得起这样考验？算了，君子就当到这里吧。林墨心一横，自己也在床边躺下，心里默念：我就躺一会儿，绝不动手动脚，只是单纯的盖着被子纯聊天，哦不，纯睡觉。忙碌了一天，又聊到半夜，林墨也确实累了。枕着兰花的香气，感受着怀里的温香软玉，他也很快进入了梦乡。沉睡中，林墨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身处于一片炎热的荒漠之中，又渴又饿，却怎么也找不到食物和水。他走啊走，他感觉自己快要渴死了。终于，在绝望之际，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草原，有草原就有水。林墨大喜过望，连滚带爬地扑了过去。他在草原里疯狂摸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涓涓细流，清凉的溪水打在脸上，让他感觉又活了过来。不仅如此，他还在一旁摸到个又大又圆、又软又香的东西——馒头，大白馒头。林墨饿疯了，不管3七21，狠狠吃了起来。好吃，太好吃了！这馒头又香又软，口感 Q 弹，他啃得口水直流，幸福得快要冒泡。可不知怎么的，那馒头突然嗖的一下飞了起来。哎，我的馒头！林墨急了，在后面死命的追，可那馒头飞得贼快，他怎么也追不上。就在这时，一块冰冷的石板从旁边飞来，啪的一下正中他的脸颊。我靠！剧痛传来，林墨猛地一个机灵，瞬间从梦中惊醒他，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右脸，火辣辣的疼。谁他妈打我？林墨睁着一双大眼，睡意全无。此时天光已经大亮，柳依依的闺房里还是那股熟悉的兰花香，只是床上只剩下了林墨一人，旁边的位置空空如也，被褥上还残留着一丝温热和女人的香气。林墨走出卧房，一眼就看见柳依依正坐在外厅的圆桌前，低头小口小口地喝着粥。桌上摆着2份早餐，清粥小菜，精致可口。一份在他面前，另一份显然是给自己准备的。林墨心中一暖，他大咧咧地走过去，在柳依依旁边坐下，拿起筷子就开始干饭。柳依依全程不抬头，也不说话，就好像他是个透明人，这让林墨感觉有点怪怪的。太安静了，平时不这样啊。他决定打破这诡异的沉默。三嫂，吃早饭怎么也不叫我一声？闻言，柳依依终于有了反应，她放下手里的白玉小勺，抬起头，那张绝美的俏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用林墨昨天的话原封不动地对了回来。你睡得跟只小猪似的，雷打都叫不醒，我总不能把你从床上拖起来喂你吃吧？林墨听得一愣，哦豁，长本事了，学会举一反三，拿我的话来反讽我了。看来是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单纯的起床气。可他总觉得不对劲。柳依依虽然嘴上在对人，但那双水汪汪的眸子却飘忽不定，根本不敢和他对视。而且他脸颊上那2抹可疑的红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我昨天睡了他的床？这也不能怪我啊，是他非抱着我不让我走的。真是的。林墨咳嗽了一声，决定主动出击，把事情说开。三嫂，昨天晚上
林默那句我不是故意睡你床上的还没说出口，就见柳依依的反应比他还大。啪！柳依依猛地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一张俏脸刷得红了。我吃好了，小石你慢慢吃。说完，柳依依飞快地收起自己的碗筷，逃也似的冲出了屋子。这下把林默彻底整懵了。什么情况？不就是昨天不小心在你床上睡着了吗？我又没干什么，用得着这么生气吗？再说了，是你非抱着我不让我走的，真是莫名其妙。去往盐场的马车里，气氛安静的可怕。柳依依从上车开始就扭头看着窗外，用后脑勺对着林默，一句话也不说。林默坐在一旁，浑身不得劲，他抓耳挠腮，实在想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不就是昨晚在他床上睡着了吗？可我发誓，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啊，连被子都是纯洁的有意之被。难道是自己睡觉说梦话了，还是打呼噜了，流口水了？不至于吧，我睡相一向很帅的。林默心里疯狂扣问号，可看着柳依依那窈窕的背影，却只能干瞪眼。他今天依然穿着那身宽大的黑色长衣，但林默总觉得那衣服下的曲线似乎比平时更紧绷了些，仿佛主人正处于一种极度不自在的状态。算了，女人心，海底针，想不通就不想了。百无聊赖之际，林默干脆心思一沉，进入了自己的精神识海。一幅熟悉的美人画卷缓缓展开，苏清月和秦如雪的画像依旧明亮，而旁边属于柳依依的那一幅原本还灰蒙蒙一片。可突然，嗡！一道璀璨的金色华光从画卷上爆开，晃得林默差点睁不开眼。光芒之中，灰暗的区域渐渐亮起，无数金色的丝线飞快地交织勾勒。林默人都傻了，激活了。他明明记得亲密度还差不少，怎么突然就……哦，对，林默一拍大腿。昨晚在柳依依闺房，自己给她讲解流水线分段式保密法和多层蒸发结晶塔的时候，亲密度加了不少。另外，抱着她睡了一觉，应该也加了一些。不错，让我看看。林默将注意力集中到画卷上，金光散去，一幅活色生香的画像彻底显现。画中是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柳依依窝在太师椅上，手里捧着一本账簿，红润的唇间轻轻咬着一支笔杆。长裙从她蜷起的大腿上滑落，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和一双玲珑的玉足。圆润可爱的脚趾头正随着主人的思绪调皮的蜷缩张开，看得人心头直痒。玉足，嗨，不对，是艺术，这是纯粹的艺术鉴赏。林默感觉自己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他赶紧移开视线，迫不及待地查看起柳依依的属性面板。美人柳依依，状态已收录，角色值99100，媚骨天成，亲密度68100，唇齿留香，专属天赋玲珑心，未激活。激活条件：让柳依依心甘情愿地为你洗一次脚，并说出夫君，水温可还舒服。未完成。天赋效果：激活后宿主获得琉璃瞳，此瞳可看穿万物本质，洞悉气运流转，勘破一切虚妄。林默，他先是被天赋效果给震得心花怒放。琉璃瞳，看穿万物本质，洞悉气运流转，勘破一切虚妄。这光听着就很牛波一样。可当视线挪到激活条件上时，林默整个人都裂开了。让柳依依心甘情愿地为你洗一次脚，还他喵的得说出夫君，水温可还舒服。噗！林默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系统你是不是有毒？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任务。你看看我身边坐的这位是谁？黑风城未来的商业女王，算盘一响黄金万两的柳依依，让她去干这种事，她不拿算盘珠子在我脸上擦出血，都得算她脾气好。林默偷偷瞥了一眼身旁正襟危坐，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气息的柳依依，他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鼓起毕生的勇气，把自己的臭脚丫子伸到柳依依面前，三嫂，那个帮我洗个脚呗。柳依依先是一愣，随即那张绝美的俏脸上笑容逐渐绽放。好啊，小石。他温柔地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洗脚水，然后就在自己感动得快要哭出来时，柳依依会把自己的脚死死按进那装满100度开水的洗脚盆里，然后一双漂亮的眸子弯成月牙，声音柔糯地问：小石，水温可还舒服？林默一个机灵，猛地打了个冷战，硬生生把自己从幻想中拽了出来。太可怕了，简直是地狱级难度的任务。你怎么了？身边传来一道柔糯的嗓音。柳依依终于不再看向窗外，而是皱着好看的眉头看着林默。从刚才开始，她就发现林默变得奇奇怪怪的，又是拍大腿，又是吸凉气，脸上还一会笑一会哭的。难道是中邪了？
柳依依有些担忧。没什么。林默连忙摆手，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清了清嗓子，决定曲线救国，先试探一下。那个三嫂啊。林默搓搓手，脸上挤出一个自认为很和善的笑容。咱们这盐场建起来，你天天跑来跑去，肯定很累吧？柳依依没说话，只是用那双水汪汪的眸子静静地看着他，等他的下文。你天天这样跑，脚肯定很累吧？晚上回去，我给你打盆热水，帮你泡泡脚，按按摩，解解乏。说完，林默一脸期待地看着他。我先帮你洗，总藏了吧？然后礼尚往来，你不得再帮我洗一下，这很合情合理吧？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然而柳依依听完，只是红唇微微一撇，吐出2个字：不要。说完，他又把头扭了回去，继续看窗外飞逝的风景。林默，行吧，看来这事儿急不得。马车很快到了盐场，柳依依带好帷幔，下了马车。整个工地热火朝天，上百名工匠和苦力正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柳依依瞬间进入工作状态，刚才车上的那点小情绪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商场女强人的干练和果决。王管事，石料的进度怎么样了？三夫人，都按您的吩咐在加紧打磨，保证误不了工期。木料呢？储备的够不够用？够的。您放心。柳依一边走一边听取各个管事的汇报，不时提出几个关键问题，问的那些5大3粗的管事们连连点头，满眼都是佩服。林默跟在后面看着柳依依指挥若定的样子，心里也是一阵感慨，让他去搞这些，他肯定一个头2个大。看来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才行。林默赞许地点了点头。可就在这时，一个刺耳的声音突然从入口处炸响：都他妈给老子停了！一个刺耳的声音在工地入口处炸响：都他妈给老子停了！话音未落，一个壮汉一脚踹翻堆放的木料，哗啦啦，木头滚落一地，一个年迈的工匠躲闪不及，被砸中脚踝，惨叫一声摔倒在地。紧接着10几个手持利刃的汉子大摇大摆地走进盐场，他们眼神凶厉，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所过之处，工人们如同见了瘟神，纷纷惊恐地避让。整个热火朝天的工地瞬间陷入死寂，只剩下风吹过卷起尘土的呼啸声。柳依依藏在帷帽下的俏脸骤然凝重，她下意识朝林默身边靠了靠，手指抓住林默的衣角。那群人中为首的是一个脸上带着蜈蚣般刀疤的精瘦男子，正是陈万金手下的打手李三刀。李三刀的目光在场中横扫一圈，最后定格在林默身上。当他看到林默那身与工地格格不入的干净衣衫，以及那张白净的有些过分的脸时，眼中不禁闪过浓浓的鄙夷之色。又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软蛋少爷。李三刀走到林默面前，手里的刀当的一声往地上一插，激起一片尘土。你就是林默？是我。林默依旧安稳地坐在小马扎上，仿佛没看到刀口上的寒光。他甚至还指了指旁边的茶桶。几位大哥有何贵干？天儿挺热的，要不要坐下来喝口酸梅汤？喝你妈的酸梅汤！一个喽啰破口大骂，上前就要掀翻茶桶。李三刀却抬手拦住了喽啰。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林默，然后又瞥了眼身形紧绷的柳依依，然后嘿嘿一笑，声音像是破锣在刮擦：小子，你很狂啊，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林默掏了掏耳朵，一脸天真：我的地盘啊，我花钱买的，地契上白纸黑字写着呢。呵，tui！李三刀朝地上猛地吐出一口浓痰，气焰嚣张到了极点。小子，在北城这地界儿，官府说了可不算，我黑虎帮说了才算。想在这动土，就得懂规矩，要交保护费。他伸出一根黢黑的手指，几乎要戳到林默鼻子上。不多，1天1000两银子，买你们个平平安安，很合理吧？此言一出，周围的工人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1000两，这哪里是保护费，这分明是抢劫啊！柳依依藏在轻纱下的俏脸早已是冷若冰霜，她想上前一步理论，却被林默伸手拦住。她站起来，脸上依旧挂着和煦的笑容。1000两。林默歪了歪头，似乎在认真思考，是不是少了点？要不我给你们1万两。此话一出，全场皆静，连李三刀都愣住了一瞬。他身后一个喽啰最先反应过来，指着林默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大哥，这小子是个傻子吧？居然要给咱们1万两！啪！李三刀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子，狠狠抽在那喽啰脸上，力道大的直接抽的喽啰原地转圈，牙齿混着血沫飞了出去。你他妈才是傻子，听不出来他在耍我们。李三刀重新扭过头，眼神阴冷地盯着林默，杀机毕露。小子，敬酒不吃罚酒是吧？行，
老子成全你！李三刀对着身后众人发出一声暴喝：“兄弟们，给这小子放血，让他知道招惹咱黑虎帮的下场！”吼！10几个帮众发出野兽般的咆哮，挥舞着雪亮的刀刃，如疯狗般扑了上来，以多欺少是他们的强项，尤其对方还是个弱不禁风的少爷，砍死他丫的！黑虎帮帮众气焰冲天，工人们则吓得连连后退，柳依依的心也瞬间提到嗓子眼。然而就在这时，林默消失了，不是消失，是以一种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瞬间来到第一个冲上来的帮众面前。那帮众甚至没看清楚林默的动作，只感觉膝盖一热，咔嚓一声清脆的骨裂声响起，接着那帮众的身体便突然失衡，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向下栽倒，他的膝盖已经变成了反向的90度。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林默的身影又动了，他在10几人的围攻中来回穿梭，每一次出手都精准落在人体最脆弱的关节上，这是他从秦如雪抱作护院张奎的时候学来的，只不过下手要比秦如雪狠得多。咔嚓，一个挥刀的壮汉手肘被林默一击砸中，整条手臂瞬间向后反折，钢刀当啷落地。咔嚓咔嚓，另一个扑上来的脚踝和膝盖被连续踢中2脚，双腿变成扭曲的麻花，惨叫着跪倒。咔嚓咔嚓咔嚓，膝盖、手肘、脚踝、肩膀，密集如爆豆般的骨裂声连成一片，惨叫声此起彼伏，又迅速被更剧烈的骨裂声和闷哼声所取代。几十个呼吸间，10几个前一秒还凶神恶煞的黑虎帮帮众，此刻全部倒在地上。他们没有死，但四肢全都以一种扭曲反常的姿态不自然地瘫软着，手脚骨骼尽断，哀嚎声变成了绝望的呵呵抽泣声。整个工地死一般的寂静，那些工匠和流民一个个张大嘴巴，眼珠子瞪得几乎要掉出眼眶，仿佛见了鬼。柳依依也彻底惊住了，她捂着红唇，那双藏在帷帽下的美眸里写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这是小石，那个平日里油嘴滑舌没个正经的家伙，竟然恐怖到了这个地步。他知道林默厉害，在踢碎王大坝的时候他就偷偷在窗户缝里看到了，可现在这已经不是厉害的范畴了，这是单方面的碾压，不是屠杀。场中唯一还站着的敌人只剩下李三刀一个，他脸上的狞笑早已僵住，取而代之的是无法遏制的惊骇与恐惧。他只看见林默在人群中来回穿梭，自己那10几个身经百战的好手就在呼吸间全变成了地上蠕动的废人。这不是人，这是个怪物。你别过来！李三刀看着缓缓走来的林默，吓得连连后退，声音都在发颤。林默没说话，只是走到他面前，然后抬起脚，咔嚓一脚踩下，李三刀的右腿膝盖直接被踩成反向的 V 字形。我操你大爷！剧痛如海啸般袭来，让李三刀再也站立不住，也让他彻底歇斯底里。他惨叫着跪倒在地，手却本能地摸向后腰，那里藏着他救命的东西，一把进了剧毒的匕首。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他靠着这把匕首不知躲过了多少场生死劫难，又因死过多少实力强劲的对手。他林默注定是下一个冤魂。李三刀的手摸到了匕首的手柄，眼中闪过一抹窃喜。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脖子一凉，抬头望去，不知何时林默已经把一把钢刀架在了他脖子上。摸什么呢？林默脸上依旧是那副淡淡的表情。李三刀浑身一颤，感受着脖子上传来的刺骨冰凉与杀意，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死亡。没什么。李三刀连忙举起左手向林默做投降状，右手却紧紧握住了匕首。爷，冷静，咱们有话好商。话未说完，嗤，一道血雾从李三刀的脖颈处喷涌而出，在阳光中洒下一片猩红。李三刀捂着脖子，眼睛瞪得滚圆，他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满脸写着难以置信。就差一点，就他妈差一点。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废物少爷，下手能如此狠辣果决，杀起人来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当啷，李三刀的匕首掉在地上，扑通，身体倒在血泊中，抽搐了2下，彻底没了声息。林默甩了甩刀上的血，然后在李三刀的衣服上擦了擦，接着转过身扫视了一眼还在地上哀嚎的喽啰们，那目光让喽啰们的惨叫声戛然而止，一个个像被掐住脖子的鸡，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盐场的工人们也都处于震惊之中，一个个呆愣愣地处在原地。前一秒还活生生凶神恶煞的黑虎帮头目，下一秒就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这种视觉冲击
远比打断手脚更加令人心生恐惧。大家受惊了。林默尝试着缓和气氛，今天的工钱给大家发双份。放心吧，没事了，都安心干活去吧。然而工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里还带着一丝畏惧。盐场的王管事最先反应过来，他虽然双腿还有些发软，但还是强撑着站出来附和。还愣着干什么？林爷仁义，给大伙儿加钱，还不快谢谢林爷。众人这才如梦初醒，纷纷附和。谢谢林爷，谢谢林爷。王管事立刻指挥着众人清理现场，工地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喧嚣。林默又挑了几个胆子大的，让他们把地上那些半死不活的黑虎帮众用麻绳捆粽子一样捆起来，拖到了角落里堆着。柳依依也从巨大的冲击中回过神来，并且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强压下心头的震动，换来一个仆役，低声吩咐：立刻回府告诉二夫人，盐场出事了，让他多派些得力的护院过来。柳依依很清楚，这已经不是什么商业竞争了，他们和陈家之间已经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之战。吩咐好仆役，柳依依快步来到林默身边，她不由分说地拉着林默的胳膊，将他拖进了旁边的凉棚。棚内，柳依依看着林默那双沾满血污的手，眼神无比复杂。她设想过陈家的报复，打压、垄断、挖走工人、切断原料，这些都是商战的常规手段，也都在他的预案之中。他以为这是一场棋局，可没想到陈家一上来就是这种不讲道理的纯粹的暴力打压，而林默更是直接掀了棋桌，这让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尤其是林默手上那浓郁的血腥气，让他感到一阵害怕与担忧。柳依依端来一盆清水，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一方带着香气的丝帕，丝帕浸湿拧干，接着他重新抓起林默的手，一点一点擦拭着他手上的血污。林默能清晰地感觉到柳依依那柔滑的指尖在微微颤抖。三嫂，我们不能等了，必须主动出击。林默看着柳依依低垂的眼帘和那有些苍白的脸色，率先打破了沉默。他断定陈万金收到消息后必然会暴跳如雷，调集人手前来报复，而从消息传回黑虎帮到他们集结人马杀过来，中间这段时间就是最好的时机。柳依依闻言动作一顿，神色里恢复了些许清明与果决。我明白。他点了点头，声音虽然还有些发颤，但条理却清晰了很多。我已经让人去通知二姐了，相信她很快就能赶到。而且既然已经不死不休，那必然是先下手为强。林默闻言点了点头，有秦如雪那个暴力狂女武神在，确实能让人安心不少。另外自己的实力最近也有所提升，现在也派上了用场。想着，林默心思一沉，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宿主林默，境界淬体七三重，入门。天赋精力旺盛，坚韧。武功大威天龙。功法龙凤呈祥诀。是的，淬体七三重，这份收益来自于最近每晚对秦如雪的亲自操练。那匹桀骜不驯的烈马，如今每到深夜都会被林默按在房内一遍又一遍的运转龙凤呈祥诀。要不是秦如雪的腰有点吃不消了，林默昨晚还要去找她交流武学心得。至于从她那里获得的天赋，坚韧，大幅减免利刃、钝器、拳脚等物理方式所造成的伤害大幅减免。到底有多大幅？林默的目光落在了那把夺来的钢刀上，趁着柳依依端着血水走出去的空档，他拿起那把还带着血腥气的刀，对着自己的手背就是一划，撕了。预想中皮开肉绽的场面没有出现，手背上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痕。又过了几秒，才从白痕中渗出细密的血珠。林默挑了挑眉，刚才他用的力气可不小，却仅仅只是破了点皮，这坚韧天赋效果比他想象的还要好。就在这时，柳依依将血水泼在棚外，转身走了回来。他一眼就看到林默手背上那道新添的伤口，以及他右手握着的刀。你！柳依依呼吸一滞，一个箭步冲了过来，他一把抢过林默手里的刀，扔得老远。你疯了！柳依依声音柔糯，却又气又急。刚刚才杀了人，现在又对自己动刀子，你是不是杀上瘾了？他真的有点担心。他担心林默被这些杀戮所影响，以后心性大变。林默看着他那惊慌失措的模样，心里又暖又好笑。他反手握住柳依依冰凉的小手，那份柔软和颤抖让他躁动的心绪平复了许多。三嫂，这么紧张干什么？我只是想试试这刀够不够快，万一陈万金那老东西来了，刀钝了，砍不动他脖子怎么办？你！柳依依被林默的话气得一噎，林默却低头笑了。三嫂，干嘛？柳依依的声音里带着忧虑。你手抖什么？林默握着她的手，能清晰地感觉到那无法抑制的颤抖。我才没抖。
柳依依嘴硬道，想把手抽回来，却被他握得更紧。是吗？林默将他的手拉到自己唇边，轻轻吹了一口气。柳依依被那股温热的气息吹得身体一僵。你看，你就是在怕我，怕我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对不对？柳依依抿着唇不说话，林默却忽然凑近，鼻尖几乎碰到他的鼻尖。放心吧，三嫂，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城北陈家府邸，大堂里的氛围压得人喘不过气。一个心腹跪在地上，脑袋埋得快要塞进地砖里，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主位上，陈万金慢悠悠地盘着那对油光锃亮的核桃，一双小眼睛里透着一股让人心悸的寒气。你是说，三刀和他带去的10几个兄弟，全折在林默那小子手上了？陈万金的声音很平，听不出喜怒。回帮主的话，是的。心腹的声音抖得像在筛糠。李三刀当场就被抹了脖子，其他人手脚全被那小子给废了。废物，一群废物。话音刚落，一旁的陈冲就炸了。他一脚踹翻旁边的太师椅，指着心腹破口大骂10几个带刀的好手，干不过一个被流放过来的凌驾。李三刀是吃屎长大的吗？陈冲气得脸红脖子粗，转身就朝陈万金抱拳。爹，还等什么？我现在就带人去把那姓林的剁碎了喂狗。没错，帮主，敢骑到我们黑虎帮头上来了，干他娘的！让林家那帮蠢货知道，谁才是北城的天。大堂里其他头目也跟着叫嚣起来，一个个义愤填膺，恨不得现在就冲过去拼命。都给我闭嘴！陈万金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大堂瞬间安静下来。他制止了暴跳如雷的儿子，那双金光四射的小眼睛重新落在那个心腹身上。你过来。是，帮主。心腹连滚带爬地挪了过去。你把当时的情况一五一十、仔仔细细地给我说一遍。他们是怎么动的手，用了什么兵器，说了什么话，一个字都不要漏。是。心腹不敢有丝毫隐瞒，将当时林默如何谈笑风生，如何瞬间出手，如何用拳脚在几10个呼吸间废掉10几条大汉的过程，全都抖了出来。他越说，陈万金的脸色就越沉寂，而他身后的陈冲和其他头目脸上的表情也从愤怒逐渐变成了惊愕和难以置信。就林默一个人，只用拳脚，一眨眼的功夫废了10几个身经百战的弟兄，这他妈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听完之后，陈万金挥了挥手，示意心腹退下。他没有暴怒，反而更加冷静地盘出手里的核桃，发出咔咔的轻响。他知道这次踢到铁板了。林默那小子不是什么废物少爷，是个硬茬，而且是硬的硌牙的那种练家子。硬碰硬。他陈万金是生意人，生意人讲究的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让手下弟兄去跟一个高手拼杀，那是亏本买卖。陈万金抬起头，看着自家那个还一脸不忿的傻儿子，冷笑一声：咱们是生意人，生意人讲究的是用最小的本钱办最大的事，所以没必要用我们兄弟的命去换他一个人的命。那爹，您的意思是？陈冲不解地问道。陈万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传我的话下去，从现在开始不用再去盐场闹事了，派人去拜访一下那些给盐场提供石料木材的供货商，告诉他们谁跟林家做生意就是跟我黑虎帮作对，我倒要看看谁的骨头那么硬。再放出话去就说林家得罪了我黑虎帮，以后谁还敢去盐场干活，有一个算一个，早晚麻袋一套，扔护城河里喂王八。他林默不是能打吗？陈万金放下茶杯，重新拿起那对人油核桃，慢条斯理地盘着，发出瘆人的咯吱声。我让他一块砖头都买不到，一个工人都找不到，老子倒要看看他一个人能不能把这盐场给盖起来。大堂里一众头目先是愕然，随即恍然大悟，脸上纷纷露出谄媚的笑容，争先恐后的吹捧起来。帮主英明，这招釜底抽薪实在是高，杀人不见血啊，那小子就是有3头6臂也得干瞪眼。陈万金对这些吹捧充耳不闻，他眯起眼，那对核桃在掌心转得更快了。另外，府里最近多加派些人手，让兄弟们也都注意着点，别落单儿。狗急了，兴许会跳墙。另一边，盐场角落，10几个黑虎帮的喽啰被麻绳捆成粽子堆在地上，断手断脚的剧痛让他们连哀嚎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像离水的鱼一样呵呵地喘着粗气。林默和柳依依走了过来，柳依依那张藏在帷帽下的俏脸还带着一丝苍白，她紧紧跟在林默身后，看着眼前这地狱般的景象，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但她强忍着不适，一双美眸里透着一股倔强。林默倒是跟没事人一样，他溜达到一个看起来像是小头目的家伙面前蹲了下来，也不说话，只是把手里那把杀了李三刀的钢刀往地上一插，噗
噗嗤，刀尖入土，距离那喽啰的眼球不到1寸。那喽啰浑身一哆嗦，看着林默那张俊秀的脸，却感觉比见了阎王还可怕。可紧接着他就把头一扭，嘴硬道：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出来混，老子讲的是义气。哟呵，还挺有骨气。林默乐了，他没生气，只是拔出地上的钢刀，噗的一声插穿了那喽啰的脖子。柳依依身形一紧，刀身因为余力还在微微颤动，发出嗡嗡的声响。林默扭头看向旁边的喽啰：别爷饶命，求求你别杀我。近在咫尺的死亡让那个喽啰感到了极致的恐惧，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别紧张，我这人不喜欢打打杀杀的。林默拍了拍他的脸，笑得更灿烂了。咱们就是做个市场调研，来，先从你们帮主陈万金开始。他家住哪儿？家里几口人？府里护卫有多少？都什么时候换班？他平时喜欢吃什么？睡觉打不打呼噜？林默问的那叫一个细致，就差问陈万金上厕所用哪只手了。我说，我全都说。喽啰哭喊着，为了活命，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往外道。帮主他住在朱雀大街的陈府，府里护卫大约有200人，2个时辰一换。他最喜欢吃玉满楼的酱肘子，睡觉打呼噜，声音跟打雷一样。有了一个带头的，剩下的人哪里还敢嘴硬？林默只是晃了晃手里的刀，另外一个马上认怂。我也知道，我知道帮主除了盐铁，在城南还有个地下赌场。我知道他还有3个秘密仓库，一个在城西的破庙里，一个在码头的货仓，还有一个是他府里的密室。我知道帮主的儿子好色，3头目好酒，5头目好男人。一群人争先恐后，竹筒倒豆子一样，把黑虎帮的老底都给掀了。柳依依站在一旁，一开始还心惊胆战，可听着听着，她那双水汪汪的眸子却越来越亮。她从这些杂乱的信息里，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和敌人的弱点。等一下，柳依依忽然开口，声音清冷。柳依依盯着那个喽啰：你说的地下赌场，他们每个月的流水大概有多少？账目是谁在负责？和哪些人有资金往来？具体位置在哪？一连串问题，直接把那喽啰给问懵了。林默在一旁看得直乐。好家伙，三嫂这是职业病犯了，把黑虎帮审讯硬生生搞成了商业尽职调查。三嫂，你这业务能力可以啊。林默凑到他耳边小声嘀咕：咱俩以后合伙开个公司吧，就叫一墨高端威胁与咨询有限公司，专门承接各种黑吃黑业务，保证3年上市。柳依依俏脸一红，虽然听不懂林默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但却明白是在调侃他。柳依依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嗔道：都什么时候了，还贫嘴？嘴上这么说，但心里那块因杀戮而悬着的大石却莫名其妙地落了地。有这个家伙在，好像再大的事都不是事了。就在2人合作审讯，把黑虎帮的底裤都快扒干净的时候，让开！一个身穿火红色劲装的高挑身影，带着30名气势汹汹的精锐护院走了进来。来人正是秦如雪，他那英气飒爽的俏脸上此刻写满了焦急。直到看到林默和柳依依安然无恙，这才重重松了口气。你们没事吧？秦如雪冲过来，上上下下打量着2人。二姐，我们没事。柳依依连忙迎了上去。秦如雪这才放下心来，可当看到角落里那些如同破败人偶般手脚尽断、不断抽搐的10几名黑虎帮众，这是你干的？秦如雪难以置信地看向林默。林默点了点头。秦如雪胸口一阵起伏，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饶是见惯了江湖厮杀，他也没见过如此狠辣的手段。柳依依拉了拉秦如雪的衣袖，声音很轻：二姐，我们进去说。3人进入凉棚。林默没有废话，将刚刚从喽啰嘴里炸出的情报竹筒倒豆子一般全盘托出。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陈万金那条老狗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与其等他出招，不如我们先掀了他的桌子。我的计划是主动出击，目标不是陈家府邸，而是他藏在城西破庙和码头的2个秘密仓库。不管他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们先给他捣捣乱，看看他后面的戏怎么唱。秦如雪闻言，英气的眉毛一扬，眼中战意升腾。好，我这就带人去端了那2个仓库。等一下，一直沉默的柳依依忽然开口：还有那个地下赌场。赌场原本是赤凤堂的生意，他敢冒着和赤凤堂起冲突的风险开设，想必里面不简单。他看向2人，红唇微起：打蛇打7寸，捣乱要彻底，仓库要端，赌场我觉得也应该去砸一砸。林默冲柳依依比了个大拇指。秦如雪也点了点头，看向林默：好，那就我带一队人去那2个仓库，你带一队人去赌场，我们分头行动。不，林默摇了摇头。
你带所有人去仓库，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赌场，我一个人去。什么？秦如雪和柳依依异口同声，他们以为自己听错了。一个人？你疯了！秦如雪柳眉倒竖，那赌场想必不简单。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不会。林默看向秦如雪，你带的人是精锐，但目标太大，容易被发现。而我一个人就是最好的伪装。他顿了顿，又耐心解释道：我一个人，目标小，进退自如。以我的速度，带上别人反而是累赘。秦如雪还想说什么，却被林默打断。听我的。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你听好，不管你那边情况如何，得手了也好，没找到也罢，天黑之前务必带人赶回定北府。只要定北府不出问题，我就能撒开手脚干。听完林默的话，秦如雪沉默了。他发现自己已经有些看不透他了。这个平日里只知道插科打诨的家伙，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展现出惊人的大局观和决断力。好，我听你的。秦如雪最终点了点头，但还是不放心地叮嘱：你自己万事小心。放心吧。林默拍了拍胸脯，突然他又想到了什么，于是在秦如雪耳边嘀咕了几句。秦如雪一脸狐疑地看着他：有这个必要吗？有，很有。林默点了点头。行。秦如雪答应道。一切安排妥当，柳依依立刻让网管事遣散了所有工人，并承诺工钱照发，让他们回家等消息。一时间热火朝天的工地人去楼空。秦如雪带着护院如一团烈火般朝城西方向疾驰而去，而林默则坚持要先将柳依依安全送回定北府。马车缓缓行驶，车厢内只有林默和柳依依两人，气氛再次变得微妙起来。只是与来时不同，这次柳依依没有再看窗外，而是用一种探究、好奇又带着一丝担忧的复杂目光，一瞬不瞬地看着林默。林默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摸了摸鼻子：三嫂，我脸上有花。柳依依没理会他的玩笑，她沉默了许久，似乎在组织语言。马车车轮的吱呀声和马蹄声成了唯一的背景音。终于，柳依依咬了咬下唇，轻声开口，问出了那个盘桓在她心中许久的问题：小石，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还有你说的那些流水线、结晶塔，我以前从来都没听说过。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不是傻子，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如此巨大的蜕变。从前的林默虽然不坏，但绝不是现在这个杀伐果断、智计百出的模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开窍能够解释的了。面对柳依依那双仿佛能看透人心的清澈眼眸，林默知道简单的搪塞已经过不去了。他沉默了许久，就在柳依依以为他不会回答时，林默缓缓开口：三嫂，如果我说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你信吗？梦？柳依依微微蹙眉。对，一个很真实的梦。林默靠在车厢壁上，眼神有些恍惚。在梦里，我去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没有武功，没有真气，但却有比武功更可怕的东西。那里有会飞的铁鸟，有能日行千里的铁盒子，有能与千里之外的人对话的手机。林默将自己前世的经历描绘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境。他讲了摩天大楼，讲了互联网，讲了流水线工厂，讲了科学知识。在那个梦里，我生活了很久很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见识了很多人情冷暖。直到有一天，我从梦里醒了过来，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林默摊了摊手，半真半假地说道。他当然不能说自己是穿越来的，只能用这种一梦千年的说法来解释。柳依依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她那张精致的俏脸上没有林默预想中的震惊和匪夷所思，她只是安静地看着他，那双水汪汪的眸子仿佛能看透人心。许久，柳依依才轻轻开口：那个世界好玩吗？林默一愣，随即笑了：还行吧，就是节奏太快，压力太大，没这里舒服。那你会回去吗？柳依依问出了这句话，心脏不自觉的揪紧。林默笑着摇了摇头：不会回去了。回去干嘛？回去送外卖吗？还是996？哪有这里好，有吃有喝，还有漂亮嫂子看。柳依依白了他一眼，这家伙真是3句话不离调戏。可不知怎么的，他那颗悬着的心却悄然落了地。柳依依亲密度+5，马车停在了定北府门口。林默率先跳下马车，冲着车厢里的柳依依道：三嫂，快进去吧，记住，在我回来之前千万别出府门。柳依依点了点头，却没有立刻下车。林默笑了笑，转身欲走。可就在这时，一只柔软的小手忽然从后面拉住了他。林默回头，正对上柳依依那水汪汪的眸子。你万事小心。柳依依的声音细得跟小猫叫似的，但林默却听得清清楚楚。他心里一暖，
反手握住柳依依那柔弱无骨的小手。他在柳依依光洁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脸上又挂起了那副熟悉的笑容。放心吧，三嫂，等我回来，给我洗脚。说完，林默身形一晃，几个起落就消失在了街角，只留下柳依依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手上似乎还残留着她的温度。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耳边却是那家伙最后的话：洗脚。夕阳渐渐西落，陈万金的话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黑风城的每一个角落。一家给林默供货的采石场老板刚脱了衣服准备上床，门就被人一脚踹开。一群黑虎帮的壮汉堵在门口，为首的那个笑嘻嘻地拍着老板的脸。他们没有动手，只是客气地告诉老板，如果明天还有一块石头运往林家盐场，他的采石场就会不小心塌方。城东最大的木材行，老板被几个大汉请到黑虎帮的堂口喝茶。陈万金的亲信翘着二郎腿，皮笑肉不笑地掰着手指头给老板算账。刘老板，做生意嘛，最重要是选对人，林家马上就要沉了，你可别跟着一起陪葬啊。与此同时，一股流言在整个黑风城里疯传，林家得罪了黑虎帮，在盐场干活的人早晚要被沉江。恐惧比瘟疫蔓延得更快，那些白天还对林默感恩戴德的工人，此刻都闭门不出，生怕惹祸上身。陈家府邸气氛却热烈得像是过年。大堂里，陈冲听着手下一个接一个传回来的消息，兴奋的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杯乱跳。爹，您这招釜底抽薪厉害啊！我敢打赌，明天那个姓林的就会发现，他连个给他递砖头的工人都找不到，一块木头都买不到，到时候看他一个人怎么盖盐场，用手刨吗？哈哈哈哈！帮主这招釜底抽薪实在是高，那小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干瞪眼了。其他几个头目也跟着发出猖狂的大笑，马屁拍得震天响。主位上，陈万金慢悠悠地品着刚沏好的大红袍，一双小眼睛里闪着阴冷的光。他对众人的吹捧不置可否，只是淡淡地放下了茶杯。这只是开胃菜。陈万金的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大堂安静下来。他又从怀里摸出那对核桃，瘆人的咯吱声再次在堂内回响。突然，声音停了。陈万金抬起眼皮，悠悠扫过堂下众人，断他的货，绝他的路，只是让他肉疼。陈万金的嘴角咧开一个没有温度的弧度，我要的是让他死，不是生不如死。他林默动什么都不该动我的盐，因为盐是我的天，谁敢抬头看我的天，我就让他家破人亡，生不如死。陈万金顿了顿，目光转向自己的宝贝儿子。冲儿，爹，您吩咐。陈冲立刻挺直了腰板，一脸期待。明天带几个机灵的弟兄去定北府门口盯着。陈万金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一个字都带着刺骨的含义。只要他府里有人出来，不管男女，找个没人的地方，直接给我绑了。男的杀了，用破席子卷起来，天黑扔回他府邸大门口。女的，陈万金沉吟了下，手里的核桃又开始转动，咯吱咯吱，那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女的给我扒光了衣服，吊到城西的牌坊上，让全城的人都好好看看，得罪我陈万金是个什么下场。陈冲的眼睛瞬间就亮了。爹，那要是，嘿嘿，那要是抓到他那几个嫂子呢？陈冲脸上浮现出一种病态的兴奋。他早就听说林家那几个娘们儿，尤其是那个柳依依，那股子媚劲儿。陈万金瞥了眼自己不成器的儿子，有点恨铁不成钢。随便你吧，只要别晚死就行。记住，我要活的，别他妈又犯了你那老毛病，听见没有？陈冲浑身一凛，连忙点头。爹你放心，我懂。陈万金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舒服的靠回椅背，重新端起茶杯。他林默不是能打吗？不是横吗？我倒要看看，当他的家人在我手里时，他的骨头还有没有那么硬。老子不光要他盐场开不成，老子还要让他家破人亡，让他跪在我面前磕头求我放他一条生路。陈万金将茶水一饮而尽，心中畅快到了极点。就在这时，爆！一个心腹连滚带爬的冲了进来，脸上写满了慌乱。帮主，不好了，出大事了！陈万金眉头一皱，不悦地放下茶杯。慌什么？天塌下来了！那心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丧着脸道：天没塌，但是咱们在码头的仓库被人给点了。什么？陈冲第一个跳了起来，一把揪住那心腹的衣领。你他妈说清楚点，哪个仓库？就是咱们存兵器的那个仓库，全被抢走了，仓库也被烧了，火光冲天，什么都没了。轰！整个大堂瞬间炸开了锅。我操！谁他妈胆子这么肥，
敢动我们的仓库，找死！这是在向我们黑虎帮宣战。陈冲更是气得双眼血红，转身就朝陈万金抱拳：爹，肯定是姓林的干的，这小子找死！我现在就带人去平了定北府，都给我闭嘴！一声低喝压下了所有嘈杂。砰！陈万金一拳重重捶在桌子上，他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脸上的肌肉抽搐几下，又恢复了平静。除了烧仓库，还有什么？陈万金走到那个心腹面前，有。那心腹哆哆嗦嗦的从怀里掏出一块带血的破布，上面写着几个字，这是在仓库门口发现的。陈万金拿过布条，眯着眼看去，上面只有4个字：谢谢老板。噗！陈万金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谢谢老板，我谢你全家啊！抢了老子几10万两的货，还踏马留张条子说谢谢，这踏马是人干的事。林默，我曹你祖宗！林默，我曹你祖宗！陈冲看完字条，彻底疯了，像一头被激怒的野猪，拔刀就要往外冲。爹，我今天不把他剁成肉酱，我就不姓陈！站住！陈万金的声音透着一股让人胆寒的威严，他的脸上从容和算计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寒潭。他终于明白了，从一开始他就想错了，对方根本没想过要被动防守，也没想过要见招拆招。在他还慢悠悠布置这一切的时候，对方的刀已经捅进了他的心脏。好一个林默，好一个废物少爷！爹，还等什么啊？他都骑在咱们头上拉屎了！陈冲急得直跳脚。陈万金没理他，而是继续询问那心腹，他们有多少人？很多，装备精良。陈万金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又问另一个头目：城西破庙的仓库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头目一愣，赶紧回答：帮主放心，那边一切正常，我刚派人去看过。放心。陈万金发出一声冷笑，笑声里充满了自嘲和杀意。你以为他们只打一个仓库就收手了？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后背一阵发凉。陈万金的大脑飞速运转，一道道命令从他嘴里发出。老三，在。一个满脸横肉的头目赶忙上前，你带100个兄弟，大张旗鼓的去城西破庙，记住，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我们去破庙了。陈冲虽然莽，但不傻，瞬间就听明白了，这是要声东击西。爹，那我呢？陈冲上前问道。冲儿，你带几个心腹，火速去醉风楼，把那里的货全转移走，一根毛都不能留下。是。陈冲领命。至于其他人，都跟我走。陈万金的脸上重新浮现出那种老狐狸般的阴冷笑容，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他林默把家里的精锐都派出来跟我玩，那他的老巢岂不是空了？陈万金眼中杀机爆闪。所以咱们不去仓库，也不去赌场，去定北府。今晚我要让他林家鸡犬不留。城西前往破庙的路上，秦如雪带着30名精锐护院，如同一道红色旋风卷起一路烟尘。他们刚端掉了码头的兵器库，缴获颇丰，此刻士气正盛。可秦如雪的心里却莫名有些不踏实。她抬头看了看那即将沉入地平线的太阳，脑子里闪过林默分开前的那句叮嘱：天黑之前务必带人赶回定北府，只要定北府不出问题，我就能撒开手脚干。这家伙虽然平时没个正形，但关键时刻的判断却一次都没错过。停下！秦如雪猛地勒住马缰。秦头！身旁的护院头领一脸不解。不去破庙了？秦如雪英气的脸上闪过一丝决断，全员掉头回定北府。城南醉风楼，作为黑风城最顶级的酒楼之一，此刻正值华灯初上，人声鼎沸，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而与前院的热闹喧嚣一墙之隔的后巷却是一片死寂。林默像一只蛰伏在黑暗中的猎豹，收敛了全身气息，与阴影融为一体。他的目光锁定在后院紧闭的大门上。醉风楼的后院静悄悄的，但凭借超凡的听力，林默能捕捉到院墙内那刻意压低的脚步声和鬼鬼祟祟的交谈声。这地方绝对有猫腻。可正当他准备翻墙进去一探究竟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林默身形一闪，彻底没入更深的黑暗中。只见一个身着锦衣华服的年轻人，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行色匆匆地赶到后院门口。他身后还跟着的7、8个人，个个太阳穴高高鼓起，脚步轻盈，显然都是练家子。那年轻人对着院门有节奏地敲了几下，吱呀，厚重的木门开了一道缝，一行人闪身而入。林默的眼神冷了下来。等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后院的门再次打开，7、8个壮汉推着几辆盖着厚厚油布的板车，吱呀吱呀地从后门出来，
接着迅速拐进一条更加僻静的巷子，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淡淡的怪味。林默二话不说，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夜色下的巷子七拐八绕，如同迷宫。板车队走得很快，显然是想趁着夜色掩护，将这批货运到什么地方去。车队拐进一条狭窄无人的小巷，这里是视野的死角，也是绝佳的杀戮之地。走在最后的一个壮汉只觉后颈一凉，他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就被一股巨力拖进了黑暗中。咔嚓，一声轻微的骨裂声被车轮的滚动声完美掩盖。林默的身形如一道青烟再度贴近，第二个，第三个，整个过程快如闪电，悄无声息，直到7、8个壮汉全都倒下，走在最前面的陈冲才后知后觉地停下脚步。都他妈快点！磨磨蹭蹭的干时，他骂骂咧咧的回头，后面的话却卡在了喉咙里。巷子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一堆停着的板车，所有人都不见了踪影。谁？陈冲厉喝一声，抽出腰间的短刀，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的黑暗寂静，死一样的寂静，只有惨白的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在地上诡异地扭曲着。恐惧顺着他的脚脖子往上爬，缠住了他的心脏。装神弄鬼的东西，给老子滚出来！陈冲色厉内荏地咆哮。他虽然是个纨绔，但也真刀真枪干过不少架，知道这时候害怕就输了一半。我不管你是谁，这批货你动不得。我爹可是陈万金。陈冲把亲爹的名号搬了出来，这可是他在黑风城横着走的底气，也是他强有力的护身符。哦，一个轻飘飘的声音忽然从他身后传来。林默刚刚还打算扭断他脖子的手，又收了回去。钓到大鱼了！卧槽！陈冲浑身汗毛倒竖，感觉背后跟站了个鬼似的，吓得魂都快飞了。他想也不想，转身就是一刀朝着身后胡乱劈去。这一刀是他这辈子挥得最快最狠的一刀，用上了吃奶的劲儿。然而想象中刀锋入肉的声音并没有传来。啪！陈冲只觉得手腕一痛，短刀已经从他手上飞了出去。他捂着手腕连连后退。你是谁？陈冲的声音带着颤抖。他不记得黑风城有这样的好手。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谁了。林默的笑容愈发灿烂，在惨白的月光下显得有些瘆人。陈冲死死盯着眼前这张年轻的过分的脸，脑子里电光火石般闪过什么。你是林默。陈冲终于反应过来，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今天这事根本不是什么打劫的，是精准点杀来了。跑！必须跑！他怒吼一声，猛地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朝着林默的脸就砸了过去。去死吧！金钱攻击！林默下意识侧身躲开，中计了。在钱袋飞出的瞬间，陈冲的左手袖口划出一物，那是一个巴掌大小、造型奇特的黄铜器物，上面雕刻着繁复的花纹，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林默。袖里冲！这玩意儿是陈万金花大价钱从西域商人手里搞来的保命家伙，威力巨大，近距离下可穿透铁板。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在狭窄的小巷轰然炸开，火光一闪，一枚滚烫的铁丸带着死亡的气息直扑林默面门。太近了，这距离根本躲不开。林默瞳孔骤缩，身体做出最快反应，猛地向一侧偏头。噗嗤！灼热的铁丸擦着他的脸颊飞过，带起一串血珠，在墙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弹孔。一股撕裂般的疼痛从脸颊传遍全身。哈哈哈哈！给老子死！陈冲一击得手，心中狂喜。他知道林默身手不凡，所以砸钱袋是假，用袖里冲偷袭才是真。他猛地后退一步，拉开距离，同时抬起另一只手，一把一模一样的袖里冲出现在他的右手中双持，黑洞洞的枪口这次稳稳对准了林默的额头。废物，你再能打又怎么样？在老子的火气面前，还不是得死？砰砰！第二声枪响炸裂开来，声音比之前更加刺耳。陈冲这次瞄准的是林默的眉心，然而就在火舌喷吐的一刹那，林默动了，他不退反进，身形猛地向前逼近。噗！炽热的铁丸没能命中他的额头，却狠狠钻进了他的左肩，血肉撕裂，一股钻心的剧痛混杂着火药的灼烧感瞬间席卷全身，坚韧疯狂运转，强行压制着铁丸钻入更深的皮肉。但这疼痛与即将到来的狂怒相比，不值一提。林默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陈冲面前，陈冲脸上的狂喜还未完全绽放，瞳孔中便映出一张冰冷的脸，以及胯下传来的剧痛。撩阴腿！哦！一声凄厉的惨嚎
撕裂了寂静的夜空。陈冲攻成一只虾米，双眼暴突，唾液和泪水不受控制的狂飙而出。他感觉自己最重要的宝贝被砸碎了，那种超越了疼痛的虚无感，让他仿佛坠入了无间地狱。林默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咔嚓，咔嚓，又是2声骨裂的脆响，直接踩碎2只手腕。啊！我的手，我的手啊！陈冲疼得在地上疯狂打滚，像只不断扭动的蛆。林默看了看自己左肩上血窟窿，衣服被鲜血浸湿了一块，黏糊糊的贴着，肩膀火辣辣的疼。那枚铁丸还在肉里，每一次呼吸都牵动着伤口，疼得他直咧嘴。嘶，真他妈疼！林默蹲下身，捡起地上那2把还带着余温的袖里冲，在手里掂了掂。黄铜打造，做工精致，上面甚至雕刻着繁复的花纹。好东西！林默把玩着这凶器，然后将那黑洞洞的枪口抵在了陈冲的脑门上。陈冲的嚎叫声戛然而止。别杀我！他的声音抖得不成调，没了之前半点的嚣张。我爹是陈万金，你杀了我，他不会放过你的。都这时候了，还在搬爹。林默被气笑了。他本来也没打算现在就杀了陈冲，这可是威胁陈万金的绝佳筹码，杀了未免太过可惜。更何况这袖里冲里也没重新装甜铁丸，杀个屁！林默用脚尖踢了踢陈冲。知道了，你爹不打算放过我。巧了，我也没打算放过你爹。说完，林默把2把袖里冲往怀里一揣，接着便不再理会哼哼唧唧的陈冲，转身走向那些板车。足足7、8辆板车，每一辆都用厚重的油布包裹得密不透风。林默随手扯开一角，露出里面码放的整整齐齐的大木箱。他砸开一个箱子上的铜锁，里面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有绫罗绸缎，而是一个个用油纸包着的长条形包裹。什么玩意儿？搞得如此神秘，林默好奇地拆开一个油纸包，一股硫磺和土硝混合的刺鼻气味瞬间钻入鼻腔。他捏起一小撮黑色粉末，在指尖捻了捻，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凭借着前世那点贫乏的化学知识，一个词在他脑海中轰然炸开：火药。这可是严格管控的军用物资。林默终于明白了，陈万金的生意根本不止盐铁那么简单，盐铁只是摆在明面上的，这能掉脑袋的火药私运才是他真正谋取暴利的手段。林默不再犹豫，心念一动，系统空间收。他走到第1辆板车前，手掌轻轻往木箱上一搭，下一秒，沉重的木箱在空气中凭空消失。还在地上哼哼唧唧的陈冲正好抬头看到了这个瞬间，他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使劲揉了揉。东西呢？箱子呢？变戏法呢？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林默的手已经搭在了第2个箱子上。唰，又没了。第3个，第4个。陈冲看着眼前这完全超乎他认知的一幕，下巴脱臼般的张着。板车上的箱子一个接一个的在他眼前凭空消失，这是在搞什么鬼？很快7、8辆板车上的箱子全都被林默签收完毕，空荡荡的板车在清冷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凄凉。林默拍了拍手，心满意足地走到陈冲面前，将他整个人从地上提了起来。你干什么？陈冲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带着淡淡的哭腔。他彻底崩溃了，已经无法用任何常理来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怎么就把东西凭空变没了？干什么？带陈少爷回家啊？林默笑得人畜无害。回我家，定北府。当秦如雪带着30名精锐护院风驰电掣赶回定北府时，心脏都快提到嗓子眼。幸好朱红色的大门还紧紧关着，看来一切正常。可他刚翻身下马，还没来及喘口气，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从长街的另一头涌了过来。火光，密密麻麻的火把将整条长街都映成了红色。黑压压的人群手持明晃晃的钢刀，杀气腾腾，直奔定北府而来。为首的那人正是陈万金。一股寒意顺着秦如雪的脊椎猛地窜了上去，让他四肢冰凉。好险，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自己再晚回来半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林默那个臭混蛋，他又算对了。快关门，所有人准备迎敌。来不及多想，秦如雪厉声下令。府内的护院们反应极快，在秦如雪带人冲进来的瞬间，就合力将沉重的大门重新关上，用数根粗大的门拴死死顶住。王管事，秦如雪环视一圈，府里除了他带回来的30精锐，还有几十个负责日常守卫的护院。二夫人，王管事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一张老脸吓得惨白。你立刻带上府里所有的下人、丫鬟，还有那几十个护院，全都退到后院去，把人集中起来，把通往后院的门锁死。秦如雪的声音冷静得可怕，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出来。
听明白没有？明白，明白。王管事哪敢废话，立刻组织人手朝后院撤离。很快，偌大的前院就只剩下秦如雪和他带回来的30名精锐，每个人都握紧了手里的兵器，紧靠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小的防御阵型。粗重的呼吸声在寂静的院子中清晰可闻。轰，轰隆，府外巨大的撞门声一下接着一下，每一次撞击都让整座府邸随之震颤。两扇大门之间已经出现了清晰的裂缝，木屑不断崩飞。终于，轰！随着一声巨响，两扇厚重的大门被硬生生撞开。尘土飞扬间，陈万金带着黑虎帮300多号人如决堤的洪水般涌了进来，火光将整个定北府的前院映成一片刺目的红，也照亮了陈万金那张扭曲狰狞的脸。可当他看到院子里只有秦如雪和他身后那区区30人时，先是一愣，随即发出猖狂至极的大笑。老子还以为有什么埋伏，搞了半天就这么点人。陈万金的笑声尖锐，充满了轻蔑与不屑。看来自己的判断完全正确，林默那个小崽子果然把他手下能打的全都派出去了。现在的老巢就剩下一个娘们和几十个守卫，这哪里是什么定北府，分明就是一座不设防的澡堂子。黑虎帮300多号人如潮水般涌入，将整个前院占据大半。明晃晃的钢刀在火光下反射着森然的寒芒。与这片黑压压的人海相比，秦如雪和他身后的30名护院就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块小小礁石，随时都可能被拍得粉碎。秦如雪的脸色有些凝重，但却无半分惧色。她今天依旧是一身利落的红装，长发高高竖起，英气夺人。面对300多号人的包围，她抬起手中长剑，剑尖直指陈万金。兄弟们，清冷的声音响起，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此战是血战，怕死的现在就丢下手中的兵刃，下跪投降；不怕死的，听我号令。是！30名精锐齐声喝道。他们死死盯着如潮水般的敌人，没有一人放下手中武器，甚至没有一人产生一丝一毫的动摇。他们的眼神如淬了火的钢。这30人不是普通的护院，他们都是当年跟着秦如雪的父亲那位虎威将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袍泽。他们见过真正的血海，他们的命是老将军给的。如今老将军不在了，他们便用这条命护着将军的女儿。秦如雪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子，而是他们心中的少将军。为秦家战，为林家死，便是他们的荣耀。一名护院猛然抬手，用刀柄狠狠砸在自己胸口。咚！一声沉响，他用嘶哑的嗓子吼出了当年在边关军营里日夜操练的口号：秦家军。所有人，包括秦如雪，都下意识地挺直了脊梁。誓死不降！30人的齐吼竟如300人般雄浑，声震四野。死战！死战！死战！3个字如山崩，如海啸，狠狠撞进所有黑虎帮众的耳朵里，让他们前冲的脚步都为之一顿。陈万金也被这冲天的杀气震慑了一瞬，但很快回神，脸上浮现出更加浓烈的讥讽与残忍。秦家军，誓死不降！陈万金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声音尖利地划破夜空。一群将死之人的悲鸣罢了。给我上！速战速决！杀！300名黑虎帮帮众像开闸的洪流，咆哮着，挥舞着钢刀，扑向院中那块小小的礁石。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秦如雪没有丝毫慌乱，她的眼神冷冽如冰，口中吐出的命令清晰短促：结阵！加！一声令下，30名护院的动作整齐划一，仿佛演练过千百遍。最外围的10人猛地将手中的铁盾砸在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盾牌与盾牌之间严丝合缝，瞬间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圆形铁壁。下一瞬，10柄闪烁着寒光的长枪从盾牌的缝隙中猛然刺出，直取敌人咽喉。而阵心则是秦如雪和另外10名手持坡刀的精锐，他们眼神锋利，如伺机而动的猛虎，随时准备扑杀任何一个侥幸突破防线的敌人。噗！噗嗤！冲在最前面的10几个黑虎帮众根本没反应过来，他们只看到眼前竖起一道铁墙，然后冰冷的枪尖就洞穿了他们的脖子和胸膛，温热的鲜血如同喷泉般溅射在冰冷的铁盾上。第一波冲锋连盾牌的边都没摸到，就留下了10几具尸体。后面的帮众被尸体绊倒，冲锋的势头硬生生被遏制住。陈万金的瞳孔骤然一缩，不对，一群废物，给我撞开他们的盾！一个头目怒吼着，亲自提刀冲了上去。当当当，无数的钢刀砍在铁盾上，迸发出密集的火星，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盾后的护院被巨大的冲击力震得手臂发麻，
虎口渗出血丝，但他们的脚下却像生了根，没有一人后退分毫。转！秦如雪的第2道命令下达，整个圆形盾阵像一个巨大的齿轮，开始逆时针缓缓转动。外围的盾兵在移动中卸掉了大部分冲击力，而从盾牌缝隙中刺出的长枪则疯狂收割着敌人的生命。一个黑虎帮众正要双手举刀力劈华山，却被旁边突然转过来的盾牌狠狠撞飞，紧接着一落地，3柄长枪就从不同的角度瞬间贯穿了他的身体。这已经不是战斗了，这是一场屠杀，一个由30人组成的高效而冷血的血肉磨盘。无论黑虎帮的人从哪个方向进攻，他们面对的永远是滴水不漏的铁壁和精准致命的枪尖人数的优势，在这座小小的阵法面前被削弱到了极致。秦如雪站在阵心，清亮的眼眸中闪烁着震撼与狂喜。这就是林默给他的十方狙灭阵完整篇。拿到阵图后，他日夜不休地钻研，带着30名心腹反复演练。他知道此阵精妙，却万万没想到实战中的威力竟如此恐怖。那个家伙，他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兴奋让护院们的士气燃烧到了顶点，他们怒吼着，将平日里训练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每一次盾击，每一次突刺都精准而致命。院子里的尸体已经堆起了薄薄的一层，浓郁的血腥味混杂着铁锈味，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帮主，这阵法太邪门了，兄弟们冲不进去啊！这踏马就是个铁刺猬。手下的哀嚎让陈万金的脸色变得铁青，他那双小眼睛死死盯着那座不断转动、不断吞噬人命的阵法，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大错特错。这不是一群残兵败将，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短短半炷香的功夫，他带来的人已经折损了将近1/3，而对方除了几个盾兵看起来气息不稳之外，竟无一人倒下。再这么耗下去，他这300人恐怕要被活活磨死在这里。退回来！陈万金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咆哮，打断了手下无意义的进攻。他脸上那老谋深算的笑容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羞辱后的暴怒。别管他们了！陈万金伸出颤抖的手指，指向通往后院的月亮门。他的声音怨毒无比，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给我绕过去，冲进后院去，把里面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给我杀干净。我要用林家满门的血来破他的阵。绕过去，冲进后院，杀光他们全家。陈万金的指令像一道道惊雷，炸响在每个黑虎帮众的耳中。所有人都瞬间醒悟，对啊，跟这铁王八硬磕什么？他们再能打，也护不住整个定北府。冲啊！杀进后院去！黑虎帮众人瞬间找到了新的宣泄口，嗷嗷叫着就要绕开秦如雪的阵列，直扑通往后院的月亮门。秦如雪俏脸一寒，变阵！蛇！他轻喝一声，命令再次下达。原本如磨盘般转动的圆形阵法瞬间拉伸变形，30名护院的动作行云流水，仿佛一个整体。10面重盾在前，化作一道移动铁墙，横向平推，死死卡住了通往后院的必经之路。盾墙之后，长枪从缝隙中探出，组成一片冰冷的死亡丛林。扑哧扑哧，冲在最前面的几个帮众根本刹不住脚，一头撞进枪林里，瞬间被扎成血葫芦，尸体倒下，又成了后来者的绊脚石。一时间，月亮门前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血肉防线。陈万金的眼角疯狂抽搐，他万万没想到，这区区30人竟然把阵法玩出了花来。这踏马哪是家丁护院，这是正规军。再这样下去，他带来的300人怕是真要被活活耗死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等林默那小杂种回来，不行，必须速战速决。陈万金的眼底闪过一抹狠厉，他猛地扭头看向身旁2个心腹。这2个人，一个瘦如竹竿，一个矮如冬瓜，2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一手轻功更是出神入化。你们2个从侧面翻墙进去。陈万金的声音压得极低，满是阴森。动静小点，去后院，给我绑个活的出来。他顿了顿，又补充了句：记着，要活的，重要的。竹竿和矮冬瓜对视一眼，瞬间心领神会。2人点了点头，悄无声息退入黑暗，几个起落就消失在了墙头。做完这一切，陈万金才重新将视线投向战场。他扯着嗓子嘶吼：都踏马愣着干什么？抬起死了的弟兄当肉盾，都给老子冲！他们就30个人，还能撑多久？耗也要把他们耗死！破了定北府，府里的金银财宝随便拿，女人随便玩，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原本已经有些畏缩的黑虎帮众听到这话，眼睛瞬间就红了。操，跟他们拼了！
为了金子，为了娘们儿，杀！在金钱和女人的刺激下，黑虎帮众再次发起疯狂的进攻。他们甚至不再躲避长枪，而是用同伴的尸体当肉盾，硬生生往前顶。砰砰砰，当当当，尸体猛烈撞击着盾牌，钢刀劈砍的声音连成一片，火星四溅。盾后的护院们压力陡增，好几人都被震得虎口崩裂，鲜血顺着手臂流下，但他们依旧咬着牙，双脚死死钉在地上，寸步不退。战况惨烈到了极点。秦如雪站在阵中，冷静地指挥着，但一颗心却越沉越深。护院们的体力在被飞速消耗，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与此同时，定北府后院天心阁，这里是林默的居所，此刻灯火通明，却死寂无声。8位风姿各异的女子，连同府里所有的丫鬟仆妇，全都聚集在此。前院传来的喊杀声、兵刃碰撞声，以及临死前的惨嚎，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所有人的心脏。女人们个个花容失色，有的紧紧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唯独柳依依，她独自站在窗边，一动不动地望着前院的方向。那双平日勾魂摄魄的眸子里，此刻只剩下化不开的忧愁。她不懂排兵布阵，她只知道二姐带着区区30人，正在抵挡几百个凶神恶煞的亡命徒。每一声惨叫传来，都让她的心被狠狠剜一下。怎么办？林默，你在哪儿啊？就在她正心急如焚时，一丝极轻微的咔嗒声从她身旁的窗户传来，不是推窗的声音。柳依依的心脏猛地一跳，她豁然转头，只见2道黑影如同从黑暗中渗出来的墨汁，无声无息地从被切开的窗格中钻了进来，快得不可思议。有！柳依依刚张开嘴，一个字还未喊出，其中那道瘦长的身影已经鬼魅般欺近，一只冰冷的手掌死死捂住了她的嘴，另一只手一把雪亮的短刀已经抵在了她白皙的脖颈上。啊！直到这时，角落里的丫鬟才反应过来，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有刺客！保护夫人们！守在阁楼外的护院听到动静，怒吼着撞门冲了进来。然而，噗噗，2名护院甚至还没看清对方的样子，便捂着喉咙倒了下去，眼中满是难以置信。鲜血喷溅在柳依依眼前，她被那竹竿挟持着，大脑却在飞速运转。怎么办？走！矮冬瓜干净利落地解决掉护院，低喝一声，竹竿不再逗留，挟持着柳依依便要从后窗退走。柳依依被拖拽着，脚下一个踉跄，整个人倒向竹竿。可就在她倒下的瞬间，柳依依猛地从头上拽下那只金步摇，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朝竹竿的眼睛扎去。这是她此刻唯一能用的武器。竹竿没料到这看似柔弱的女人竟然会反抗，眼中一寒，头猛地一偏，金步摇尖锐的末端擦着她的脸颊划过，带出一道血痕。找死！她彻底被激怒，反手一个手刀又快又狠地砍在柳依依的后颈上。柳依依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一双眸子瞬间失去神采，娇媚的身子软软地倒了下去。前院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然而就在这时，都给老子住手！一个嚣张的声音突然从侧面传来，所有人动作都为之一滞。只见竹竿和矮冬瓜2人挟持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女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女人精心打理的发髻此刻已散乱不堪，几缕青丝贴在她毫无血色的俏脸上。正是柳依依，一把雪亮的短刀死死抵在她白皙修长的脖颈上。三妹！秦如雪看到被挟持的柳依依，只觉一股血气直冲头顶。住手！她厉声喝止了所有护院的动作，原本坚不可摧的蛇阵瞬间出现了停滞。陈万金发出了胜利者的狂笑，他知道自己赌对了，抓的这个女人比杀100个护院都有用。陈万金！秦如雪一双凤目几乎要喷出火来，声音都在颤抖。你个老狗，打不过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还要不要脸？脸！陈万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那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小女娃，兵不厌诈，懂不懂？他得意洋洋地伸出手指，指着昏迷的柳依依，脸上的笑容愈发扭曲和阴冷。现在老子给你一个选择，让你的人放下兵器，跪地投降，不然……陈万金拖长了声音，手掌在自己脖子前做了一个下切的动作，眼神怨毒无比。不然我就当着你的面一刀一刀生生割开他的喉咙。你！秦如雪气得浑身发抖，他身后的30名护院个个目眦欲裂，恨不得把陈万金生吞活剥，可他们不敢动。柳依依在对方手上，他们一动，柳依依就得死。秦如雪那双燃着战意的凤目此刻写满了挣扎和狂怒。放还是不放？
放下武器，下场只有一个，死，而且是惨死。可不放。他看着被刀抵着脖子的柳依依，心像被针扎一样疼。听见没有？帮主让你们把武器放下。挟持着柳依依的竹竿狞笑着，锋利的刀尖瞬间划破柳依依娇嫩的肌肤，一滴鲜红的血珠滚落，顺着那雪白修长的脖颈滑下，触目惊心。一时间，整个前院陷入死一样的寂静，只剩下黑虎帮众粗重的喘息和陈万金那得意的笑声。他很享受这种感觉，这种将敌人逼入绝境，掌控别人生死的快感。定北府，秦家军，今天过后都将成为历史。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嗖，啪，一道黑乎乎的影子毫无征兆地从院墙上扔了下来。那东西像个破麻袋，重重摔在陈万金面前的青石板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愣，目光不由自主地被那个摔下来的东西吸引了过去。那是一个人，一个血肉模糊、几乎看不出人形的人。陈万金眉头紧锁，死死盯着眼前那滩烂肉。他总觉得那人身上穿的华贵衣料有些眼熟。就在这时，那团勉强能称之为人的东西喉咙里发出一阵呵呵的漏风声，然后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血沫翻涌的嘴里挤出一个字：爹。声音微弱，却在陈万金的脑中轰然炸响。他的瞳孔在一瞬间缩成针尖。冲儿！陈万金难以置信地扑了过去。与此同时，一道修长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院墙上翻下，他落地没有声响，又瞬间在原地消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那团烂肉和陈万金的嚎叫吸引，没人发现这鬼魅般的身影。陈万金颤抖着双手，把那堆血肉模糊的东西翻了过来。一张已经彻底毁了的脸映入他的眼帘，鼻梁塌陷，牙齿掉了大半，但那深行绸锦衣他死也认得。最让他肝胆剧烈的是，儿子的两腿之间早已成了一滩烂泥，嫣红的血浸透裤子，还在往外渗。这是被活废了。冲儿！陈万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陈冲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满是血沫的嘴里挤出几个字：爹，林默。话音刚落，脑袋一歪，死了。陈万金的脑袋嗡的一声。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他陈家就这么一根独苗。他这辈子打打杀杀，攒下这偌大的家业，为的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儿子能当个威风八面的二世祖？不就是为了让他陈家在黑风城开枝散叶，代代富贵吗？现在全完了，断子绝孙了。陈万金抱着陈冲逐渐冰冷的尸体，发出野兽般的嘶吼，眼珠子瞬间布满血丝。林默，你个畜生，你出来，老子要把你碎尸万段！他的咆哮声在院子里回荡。竹竿，把那娘们的脖子给我割了，我看那畜生还躲不躲。竹竿！陈万金歇斯底里的嚎叫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那些黑虎帮的喽啰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劫持着柳依依的竹竿和矮冬瓜，可那两人却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竹竿的脖子上插着他自己那把短刀，刀尖从喉咙一侧进去，又从另外一侧钻出，鲜血鼓鼓地往外冒。矮冬瓜的脑袋则以一个诡异的角度扭向了身后，显然是被人用蛮力生生拧断了。两人就这么死了，死得无声无息。而那个本该是人质的绝色美人，此刻正被一个年轻人轻轻抱在怀里。是林默。他抱着昏迷的柳依依退到秦如雪阵前，这才长长松了口气。好险，再晚来一步，怕是就要出事。当林默带着陈冲赶回定北府时，老远就听见了喊杀声。他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要糟，于是二话不说，捂住陈冲的嘴就跃上了墙头，然后就看见了柳依依被劫持的画面。千钧一发之际，他毫不犹豫地扔出了手里的炸弹。啪的一声，陈冲被那迅猛的力道摔得只剩下一口气，而林默则趁着所有人注意力被吸引时，悄无声息地摸到竹竿和矮冬瓜身后，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两人。此时林默已经抱着怀中的柳依依退到秦如雪阵前，30名精锐护院的动作没有一丝迟疑，盾牌与刀枪瞬间移动，将两人密不透风地护在了阵心。秦如雪的目光落在柳依依苍白的脸上，心口像是被巨石堵住。他没有问，林默也没有说，他只是抬起眼看向陈万金，那眼神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却让陈万金从段子的狂怒中品出了一股让他骨髓冻结的寒意。也正是林默的这份平静，彻底点燃了秦如雪胸中的滔天怒火。那是他的妹妹，是他的家人，陈万金竟敢用他的家人来当筹码。变阵！秦如雪的声音不再清冷，而是火山喷发般的滚烫。杀！一声令下，
原本坚不可摧的蛇阵轰然裂变，不再是单纯的防守与格挡，十面重盾猛地向两侧分开，露出里面10名手持泼刀的精锐。他们眼中燃烧着与秦如雪如出一辙的火焰，阵型不再是铁壁，而是一张张开的布满利齿的巨口。30人化作一柄旋转的血肉屠刀，主动迎向那群乌合之众。没有口号，只有刀锋入肉的闷响和骨骼断裂的脆响。这是一场不再讲究技巧的屠杀，是纯粹用愤怒与血性碾压过去的疯狂。陈万金瞳孔巨震，肝胆俱裂。他看着自己的人如麦子般被成片割倒，看着那30人组成的杀戮机器离自己越来越近，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大势已去，撤，快撤！陈万金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嚎，转身就想逃离这片人间炼狱。残存的黑虎帮众如蒙大赦，疯狂地朝大门涌去。跑！秦如雪的厉喝声带着彻骨的恨意，他脚尖在地面重重一点，整个人如一道离弦的红色箭矢，瞬间越过人群。手中莲花剑嗡鸣作响，不再是灵动飘逸的剑法，而是灌注了全部怒火，最简单直接的一记横斩。一道撕裂空气的血色残影迸射而出，噗嗤！陈万金只觉双腿一凉，撕心裂肺的剧痛瞬间传遍全身。他低头看去，自己的2条腿已经从膝盖处齐齐断开，血流如注。他惨嚎着扑倒在地，秦如雪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他面前，剑尖直指心脏。留活口！林墨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秦如雪耳中，像一盆冰水浇在他沸腾的杀意之上。他猛地回头看向林墨，眼神里全是为什么的质问。林墨没有解释，只是走到陈万金面前，然后笑了，等拿到我想要的再杀。这一夜黑风城彻底炸了。如果说林墨之前买下没人愿意要的定北府，只是让黑风城的人当成个笑话看，那他一夜之间灭掉黑虎帮，就是往整个黑风城的火药桶里扔进了一颗原子弹。消息不胫而走，以一种疯狂的速度传遍了全城的每一个角落。东城青龙会，阴暗潮湿的矿洞深处，火把燃烧时发出噼啪的爆响，映照着一张狰狞的面孔。青龙王李清正赤着魁梧的上身，手里拎着一条沾满血肉的皮鞭，在他脚下，一个偷懒的矿奴已经奄奄一息，身体蜷缩着不断颤抖。废物！李清啐了一口唾沫，将皮鞭随意丢给身后的手下。他享受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这能让他忘记自己也曾是这矿洞里的一条狗。周围的手下个个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喘。就在这时，一个心腹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脸色煞白。帮主，出大事了！李清眉头一皱，那道贯穿脸颊的刀疤随之扭曲，显得愈发凶恶。慌慌张张的，死了爹吗？那手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音都在发抖。北城的黑虎帮没了。李清掏耳朵的动作停住了，他缓缓转过身，一双凶目死死盯着手下。你说什么？心腹颤抖着继续回答。黑虎帮被定北府一夜之间给灭了。陈万金带着300多人全没了，他自己也被砍了双腿，活捉了。矿洞内死一般的寂静，李清脸上的暴怒凝固了。他愣了足足3秒，然后一把揪住那心腹的衣领，将他提了起来。你他妈再说一遍！一个晚上300人被那个病秧子带着一群娘们给干翻了，你当老子是3岁小孩吗？那心腹吓得都快尿了，哭丧着脸。帮主，是真的，千真万确啊！现在全城都传遍了，据说定北府那边只出动了30个护院。啪！李清一巴掌将他扇飞出去，胸口剧烈的起伏着。30个干翻300个，这他妈是讲神话故事呢！他李清从矿奴堆里爬出来，靠的就是心够狠，人够多。可现在有人告诉他，他信奉的这套逻辑被人给碾碎了。一股莫名的烦躁突然从他心底升起，派人给我盯紧定北府，我倒要看看那个林家到底在搞什么猫腻。西城白狼寨与东城的血腥不同，这里弥漫着羊肉的膻味和烈酒的醇香。寨主赫连拓正坐在一张铺着狼皮的大椅上，擦拭着他心爱的弯刀。他身形矫健，眼神锐利，混血的相貌让他既有蛮族的粗犷，又不是汉人的俊朗。一个精瘦的汉子快步走进大帐，向他汇报着什么。事情的经过大概就是这样。陈万金以为林墨主力去偷袭他仓库，就带人去抄家，结果一头撞进了人家不好的口袋里。那个叫秦如雪的女人用一套诡异的阵法把黑虎帮300人打得落花流水。最后林墨突然出现，用陈万尖子的命换了柳依依，秦如雪还把陈万金给废了。赫连拓擦刀的动作停了下来，那双锐利得跟鹰一样的眼睛里闪烁着思索的光。
有意思。一个被流放过来的病秧子带着9个寡妇，不光没死，反而咬死了北城的那只老狐狸。这个林默不简单啊！他站起身，走到一张巨大的地图前，地图上详细的标注着黑风城内外的所有势力分布。他看着北城黑虎帮的位置，伸出手指在上面轻轻画了一个叉。这个林默就像一条突然闯进池塘里的鱼，把这黑风城的水给搅浑了。赫连拓转过身看向自己的心腹，去，给我把这个林默的底裤都查出来，我要知道他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事情，尤其是他那30个护院，还有那个叫秦如雪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是，寨主。南城赤凤堂，一个风韵十足的女人正斜倚在一张贵妃榻上，纤长的手指夹着一根细长的水烟，吞云吐雾。她是赤凤堂的主人凤娘。她约莫27、8的年纪，一袭火红色的紧身旗袍将她成熟丰腴的身体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旗袍的开叉极高，随着她的动作，一双圆润修长的美腿若隐若现，引人无限遐想。此刻，一个穿着青色衣裙的侍女正跪在她的身旁，轻声汇报着：堂主，消息已经确认了，黑虎帮确实是完了。凤娘吐出一个漂亮的烟圈，红唇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咯，陈万金那个老东西守着盐铁，这只会下金蛋的鸡，不知道多少人眼红，没想到最后竟然栽在了一个毛头小子手里，真是太有意思了。他一双媚眼波光流转，里面全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对他来说，黑风城越乱，他的情报就越值钱。那个叫林默的小男人长什么样？俊不俊？侍女愣了一下，小声回答：听说是个俊美无双的美少年。哦，凤娘的兴趣更浓了。她坐起身，旗袍的领口敞开了几分，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和深邃的事业线。美少年还这么能干，姐姐我啊，最喜欢这种有本事的小男人了。她伸出涂着鲜红丹扣的手指，点了点侍女的额头，去备一份厚礼，找个机会送到定北府，就说我凤娘想请林公子喝杯茶。侍女有些犹豫，堂主，我们这么快就站队，会不会？凤娘娇媚地白了他一眼，傻丫头，这叫站队吗？这叫投资。她重新躺下，慵懒地伸了个腰，完美的身体曲线毕露无遗。一个能在一夜之间就吃掉黑虎帮的男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龙，不管是哪一种，都值得姐姐我亲自去会一会。毕竟这么大一块肥肉，可不能让东城的那只疯狗和西城的那头饿狼给独吞了呀。